重回高三，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校花家里穷，忽悠她做你的女朋友，完全跟他那过几年才是全国首富的老爹没有任何关系。不过现在你还要和舔了2年半的白月光划清界限，要不然小富婆误会了怎么办？前世自己为了和白月光周清月在一起，从高中舔到大学，最后更是因为他想要创业，你就把父母给自己买房的200万偷偷给了他。等到周清月事业有成，换来的却是亲眼目睹他跟别的男人依偎在一起。如今再次听到周清月的声音，你只感觉很恶心。江旭，我们现在才高2，应该以学习为重。就在我愣神的功夫，周清月的声音传入耳中。以前听到这声音，我的心情会变好，但是现在却怎么听都感觉恶心。周清月又说，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可以送我手机，这礼物我收下了。说着就伸出手要去拿我手里的手机。这手机是我熬了好几个周六日去网吧搞代练，再加上2个星期早餐省下来的钱才买到，为此最近成绩还出现了很严重的下滑。眼看着周清月的手即将触碰到手机盒，我眼疾手快的躲掉了。老子就是送给一条狗也不会送给你。这番话惊呆了全班同学。作为闻名全校的超级舔狗，我今天这是站起来了。周清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很是生气的指着我，你最好现在立马跟我道歉，否则我以后都不会再理你了。还有这好事，一言为定。周清月肺都要被气炸了，更是感觉无比的丢脸，正打算质问我今天发什么疯的，老师来了。而我在坐回自己位置之后，目光很快就被坐在第一排最后一个位置一个一点都不显眼的女孩给吸引了目光，安诺诺。然而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宝藏女孩。高中3年无人问津，但是却以全省第1的高考成绩考入国内第1学府。在高考结束后的聚餐，安诺诺才剪掉刘海，露出了一张倾倒众生的脸，全班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这个女孩有着倾国倾城的容颜，却一直隐藏3年。周清月在她面前也只配当个丫鬟，而除了学习容颜之外，安诺诺后来还有一个身份，全国首富之女。在安诺诺读高中的时候，她家里还很穷，属于那种1个月最多吃1次肉的那种。但是在她上大学那会儿，她爸爸就发家了，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大1的时候，安诺诺她爸爸就成为了一省首富，大2就荣登全国富豪榜第3，大3就成为了全国首富。早知道安诺诺这么优秀，她爸爸如此之厉害，肯定展开疯狂的追求。这要是追到她了，以后还需要努力吗？重生一次，我除了要弥补前世的一些遗憾，离周清月那个女人远一点之外，就是安诺诺了。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把安诺诺追到手，可不是因为她将来有个什么首富爸爸，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努力了而已。我说江旭，你今天怎么了？同桌傅延杰凑了过来，这是我的好基友，不过跟我也是难兄难弟，前世家产都被一个绿茶给骗光了，这一世我肯定不会让好基友重蹈覆辙。我摇头，没什么，只是忽然不喜欢他了。傅延杰明显不信，得了吧，全校谁不知道你对他爱的深沉，人家随便一个眼神，你怕是都会直接跳河里。我无奈，我真的不喜欢他了。下一刻下课铃声响起，老师离开后，周清月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文具，眼角余光不由得瞥向我。江旭这是在欲擒故纵呢，想要以这种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实在是可笑。他已经是打定主意了，这次除了送手机之外，还要连续请自己喝1个月的奶茶，否则绝对不会原谅他的。眼角余光已经瞥到我站起来了。周清月立马就笔直地坐着，目不斜视，一脸的冷淡。他知道我肯定是要过来邀请他一起回家的，毕竟这大半个学期，我每天都会骑自行车送自己回家，哪怕是下大雨，他也会自掏腰包叫来出租车，而我只是背起书包就走到了安诺诺跟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江同学，你有什么事情吗？我突然坐到他边上，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在班级里，他一直是个小透明，都没什么朋友，就会死读书。而我虽然是个大舔狗，但是很帅啊，才高2，身高就1.8米几了，留着寸头，颜值高，还会唱跳 rap， 打篮球，成绩又好，全年级最高，而自己就是个丑小鸭，当然会紧张了。我笑道，是这样的，我有一道题不会，你能帮我讲一下吗？安诺诺傻眼了，江同学都不会的，我肯定更加不会啊，你看看，说不定就会了呢。说着，我把题放在他面前，不动声色的靠近一些，离得近了，我发现他的肌肤很好，属于那种白的会发光的，就是看上去有些瘦，身上还有一股很好闻的清香，像是茉莉花，又像是桂花。这题，我会。江同学，你能别靠那么近吗？安诺诺声音弱弱的，感受着我身上所散发出的那股阳光般的气息，他不由得心跳加速，脸蛋泛红。我装傻难道是我身上有味道？你嫌弃我？没有的。安诺诺连忙摇头，后面的马尾跟着一甩一甩的。周清月看到这一幕，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猛地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冷着脸说：“江旭，你搞这种小把戏有意思吗？”我跟安诺诺同时抬起头，两脸茫然。你什么意思？我问道。周清月冷哼一声，微微昂着头，露出雪白的脖颈，宛若一个高贵的小天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以为跟别的女生走得近一些就会让我吃醋，然后就回心转意，答应做你女朋友。这种手段太过于幼稚了，劝你省省吧。我整个无语住了，这女人脑袋有病吧？滚，别来烦我！我一点脸色都不给她。自己上课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跟安诺诺搭讪的机会，可不能被这个女人给破坏了。周清月俏脸上流露出一丝怒意，还装再继续下去，我可就真的不理你了。我现在要回家了，赶紧去骑车。说完，她就扭头走了。我扭头冲着安诺诺重新露出笑容，别理她，咱们继续。
江同学，你明白了吗？我挠头还是不太懂，能麻烦你再讲一次吗？安诺诺觉得有些奇怪，这道题不难啊，江同学怎么还不懂？虽然着急回家，但是安诺诺不擅长拒绝别人，于是就又给我讲了一遍。现在呢，还是有一点点不懂啊。可是天黑了，我还得回家做饭。安诺诺小脸上浮现出一丝为难，他爸妈每天都要加班到8、9点才回去，自己回家后做完作业还要做很多家务活。再给我讲一次吧。我双手合十，待会我送你回去，拜托了安同学。可是周同学不是在外面等你送他回去吗？这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以后不会再送他了，已经不喜欢了。安诺诺瞪大了眼睛，感觉很不可思议。坐稳了，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安诺诺，他低着头，脸蛋很红，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除了爸爸之外男人的车，双手都无处安放，不知道该放哪里好了。微风拂面，吹起少女额前的刘海，露出了一张倾倒众生的脸。或许是因为缺少营养的缘故，少女的脸色略微有些苍白，这反而是为她平添了几分娇柔美感，让人忍不住就产生出想要呵护她的冲动。安诺诺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远的，此时的江城还没有发展起来，都是一些老房子。安诺诺家有个小院子，如果是10几年后，在江城这种1线城市能拥有这样的房子，起码也价值上亿。送她到家后，我发现庭院前还堆着大量的柴火。谢谢江同学。安诺诺从车上下来，不怎么敢去看我的眼睛。那个，你要不要进去喝杯水？好啊，我一口答应下来。安诺诺傻眼了，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樱桃小嘴微微张开，看上去很呆萌，很可爱。一阵微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刘海吹起，我看到了她完整的容颜。哪怕前世看到过几次，但是再次看到，还是让我心跳停顿。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光是站在那里就惊艳了时光。怎么？难道你刚才是随便说说？我故作生气，没有，江同学请进。安诺诺连忙开门，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带男生回家，幸好爸妈不在，不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安诺诺的家很简单，连电视都没有，就一个钻石牌落地扇，不过打扫得很干净，让人看上去很舒服。江同学，喝水。不好意思，我家里没饮料。安诺诺把水杯放在我面前，少女的眼中闪过一丝黯然。她家里很穷，常常吃不饱饭，也因此养成了自卑的性格，不怎么跟班里的人说话。没事，我就喜欢喝白开水。我笑着把水给喝完。这个时候看到少女的手上满是茧子，这肯定是正经的茧子，联想到外面的那些柴，估计是要经常劈柴吧。想到少女那瘦弱的身体要劈那么多柴，我就有些心疼，这可是我未来的老婆呀。于是我就说，安同学，谢谢你今天帮我解题，为了报答你，庭院那些柴我帮你劈了吧。说着，不等安诺诺同意，我就跑了出去，拿起斧头就劈了起来。安诺诺追出来，江同学，不用的，都是小事，没事，我每天都要打篮球，不然精力旺盛的睡不着。说话间，我已经劈了5根柴了。少女微微咬着粉唇，心里的那根弦莫名的被触动了一下，因为家庭的原因，她比一般女孩子要成熟，自然是感受得出来我那颗真诚的心。这么好的男孩子，周同学为什么不要呢？安诺诺很不理解，如果是他的话，有一个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人，肯定是死死的抓住，一辈子不放手的。摇摇头，安诺诺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羞涩，连忙也蹲下来帮忙。女儿，我们回来了。安诺诺手一抖，差点没有把手上抱着的柴给丢下去，瞬间就慌得一批。爸妈今晚怎么这么早回来了？我该躲哪里？不对，江同学该躲哪里？安诺诺一张俏脸变得一片通红，都快要冒热气了。你看得十分有趣。门被推开，声音戛然而止，安峰跟李媛娟都愣住了。你目光迅速地在2人身上游走一圈，重点多看了安峰几眼。中年男人，没有发胖，身材长相也是中等，这不像是有系统的人了。心里这么吐槽着，表面上你笑着打招呼，叔叔阿姨好，我是诺诺的同学江旭，今天他帮我讲题，耽误了时间，就送他回来，顺便看到院子里有不少柴火，就帮忙劈一下。你说话条理清晰，外形也是阳光俊朗，一下子就让安诺诺的父母对他心生好感。见此，安诺诺稍微松了口气，好在爸妈没有往别的方向去想。时间有点晚了，你没有多做停留，安诺诺送你出去。红着脸小声说，路上小心。小丫头脸蛋跟个红苹果一样，散发出诱人的光泽，真的好想现在就把她搂入怀里啊！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安诺诺可比周清月强多了。好，我知道了，再见。本想要再多调戏几句的，想想还是算了。小妮子脸皮薄，不急于一时，来日方长。另一边，周清月家里，她刚刚洗完澡，穿着一件小熊睡衣，头发湿哒哒的。她有着一双卡姿兰大眼睛，身体发育的也很好，看上去青涩中带着一丝妩媚。她趴在床上，拿出手机看了看扣扣，并没有看到你发来的求和。以往每次你要是惹她不高兴了，肯定会第一时间道歉，但是这一次却好几个小时了，都没有发来信息。周清月冷哼一声，真是幼稚，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我看你要给我忍到什么时候？周清月气呼呼的把自己的破手机扔了，根本就没有往你已经放弃了他这个方向去想。次日，你6点钟就醒来了，毕竟刚刚重生过来，高中知识基本上都忘光了，重新捡起来还需要下一番功夫。可笑，前世的你为了跟周清月能够上同一所大学，居然在高考的时候向下控分。本来以他的实力是可以上全国排名前3的，但为了周清月，后面就上了一个普通专科。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简直就是个大傻逼。
你把书收起来就出门了。路过早餐店，你停下来买了2份早餐，来到班里，只有1/10的同学到了，你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安诺诺，心中一喜，就朝着他走过去。周清月也到了，心情很不爽。以前每天早上你都会发信息给他说早安的，今天居然没有发，翻了天了他。看到你手里提着的早餐，周清月冷哼道：“别以为买一点早餐我就会原谅你。”你愕然地看着周清月，你在跟我说话？装，接着装。周清月双手环抱在前，把衣服都挤变形了。你头顶上浮现出大大的问号。等看到周清月的目光落在自己手里的早餐上，才恍然大悟。你以为这早餐是买给你的吗？少女一脸的理所当然，脸上满是傲娇。想让我收下你的早餐，必须要真诚的向额道歉，并且要连续给我买2个月的奶茶才行。这副姿态，纯是被宠坏的样子。实际上，刚刚开学的时候，周清月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说起来，也是你对她太过于百依百顺，太过于深情，把自己身上最好的全部都给了周清月，然后才会养成她这种性格。毕竟周清月家里条件一般，是养不出公主病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不由得苦笑，这就是所谓的种因得因吗？这一世，你不想再跟周清月有半点的交集。你深吸口气，十分认真的看着她。我最后再说一遍，我不喜欢你了，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你要是再跟我说一句，你就是狗。说完，就从他身边离去。周清月愣在了那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班上其他的女同学听到这话，眼睛立马就亮了起来。你走到安诺诺面前，把早餐往他桌子上一放，买多了，你吃吧。这小妮子长期营养不良，面无血色的。安诺诺抬起头看了看你，又看了看周清月，有些心动，但还是摇头。谢谢，不过我吃了。咕噜噜，话音刚刚落下，他的肚子就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一张粉粉嫩嫩的小脸瞬间就遍布红晕，尴尬的很想要找个地洞钻进去。你没有去嘲笑他，当作没听到。老师都教导我们不能够浪费粮食，你就当做好事，帮我吃了吧。看到安诺诺还很犹豫，你就凑到他耳边小声的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吃，我就大声的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说我喜欢你。”不要。安诺诺慌了神，连忙拿起早餐，小口的吃了起来。少女有着很严重的社恐，让她被全班人关注，想想都觉得可怕。看到她安诺诺吃了，你才露出笑容，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一幕完全的被周清月看在眼里，手里的圆珠笔都快要被她给折断了。本来还有些犹豫要不要按照李红红说的去做，现在就下定了决心。不是，你什么情况啊？傅妍姐把脑袋凑了过来，不舔周清月，改舔安诺诺了。滚！你没好气的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怎么能够叫做舔？你这口味我有点搞不懂。傅妍姐很是奇怪，周清月跟安诺诺长相差距那么大，你怎么会选择后者呢？你心中呵呵，那是你没有见过安诺诺真正的模样。上课铃响了，你对傅妍姐说道：“不好意思了，这次爸爸要离开你了。”傅妍洁不等他细问，你就站了起来。老师，我想换座位。周清月柳眉一挑，坐在他边上的李红红小声地说：“原来他的大招在这里等着你呢，看来咱们2个做不成同桌了。”周清月嘴角微微上扬，心情有些愉悦，但还是保持着傲娇的姿态。谁要跟他做同桌？这个人讨厌死了。心里则是打定了主意，待会要是老师问自己愿不愿意，必须要拒绝他才是，让你知道自己也是有脾气的。想要那么轻松的跟自己坐在一起，可没那么简单。老班一脸慈祥的望着你，同学，你想换哪里去？目光不着痕迹的瞥了周清月一眼。关于你舔周清月的事情，老师们也都知道了，只不过你成绩太过于强大，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笑容满面的说：“我想要跟安诺诺同学做同桌。”下一刻全班哗然，安诺诺一时整张脸变得滚烫的。这时年纪第一的你正向老班申请换座位，你正笑容满面的说：“我想要跟安诺诺同学做同桌。”你想要跟周啥？安诺诺同学？老班一脸我是不是听错了的表情，全班哗然。安诺诺傻了眼。你的白月光周清月双手紧握，手背上一条条青筋浮现。江旭同学，你确定自己没有说错吗？是要跟安诺诺做？老班问道。而你却是一脸正气，确定。作为年级第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帮助班上成绩不太好的同学提高成绩。好吧，那你就换座位吧。多谢老师。之后你麻溜的拿起书包，直接坐到了安诺诺身边。新同桌你好，以后多多指教。安诺诺整张脸都滚烫的，声音细若蚊蝇的应了一声，藏在厚刘海底下的一双眸子清澈透亮，你越看越喜欢，心说我未来老婆真好看。安诺诺在高中3年的成绩都很一般，可却高考时考上了顶级学府。你测试了一下，他并没有隐藏，要么是他脑袋开窍比较晚，要么就是在高考阶段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不可能真的是有什么系统吧？我都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有呢？中午下课，大家都一窝蜂的冲向饭堂，你看到安诺诺还坐在位子上，问道：“你不去吃饭吗？”安诺诺低着头，不敢去看你，早上吃太多了，不饿。江同学，你赶紧去吃饭吧，因为你看自己的目光太过于炽热，总感觉要把自己给融化掉一样。你自然知道少女肯定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才这么节省的，也没有强求，于是你打算偷偷给她带一份好吃的。另外一边，白月光周清月来到食堂的时候，看着这么多人，当场就傻眼了，每一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队，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去啊？这个时候，周清月才想到了以前每天中午都是你帮自己打饭的，她根本就不需要排长队，你每天就会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饭菜放在面前，以前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现在轮到她自己来打饭了，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李红红忽然指着左侧，周清月顺着她的手看过去，顿时眼眸一亮，她看到了你手里拿着2个饭盒，
其中一个肯定是给自己的。虽然你很晚才从教室里走出来，不过你早就摸索到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尽头，所以在其他的同学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你已经打完饭了。这个年代的食堂阿姨盛饭菜的时候手还不会抖，给的分量也挺足，2荤2素加大米饭也就4块钱。江旭，哪个饭盒是我的呀？周清月拦住了你，脸上带着笑意。其实她的身材样貌也的确是挺不错的，全校范围来说排前10不成问题。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有2个小酒窝。前世的时候，你就是被她这笑容给俘虏了，然后就开始了一段很不美好的人生。你都不想要跟她说话，直接就从她身边绕过去。周清月脸上的笑容僵硬住了，一股怒火从心底滋生，再次拦住了你。不过她脸上很快就再次重新露出笑容，声音也柔和了许多。如果是因为上次当众拒绝你表白，让你不高兴，我跟你道歉。其实我对你也是挺有好感的，你只要再努力一下，说不定我就答应你了。标准的渣女发言，我现在还不能答应跟你在一起，但你要是接着持续对我好，说不定哪天我就同意了。说完这番话，周清月就定定地看着你，心想自己都已经放低姿态了，你不会再继续装作不理会自己了吧？肯定又会屁颠屁颠地跟在自己身后，供自己驱使，这还拿捏不了你。然而你脸上没有半点喜悦，反而是一脸的冷漠。突然你指了指周清月身后，你看那是什么啊？周清月转过身，你拔腿就跑。等周清月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你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傅延杰呆呆地站在那里。周清月愣了一下，而后怒气值就充满了。你一路小跑，什么玩意？真以为自己是舔狗呢？来到教室门口，你停了下来，正好看到安诺诺把最后一口馒头吃下去，然后喝了一口白开水。这小妮子难怪这么瘦弱，每天中午就吃这东西，能长胖才怪。你故意弄出一点动静，然后走了进去。突然你发出一声惨叫，摔倒了。江同学，你怎么样了？安诺诺连忙跑过来，脸上满是焦急。你没事吧？还好，扶我一把。安诺诺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不过力气还是有的，应该是跟他常年干活有关系。你一只手搭在安诺诺的香肩上，安诺诺娇躯微微颤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男生有亲密接触，实在是有点不习惯。你大半个身体都靠在安诺诺身上，鼻尖传来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这是少女特有的体香。你半个身子都靠在安诺诺身上，少女的身子软软的，跟棉花一样，好想捏捏她的脸啊。你被安诺诺扶着坐到了位置上，坐了几分钟之后，你才吐出一口气，迎着少女有些担忧的目光，笑着说：好像没什么问题了，只是刚才摔了这么一跤，胃口没了，这打了2份饭菜吃不完，你能不能帮我消灭1份？你知道安诺诺的自尊心是很脆弱的，直接说给你5饭，她不会接受，所以就来了这么一出。你那真挚的眼神，安诺诺稍作犹豫就接了过来，小声地说：多少钱？我给你4块。好，安诺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一张2块的，一张1块跟2张5毛的，你毫不犹豫就收了下来。安诺诺露出一丝笑容，打开盖子，香味扑鼻，一个鱼香肉丝，一个番茄炒蛋，一块炸鱼，还有青菜。安诺诺鼻子抽了抽，肚子在不自觉的蠕动，好香呀！虽然4块钱有些贵，但是偶尔吃一次也能接受。小口小口的吃着，你看到他都是先吃米饭跟青菜，肉放到最后面来吃，不得不感叹，当真是一样米样百样人。还记得以前给周清月打饭，肉太瘦的不吃，太肥的不吃，必须要肥肉相间的。空心菜不吃，苦瓜不吃，只吃番茄、青瓜几种。1份饭菜一大半都浪费了，不像安诺诺，把所有饭菜都吃得干干净净，完全不挑食。安诺诺轻轻地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好久没有体会过这种吃得饱饱的感觉了，身体暖洋洋的，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安诺诺就感受到了你炽热的目光，他有些遭不住了。那个，我去把饭盒洗一下。说完就拿起2个餐盒，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里。看着他的背影，你笑呵呵的自言自语：我老婆真可爱。回来的路上，周清月一直在抱怨今天的饭菜真难吃，排队的人太多了。等到他的时候，饭菜都凉了。以前都是你帮他打好的饭菜，都是热腾腾，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是味道最佳。那不是安诺诺吗？他手里拿着的是李红红。看到了安诺诺，周清月目光一凝，也看到了安诺诺手中拿着的餐盒，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你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以前专用的。周清月一下子就绷不住了，有一种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的感觉，拦住了低头走路的安诺诺。周同学，安诺诺一个不察，差点撞上去了。周清月双目喷火，江旭的餐盒为什么在你手里？安诺诺有些慌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李红红在一旁说道：安诺诺，我希望你有一点自知之明，不会真的以为你会喜欢你这种长相普通、学习一般、家里条件还很差的吧？你接近你只不过是为了气周清月而已，可千万不要分不清东南西北。安诺诺微微咬着嘴唇，感觉有些委屈，只不过不善言辞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周清月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安诺诺说道：去把餐盒洗干净，然后给我。安诺诺不敢反抗，家庭原因让他一直就很自卑。去饭堂把餐盒洗完，交到周清月手里。周清月提着餐盒，昂首挺胸地走进教室里，走到你面前，把餐盒放他桌上，很傲娇地说：刚刚在饭堂里看到安诺诺没认真的洗，我就自己洗干净，给你拿过来了。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你，心说本小姐亲自给你洗餐具，做到这个份上肯定很感动了吧？你狐疑。安诺诺不像是他嘴里说的那种人，
这个时候，你看到安诺诺低着头进来了，一言不发坐到自己位置上。你大概猜到了什么，起身看着周清月，这餐和你洗的。周清月脸色略微有点不自然，但还是硬着头皮说：“当然了。”你忽然抓住周清月的手，周清月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想要抽回来，但一想到你这几天在闹情绪，心想算了，就让他占点便宜。然后就看到你抓起周清月的手，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安诺诺眼神有些黯然，看来李红红刚才说的的确是真的，自己只不过是你用来气周清月工具而已。周清月脸上也爬满了红晕，江旭，你怎么能够这么轻浮呢？连忙用力的把手给抽了回来，但是你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脸色苍白。你说这餐具是你洗的，手上却一点洗洁精的味道，你在骗谁呢？我……周清月开口要狡辩，被你打断了。安诺诺在路上被你拦住了，然后把餐盒抢过来，说成是你的功劳吧？不觉得这样的行为太恶心、太卑劣了吗？周清月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你骂我，然后便胡搅蛮缠之，借力打力。李红红也帮腔，你餐盒是清月洗的，肯定没错，我能作证。他手上没有洗洁精的味道，那是因为他洗手的次数比较多。不信你问安诺诺是不是？说完就用警告的眼神看着安诺诺。安诺诺还能说什么？只能够点头了。你暗自叹息声，连当事人都这样了，他也没办法再多说什么，坐了下来，冲着周清月挥了挥手，赶紧离开，别来烦我。周清月眼泪掉落，江旭，我恨你，这辈子都不跟你说话了。幸好这个时候班上的还没有其他人，要不然又各种流言蜚语。你看着情绪不高的安诺诺，在他耳边小声地说，别不开心了，下午我就替你报仇。安诺诺不解，下午第一堂课是数学课，数学老师很严格，虽然长得挺漂亮，但是却有一个外号叫做玉面修罗。不过他的课比较乏味，很多同学都听不进去，然后就会搞一些小动作。此时你就看到周清月跟李红红正在偷偷的看着小说，你直接就举手站了起来，老师，我举报周清月跟李红红上课偷看小说。下一刻数学老师报，老师当场就把周清月骂了个狗血淋头，到外面去罚站，并且还要写1000字的检讨。原来这一切只为了帮你被欺负的同桌报仇。你看着安诺诺，怎么样？我说到做到，为你报仇了，开心吗？安诺诺没有想到你真的这么做了，他心里自然是有些开心的，但也有不小的顾虑。这样做，周同学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了，以后你还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你有些无奈的说，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对那个女人毫不感兴趣了，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顺便辅导你，将来咱们一起考上国内的顶级学府。一起？为什么呀？安诺诺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总感觉你话里有话。安诺诺虽然有点迟钝，但是并不傻，自己成绩不好，长得不漂亮，家里也很穷，跟你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喜欢谁也不可能喜欢自己啊。安诺诺，你就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你说，因为咱们是同桌呀，接下来的时间都是要一起的，那咱们就是最亲密的战友关系了，难道不应该共同进退吗？是这样吗？安诺诺看上去呆呆的，这副模样看得你食指大动，好想若一若他呀。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你基本上都是围在周清月身边，各种嘘寒问暖，没有跟别的同学一起运动。这次你没有再围在周清月身边，而是跟傅延杰他们一起打篮球。球场上，你动作迅捷，频频投篮，帅气的外形跟动作引得不少女生发出尖叫，甚至也有不少别班的女同学也围了过来。你是很出名的，不管是成绩还是颜值，只是以前他一颗心全部都落在了周清月身上，根本就不给其余女生机会。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放弃了周清月，就有不少女生心思活络了起来，一些比较聪明的已经去买好了饮料，等到你打完球之后就跑过去，脸红红的把饮料递上去，并且想要他的扣扣。周清月看到一大堆女孩子围着你，心中很是气愤，更是升起了强烈的危机感。现在他才发现你居然如此的受欢迎，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人都是这样的，在得到的时候就不知道珍惜，只有当失去了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的是多么的珍贵难得。在另外一边，安诺诺静静地坐着，看着很受欢迎的你，笑了笑，感受到了一丝青春的气息。不好意思，我不喝饮料，也不喝冰的，谢谢。你拒绝了所有女生的好意，不着痕迹地瞥了安诺诺一眼，没有过去找她，免得她成为所有女生嫉妒的对象。江旭居然拒绝了所有女生。李红红眼睛一亮，碰了碰周清月，你说她是不是实际上还是喜欢你的？周清月听到这话，嘴角上扬，心情一下子就愉悦了起来，但还是嘴硬，她先前的做法已经是令我很不开心了，我不会再给她机会了。李红红说，我觉得她就是在欲擒故纵，咱们再多看2天，她肯定就会忍不住来找你和好了。周清月很是傲娇地说，除非她到时候跪下来，否则我都不可能原谅她。下课了，安诺诺是最后一个走的，今天是她值日，不过她刚刚关好门窗，一转身就被吓了一跳，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笑眯眯地望着自己。安诺诺一下子就脸红了，你发现这小妮子是真的容易脸红啊，纯粹的跟个小绵羊一样，越是看她你就越是想要欺负她。你还没走吗？江同学，是啊，你明天有空吗？我要去帮妈妈卖菜。你听安诺诺说过，她爸爸在一家工厂打工，妈妈就做一些零工，自己家后面还有几块菜地，种的菜除了自己吃，多余的就会拿去卖掉，用来补贴家用。每个周6日，安诺诺都会去帮忙。别去卖菜了，你说早上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了，我家里是开饭店的吗？现在去旺季，客人特别多，特别是周6日，根本忙不过来。你跟我一起去帮忙，一天给你40块，包吃，怎么样？安诺诺张了张嘴，你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接着说道，正常请一个服务员，一个月工资是1500左右，换算下来一天就是50，给你40块，我家都赚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可是会不高兴的。你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同桌吧？安诺诺同学，安诺诺完全插不上嘴，被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
己要是不答应的话，就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一样。于是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下来。你脸上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为了表示感谢，今天我就送你回家吧。安诺诺心跳加速，昨天就是你送自己回去了，今天又……他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想要拒绝，你直接就拉着他走了。安诺诺脑袋一下子就懵了，你匕首好宽厚，好温暖啊，让人充满了安全感，一时之间都忘记了挣脱开来。你同样是十分激动。安诺诺的手很软，真正的柔柔无骨，冰冰凉凉的，像是抓着果冻一样，不知道啥时候才可以正大光明的这么做。等下了楼，你就松开了他。少女整张脸都快要冒蒸汽了，你去把自行车推过来，拍了拍后座，上车吧。你要是拒绝的话，我就跟老师说你上课看小说。安诺诺急了，我没有。你露出了一个反派的笑容，你说老师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呢？你爷爷不想自己被老师批评吧？安诺诺同学，安诺诺觉得自己好像完全的被你给拿捏住了，都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但是他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生气，也不反感，反而是有一种异样的情绪从心底蔓延开来，像是润物细无声的，在不知不觉的滋润着什么，或许某一天就开花结果了。安诺诺小心翼翼地坐在了自行车后面，两个小手抓着坐垫下面的弹簧，坐稳了，要启动了。安诺诺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你算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朋友。虽然两个人真正产生交集也不过是2天时间而已，但是安诺诺感觉好像两个人已经认识了很久，暗暗地给自己加油打气，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跟你上同一所大学。至于上大学后要怎么样，他现在没有想，也不敢想。可恶，臭江旭，死江旭，真想把你大卸8块。回家的路上，周清月嘴里就没有停过骂你。放学后，他故意在校门口等了一段时间，就是想等着你出来，然后再自己回去。谁知道等了半天都没有人影，今天自己又要走路回去了，又累又浪费时间。骂你的同时，也怀念以前你风雨无阻接送自己的日子。叮铃铃，身后传来了自行车铃铛的声音。周清月心头一喜，这是你的车。他的铃铛声音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次周清月顺嘴提了一句，大家的铃铛声音都一样，太没有个性了。于是你就去进行了一些改装，声音更加的清脆，穿透力也更加的强。嘴上说的再好听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乖乖的来接我，待会得晾晾你，不能轻易上你车。周清月心中如是想着，腰板不由得挺直了一些，声音越来越近了。自行车从周清月身边经过，但是并没有跟他所预料到的那样停下来。更加让周清月感觉到不可置信的是，车子后面居然载着一个人。安诺诺，你居然载他！周清月感觉十分的荒唐，忍不住大喊：江旭，你给我停下来！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强烈的侮辱，自己哪一方面不是比安诺诺更强？就算你要找个人来气自己，那也要找个好一点的。然而周清月的喊声并没有让你停下来，反而是加快了速度。重生之后，你根本就不想要再多跟这个女人有一丝一毫的接触，避之如蛇蝎。哎呀呀，江旭，你混蛋！你那一副看到自己好像是看到瘟神的样子，让周清月彻底的抓狂了。但是这会儿你人已经走远了，并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顺利的把安诺诺送回家里，朝着他挥了挥手，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好，江同学再见。可下一刻，时间来到7点15分，你来他家接他，却看到安诺诺一双腿又长又直，上半身穿着宽松的白色 T 恤，不过隐约可见阵阵汹涌。虽然依然留着长长的刘海，但此刻的安诺诺也给你一种惊艳了时光的感觉。走吧，上车。安诺诺乖巧地坐下，现在没第一次做的时候那么害羞。给早餐，你把刚刚来的时候路上买的热腾腾早餐递给他，3个肉包，1份热牛奶，谢谢。可是太多了，我吃不完。你扭头看着他，你那么瘦，要多吃一点，况且你胃口挺大的呀。3个包子吃不完，安诺诺咬了一口包子，2个腮帮子都鼓鼓的。什么嘛，哪有说女孩子胃口大的？真过分！3个肉包子，1份热牛奶，安诺诺估计要2块钱。吃完之后，他悄悄地拿出2块钱，塞进你裤兜里，你嘴角微微翘起，当作没有发现。这女孩可不是周清月那种只知道接受不知道付出的，没有人喜欢那种只知道索取不愿意付出的。怎么来图书馆了？安诺诺抬起头，发现已经到了图书馆前，你笑道：饭店10点钟才开门呢，咱们先去看会书。心中的小九九则是要尽可能的多跟他待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2个人之间的感情，然后多带他去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地方，比如图书馆、奶茶店、公园等这些地方。时间一长，哪怕是你没有陪在他身边，看到这些景象就有可能触景思人。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呢。小白兔安诺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闻言也没有多想，看书也行，他也很喜欢看书。你把车锁好，2人就走了进去。这是个公共图书馆，学生只要凭借学生证就可以进来。你去选了2本书，坐在角落里，这个点看书的人没多少，选了个角落，2人坐在一起，刚好有阳光照耀下来。安诺诺扭头就看到了你那完美的侧脸，心跳一顿，然后红着脸低下头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你发现了他的异样，笑着问了一句：这书好看吗？很好看。安诺诺小声地说，感觉脸又有些发烫，他觉得自己好没用啊，动不动就这样。江同学会不会讨厌啊？让我看看什么神书，让你倒着看也这么津津有味。安诺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脸了。你笑眯眯的，心情很愉悦，这或许就是岁月静好吧。看书看到了9点半左右，你就拉着安诺诺离开了。路上你叮嘱安诺诺，你只需要负责端菜就行了，如果有哪个客人耍酒疯，你第一时间来找我。另外一个有些比较豪爽的客人会给小费，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钱，收着就可以，不用给我，而且也不能拒绝人家，因为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看不起他，明白了没有？我知道了。安诺诺乖巧的点头。店里只有陈月跟2个服务员在。江山去找房主谈去了啊。
阿姨好，我是安诺诺，打扰了。见到陈月，安诺诺直接就来了个90度鞠躬。哎呀，别这么客气，快进来吧。陈月满脸笑意的拉着安诺诺进去，表现得很是热情。来，阿姨带你了解一下情况。10分钟后，安诺诺满脸通红的走出来，去擦桌子了。你跑去问陈月，妈，你对她怎么了？没怎么呀。陈月回答，就是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顺便。陈月凑到你耳边，贼兮兮的说，顺便替你把关。别说，这小姑娘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但是身材是真的好啊。妈妈刚才摸过了，是个会生儿子的小姑娘，性格也很好，妈很满意。你一脸的无语，妈，你这也太过分了，万一把她吓跑怎么办？不会的，小姑娘一看就很善良，抓紧时间，从下个星期开始，零花钱翻倍。你立马变了脸，老妈威武。没办法，老妈给的太多了。11点多的时候，客人逐渐多了起来，江山也回来了。叔叔好。安诺诺声音柔柔的。江山见到乖巧懂事的安诺诺，立马脸上就笑开了花。你好，你好，感谢你能来帮忙，叔叔实在是过意不去。安诺诺摇头，没有，是我应该说谢谢才对。他不傻，知道你是为了可以让自己多赚点钱才带他来的，这个恩情他默默地记了下来，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以后一定会报答的。临近中午，客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忙碌了起来。别说，安诺诺做的还有模有样的，端茶上菜都是又稳又快，你暗暗观察了一下就放心了。他除了有点社恐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毛病。你趁着安诺诺不注意，走进几个包间，出来后就对安诺诺说，5号包间送2瓶红酒跟1瓶大罐汽水。好，安诺诺应了一声，手脚麻利的拿着东西进去了。没多久，安诺诺从里面出来，小跑着来到你面前，伸出一只小手，给，掌心里有一张20块纸币。干嘛？你问道。刚才那桌客人给的小费，我不能要，给你，你拿着就好了，我不缺这一点。不要。安诺诺摇头，我打工你给钱，这是额外的，我不能收。小丫头性格软软的，但有时候也挺倔强的。你耐心的解释，这钱呢，又不是从我口袋拿出来的，是客人给的。更何况，你知道我1个礼拜的零花钱多少吗？安诺诺摇头，1个礼拜1000块。你说谎一点都不脸红的。哥有钱，你给我这20块算什么？羞辱我！拿着，要不然我以后可就不理你了。安诺诺咬着嘴唇，看到你好像要生气了，才连忙把钱收起来。今天客人好像格外的多，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客人才稍微的少了一些。陈月拉着安诺诺到后厨，诺诺呀，没想到今天这么忙，辛苦了，今天到此结束吧，这是2天的酬劳，我先给你。拿出100块钱，眼看安诺诺要找他钱，陈月制止了他，多出来的算加班费，本来你只要工作到晚上8点就行了，这么算的话，还是阿姨占便宜了。谢谢阿姨。安诺诺鼻子抽了抽，他感受到了你一家人对自己释放出来的善意，紧紧的把这100块钱抓着。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少女大多数时候所感受到的都是来自于别人的不屑、瞧不起，但是你一家人却打一开始就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是真心还是假意？这对于生性敏感的安诺诺来说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你去洗了手，然后就带着安诺诺离开饭店，送她回去。安诺诺小声地说，其实你不用送我的，店里需要人手，我一个人也可以回去，也不是特别远。那怎么行？你不同意？大晚上的，你一个小姑娘，万一遇到色狼怎么办？我也不漂亮啊，谁会看上我？也对。你摸着下巴说道，你看看你，学习成绩一般，身材嘛也一般，长得也不是特别漂亮，以后8成是嫁不出去的。安诺诺有些委屈的看着你，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吗？有点难过。不料你话音一转，不过谁让咱们是同桌呢？肯定要互相帮助的，对吧？我可以勉为其难的把你娶回家啊！你欺负我！安诺诺脸蛋刷的一下就红了，低着头就跑掉了。对于他这种书呆子来说，你这句话的杀伤力十分巨大。你笑着追了上去，安全把安诺诺送到家后，你就又返回饭店，跟着父母一直忙活到凌晨2点半才收工。回去后你倒头就睡，而另一边安诺诺却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脑海当中在不断的回放着你先前说的那句话，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娶你。他是开玩笑的，还是？安诺诺的心乱了，直到凌晨3点才睡着，夜晚还流了一枕头的哈喇子。可第2天他，而另一边周清月在房间里一阵抓狂，哎呀呀，江旭，你混蛋！你已经是第3天没有理他了，毕竟他已经习惯了你无条件的对自己好，而且自从你开始舔之后，周清月就省了很多钱，省下的钱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首饰之类的，还可以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现在他就不敢乱花钱了，毕竟家里1个月才给100块。周清月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你还有安诺诺身上。江旭，你给我等着！欲擒故纵的把戏，看你要玩多久。少女还是坚持的认为这一切都是你装的，毕竟你先前舔得太凶了，怎么可能会在一瞬之间就转换过来呢？这很不合理。好，既然你想要玩，那么我就陪你玩，看到底谁最先忍不住。周清月下定了决心，从现在开始绝对不会再主动跟你多说一句话，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今天你起来得比较晚，7点多了，看了一会儿书就出去买早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顺带着就想好了要投故事会的全部内容，就写你曾经爱而不得的经历，这是自己真实经历的，写起来也会跟文字产生共鸣，心中打了副稿，所以写起来也是格外的顺畅。8点半就写完2000字了，一张1000字，已经可以去投稿了。先看看能不能成功签约，再考虑后面的。小说的名字就叫做《那些年的惨淡青春》，去邮政投递。接着就去找安诺诺了。路上遇到了一位秃头大叔，你笑着打招呼：“王叔好，是江旭啊，怎么样？昨晚那小姑娘追到手没有？
还没有呢。昨天谢谢王叔，客气啥？那本来就是你的钱，通过我的手转给那小姑娘的。聊了几句之后就分别了。没错，昨天那些客人给的小费，实际上都是你这边出的。也就是安诺诺什么都不懂，才会认为真的会有在这种饭店吃饭给小费的客人，傻得可爱。昨天晚上安诺诺总共赚了有360块，他以后吃饭估计就可以大方一点了。而在你前往安诺诺家的路上，他已经把所有家务活干完了。爸妈，这是这2天打工的钱，我留60块，剩下的给你们拿去还债吧。安诺诺的爸爸有稳定收入，一个月1600，加上他妈妈一个月2000出头，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正常来说也是够用的了。之所以会如此拮据，就是因为他们家欠了一笔不小的钱，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还钱上面了。女儿，怎么这么多？不是80块吗？李元娟问道。安诺诺去打工的事情，他们是知道的。安诺诺说，是饭店的客人给的小费。李元娟跟安峰对视一眼，女儿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阅历，但是他们2个已经出社会10几20年了，自然清楚饭店里消费者能有多么有钱，怎么可能一晚上就收到200-300块的小费呢？十有八九是那个你同学自掏腰包给的吧？两夫妻没有把这个推测告诉安诺诺，只是默默地把这份恩情记下来，心里对你的好感又提升了一个台阶。未来首付好感度加10，这个小男生情商很高，办事情也显得很老练。帮助他人的同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尊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很多成年人都不一定具备。诺诺，我来了。屋外头响起了你的声音，少女脸上不自觉的就浮现出笑容来。安峰跟李元娟心如明镜，却也没有制止。爸妈，我先走了。说着，安诺诺就提起放桌子上的餐盒出门了。李元娟在身后提醒女儿注意安全。知道了。李元娟摇头，她不知道安诺诺今天穿的是一身运动装，一看就是穿了很多年，有些地方都褪色了。不过少女身上那股逐渐冒出来的青春气息，却不是一套运动装能够遮挡得住的。早啊，江同学，这个是我做的早餐，你尝尝看好吃吗？安诺诺双手把餐盒递出去，眼中带着期待跟忐忑。少女比前几天的时候活泼了一些。你眼睛一亮，你做的，我肯定要尝尝。打开餐盒，就有一股香味传来，油条还有馒头，颜色看上去就挺不错的。做这东西要很长时间吧？你吃了一口油条，问道。还好啦，安诺诺没有告诉你，他5点多就爬起来了，去买各种材料，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他手头上没有多少钱，能回报你的也就是一点小手艺了。好吃吗？安诺诺又问了一句，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合不合你口味。哎，你叹息一声，早知道我就不吃你做的早餐了。安诺诺脸色一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不太会做饭，对不起。说什么？你笑道，我的意思是你做的早餐味道太好了，这吃一次，我以后就不想再吃外面的早餐了。一句话就让安诺诺从地狱到天堂，心情也是急转直上，脸上重新绽放出耀眼夺目的笑容。恰好这时一阵风吹来，把安诺诺那厚厚的刘海给吹了起来，露出一副倾倒众生的绝美容颜。你所有注意力在这一刻都被少女所吸引，这一刻仿佛成为了永恒，永远的定格住。安诺诺有些吃不消你的目光，弱弱地说，江同学，你别这样看着我。你回过神来，笑呵呵的继续吃。你也吃。你拿起一块油条给安诺诺。安诺诺摇头，我吃了，已经饱了。不，你没饱。面对略显霸道的你，安诺诺只能乖乖的张开嘴。这时两人身后传来一道尖锐之音，你们在我们。安诺诺动了动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皱着眉头，你在这里大呼小叫什么？李红红很是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安诺诺，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了？插手别人的感情，但凡你还有一丝的自尊，都应该有多远滚多远。安诺诺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用力的吸了吸气，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他想要后退，离你远一点的，却被你一把抓住了手腕。然后李红红的脸上就出现了一个深深的五指印，声音异常的清脆。李红红捂着自己被打的脸，不可置信的望着你打我。啪，话音落下，他另外一边脸上也挨了一巴掌。你语气平静，但所说出来的内容却是让李红红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安诺诺，我照的，你欺负他1次，我揍你2次。李红红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连续打了2个巴掌，想要放狠话，但是在触及你那冰冷的目光之后，却不敢说出来了。他哭着扭头就跑，而我一扭头就看到安诺诺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这立马就让你慌了神，手忙脚乱的帮他擦掉脸上的泪水。你别哭啊，那女人真是该死，你等着，我再去把她打一顿。不要！安诺诺抓住你手臂，用力的吸了吸鼻子。他哭虽然有刚才被李红红那样羞辱的原因，但真正让他绷不住的，还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自己是他照的，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安诺诺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使得他此时的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久久不能平静。放心吧，有我在，没有人敢欺负你的。谢谢。安诺诺低着头，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羞涩。江旭同学真是个好人。等到安诺诺情绪完全平复下来，你才带着他再次去图书馆。等快到中午了，就去饭店。今天跟昨天一样忙，晚上10点钟你就拉着安诺诺离开了。明天要上学呢，路上你问他今天收了多少的小费，总共有560块呢。谢谢江同学。少女坐在车后座上，一脸的雀跃，这些钱她自己留120，明天请江同学吃饭，感谢他。
剩下的作为到学期结束的生活费。不错，运气真好。某人笑呵呵的，丝毫不在意自己的钱包瘪了许多。这个叫做战略投资。送他到家门口，安诺诺从后坐下来，谢谢江同学，你回去慢点。我比你大几个月，以后别叫江同学了，太生分，要叫江哥哥。脸皮薄的安诺诺脸又红了，他叫不出来，你催促，快点叫啊！不要。安诺诺转身跑回屋里去了。你哑然失笑，也不着急，以后不只要让你叫哥哥，还要让你叫。就在你要掉头的时候，安诺诺把脑袋探了出来，路上小心，哥哥。说完立马就缩了回去，真是可爱到爆炸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你在原地呵呵傻笑。次日教室里，周清月红着眼进来了，她性格中带有执拗的一面，你越是不理她，就越是不爽。突然一路上板着脸的周清月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她看到自己的桌子上放着包子跟豆浆，还以为你能坚持多久，没想到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周清月看见你进来，心里冷哼一声，她起身把早餐拿起来，走到你面前，啪的一下就把早餐放你桌子上，冷着脸说：“拿走，我说过不会原谅你的。”正准备看书的你有些愕然的抬起头，啥？装？接着装。周清月冷笑，给我买早餐不敢承认是吧？我告诉你，别以为用这样的小恩小惠就可以让我原谅你，做梦吧！这早餐不是我买的。你说道。周清月根本不信，怎么害怕被我拒绝，所以敢做不敢当是吧？怎么了？你们在吵什么？这个时候班长跑进来了，他看着你桌子上的早餐，哎，这不是我买给周同学的吗？这早餐你买的？周清月愣住了。是啊，班长点点头，满脸的娇羞，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要是不合胃口，我下次再换别的。周清月当场傻眼，紧跟着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自己又做了一件蠢事，但紧跟着他就意识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这早餐不是你买的，他为什么不给自己买早餐？周清月只感觉一股气堵在胸口中，说不出的难受，恼羞成怒之下，直接把早餐拿起来丢垃圾桶里。我不喜欢，以后别给我带了。说完就气呼呼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再独自生着闷气。你有些无语地看着脸上充满委屈的班长，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干嘛要给他送早餐？班长挠了挠头，其实我也挺喜欢周同学的，这不是看你没追他了，然后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成功吗？以周清月的长相，班上肯定有很多人喜欢他，只不过你以前舔得太狠了，把其他的竞争者全部都舔跑了。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放弃了继续舔了，不少人就感觉有希望了，开始蠢蠢欲动。班长满脸失望的回去了，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失败的这么快，难道是没有你那么会舔？这时安诺诺来了，你问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吃早餐了没？”吃了。安诺诺小声地说。等到把书包放下，就打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粉红色的香囊，脑袋四下转了转，确定没有人注意到这边，才闪电般的塞到你手里。这个是我做的，感谢你给我介绍兼职，里面我放了桂花干，还有一张平安符，不值钱，希望你不要嫌弃。说完就连忙拿出一本书，装作认真的看着，眼角余光却不受控制的看向你，心里又是紧张又是期待，害怕你会不喜欢，更加期待能够从你嘴里听到喜欢2个字。你眼睛一亮，这个香囊很精致，上面还绣着岁岁安平几个字，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桂花那种淡淡的清香很好闻。你注意到安诺诺的手上有伤口，抓过来一看，手指上有很多的细小针孔，顿时就有些心疼。做香囊弄的。安诺诺把手抽回去，小声说：“昨天晚上月亮没有出来，光线比较暗淡，所以不小心扎了几个，没事的。”安诺诺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他就没有开灯，而是坐在窗户边上给你缝制这个香囊的。傻丫头，我很喜欢，会珍藏一辈子的。你心中流淌过一股股暖流，想来他今天晚来也是因为昨天晚上熬夜制作这个香囊吧？毕竟昨晚上回去的时候都10点多了。听到你说喜欢，安诺诺嘴角微微上扬，心情一下子就如同春暖花开，一股甜滋滋的喜悦从心底蔓延，扩散到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欢悦。这种感觉很奇妙，让他有点流连忘返。江旭，班主任叫你。门口，李红红冲着你大喊，眼神带着幸灾乐祸。昨天被你打了2巴掌，他不好意思告诉家长，今天一来就去跟班主任告状了。班主任向来嫉恶如仇，这下子你肯定会很惨。你起身来到老师办公室，李红红满脸委屈，老师，你要为我做主。班主任盯着你，李同学说你昨天打了他。怎么回事？你耸耸肩，老师，我昨天用弹弓打下了一架监视，你信吗？班主任没好气地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一脸的无辜，你也觉得这不可能吧？我一个年级第一，全校最帅的靓仔，为什么会去跟一个学习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身材一般的人有矛盾？这不符合我的人设。李红红当场就涨红了脸，使劲地跺了跺脚，老师，你看他对我人身攻击，你每句话都是在戳他心窝子。班主任狐疑地望着你，你真的没打他？老师，如果我真的打了他，那么就请他拿出证据，要不然这件事情可没完，我可能会闷闷不乐，从而没办法认真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考不上好的大学，最后影响到老师你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老师，你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吧？别说，这话作用还挺大，毕竟现在班主任所有的希望全部都放在你身上了。于是他语气严厉地对李红红说，既然你说江旭打了你，那么就拿出证据来。李红红直接就傻眼了，他上哪里去找证据啊？这个年代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监控设备的，加上过去的1天时间，脸上的指纹也早就没了，只要你不承认，这件事情就成了无头公案。我知道了。你忽然一拍大腿，李红红同学，是不是因为上个星期我向老师举报你跟同桌上课偷看小说，所以你就怀恨在心，现在跑来污蔑我？班主任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去。我不是。
师，我没有。李红红急得大喊：好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班主任拍板，双方都拿不出证据，这件事情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他还是更加倾向于你所说的，于是就对李红红说道：2天后的考试，你要是各科的平均分数没有达到80分，就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补习半个小时吧。不要啊，老师！李红红一脸的绝望。你笑呵呵地说：好的，老师，我先走了。李红红垂头丧气的出来了，跟你的斗争，他完败，还白白挨了2个巴掌，想想就血亏。不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李红红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光芒，回到教室坐下。安诺诺嘴唇动了动，犹豫了一小会儿，还是开口询问你，刚才去班主任办公室是不是因为昨天打了李红红？他有没有事？你把脑袋凑了过去，闻着少女身上特有的体香，怎么？你在关心？安诺诺表面连忙摇头否认，我才没有。实际上可以看到他的耳根都红透了，像是能够滴出血来一样。越是看到他这种害羞的样子，你越是想要欺负。小丫头不禁动，还得慢慢的提高她的耐力。另外一边，李红红悄悄的添油加醋的把昨天的事情对周清月说了一遍。我昨天看到他们2个在偷偷的幽会，他就是个人渣，以往所表现出来的对你的深情都是装的。周清月气的手里的圆珠笔都快要被他掰断了。李红红又说，我觉得你要报复回来，找一个比他更加优秀的人，假装你们在交往，让他知道失去你的痛苦。你可以看看程飞，学习成绩是班里第2名，唱歌很好听，长得也挺帅的，只要你勾勾手指头，他肯定屁颠屁颠的。下课后，周清月就拿着书去找程飞了。程飞同学，这道题我不会做，可以给我讲解一下吗？周清月还故意凑近了一些，几缕发丝轻轻地划过程飞的手臂。之后，周清月微微咬着嘴唇，程飞同学你真厉害。程飞脸红了，挠了挠头，没有啦，江旭比我强多了，才没有呢，他哪里有你聪明啊？一时的成绩好不代表永远，我相信以后你肯定会考上比他更加好的大学的，我看好你哦。下一堂课是音乐课，你可以给我唱首歌吗？可以，没问题。兴奋莫名的程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周清月起身回到自己座位，下意识的就朝着你那边看了过去，心说刚刚看到自己跟程飞挨得那么近，肯定是已经吃醋了吧？但是他失望了，你根本就没有看他一眼。下课了，也是在给安诺诺讲解一些刚刚在课堂上没有听懂的知识，这种带着别人一点点进步的感觉，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周清月一阵咬牙切齿，愤愤地坐回位置上。上课铃声响了，音乐老师是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女大学生，性格挺好的。好，今天还是照例，先请程飞同学给我们唱一首。程飞站了起来，看了周清月一眼，就说道：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唱一首《认真的雪》，送给周清月同学。哇！全班同学都发出了夸张的叫声，目光全部落在周清月身上。周清月下意识的就挺直了腰板，然后看向你，挑了挑眉，你咧嘴笑了。此时很想要去跟程飞说一声感谢，兄弟，你真是太仗义了，替自己吸引了火力。你早就对周清月烦得不行，能够让周清月转移目标，以后不再烦着自己，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程飞唱完之后，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清月得意忘形的瞥了你一眼，你根本就不看他。江旭，你上去给大家唱一首呗。李红红忽然开口，她知道你会唱歌，不过跟程飞比起来就差远了，就是想要看到你被比下去，这样也算是报仇了。周清月心中一动，这女人，你眼睛眯了起来，又给自己找事是吧？音乐老师也说道，也可以。江同学，你唱歌技巧也不错，来一首。你本来是不打算唱的，不过既然音乐老师都开口了，也就不好推辞，于是就站了起来，走到讲台上。李红红心中冷笑，看我待会怎么贬低你。安诺诺一眨不眨地望着你，少女很期待你会唱什么。嗨嗨，你轻咳一声，这首歌是我一位故人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迎面走来的你让我蠢蠢欲动。贝贝，第一次压变成这样的我，这唱的啥？嗨嗨，你咳嗽一声，没有，跟大家开个玩笑。接下来认真的给大家唱一首《同桌的你》。安诺诺娇躯微微一颤，猜不出问题的你，多愁善感的你。说到嗓音这种天然的条件，你的确是不如程飞，不过你更加的有感情，一开口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不由自主的就被你的歌声带入到了那个意境当中。周清月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雾，想到了以前你对自己好的时候，下雨天没带伞，会把自己的伞给他，然后自己淋雨回去，渴了不需要开口，你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饮料放在桌子上，来例假了会贴心的准备好热水等等。现在回想起来，你真的好温柔，对自己好好，而自己呢，从来没有把你放在心上，还经常给你脸色，让你当众下不来台，心里隐隐作痛。周清月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对你实在是太苛刻了，不过你难道就没错吗？自己可是女孩子，就是犯了错也不能那么对自己吗？我可不会主动低头认错的。一曲完毕，沉寂片刻，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程飞叹息一声，就这首歌而言，自己不如你。下课后，傅妍姐跑到你面前，眼含热泪，没想到你对我感情这么深，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啥？傅妍姐抹了抹眼泪，你刚才唱的那首歌不是为我而唱的吗？就是为了纪念我们2个将近1年的同桌之情。你小子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走去小卖部，我请客。你一脚踹他屁股上，滚犊子吧！你也配？傅妍姐笑呵呵，还给哥装饰吧。害羞，肯定是害羞了。你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拿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开，递给安诺诺吃。这小妮子由于以前经常为了省钱不吃饭，偶尔会有血糖低的时候，在自家饭馆打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所以口袋里时常备着几颗糖。
谢谢。安诺诺小声说着，就要从你手里把糖拿过去。你躲开了，别动，张嘴，我来喂你。不用的，我自己可以吃。你手拿铅笔了，不干净，快点，别逼我求你，好吧？最终安诺诺还是拗不过你，乖乖的张开樱桃小嘴，把这颗糖也吃下去了。虽然脸红扑扑的，感觉很害羞，但是又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开心。还有，这糖好甜啊，甜到心里去的那种。傅妍杰把脑袋凑了过来，人家也要吗？你就把糖纸塞他嘴里。傅妍杰吐了出来，一脸的幽怨。你变心了，你额头布满了黑线。安诺诺在一旁捂嘴轻笑，这样的日子好好啊。中午放学之后，安诺诺就对你说道，今天中午我请客吧。好啊，你一口答应下来。你这2天赚了这么多钱，必须要好好宰你一顿才行。安诺诺开心的笑了起来，跟你相处很愉快。你并没有因为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就对自己摆出一副怜悯的姿态，而是始终把自己放在同等位置上，而且好细心，好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之后你们来到了饭堂，你走到一个没人排队的窗口，姐姐，麻烦给我一个炸鸡翅、蒸蛋、炒青菜，还有木耳炒肉。是你啊，来，我给你多打一点。打饭的阿姨看到你就笑呵呵的，这小子嘴甜，见到女的不管多大都叫姐姐。这几个窗口的打饭阿姨都对你十分喜欢，每次把饭菜给的分量都是最大的，部位也是最好的。站在身后的安诺诺很羡慕你有这么强的社交能力。自己的打完之后，你又把安诺诺的餐盒拿过来。食堂阿姨眼睛一亮，第一次看你带女孩子过来打饭，这是你的女朋友，真是乖巧可爱呢。你没有否认，也没有说是，而是笑呵呵的问，我们2个看上去很像情侣吗？当然了，这谁一眼看上去都会认为你们2个是情侣的。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安诺诺已经把头深深的埋在胸口上了，不过她低头是看不到自己脚尖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秒杀99%的女孩子了。你隐晦的给了食堂阿姨一个大拇指，然后拉着安诺诺走了。你早就猜到了安诺诺会请自己吃饭当做感谢，于是第1堂课下课之后就独自跑到饭堂里面，给几个阿姨买了饮料，请求他们帮忙。要是自己今天或者什么时候带着女孩子来打饭，就说2人长得很像情侣，很有夫妻相云云。这一切都是你的套路。傻傻的单纯的安诺诺还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你看着坐在自己对面脸红的不行地安诺诺明知故问，吃啊，还愣着干什么？你的话让安诺诺回过神来，连连摇头，低头扒拉着饭，不过脑海里却一直浮现刚才食堂阿姨所说的话。你嘴角露出一丝隐晦的笑容。接下来等到安诺诺适应了之后，再发动身边的同学也跟着起哄，争取早点让安诺诺的心里只存在你一个人。这时你舔了2年半的周清月和他的新舔狗程飞却出现了。不介意我们坐下来吧？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不等你他们应答，周清月就坐了下来，把饭往桌子上一放，昂首挺胸的看着你，而你二话不说就把自己跟安诺诺的饭拿起来，去别的空位上坐。周清月愣在了那里，然后就感觉一张脸火辣辣的，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羞辱感。他刚才分明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厌恶跟不耐烦，难道他是真的讨厌自己，而不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新的舔狗程飞对周清月表现得很是殷勤，别理他们，咱们吃饭吧，这个鸡腿不错，你尝尝。周清月却感觉很是烦躁，这程飞不知道自己最不喜欢吃鸡腿吗？下意识的就拿他跟你做对比，就发现还是你好，自己一个眼神你就知道需要什么。不过周清月把鸡腿给他夹了过去，笑盈盈的说，男孩子长身体正需要营养呢，我们女孩子不需要那么高的热量，你吃就好。顿时程飞就感觉周清月实在是太贴心了，他在关心我整个人轻飘飘的，这会儿连2个人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另一边你一边吃着一边对安诺诺说，礼尚往来，下午放学后我请你吃麻辣烫，杰哥你也一起来，现在的物价还很便宜，一个人5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了。叫上傅妍杰，主要是怕安诺诺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傅妍杰感动极了，江旭，你果然还是爱我的。滚！下午不错不错，成绩进步很大。你赞许的点头。下午考试了，考完后跟安诺诺对了一下答案，大概的知道了分数，比他上次平均分进步了10分。安诺诺也很开心，看向你的目光充满了感激，你就好像是照进他生活里的一束光，给自己带来了温暖、希望跟快乐。走，去吃麻辣烫。好。你跟傅妍杰去骑车，安诺诺则是在校门口等着。话说，你是真的打算要追安诺诺了吗？傅妍杰问道。你点头，也行。傅妍杰吧唧下嘴，虽然安诺诺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不过性格挺好的，之后估计也会是个贤妻良母，我支持你。来到校门口，你看到周清月也在，程飞骑着车过来，对周清月说，等久了吧，上车，谢谢。周清月甜甜一笑，然后坐到后座上。他也发现你了，不过故意不去看你，就是要让你心痛，让你觉得马上就要失去自己了。今天晚上你肯定会主动的联系自己的，等到时候自己稍微的矜持一下，就再给你一个机会。毕竟几天时间下来，周清月发现在生活当中你的作用还是挺大的，没了你感觉很不方便。说到底，周清月并不是真的喜欢你，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帮自己做很多事情还不用付钱的免费劳动力，以及在某些场合可以用来炫耀的资本罢了。只不过他根本不知道此刻你的内心活动。狂喜，哈哈哈，他们搞到一起去了，太好了，你狂喜。周清月不是什么好东西，程飞也差不多，这个家伙
伙前世后面去当了歌星，出了几首不错的歌曲，有了粉丝之后，就那什么粉，还破坏别人家庭，他房后还被查出偷税漏税，最后进去了。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绝配，把他们放到一起也免得出去祸害别人。你还真的希望他们可以天长地久？学校后面就有一个美食街，三人来到卖麻辣烫的摊位，老板是个20来岁的妹子，你给了摊主一个眼神，这个麻辣烫地摊主是你的表姐陈米，读完高中就没读了，在这边摆摊，生意也挺不错的。还没有放学的时候，你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陈米会意，三人各自拿了盘子，开始选菜。安诺诺都是点了一些很便宜的素菜，你则是全部都拿的肉，很快就拿了满满一大盘。傅炎杰呲牙，江旭，你吃得完吗？应该可以吧？陈米，总共16块钱，你就要掏钱。陈米却说，今天是我摆摊的1年，所以特意搞了个抽奖活动，有机会抽中免单哦。你来了兴趣？这样啊，诺诺，你来抽？不，你来吧，我运气不好的。行，那就我来吧。你把手伸进箱子里，已经跟陈米通过气了，有奖的，纸质不一样，比较粗糙，你摸了几下就选中了，拿出来丢给安诺诺，你打开。安诺诺深吸口气，而后打开，他捂着嘴，一脸的惊讶，怎么样，中了没有？免单哎！安诺诺眼眸亮晶晶的，你的运气真好。那还不错，吃吧，点的东西很多，都够4、5个成年人吃了。等到把东西煮好端上来之后，你就皱了皱眉头，草绿了，这么多吃不完，太浪费了。傅炎杰刚想要开口说没关系，吃不完鹅可以打包带回去，还没有说话呢，你就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傅炎杰乖乖闭嘴，懂了，这狗东西搁着泡妞呢。你笑眯眯的对说道，妹妹太多了，吃不完，帮个忙，其中一半你打包带回去，可以吗？看到安诺诺有打算开口拒绝的趋势，你就抢先说道，反正这都是不要钱的，我家里爸妈又在饭店里吃，打包回去没什么用。傅炎杰家里有钱，也看不上这些，就当帮我一个忙。你处心积虑的想要让安诺诺多吃点好的，就是希望他可以快一点的把以前所缺失的营养给补回来。现在想想，安诺诺之所以学习一般，可能就是因为营养跟不上的原因，每天都饿着肚子，又有多少的精力去学习呢？大脑都得不到有效的补充。或许这一世，安诺诺可以在你的努力之下，提前绽放属于他的光芒。好吧，安诺诺把到嘴的话吞了下去，又小声的抗议，能不能别叫我妹妹啊？你上次都叫我哥哥了，我叫你妹妹怎么了？安诺诺一下子就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于是就只能低着头吃着自己碗里的麻辣烫，两个腮帮子都鼓鼓的，看上去十分的可爱。你食指大动，好想要去捏一捏他的脸蛋呢。这几天下来，安诺诺整个的气色看上去已经好了不少，有充足营养的话，再有1、2个星期就能够恢复过来了。我去，什么情况？你们都哥哥妹妹的称呼了？傅炎杰无比惊奇。安诺诺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你给了他一个白眼。东西吃完之后，你趁着去要包装袋的空档，把钱偷偷的塞给了陈米。陈米眨了眨眼睛，语速飞快的说，这小丫头不错，拿下她，多谢表姐。路口，你对傅炎杰说，明天见。傅炎杰，不对啊，你不是跟我一条路吗？走这边比较近。傅炎杰，瞎说，这条路才最近的，你走那边。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你的眼中已经是透露出杀气了啊！对，你走那边比较近，我告辞了。两条腿蹬得飞快，安诺诺粉唇动了动，你不用每天送我的，我自己可以回去。你点头，你的建议很好，我不采纳。双腿一蹬，起飞。安诺诺惊呼一声，你速度太快，他差点就坐不稳，下意识的就搂住了你的腰。夏天穿的衣服很薄，安诺诺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从你的腹部上传来的阵阵热度，好像还有腹肌。安诺诺闪电般的把手给缩了回来，心跳频率是平时的好几倍，整个脑袋都迷迷糊，脸红的跟熟苹果一样。你嘴角一翘，把安诺诺送到家，他说了声再见，就逃也似的跑回屋子里了，用冷水洗了好久的脸，才把温度降下去。看着镜子前的自己，安诺诺忍不住捂住脸，感觉太尴尬羞耻了。而你刚准备回家，就收到了手机信息，居然是前女友周清月发过来的。江旭，你明天能给我带早餐吗？我怀念你的早餐了。不是，这女人有病吧？真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呢。30年河东，不对，走错片场了。你二话不说，直接就把他给删除了。周清月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你的回复，心情有些焦躁，就再次发一条信息过去。然而下一秒他就傻眼了，您还不是对方好友，请添加好友后再发送信息。轰！周清月脑袋像是被雷轰中一样，瞬间一片空白。他把自己删了。周清月手都在发抖，愤怒、不甘以及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一丝恐惧从心间蔓延出来，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你面前，质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给删了。他怎么敢的？第二天一大早，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周清月就出门了。他要去堵你家门口当面质问，只是周清月刚刚走出门就呆住了。他不知道你住哪里，你却知道他家在哪里。毕竟以前你风雨无阻，天天送自己回家。周清月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这一刻只感觉无限的委屈涌上心头。来到教室，你一眼就看到了安诺诺，坐下来之后就把给安诺诺带的早餐放他面前吃。安诺诺抬起头，而后摇头，我不要，不能天天吃你的东西。虽然他的确是很享受，但是也不能每天都白白的花你的钱。你笑道，这个早餐可不是白白给你的，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今天不是轮到我值日吗？我有点事情需要去网吧一趟，你帮我打扫卫生，这个早餐就当做是酬劳。安诺诺小声地说，你不用给我买早餐，我也愿意帮你打扫卫生了。你突然凑了过去，
近距离之下，可以看到少女脸上那细微的绒毛，精致到看不出半点瑕疵的绝美容颜，还有一股很好闻的体香钻进鼻子里。你干嘛呀？安诺诺面对你突如其来的靠近，身体本能的就往后退。你笑嘻嘻的说：“为什么不要酬劳也愿意帮我？是不是喜欢我？”才没有呢，我是因为……安诺诺一下子就变得结巴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了。好了，赶紧吃吧，早餐凉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你不再逗他，不然这小妮子估计2个耳朵就要往外冒热气了。你语气略显霸道，安诺诺不敢再说拒绝的话了，拿起早餐就吃了起来。为什么感觉肉包子带着点甜味呢？第一节下课后，周清月走到你面前，冷冰冰的说：“江旭，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教室楼下，你淡淡的说道：“说吧，什么事？”周清月心中那股委屈又一下子就冒了起来。你为什么删我好友啊？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我早就跟你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对你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以后咱们就当个陌生人，互不打扰，行不行？周清月泪水再也忍不住，狂涌而出，只感觉到无比的委屈。这副梨花带雨的样子，看上去的确是很容易就产生怜悯，甚至是想要把她搂在怀里，好好呵护的冲动。只不过你心如铁石，前世自己已经被这个女人狠狠的伤到了，白白的放弃可以进入国内前3高等学府的机会，将爸妈给自己在1线城市买房的钱拿给她创业。当时的房价还不是特别离谱，你那200万都可以全款买一套80-90平米的房子了。过了几年，房价至少涨了10倍，还为她蹉跎了岁月。最后收获了什么？等来的不是甜甜的爱情，而是目睹她跟一个富二代依偎在一起。这辈子你要是再多看这女人一眼，你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不相信，你之前明明那么喜欢我的，我们和好吧。江旭说着，周清月就想要去抓你的手，被你躲开了。你冷笑，没错，以前我的确很喜欢你，对你百般的好，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别说是等同的回报了，就是谢谢都没有听到你说一句，真就把我当作是你的奴仆了吗？再炽热的心被冷风吹久了也是会凉的，以后别再来烦我，我现在不想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说完，你就双手插兜的回教室了，只感觉神清气爽，心中那股前世积累下来的怨气彻底的宣泄出去了。以后你会更加的幸福，只是这种幸福跟周清月不会有什么关系了。周清月整个人像是被施加了定身术一样，僵硬在那里。原来你这将近1年时间里对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原来自己辜负了你那么多。周清月好后悔，以前的自己会是这样的，她都想要扇自己一巴掌。转过身看着你的背影，周清月很想要追上去说一声对不起的，但是脚步刚刚抬起，你就停了下来，泪水朦胧了双眼。刚刚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辈子都不想要再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不敢再去找你了。这一次，周清月认清了现实，自己真的彻底失去你，失去了曾经一个真心真意喜欢、对自己好的男孩子。周清月只感觉心中空落落的，像是心脏被人挖了一块，蹲在了地上，无声的哭了起来。你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书学习，顺便辅导下安诺诺，偶尔逗逗她。看到她满脸羞红，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反抗的样子，就感觉十分的有趣。这女孩才是真正的宝藏。很快就到了下午放学，你对安诺诺说：“我很快就会回来，1个小时左右。你帮我打扫完之后，就在教室里看看书、做作业，我会回来找你，送你回去。”安诺诺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别麻烦了。”你捏了捏她的脸：“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待会儿我回来，要是看不到你，后果自负。”说完就拉着傅妍姐走了。安诺诺忍不住嘟着嘴：“什么嘛，江同学真是太霸道了。”不过奇怪的是，自己好像一点都不生气，脸红红的还很高兴。当你回来到教室门口时，一眼就看到了安诺诺，可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孩，看样子应该是高年级的，高高大大，人挺帅的。他正一脸激动地对安诺诺说：“同学，我是高2班的，我叫王明，能不能加个扣扣？我看你挺可爱的。”安诺诺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摇摇头：“我没有扣扣，怎么可能呢？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没有恶意，我真的没有。”安诺诺小声地说，他都快要被逼到墙角了。王明并不想放弃，又往前逼近一步，双眼火热：“同学，给个机会，就是单纯的想跟你交个朋友。”此时的安诺诺都快要哭了，看着安诺诺那一副娇柔楚楚动人地模样，王明感觉血液沸腾。就在刚刚，他正好从这里路过，就看到了坐在教室靠窗位置安静做作业的安诺诺。少女低着头，大半张脸都被厚厚的刘海给遮挡住了。恰好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安诺诺那厚厚的刘海给吹起。王明便看到了让他此生难忘的画面。少女明眸皓齿，清新淡雅，有着一张绝美的容颜。王明感觉自己心跳都慢了半拍。学校里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宝藏女孩。现在学校里所谓的校花，在他面前不值一提，这才是真正的校花。紧跟着就冲进教室，想要安诺诺的联系方式。少女越是后退，王明就越是感觉兴奋。这么性格软糯又漂亮的妹子，自己必须要搞到手。但就在这个时候，王明察觉到有人在拍他的肩膀，疑惑的扭头，砰！一个硕大的拳头就砸了过来。你他妈活腻歪了，我的人你也敢碰？紧跟着你一阵拳打脚踢，别打了！安诺诺吓了一跳，而后连忙拉住你，你这才停下，关切的问道：“他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安诺诺摇头。王明挣扎着爬起来，双目喷火，无缘无故打我，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呵呵，你冷笑，你去说吧，我倒要看看是我被开除，还是你这个调戏女同学的败类会被开除。王明怒喝：“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调戏她了？只是想要个联系方式而已。”你看着安诺诺，她刚才有没有调戏你？安诺诺想说没有的，但转念一想，还是点头。王明脸色一变，你冷笑着对王明说：“知道我谁吗？”
高2成绩，年级第1。我身边这位老师眼里的乖宝宝，从不说谎。我们2个如果一口咬定你就是调戏女同学，会是什么结果？你们……王明惊呆了。滚吧！你面色骤然冷了下来，不想被开除，以后就别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你再敢骚扰他，我保证你会很惨。王明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此时的你很是吓人，吞了吞口水，最后权衡利弊，还是不敢继续下去，灰溜溜的走了。这顿打是白挨了。你可以把手松开了吗？安诺诺弱弱的说。刚才你就把手放自己肩膀上，他的手很宽厚，很有力，掌心更是滚滚烫烫的。安诺诺感觉自己好像是要被融化掉一样，半边身子都酥了。你不动声色的收回手，随即就有些严厉的批评：“你是傻子吗？面对这种人，不知道反抗。”安诺诺把头低了下去。你把他脑袋掰起来，下次遇到有人欺负你，必须要反抗。你可以踢对方的腿，或者裤裆，或者咬他手臂，然后借机跑掉，懂了吗？安诺诺弱弱的问。包括你在内吗？你被气笑了。你故意气我的是吧？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安诺诺心说明明就有，天天都欺负我。好了，记住我说的话，回去吧。安诺诺低着头，像是个小受气包一样跟在你后面，熟练的上了你的车。你会骑车吗？你问道。安诺诺不会。那这个周6日我教你，不准说拒绝。下一秒你就感觉自己手臂有点湿润，扭头一看，好家伙，这小妞居然咬了上来。不过她并没有用力，就是一触即离。安诺诺红着脸，小声地说：“你教的，有人欺负我就咬他，挺会现学现用啊。”你冷笑，看来你还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说着，你快速地扭动车头，导致车子左右晃动。安诺诺发出一声惊呼，一下子没坐稳，差点倒下去，下意识的就抱住了你的腰。蓝天白云，微风阵阵，小路、夕阳，你跟我组成了一幅名为青春的画。而恰巧被独自回家的周清月看到了这一幕，他今天拒绝了程飞，还说以后都不要再追求他了。从明天开始，他要自己学骑车，自己独自去学校。本来都在心里一遍遍的告诉自己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却又让他看到2个人如此亲密的画面。周清月有些绷不住了，无限的委屈跟后悔涌上心头。明明是我先来的，你停在了早上路过的那家卖2手自行车的店铺，那辆最便宜的车还在，你咧嘴一笑，直接付钱走人。江同学，你买这车做什么呀？叫哥哥。江哥哥。安诺诺微微撅着嘴，你又欺负自己了。这车呀，我买来改造一下，然后送给你。安诺诺吓了一跳，连连摇头，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25块钱都够他好长一段时间的饭钱了。你送了我香囊，我自然要回礼啊。可是香囊不值钱。安诺诺小声抗议。谁说的？你眼睛一瞪，在我心里，那香囊是无价之宝，拿一座金山都不换。一股暖流从心间流淌而过。安诺诺轻轻吞了吞口水，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他就感觉口腔里都是甜甜的，好神奇。你继续说道。所以你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吗？可下一刻车突然出故障了，他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你身上了，还流了你一身的口水。被你这么一说，安诺诺觉得自己要是再拒绝的话，就太没良心了，就只能答应下来。不过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多存点钱，到时候也送江旭一件价格差不多的礼物。江旭跟安诺诺的家相隔不是特别远，今天就先回江旭家，把买的自行车放好。然后江旭正打算送安诺诺回去的，小丫头一溜烟跑了，跑进了小巷子里，才转过身，额头前的刘海飘了起来，似乎四周围都明媚了不少。他朝着江旭挥挥手，不用送我了，离家很近，你多休息一下。再见，江同学。说完就钻进巷子里了。江旭哑然失笑，又叫我同学，明天再收拾你。不过有一说一，安诺诺现在比一开始的时候开朗了不少，当然也只是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江旭先是把作业做完，然后去附近菜市场买菜，开始做饭。别人都是父母照顾孩子，到了他这边则是孩子照顾父母，主打的就是一个孝顺。饭菜做好后，江旭先自己吃，再给父母送过去。虽然开饭店那边吃也行，不过也不能经常吃海鲜，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江旭做饭并且送过去的。在回来的路上，江旭在油漆店里买了2小桶油漆，粉色跟蓝色的。回到家就开始对那辆生锈的自行车开始进行改造，用小刀把车子上的锈迹全部刮掉，再用砂纸磨干净。主体就用粉红色，像车框、轮子、后座这些就用蓝色。等第一遍油漆干了之后，江旭用细砂纸打磨第2遍，再刷一次。本来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自行车，一下子就跟新的一样，整体风格就是少女风。明天再买一把锁头就可以了。干完家务活，洗澡完后，安诺诺就回到自己房间里，把门关好。她房间很小，除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之外，就占据了一半的地方，没有自己的衣柜。洗完澡后也是穿着校服，连一套属于自己的睡衣都没有。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几球毛衣线，这是他今天回家的路上在一家店里买的，想着给江旭织一件毛衣吧。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现在还是夏天，时间很充足，先织上衣，如果来得及的话再织个裤子，那样的话冬天一定十分的暖和。安诺诺嘴角微微翘起，开始织起来。他的眼力很好，江旭什么尺寸心中有数，稍微再加大一点就稳妥了。国都故事会副主编林楠。晚上7点多了，
他还在加班。主编辞职了，这个位置空了出来，几个副主编现在都卯足了劲，想要染指那个位置。而竞争主编的位置，自然是要靠手底下作者的数量跟所取得的成绩了。林楠把手头上的稿子看完之后，摇摇头，放一边。这是个刚刚签约作者的后续章节，写得很一般，没办法过稿，明天再联系对方改吧。又拆开一个信封，是刚签约不久的新作者岁岁安平的那些年的惨淡青春。开头2章给林楠带来了很惊艳的视觉体验，所以才会给一个新人签字30的高价。林楠仔细地读了起来，故事完全以江旭跟周清月为原型，再添加一些元素。简单通俗的讲，就是一个舔狗跟绿茶之间的故事。不过在这个年代，舔狗还是叫做深情的。林楠不知不觉就看完了，眼眶都有些发红。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青春，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夏天。扯远了，林楠稍微平复一下心情，而后就振奋了起来。这稿子情绪调动很厉害，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痴情爱而不得的淡淡悲伤，绝对会火的。前后2次投稿加起来有7000字了，可以上连载栏目了。当即林楠就把那些年的惨淡青春给排了上去，并且把最好的位置都给了这个故事。能不能让我晋升主编，就看你的了。安诺诺，你跟江旭谈恋爱了？他怎么会喜欢你啊？那我不是没机会了。早晨，安诺诺一来到教室，就有好几个女同学跑过来，所说的话让他都懵了，连忙摇头表示没有。哼，谁信啊？李红红冷笑，你们2个现在跟牛皮糖一样粘在一起，他天天不是给你带早餐，就是送你回家，我就不明白了，你哪里好，跟周清月比起来差远了。2人疑似谈恋爱的消息就是他放出去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向江旭报复自己被打2耳光的事情。他心里想着，这件事情迟早会传到班主任那里去，到时候2个人不单要被批评，肯定还会把他们给分开的。想到这里，李红红就觉得心情畅快。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就在安诺诺慌乱无助的时候，江旭来了。江旭，有传闻你跟安诺诺处对象了，是吗？一个女同学发问。江旭目光凌厉地望了李红红一眼，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这女人干的。李红红心头一慌，不过很快就又挺直了腰杆。怕什么？难道她还敢当众打自己不成？江旭摆摆手，没有的事情，安诺诺是我远房亲戚，所以我对她多加照顾。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么一说，你们2个还有点相爱。围在这边的女同学一个个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李红红急了，这怎么可能呢？江旭都没有多看她一眼，就她这种小伎俩都不配当自己对手。没人理会她，李红红只能够悻悻坐下。周清月这2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埋头苦读，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了不少。清月，你怎么不说话呀？李红红碰了碰她，我这是在帮你出气。周清月摇头，别再针对她了，以前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只想要好好努力学习。后面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来，她没打算放弃江旭，而是打算让自己更加优秀，然后反过来追求江旭。我周清月一生不弱于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下午放学后，江旭小声地对安诺诺说，咱们去开房吧。第23章，家里有10几套房子，为什么还要买啊？安诺诺手中的笔啪嗒一下就掉了下去，满脸通红，眼神惊恐地望着江旭，身子都忍不住往后缩了缩，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看上去可爱到爆。我年纪小，江同学，你不能。安诺诺语无伦次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完整的说话了。你在想什么呢？江旭一本正经地说，我的意思是去 KTV 里开房唱歌，傅炎杰也去。这个年代的娱乐活动还不是特别多。哦，我。安诺诺趴在桌子上，2只手捂住耳朵，脸蛋滚烫滚烫的，太丢脸了。江旭肯定是故意的，他就知道欺负自己，太可恶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同桌吗？去不去吗？江旭碰了碰他，这高一马上要结束了。江旭记起了前世的一件事，那就是高一结束那天晚上，班主任组织班里所有同学都去 KTV 唱歌。安诺诺以前没去过，不知道怎么点歌，还被几个比较尖酸刻薄的女同学给嘲讽了。当时江旭一门心思都扑在周清月身上，并没有过多在意。现在想想，当时一定对安诺诺的自尊心造成很大的创伤吧。所以这次江旭就打算提前带她去见识一次，等下次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局促。安诺诺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有些扭捏，肯定很贵吧？他以前都是听别人说 KTV 里面消费很高的。不会的。江旭摇头，晚上比较贵，白天没啥人。咱们现在过去3个小时的房费顶多也就10来块钱。安诺诺弱弱地说，可是10多块钱也很多了。话还没有说完，就把嘴巴闭上了，因为江旭已经目露凶光了。
我去还不行吗？安诺诺低下头。江旭终于露出笑容，真乖。半小时后，三人来到了盛豪 KTV。这装修风格在江旭看来挺老土的，不过对于首次来到这里的安诺诺来说，就跟进了皇宫一样，显得很是局促，一直跟在江旭身后，跟个小鸵鸟一样。这个时间段包房费3个小时15块，江旭要了个套餐，19.9的，还附赠一个果盘跟2瓶饮料，房号是666。傅炎杰第一个扑过去点歌，拿着麦克风，现在由我为大家倾情演唱一曲《香水有毒》。紧跟着他那粗犷的嗓音就传了出来，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可惜没我用的贵。江旭一脸的嫌弃，拉着还有些紧张的安诺诺坐下，把一块水果递给他吃。安诺诺接过来，小口小口的吃着。他现在已经不怎么会拒绝江旭了，因为一旦拒绝，他就会用各种理由，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就会凶自己。既然这样，还是乖乖听话吧。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你想要唱什么？江旭问道。安诺诺瞪着眼睛，房间里太吵了，他听不清。江旭就凑到他耳边，又重复了一句。安诺诺娇躯微微颤抖，江旭那呼出的灼热气体打在耳朵上，让他整个身子都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不出意外，脸又红了，呼吸都急促了些。这也是江旭带安诺诺来这里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在较为昏暗的环境里，可以让两个人放下戒备，快速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原本关系就不错的，还可以加速踏入另外一个阶段。怎么，没听清楚吗？江旭又问了一句。安诺诺回过神来，咬着粉唇，我不会唱歌。啊？你说什么？江旭大喊。实际上，他听到了，把耳朵凑到安诺诺面前，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厘米。少女的心跳加速，手心都在冒汗了。我不会唱。他声音稍微加大了一点。有什么不会的？我带你。说着，就拉着安诺诺的手来到了点歌的位置，手把手的教导他如何点歌。这年代，点歌榜排名第1的是《约定》，第2名是《断桥残雪》，两首歌都是女孩子比较喜欢的。江旭点了一首《断桥残雪》，等到傅炎杰唱完，就很有眼力见的把话筒递了过来。他已经看出来了，自己就是个陪衬，安诺诺才是主角。寻不到花的折翼枯叶蝶，永远也看不见凋谢。江旭起了个头，给了安诺诺一个鼓励的眼神。他深吸口气，也跟着唱了起来。这一开口，江旭跟傅炎杰就震惊了，唱得太好了，声音空灵婉转，很干净，仿佛眼前出现了一条清澈的河流，水中有几条小鱼在游来游去，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一曲完毕，江旭跟傅炎杰都拍起手来，唱得太好了，没错，都可以出道当歌星了。我唱得很一般的。安诺诺不好意思地说。你很棒。江旭认真地说，应该自信一点。你长得不差，身高在同龄人中也是第1梯队，成绩也一直在进步，已经到了班级第2梯队了。至于说家庭条件，这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后天改变的，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自卑，你比很多人都优秀。趁此机会，江旭也多多给他增加一点信心。小丫头现在还是有点懦弱，万一哪天遇到什么不公平，也只会闷不吭声的忍受。我知道了。安诺诺轻轻点头，眼睛很明亮。唱了2个多小时就回去了，太晚回去的话，安诺诺爸妈会担心。江旭跟傅炎杰先把安诺诺送回去，然后两兄弟才一起回家。路上，江旭问他爸妈1个月给多少零花钱。好少啊。傅炎杰大倒苦水，1个月就给800块钱，根本不够花。江旭很想弄死他。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现在都还有很多人1个月工资都没有800呢。江城这边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些位置比较差的房子单价也不过500出头。江旭说道，我给你个建议，存点钱，然后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啊，买房子做什么？傅炎杰一脸的不解，我家里有10几套房子了呀。江旭，第24章，只有区5万块压岁钱而已。这他妈的，不经意的炫富最为致命。江旭平复了下心情，说道，弄一个咱们以后自己的秘密基地啊，以后可以在那里唱歌，或者是弄几台好电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岂不美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自然是想要多帮傅炎杰增加一些底子。房价以后会暴涨，多买几套，他未来也更加有保障。他又不像自己有一个未来首富岳父。傅炎杰眼睛一亮，你这个想法不错呀，以后打游戏我爸妈就没办法去网吧揪我了。只是我钱不够啊，这些年的压岁钱都在我妈那里，说等我成年了再给。江旭有些好奇，有多少？没多少，5万吧。呸！江旭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狗东西，老子就不该跟你说话。压岁钱都5万了，简直就是个畜生。很多嘛，我爸妈的一些朋友家里的孩子，一年的压岁钱都10几万了。江旭累了，不想说话了。毁灭吧！在快要到分岔路口的时候，
江旭告诉他，直接跟爸妈说想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让他们把压岁钱给你。问的话就说现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房价肯定会大涨的。傅延杰将信将疑，不过暗暗记下来了。回到家里，傅延杰大喊：妈，把我的压岁钱给我，我要买套房。好端端的买房做什么？傅延杰就把江旭教的说辞讲了一遍。他妈妈赞赏道：不错，不愧是我儿子，有投资眼光。不过你那点钱能买什么好房子？我再多给你50万，买套别墅吧。周六早晨5点半，江旭就起来了。年轻就是好，即使那么早起来，依旧精神抖擞。洗漱看书半个小时，出去买早餐回来后，江旭就带着 U 盘去附近的网吧了。趁着周六日多写一点。来到网吧，包夜的不少。江旭要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开机之后就啪啪的打了起来。这第一本故事，江旭预估字数是5万左右，争取在这个周六日就搞完。去饭店帮忙可以晚几个小时。全神贯注之下，江旭打字速度贼快，也无比流畅。6点钟到的，等到了8点钟的时候，已经搞定8000字了。下机，江旭骑着那辆粉红色的自行车来到安诺诺家门口。他爸妈早就去上班了，一大早就在那里浇菜，给养的鸡鸭喂食。他今天绑了个马尾，穿着宽松的、洗得有些褪色的运动装。江旭到的时候，他正好是背对着弯腰在喂食鸡鸭。江旭恍然大悟，难怪老妈说安诺诺会生儿子，果然太行了。如此美景，江旭不忍心破坏，于是就没有出声，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要留住这份美好。安诺诺转身，见到江旭后一脸的喜悦，小跑着过来：你来了，哥哥，等等，我洗个手。安诺诺洗完手后出来，看到了这粉色的自行车，少女心萌动。江旭拍了拍坐垫：怎么样，很不错吧？喜欢吗？少女点头如捣蒜，一双美眸当中充满了喜爱，还有着点点晶莹泪花。天知道她有多么羡慕那些有自行车的同学，只是因为家庭条件的缘故，懂事的她从来没有提起过要家里买自行车。尽管爸妈说过要买一辆给她，但是都被安诺诺拒绝了。还愣着做什么？上车，我教你。哦，安诺诺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来，扶着我，2只脚放在脚踏上，专心一点。你是笨蛋吗？安诺诺粉唇微微撅着。江旭又欺负自己了，不过却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反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很难描述，总之他喜欢这种感觉。安诺诺其实挺聪明的，也有足够的体育细胞，1个多小时的学习就可以独自骑了。他脸上带着明媚如风的笑容。经过1个多礼拜，江旭各种投喂，身子充盈了起来，脸色也红润了许多。隐藏在厚厚刘海底下的是一张可以让无数男生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容颜，以后就可以跟他一起骑车回家了呢。安诺诺心里想着，尽管还想要骑下去，但是没有忘记正事，停下来对江旭说道：我们去饭店吧，时间有点晚了。好。来到饭店，陈月见到安诺诺之后，脸都笑开了花，热情的不得了，汽水、水果、饮料啥的全部都拿了上来，搞得安诺诺都手足无措，给江旭投来求助的目光。江旭有些不满地说：妈，怎么不见你这么对我呀？那能一样吗？陈月笑呵呵地说：儿子是用来打的，女儿是用来疼的。江旭立马接话：她也不是你女儿啊。陈月不是女儿，可以是儿媳妇吗？你说是不是？诺诺阿姨，安诺诺脑袋都快要冒烟了，根本就顶不住这种攻势啊。江旭隐晦地给陈月竖起大拇指，这波助攻很强大，见好就收。江旭拉着安诺诺去干活了，笑着说：我妈比较喜欢开玩笑，你别介意。安诺诺微微摇头，脸上红晕还未散去：不会的，阿姨人很好。很快客人就多了起来，一直忙活到1点多，客人才少了。江旭给安诺诺拿了一瓶饮料：你去房间休息一下，我要去网吧一趟。哦，知道了。真乖。江旭忍不住揉了揉他的脑袋，秀发柔顺，手感很好。安诺诺缩了缩脖子，一开始被摸脑袋他还有些不适应，但随着次数多了，反而是觉得有点舒服，也很享受被江旭摸脑袋，感觉很有安全感。江旭火急火燎地赶往网吧，从1点半码到6点几乎没有停顿，搞了22000字，加上早上的8000，3万了。明天再写个1万多就大结局了。这个速度绝对会把林楠给吓坏的，毕竟这个时候大多数作者还是月更。去前台结账，江旭一边活动着身体，一边往外面走去。然而好巧不巧的，刚走到门口，江旭就看到了第25章，小丫头一点都不知道矜持。刚走到网吧门口，江旭就看到了周清月，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低头走路，没有注意到江旭。江旭连忙加快脚步，可不想跟他有什么交集。
周清月似有所感的转身，只看到了江旭的背影，虽然觉得有点眼熟，却也没有多想。进入网吧，找了一台键盘烟灰不多的电脑，开机之后，他开始上网搜寻一些资料。他是故事会的忠实粉丝，最近下定决心要给故事会投稿了。一个是看了很多之后喜欢，另外一个就是想要让自己多出一个作家的名头，这样以后江旭知道了，也肯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吧，说不定就会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了，再次把自己奉为女神。想到这里，周清月嘴角微微翘起。江旭把这2天的稿子都打印出来，邮寄了过去，顺便在后面附带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能不能以后直接把稿子发对方扣邮箱去。2002年扣邮箱就出来了，发邮箱的话方便快捷得多，而且也省了不少的邮寄费用。回到饭店里，就看到安诺诺那忙碌的身影。江旭走进去的时候，就听到了不少客人对他的评论，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礼貌懂事，干活勤快，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真是让人羡慕啊！我家孩子要是有他一半就好了。江旭的嘴角翘的 AK 都压不住了，要不是时机不成熟，他肯定得对这些人来一句，这是我未来媳妇。一直忙活到晚上9点半，江旭拉着安诺诺去后厨吃了点海鲜就回去了，明天还要上学呢。今天客人给了多少小费？江旭问道。有300多哎。安诺诺很开心，这钱对于他来说属于巨款了。江旭却说道，到了高2就不能再打工了，你要把时间用来学习，争取可以拿到学校的奖学金。哦，好吧。安诺诺心中是有些不舍的，不过也觉得江旭说的对。对了，你爸爸是在哪里上班的啊？江旭话音一转，高3那会儿，安诺诺的爸爸就很有钱了。至于他爸爸崛起之前做什么，江旭就不知道了。在一家服装厂当维修师。安诺诺情绪变得有些低落，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我爸爸说积压了很多库存，再卖不出去的话，工厂就要倒闭裁员了。江旭心中一动，安峰后面崛起或许跟这个有关。江旭安慰了安诺诺几句，把他送回家。自行车在他家门口停下，江旭对他说，明天骑车到咱们回来的那个3岔路口，明天开始咱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安诺诺很是心动，用力的点点头。江旭笑了，这小丫头一点都不知道矜持。好了，我走了，拜拜，路上小心呀。安诺诺一直看着江旭，直到消失在视野尽头，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进入屋子里，发现爸妈都在客厅里愁眉不展。爸妈，怎么了？安诺诺心里产生了不好的预感。安峰勉强笑了笑，没什么，诺诺，时间很晚了，回房间休息吧。安诺诺走到安峰面前，爸爸，我不是小孩子了。他看到了爸爸眼睛里有血丝。李媛娟叹息道，你爸爸的厂子发不出工资了。安诺诺心头一颤，这么快就撑不下去了吗？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安峰都还说起码还能坚持几个月的，我们都被那老板给骗了。安峰摇头，厂子实际上早就没钱了，生产的很多服装连第三方的钱都没给。安诺诺突然就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想也没想的就把这2天打工加上小费全部都拿了出来。你自己留着吧。李媛娟红着眼睛，是爸妈对不起你，没给你好的生活，在学校里肯定也受了不少委屈吧。我没事的。安诺诺摇头，有人会保护我的。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出江旭的身影，就感觉莫名安心。第2天，江旭来到3岔路口的时候，安诺诺已经在那里了。回想起以前约周清月，每次都是自己等他几个小时，甚至是半天的，别说早到了，准时到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江旭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被女孩子等的滋味，很不错，好感度加100。没睡好。江旭靠近后就看到安诺诺精神状态不怎么好。没有啊。安诺诺摇头。江旭，你说谎的时候全身都是破绽。安诺诺低下头，我爸爸工厂发不出工资了。这么快？江旭目光一凝，边走边说。2人骑着车，安诺诺娓娓道来，原来安峰工作的那个服装厂生意还是挺不错的，不过后面出了问题，被人套路了。有一个商人过来买货，前面几次交易都是先给全款，在取得了服装厂老板的信任之后，就加大了订单，说没那么多钱，先给几万块定金行不行？由于前面几次这个买家给钱都很爽快，服装厂的老板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答应了下来。后面等到东西生产出来，那个买家突然就联系不上了，压了几十万件服装全部卖不出去，一下子就使得整个资金链都断了，所有的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去，服装厂的老板就只能够把这些服装抵押给工人。安诺诺家里现在就有500多件，说话的功夫就已经是来到了学校。2人把车锁好，江旭就问安诺诺这些服装是什么款式、材质的，全部是白色纯棉的，很普通，拿来也卖不了几件。
少女声音变得很是低沉，即使是她平日里很坚强，这会儿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了。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工作，找到新工作不知道多久，就算找到了，工资也不一定会比现在多，还欠了不少的钱。她下个学期还能不能读书，现在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江旭轻轻地拍了拍安诺诺的香肩，不就是几件衣服吗？小问题而已，你江哥我会帮你解决掉的。第26章，赚钱还能这么轻松？不用了。安诺诺强颜欢笑，等到放学之后，我就跟妈妈去摆摊，能卖一件是一件，不能什么事情都麻烦你的。江旭没有说话，心里已经有计算了。下午放学的时候，江旭拉住了想要跑去网吧的傅延杰，我记得你绘画很厉害的对吧？那是自然。傅延杰傲然，不是我吹，我的画都可以去参加画展了。行，需要你帮个忙。路上说。说着把安诺诺也给拉住了。路上，江旭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私人定制，普通的白色 T 恤想要卖出去或许难度不是很大，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把500件给卖出去就十分困难了。这个真的有用吗？傅延杰对此表示怀疑，毕竟现在这个年代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这种卖货方式。放心，优势在我。先是去买了一些不会掉色的涂料，紧跟着就来到了安诺诺家里。在门口，李媛娟正准备着把一捆捆的衣服放到车后面，打算拿去外边摆摊。阿姨好 X2， 哎，是江旭啊，你好你好。李媛娟见到江旭就跟陈月见到安诺诺一样，都是十分的热情。阿姨好，这是我朋友傅延杰。江旭笑着说，叔叔的事情我听诺诺说了，现在放学了也没什么事情，我们就想着帮您一起卖。不用了，你们读书要紧。李媛娟连忙拒绝，心里却是十分的开心，自己女儿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却也交到了几个真心对待她的好朋友。江旭说，没事的阿姨就当作是给我们增加一些社会阅历。妈，给我一些衣服吧。安诺诺开口了，让我们试试。她其实也是心里没底，但是愿意相信江旭一次。好吧，那你们要注意安全。这一件衣服成本8块，卖10块、12块就可以了。最终李媛娟还是同意了下来，拿出20件衣服。这么一点，江旭觉得有点少，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现在还没有成绩，估计李媛娟也只是以为江旭好玩吧。那阿姨，我们先走了。安诺诺把车留家里，衣服放傅延杰车后座上，江旭载着安诺诺。咱们去哪里卖啊？安诺诺问道。网吧。啊？安诺诺跟傅延杰都懵了，谁会去网吧买衣服啊？来到附近的一家网吧门口，江旭先拿出2套衣服，对傅延杰说道，在衣服的正面画上鸣人跟佐助，这个年代最火的动漫自然就要数火影忍者了，周边都卖得很好，特别是一些10几岁的少年，正处在中二加非主流的年纪，最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而且还喜欢追求个性，就喜欢用一些我有你没有的东西。安诺诺很不理解，但是乖乖的在一旁没有说话。傅延杰没有多想，就开始画了起来。别说，这小子虽然颜值不高，成绩一般，智商也不怎么样，不过这画画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几分钟，2件衣服就完成了。这手速，江旭都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偷偷用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法补课了。江旭仔细的看了看，还原度很高，细节处理的也不错。走，咱们进去。3人进入网吧，江旭目光迅速的扫过，而后来到了一个黄毛背后，对方正在玩泡泡糖。江旭没有打扰，等到他一局结束后，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谁啊？干嘛？黄毛被人打扰了，心情不爽，转过头来就目露凶光。江旭笑呵呵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这衣服你买不？说着就把手里的一件衣服摊开，是佐助施展千鸟的动作。哎，黄毛眼睛一亮，挺帅气的呀，这多少钱？25。安诺诺跟傅延杰听了，暗暗啧舌，江旭这也太敢说了吧，成本8块钱的衣服卖25块钱，真的会有人买吗？有点贵啊。黄毛有些犹豫。江旭说道，这衣服都是独一无二的图案，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我们现场可以帮你独家定制，只有前面图案的就是25，如果前后都要的话就是32块钱，可以现场定制。黄毛来了兴趣，等看到江旭点头后，黄毛立马就打开自己的空间，指着一张鸣人召唤出蛤蟆的图片，这个能行？江旭点头，没问题，不过得先给1半的定金。可以。确定了图案跟衣服的尺码之后，傅延杰就开始按照图片上开始画起来。这个举动吸引了不少网吧的人围过来，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图案。傅延杰一看就经常画，很多图案都了然于心，十分迅速，很霸气，很威风。黄毛眼神很明亮，当场就穿在身上，左看右看，很满意，立即就把剩余1半的钱给付了。安诺诺跟傅延杰震惊了，这赚钱如此简单的吗？成本8块的衣服，
加上一个图案就以3倍价格卖出去了。震惊，但是我不理解。我也要，给我画一个雏田的。我要前面景野，后面钢手，钢手衣服记得少一点。我要大蛇丸的，画的变态一些，嘿嘿。人都有跟风的思维，加上私人定制这东西，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见。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处在最为中二、热血的年纪，看到这种肯定是走不动道了。傅炎杰一下子就忙了起来，不停的画，20件衣服很快就卖完了，还有很多人没有买上。江旭就说货不够了，请各位稍等，我们回去拿。3人离开网吧，网吧的老板追了出来，分别给3人1瓶饮料，笑呵呵的说：“3位，请早点来。”这老板还是有商业头脑的，知道这种行为会给他带来更加大的人气。江旭笑着点头，离开了网吧之后，江旭把钱拿出来，总共570，正好25的卖10件，32的卖10件。江旭说：“傅炎杰画一幅图，拿5块钱，总共画了30幅，拿150。我没出多少力气，就一件衣服拿2块，加起来40块，剩下的380是诺诺的。”安诺诺跟傅炎杰都惊呆了，就这么1-2个小时就赚了这么多。第27章，傅慈子笑名场面。安诺诺呆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连忙摇头：“我不能拿这么多，方法是你想出来的，你应该拿大头才是。”江旭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你没有发言权，乖乖的闭嘴，知道吗？”安诺诺可……江旭一个眼神扫过去，安诺诺就乖乖的闭嘴了，心里却暖暖的。他知道的，江旭都是为了自己。傅炎杰使劲地擦了擦手，长这么大第一次凭借自己的能力赚到这么多钱，现在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咱们再去多弄一点货来卖。江旭点头，今天辛苦一点，尽可能的1天时间就全部卖出去，要不然别人看到这个东西这么挣钱，肯定会争相模仿的。安诺诺跟傅炎杰都感觉到了紧迫感，兵分2路，傅炎杰去买涂料，江旭跟安诺诺则是回去拿衣服。这次安诺诺把自己的车也骑着，后面跟前面都放了不少，拿了100件。很快双方再次会合，那些买到衣服的有几个已经在朋友面前炫耀了。于是等到江旭他们再次来到网吧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这里等着了，纷纷围了上来。傅炎杰开足马力，江旭让安诺诺去外面买点吃的。网吧老板看到店里的人气之后，嘴都要笑歪了，一直忙活到7点钟。这第一个网吧第2次卖出去了21件，继续去下一个网吧。傅炎杰提前给家里人说跟同学在外面，江旭跟安诺诺不用说，家里现在都没人。安丰那工厂虽然现在发不出工资了，但是众多的工人还是24小时轮流在工厂里待着，害怕老板把厂里的货物设备拿去卖掉。李元娟则是在一个晚市上摆摊，手好酸啊。傅炎杰活动着手腕，不过依旧是十分的振奋，赚的这点钱不是特别多，但这是凭借自己努力赚到的，意义非凡。又来到另外一个网吧，如法炮制。这个网吧的规模要大一些，所以剩下的79件衣服全部卖出去了。3个人又火急火燎地回到安诺诺家里，这次3个人的自行车都装满了货，有150件。李元娟拿了100件，家里面就还剩下130。昏暗的路灯下，3个少年少女奋力地踩踏着自行车，衣服都湿透了，不过脸上却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1点多，快2点了，400件衣服都卖出去了。傅炎杰跟个死狗一样，从未有过的体验，出力最多的就是他，现在右手都动弹不得了。于是江旭就先载他回去，安诺诺留下来看管2辆自行车，钱明天再给你。傅炎杰咧嘴一笑，没事，路上注意安全。江旭赶忙去找安诺诺，大晚上的可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逗留太久。儿子，你去干嘛了？这么晚才回来？傅炎杰的爸妈都急得不行，看到他回来了，一颗心才放下来。然后傅炎杰的爸爸就默默地抽出皮带，你今天要是不说个清楚去做什么了，老子明天就帮你请病假。别，爸，你别冲动。傅炎杰吓了一跳，我今天跟同学去赚钱了，你知道赚了多少钱不？2-3千块。傅炎杰的妈妈四下查找，我鸡毛掸子呢？他爸已经把皮带抽出来了。好啊，现在还学会说谎，吹牛了是吧？就你，要是能够赚到2-3千块钱，我叫你爸爸。说着，皮带就要往傅炎杰身上招呼，他妈也是举起了鸡毛掸子。别，你们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傅炎杰语速飞快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生怕说慢一点就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打。他爸妈听完之后都惊呆了，此话当真？傅炎杰，当然是真的啊，我是跟江旭一起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又不是不清楚。的确，傅炎杰的爸爸点头，江旭比你靠谱多了，你除了是我儿子之外就没有别的优点了。傅炎杰受到了10万点暴击，
傅延杰的妈妈欣慰万分，我的乖儿子有出息了，妈妈以你为荣。嘿嘿，傅延杰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他爸，老爸，你刚才说要叫我爸爸这个事情，你看，啊，我错了，爸爸，别打了。客厅里响起了傅延杰那凄惨的叫声，经久不息。爸妈，我回来了。安诺诺拖着疲惫的身体，李媛娟跟安峰也是刚刚回来不久，只不过两个人现在表情都无比的慌张。女儿，咱们家遭贼了。啊！安诺诺愣了，怎么回事啊？李媛娟说，家里剩下的那400件衣服全部不见了，这可是你爸爸2个半月的工资啊。哦，是这个呀。安诺诺松了口气，没有贼呢，衣服我们卖光了。哦，卖光了就好啊。什么？安峰跟李媛娟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怀疑自己听错了。安诺诺又重复了一遍，爸妈，衣服都卖完了，是江旭帮忙的，他好厉害的。安诺诺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安峰跟李媛娟听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的吗？李媛娟卖了1个晚上，口水都干了，才卖了12件出去，人家小年轻1个晚上卖了400件，而且还是卖的高价。爸妈，这是卖衣服的钱。安诺诺把手里的黑色塑料袋打开，里面是各种面值的纸币。爸妈，这里面是6800块钱，总共是卖了1万多，这是在扣除给江旭跟傅延杰还有买涂料的钱。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震惊了好久，将近7000块，他爸爸要工作4个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安峰跟李媛娟都傻了，这么大一笔钱根本不敢想象。女儿，厂里还有很多的货卖不出去，如果安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几10万件衣服要是都能卖出去，厂子就可以盘活了。这一刻安峰体内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觉醒了。第28章，江旭，你真是该死啊！次日早上，江旭到了3岔口，就看到安诺诺已经到了。他使劲地朝着江旭挥手，一双修长的虚腿蹬着脚踏飞奔而来，刘海被吹起，露出一张百看不厌的脸蛋。幸好没人注意到，不然怕是会出交通事故。我早上做的早餐，你看看喜不喜欢？安诺诺脸蛋红扑扑的把一个袋子递给江旭，明亮的眼眸当中带着期待。江旭打开一看，就有一股香味传来。安诺诺做的是包子，韭菜猪肉馅的，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香味十足。这是你自己做的？江旭震惊了，这包子的味道比他上次带的早餐更加的美味。味道还行吗？安诺诺颇为的忐忑。5星级大厨。江旭冲着他竖起大拇指，最美厨娘就是你了。安诺诺开心的笑了起来。昨天晚上他爸妈知道了江旭所做的事情之后，就嘱咐安诺诺要好好的感谢江旭，除了做这早餐之外，还叮嘱他这个礼拜天邀请江旭跟傅延杰来家里吃饭。我都不敢想象，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该多幸福。江旭笑呵呵地说。安诺诺娇羞地把头低了下去，耳根子发烫，在心里想着江旭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学校自己座位上的，直到江旭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他才回过神来。对了，我爸爸说想要把厂里的那些货也想办法卖了，一件衣服8块钱成本，就算卖10块钱也有的赚。昨天他们一家人商量了很久，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安峰想要用手头上的这几千块钱再从厂里弄一批货拿到别的地方去卖，这当然是好事啊。江旭点头，你可以拜托叔叔再拿500件过来，我们一起卖，再卖500件就是极限了。江旭打算在学校门口去卖，学校大概有2000人，消化500件问题不大，不过他不可能每天都干这种事情，这在卖一次之后就不能再搞了，要分清楚主次。他是来学习的，赚钱这种事情还是要交给未来的岳父岳母去做。安诺诺重重点头，谢谢你哥哥，声音甜甜的软软的。江旭手一抖，目光悠悠的望着安诺诺，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安诺诺有些慌张，江旭的目光太过于炽烈，自己顶不住。江旭摇头，艰难的移开目光。这小丫头现在颜值被封印住了，魅力都这么强，要是解开封印那还了得。不行，得准备好清心咒了，迟早可以用得上。第1节课下课之后，江旭就把2600块钱给了傅延杰，他兴奋的跟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要不是江旭多次叮嘱他不要到处去说，估计不出2节课全校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听到还要再卖一次，傅延杰第一个答应。他已经体会到了赚钱的快乐了，顿时就觉得自己昨天被老爸用皮带抽屁股都没有那么疼了。这次再卖就不能够用定制的方法了，那样太费傅延杰。中午放学的时候，江旭特意带着安诺诺去工厂找到他爸爸，说要再拿500件，看看能不能够把价格再拉低一些。这些东西堆在仓库里面时间越久，损失就越大。最后在安峰的努力之下，
仅仅只用了6块钱一件的成本就拿了下来，3000块钱，刚刚好把江旭手头上的钱都用光了。东西下午安峰会让人送到他家，下午一放学，3人小组就第一时间冲向江旭家里面。没等多久，货就到了。这批货江旭打算是一半绘画成火影里面各种角色的图案，剩下的一半则是以百变小樱里面的角色，还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火影的图案还好说，但是女生像的图案就需要对比了，拿去网吧太麻烦了。江旭皱着眉头，要是有笔记本就好了，可以把图案都下载过来。我家有啊，傅延杰说道，前不久我爸爸才给我买了一台顶级配置15000的笔记本电脑。江旭龇牙，你真该死啊！不经意的炫富最为致命。傅延杰滚去把图片下载下来，然后把笔记本拿过来。后面的事情江旭跟安诺诺就帮不上忙了，于是他们2个人就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煮饭。江旭1.8米的身高，估计到高3能长到1.9米，安诺诺貌似也高了一点，2个人并排走着，从身高上2人很般配。安诺诺微微低着头，2个小手放在身前紧紧地抓着，颇为的紧张，脑海里各种胡思乱想，跟他去买菜会不会被人误会什么啊？这好像是夫妻下班后去菜市场，要是遇到同学怎么办？你怎么了？脸这么红？江旭的话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梅安诺诺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江旭也没有多想，来到菜市场，简单的买了点猪肉，肉丸、空心菜跟茄子就回去了。在江旭家的厨房里，安诺诺把他推了出去，我来就行了，男孩子少进厨房。江旭笑了笑，你真贤惠，等以后大学毕业了嫁给我好不好？轰！安诺诺脑袋当场就炸了。江旭这句话的杀伤力太过于巨大，直接就把他杀得丢盔弃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将江旭给推了出去，反手把门给关上了。安诺诺靠在门后面，大口大口的喘气，脑袋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是不是喜欢我？还是开玩笑的？如果他跟我表白，我该怎么办？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心灵都是丰富且敏感的。江旭笑了笑，安诺诺太可爱了，真是不经斗啊。前任在江旭印象里，安诺诺很强大，虽然没有架子，却有一种无形的气质，让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这一世，江旭希望他在自己面前永远都是这样一副羞答答的样子。晚上6点多，饭菜做好了，安诺诺还没有从那句话中缓和过来，不敢去看江旭。江旭夹了一片茄子，吃完后说了一句话，又让安诺诺绷不住了。第29章歹徒兴奋拳。诺诺做的饭菜太好吃了，要不然我去请求叔叔阿姨跟你们一起住，你再调戏我就不理你了。安诺诺一边扒拉着饭，一边瞪着江旭，只不过他一点气势都没有。这话非但没有什么威慑力，反而让人更加想要欺负他，就好比是10多年后短视频里的那些歹徒兴奋拳。傅延杰埋头苦吃，没有理会这2人的打情骂俏，吃完之后就继续开始工作了。他发现自己喜欢上这种赚钱的感觉了。安诺诺去洗碗，江旭则是去切了水果，准备饮料，然后就开始把傅延杰处理好的一件件衣服给装起来。工作量比昨天还要大，不过傅延杰的手速也比昨天提高了不少，时间提前了10多分钟。哎呀，累死老子了！傅延杰躺在地上发出无力的呻吟。江旭，快点给爸爸捏捏肩膀，辛苦了。江旭笑着给他揉捏右手臂，顺带还涂抹了一点活络油。缓和了一会儿，江旭就先把傅延杰给送回去了，对安诺诺说，你在这里待着，等我送他回去再送你。哦，知道了。安诺诺目光一闪，然后点头。江旭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我回来要是见不到你，后果自负。安诺诺气鼓鼓地看着他，本来是不想要让江旭那么辛苦的，不过他都这么说了，安诺诺也就不敢真的就走。闲着无聊，他就拿起扫把将房间打扫干净，把桌子什么的擦干净。咔嚓！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安诺诺以为是江旭回来了，扭头一看，顿时傻眼了。外头是江山跟陈月。陈月揉了揉眼睛，是不是走太快，出现幻觉了？他退了出去，再进来，确定是安诺诺之后，那笑容灿烂的都能照亮一座城。哎呀，诺诺，你怎么在这里？江旭呢？阿姨，叔叔。安诺诺顿时就手足无措了起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这大半夜的自己在人家家里面，还被其爸妈撞见了，这真的跳进黄河水里都洗不清了。特别是陈月看自己的那眼神异常的暧昧，就是傻子也知道他在想什么。陈月抓着安诺诺的手，满脸慈祥地说，哎呀，诺诺真贤惠啊，不过你们还是要以学习为主，有些事情再忍忍。阿姨，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安诺诺都快要哭出来了。还是江山看到了客厅里堆积着的衣服，问了一句是怎么回事，才给安诺诺解释的机会。听完了安诺诺的解释之后，陈月一脸的失望，原来是这样，江旭那小子真没用。江山，安诺诺，江旭回来了。爸妈，
你们今天那么早回来？江山点头，今天生意差一点，赶紧送诺诺回家，以后不能这样了，到时候人家父母要着急了。好，我知道了。看着两人的背影，陈月感慨，我儿子眼光真好，诺诺太贤惠了，等他们上大一了，就可以先要个孩子，让我带带。江山深以为然，大学4年，2年一个，刚刚好。哈球！江旭打了个喷嚏，有些不明所以。第二天下午，江旭特意最后一节课请假，他家里是有3轮车的，把衣服全部装上，带到学校门口，还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限量发售，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然后把衣服摆开来。没过多久就下课了，江旭扯着嗓子就大喊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原价几百块的衣服现在只需要20块。这一嗓子吼出去，立马就吸引了不少同学围过来。有个女同学看上了一件画着小猫咪的，问价格能不能少一点。江旭看到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男同学，那男同学的眼神江旭太熟悉，舔狗的味道太浓郁了，于是就没有回答他，而是对这个男的说道，同学，买2件不？这小猫跟小狗是一套的，上次就有一对男女买了，然后没多久就在一起了。话音落下，对方就丢给了江旭一张50块的，抱起2件衣服在那里傻乐。江旭，又有一个女同学问，这真的是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吗？这个年纪的很多都追求特立独行。江旭点头，这是当然，我傅延杰从来不骗人。好吧，我要1件百变小樱的。安诺诺跟傅延杰也跑来了，跟着一起卖。安诺诺负责收钱，江旭跟傅延杰这2个社恐就负责叫卖。哎，那边做什么？这么热闹，咱们去看看吧。李红红跟周清月推着自行车出来，发现了校门口有很多人围在一起。不清楚。周清月摇头，我就不去了。他昨天刚刚给故事会投了一篇稿子，现在想回去看书。哎呀，过去看看嘛，那么早回去做什么？最终周清月拗不过他，还是把车放一边锁上，挤了进去。然后周清月就愣住了，他在卖衣服，在10几岁的年纪，大部分人都是拉不下脸来摆摊的。周清月还看到了在江旭身后负责找钱收钱的安诺诺，给人一种夫唱妇随的感觉，这让周清月心里很不舒服，一股无名怒火在滋生，却又无处发泄。这一对狗男女居然在卖衣服。李红红一脸的晦气，真是不学无术，以后肯定考不上好大学，咱们走吧，没什么好看的。说着就去拉了下周清月，没拉动。周清月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摊位上一件绘画着田园的衣服，他很喜欢，轻轻地挣脱开李红红的手，往前踏出一步，站在江旭面前，那一件可以给我吗？好的，20块钱，谢谢。江旭麻利地把衣服拿起来递给周清月，笑容很阳光，但是却带着一种疏离感，看似很近，实际上却隔着千山万水。周清月却是心头一痛，愣愣地站在那里，他完全地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陌生人一样啊！难道真的要永远地失去这个曾经深深喜欢着自己的男孩吗？第30章，周清月的蜜汁自信。小说发布急火。不会的，我还有机会。周清月很快就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她现在在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有身材，有样貌，成绩再提升上去，就是最完美的女神了。而那安诺诺有什么啊？长相一般，成绩一般，家里条件又不好，又不会什么才艺，凭什么跟自己比？周清月咬着牙说了声谢谢，付了钱之后，从江旭手里把衣服紧紧地抱住，这是他给的，4舍5入就是江旭送的，自己要好好的收藏才是。班上也有不少同学看到了，跑来买500件衣服，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全部都卖完了，1万块钱到手，扣除3000成本。同样的，再给付严姐2500，自己赚了4500。至于安诺诺就不给他了，这小妮子绝对不会收的。江旭大手一挥，今天我请客，就去我家饭店吃吧。那感情好。傅延杰搓了搓手，你们家有大闸蟹、大龙虾吗？江旭，你请客就有，我请客就没有。傅延杰撇撇嘴，把东西一收。晚上6点多来到了江旭家的饭店，最近几天生意差了点，人不是特别多，开了个包间。江旭点了10几道菜，主要是让安诺诺尝一尝。来，这个蟹黄很多，你吃。这9节虾味道很鲜美，这生蚝多吃几个。江旭不断地往安诺诺碗里加菜，搞得他很不好意思。喂，傅延杰不乐意了，忘了我是吧？你能赚大钱，多亏了我，快点，人家也要。行，看在你这次出力不小，爸爸就奖励你一下。说着把一个大闸蟹放他碗里。傅延杰咧嘴一笑。安诺诺看了看江旭，接着就低下头去，默默地吃着饭了，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吃完饭后，安诺诺坚持要留下来帮忙，傅延杰就先走了，一直忙活到快10点钟了，江旭才拉着安诺诺回去。路上不停地数落他，你干嘛那么勤快，
都还没有嫁到我家呢，就不怕以后被婆婆欺负？你我不理你了，就知道欺负我。安诺诺气鼓鼓的加快了骑车的速度，江旭轻松追了上去，看着他恼羞成怒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安诺诺说他爸爸跟几个工友弄了一批衣服，然后去隔壁城市卖了，搭火车去的。这年代很多这种的，成本价比江旭拿的还低一些，5块8毛，只要一件可以卖个10块钱，就有的赚。看来安峰这是要崛起的节奏啊！江旭默默地期待起来。未来岳父，你可得给力一点啊！将来小旭我能不能开上跑车，拥有私人飞机、游艇之类的，就看你了。把安诺诺送回家后，江旭就慢悠悠地骑着车回去了。国都故事会总部，林楠还在苦哈哈地加着班，最近的稿子质量都很一般。直到他看到了一篇新人的稿子，笔名叫做《青春随风》，一看文笔就是女孩子，写的是一篇关于校园青春的爱情故事，文笔稚嫩了些，但是故事情节很不错。林楠点点头，这个可以签约，放到一旁，又拿起一个信封，很厚，一看信封上的信息，林楠就皱起了眉头。这是岁岁安平的稿子，这么厚，字数肯定不少。他认为一次性就投稿这么多，肯定会很水，看来得跟他好好说一下才是了，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啊。自言自语了一句，林楠拆开了信封，浏览了起来，这一看就入迷了。等到看完之后，他才回过神来，双眼放光，神奇，太神奇了，一次性更新这么多，居然一点都不水。他觉得要么是有存稿，要么就是天赋异禀，更加倾向于前者。也看到了江旭最后面的留言，把邮箱号码给记了下来，当场就加了江旭的扣。填写合同的时候，江旭只提供了手机号，不到1分钟，好友申请就通过了。你好，我是你的签约编辑林楠，请问你下一本书有思路了吗？江旭回复道，你好，思路有了，还没有动笔。第2本他打算写个青春校园4角恋。林楠眼睛一亮，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产出高的作者，于是就询问他什么类型。江旭并没有直说，各种转移话题。林楠懂了，这是要提价呢。不过那些年的惨淡青春第1版刚刚发售，他还不知道成绩如何，稿费的多少是按照成绩来定的。林楠也直接说会尽快的给他一个答复。时间很快就又来到了周5早上，下个星期4就要期末考了，考完就放暑假了。安峰去外地也有几天了，不过并没有消息传回来。江旭家的饭店这几天生意一般，家长们都在督促自家孩子学习，等到期末考加高考结束，流量会大幅度增长。江旭跟安诺诺前后脚进教室，班上的同学已经见怪不怪了。江旭都说两人是亲戚关系，所以没谁怀疑，都以为两人真的是兄妹。周清月抬起头看了江旭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看书了。他在看故事会，最新一期的已经出来了，有一篇新的小说，名字叫做《那些年惨淡的青春》。他看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感觉这故事很像是在说他跟江旭。清月，你看的是最新的故事会吗？李红红也来了，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周清月手里的书。周清月点头，新出了一篇小说，好好看，你看看。5分钟后，李红红一脸花痴地说，真是精彩，好想看后面的剧情啊。这文笔这么优美，字里行间都带着一股青春气息，肯定是个大帅哥写的，好想见见他，让他给我签个名。直接就被圈粉了。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是会很容易被一些会唱歌、会跳舞或者其他各方面才艺的所吸引的。不过要是让她知道这人就是江旭，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表情。周清月心说，你估计是没机会见到了。不过如果自己也签约了故事会，以后说不定可以碰见。又下意识地看了江旭一眼，心说很快你就会对我刮目相看，甚至是崇拜。第31章，这小说要是你写的，我叫你爸爸。江城某个书店，一位女学生走进来，看向最显眼的位置。咦，最新版的故事会出来了呀。她拿起来一看，她是故事会忠实读者，眼光很刁钻，一般的文章现在已经不入她眼了。随手拿起来一看，立马就被一则新的故事给吸引了目光。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看了个开头，她就喜欢上了这个故事。于是在付钱的时候就勾选了表格。顾客在买故事会的时候都会被要求勾选你买故事会是因为哪一篇故事，最多可以选择3个，这也是用来记录各篇文章成绩的。而从昨天开售到现在，光是这一个书店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的销售数据就遥遥领先其余的文章。这个女生一边走着一边看着，一不小心就撞到了电线杆，捂着脑袋，眼眶红红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手里的故事会看。哇，好深情的男孩子啊，我怎么遇不到？这个故事我要一直追下去。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火了，不管是书名还是内容，都狠狠地戳中了大部分女孩子的心，并且在互相传阅之下，名声越来越大。故事会销售部
一大早林楠就跑过来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2个副主编也过来了。他们都第一时间的想要知道自家签约作者成绩怎么样。几个副主编表面上笑呵呵的打招呼，实际上都充满了敌意，都盯着主编的位置呢。怎么样，成绩出来了吗？戴着眼镜的副主编刘月问道。销售部的主管说了声等等，紧跟着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打印出一张表格。几个副主编连忙凑过去，这一看，林楠顿时就笑出了声。排名第1的赫然是他签约的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热度值为58000，一个顾客勾选就算一个热度值，也就是说，这最新版的故事会刚刚上线几天时间，就已经有将近6万人是因为那些年惨淡的青春这部小说而买单。第2名才1万出头的热度值，而且还是个5级作家。故事会内部有一个作家排行榜，是按照过往文章销售情况来进行排名的，1级最低，最高是10级。不过整个故事会也就一位6级作家而已。哎呀，真是的，一不小心就得了个第1，实在不好意思。嘴上这么说，林楠的嘴角却比 AK47 都还难压，自己距离主编的位置又更进一步了。另外几位副主编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岁岁安平，你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林楠心情很好，然后就立马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要趁热打铁，抓紧把后面的章节也给更新到下一版上去。江旭，你看这个那些年我的惨淡青春了吗？下课后，傅炎杰凑了过来。没有啊，怎么了？你还不知道这个小说火了，各个班级都在讨论呢，就连我这个大男人看了也哭得稀里哗啦。男主太深情，太让人感动了。江旭嘿嘿一笑，这是我写的。切！傅炎杰不屑一顾，别吹牛了，你就没有那个细胞好吗？江旭认真的说，真是我写的。傅炎杰翻了个白眼，根本不相信，这小说要是你写的，我叫你爸爸。江旭真溜，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好蛋儿，可还行？你怎么那么高兴？江旭看到刚刚去外面上厕所的安诺诺回来后，嘴角就带着浅浅的笑容。我遇到君越哥了。少女坐下来之后，雀跃地说，刚刚在1楼看到了他，没想到他也在这个学校，以前都没有发现。好多年没见了，他变化好大，又高又帅，声音还很温柔。君越，江旭眉头一皱，谁？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莫名的，江旭心中就产生了一丝的警惕，这他娘的不会是什么青梅竹马吧？安诺诺说，以前村子里的大哥哥呀。江旭记得安诺诺跟自己说过，以前小时候他家是在农村的。君越哥哥人可好了，小时候经常带我玩，有人欺负我也会帮我。少女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江旭有点酸溜溜的，自己现在距离抱得美人归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就突然蹦出一个什么君越哥哥来。从少女的语气神态来看，对于这位哥哥说有什么男女之情，那肯定是没有的。但是这种在小时候那个最纯粹天真时期建立起来的情谊，如果有一些外部力量的干扰，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发展成爱情的。傅炎杰隐晦地冲着江旭高频率的眨眼睛，发送着无声电报，你轻敌来了。江旭回复，呵呵，小场面，不慌。上课铃响了，傅炎杰跑回座位上。江旭对安诺诺说，明天早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安诺诺面露为难之色，可是君越哥哥刚才先约我了，叫我明天一起去他家果园帮忙。他小时候真的帮了我好多，还经常拿好吃的给我，所以我没办法拒绝。后天可以吗？江旭眉毛一挑，就你们2个？不是啊，还有他姐姐跟同村里另外一个妹妹。放心了，不是他们2个单独在一起就行。江旭不是那种占有欲很强的人，必须要让安诺诺24个小时都在自己身边，也不让他接触别的人，不现实也太狭隘了。况且人家现在还不是自己女朋友，要真的有什么过激表现，很可能把安诺诺给吓跑。于是他点点头，行，那就后天。下午又做了一次模拟考试，不出意外，江旭依然是第1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安诺诺进步很大，已经从原来的班里20-30名进步到了15名，这增速很可怕。除了江旭的辅导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天赋似乎开始显现了。前世那个女人要肥来了。放学后，傅炎杰跑了过来，悄悄地对江旭说道，关于你那个情敌君越哥哥，我打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第32章，这个情敌有危险，但是不多。江旭说，傅炎杰，你那个情敌高1年级成绩一直是第2，同时打篮球很厉害，还会弹吉他，人又高又帅的，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你要小心了。哦，原来是他呀。江旭恍然，就是那个常年被我压着领先20-30分的那位。他并没有去关注过第2个是谁，毕竟都比我差了，没必要去理会吧。傅炎杰，好吧，他觉得自己想多了，这小子压根就没有什么劣势，放眼望去
全是优势。紧跟着傅炎杰就搓了搓手，那个，咱们卖衣服的事情能不能说啊？我都快要憋出病来了。这么一个可以吹牛、人前显圣的机会，他一直没办法表露，别提有多难受了。江旭摆摆手，很是无语，去吧去吧。傅炎杰眼睛一亮，好。随后他就看到了走在后面的班长，一把拉住他的手，班长，你这是要回家吗？班长感觉有些奇怪，点点头说是。傅炎杰嘿嘿一笑，你怎么知道我前几天卖衣服赚了3000多块钱啊？班长，傅炎杰满面红光，摆摆手，很是高深莫测地说，哎呀，其实也没什么了，小钱小钱，不过随手而为，不值一提，呵呵呵。班长，傅炎杰又看到了学习委员，跑了过来，咧嘴露出2排大白牙，学习委员，这次模拟考试你考了第几名？学习委员，第10名啊，怎么了？傅炎杰摆摆手，是的是的，我前几天卖衣服赚了3000多块，不值一提，呵呵。学习委员，这家伙疯了。江旭摇头，安诺诺先走一步，在校门口等着。不过等江旭出去后，就看到安诺诺身边站着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从外形上看就很吸引人眼球。此刻他正在跟安诺诺有说有笑的，有不少女同学从他边上走过，眼睛里都冒着小星星，不过在看向安诺诺的目光又带着羡慕或者嫉妒。那个应该就是万年老二了吧？江旭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爱慕。江旭感觉有些奇怪，不应该啊，安诺诺现在还这么的平平无奇，除了自己慧眼识珠之外，其他人怎么会喜欢上这个小傻妞呢？带着疑惑，江旭走了过去，笑着说，诺诺，等久了吧？然后很自然的把他的书包拿过来，放框子里，放我这，重。安诺诺摇头，没有啊，刚来，谢谢。这位是？君越看向江旭，江旭也在看他，四目相对，空气中似乎有一道道电弧在激荡。安诺诺没有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很是开心的说，君越哥，这是我同桌江旭，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多，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是江旭啊？君越笑呵呵地说，谢谢你照顾我妹妹，特意把我妹妹3个字咬得很重。哦，原来你就是君越啊。江旭做出恍然之色，如雷贯耳，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君越心情就很不好了，这句话的针对性很强，君越自然是听出来了，不就是想说他万年老二吗？君越明智的选择转移话题，咱们不要堵大门口了，回去吧。江旭同学身为年级成绩第一，时间肯定都用在学习上了，从今天开始，送诺诺回家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不是吧？江旭一脸夸张地说，学习还需要额外花费放学后的时间吗？不会吧，不会吧。君越，此时就算是安诺诺反应再迟钝，也意识到了这2个人语气当中都带着火药味。他弱弱地说，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有自行车，他回家速度很快，而且也不用再走小道了，安全性大大的增加。不行！2人异口同声，把安诺诺都给吓了一跳。随后2人都意识到有点失态了，连忙后恢复成阳光开朗大男孩。最终的结果就是2个人一起送安诺诺回去，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被夹在中间的安诺诺感觉很是不自在，奇奇怪怪的，骑车的速度都加快了不少。3个人都没有说话，气氛有点怪怪的。等到了3岔路口之后，江旭朝着安诺诺挥挥手，后天见啊。安诺诺点点头，路上小心。江旭看了君越一眼，就往自家方向而去。君越不动声色地说，你们周日有约呢？是啊。安诺诺说，君越哥哥，那就再见了，明天见。君越本想询问更多细节的，不过想想这样目的性太过于明确，可能会吓到安诺诺，就算了。君越笑着说了声再见。回到家里，江旭先煮饭，然后打开手机就看到了林楠发来的信息，在吗？江旭回复了他，在的林主编，请问有事吗？那一边林楠发消息过去，等了好久都没回复，都有些急切了起来。看到江旭的回复，立马就精神一振，食指飞快的打字，你这本书的成绩很好，第2本书的开头什么时候发给我？如果质量不是特别差的话，最少也有1000字50。江旭发过去了，请查收。林楠，开头江旭早就写好，保存在邮箱里面了，就等着林楠说提价的事情了。林楠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打开邮箱，看到了江旭发来的稿件，点进去。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青春与哀伤》，名字听上去就很让人 emo。林楠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一个挺狗血的故事，男主喜欢女一，女一喜欢男二，女二又喜欢男一，男二又喜欢女二，主打的就是一个错综复杂。虽然狗血，但是这种类型的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还很少，肯定是有很大市场的。江旭也不愁成绩会不好，开头江旭写了4章，林还附带了一个大纲。林楠很快就看完了，感觉意犹未尽。
双眼放光，直觉告诉他这部小说会比上一部更加火爆。于是，在稍微思索了一下之后，林南就给江旭报出了一个让他都意想不到的价格。第33章，诺诺心里还是有我的。以我专业的眼光，加上你第一部小说的成绩，我给你签字150的价格。不过有个要求，那就是字数至少要10万以上。每一个副主编1年有一个超纲提价的权利。就比如你是1级作者，最多就只能拿签30，但是用了这个超纲权利，就可以把价格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收到林南消息之后，江旭颇为意外。本来他认为第2本能拿个签字60就很不错了，这么优厚的条件，江旭自然不会拒绝。这本书他本来的字数打算是15万左右，而且是奔着将来可以搬上荧屏的。全部写完的话，扣完税也有2万来块钱。当即他就同意了。林南大喜，表示会用最快的速度把合同送到他手上。结束交谈，江旭煮完饭自己吃了，给父母送过去，然后就去附近的一家大型电器城准备买一台笔记本了。老是去网吧费时费力，不划算。这个年头笔记本还是很贵的，起码也要5000块起。而各种牌子当中，某想是最多的。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江旭是绝对不会碰这个牌子的。最终选择了一台惠普的6800，付款走人。卖衣服赚的钱就差不多用完了。回到家里，江旭就开始码字。这本他期望值比较高，所以速度比较慢，1个小时3000字而已。写了2个小时，搞定6000字。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后，保存，睡觉。重活一次，他太知道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多么大了。前世为了做项目，经常2、3点才睡，导致他状态很差，英年早秃。第2天，江旭准时醒来，洗漱、看书，自己做早餐，然后给爸妈留一份，就打开笔记本继续码字。趁着这个周六，他得多写一些出来。今天写10个小时就有3万字了。周清月很早就起来了，跑去邮局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翻了半天，他找到了故事会寄过来的信件，心头一喜，拿着信件回到家里，深吸口气，而后才打开。等他看到诚邀签约这4个字后，原地蹦跳了起来，而后仔仔细细的看完。大致内容是说他的作品不错，可以签约，价格是签字10块，好高的价格。周清月掰着手指头，喜滋滋的想着，我一天写1000，1个月都有450呢。转而又想到了安诺诺，轻哼一声，我马上就要成为美女大作家了，你拿什么跟我比？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的将来。江旭对自己崇拜、爱慕，以及安诺诺黯然神伤，独自在角落里舔舐伤口的样子了。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发出一阵给给的笑声。小圆姐、雪儿妹妹，你们好。在君悦的果园里，安诺诺礼貌地向另外2个妹子问好。君悦的亲姐姐王小圆今年刚大学毕业，君悦小时候的邻居陈雪儿。诺诺姐好。陈雪儿笑着打招呼，只是眼里闪过一丝不屑。安诺诺的穿着打扮，说的好听点是朴素，说的难听点就是穷酸，还留着这么老土的发型。君悦哥哥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孩？明明自己跟君悦哥哥才是绝配啊！王小圆上前抓着安诺诺的小手，诺诺，好几年不见，你越来越可爱了。安诺诺小声地说，姐姐好漂亮。跟陈雪儿不同，王小圆倒是对安诺诺挺喜欢的。本来今天自己是要跟闺蜜去逛街的，被弟弟硬拉着过来，主要是为了降低安诺诺的警戒心。毕竟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一来就单独约果园这种人很少的地方，猜都猜到对方什么意图了。君悦说道，别聊了，咱们先去摘葡萄。江城属于南方，葡萄6、7月份就成熟了。君悦家这个果园面积很大，种植了20多种水果。安诺诺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都看花了眼，觉得什么都感觉新奇。心里想着，要是江旭同学也来就好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5点多，快6点了。不用了，太多了，我吃不完的。临别前，王小圆跟君悦一个劲的往安诺诺自行车上塞水果，车后架放了一个大的纸箱，各种水果都快要装满了。君悦笑着说，女孩子多吃水果好，还有叔叔阿姨也可以吃，吃完了跟我说，我亲自送过去。谢谢君悦哥，谢谢小圆姐姐。安诺诺很是感动。君悦贴心的说，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东西那么多。不用了，离家不远，那我就先走了，拜拜，再见，路上小心。目送着安诺诺离去，王小圆笑呵呵地说，这女孩不错，性格很好，很贤惠，而且那身材一看就好生养的，你小子眼光不错。那是自然。君悦眼中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个外表看上去呆呆、土里土气的女孩，实际上却是一块绝世美玉。然后仔细观察，发现居然就是小时候村子里一起玩的妹妹，于是便制造了一起偶遇。唯一不爽的就是他身边有一只苍蝇，很讨人厌。边上的陈雪儿听到这番话，自然是心中十分不爽，却也没有说什么。好了，
后面的事情你自己努力，我不管了。王小元伸了个懒腰，衣服紧绷，显露出姣好的身材。而后从牛仔裤背后的裤兜里拿出一本故事会，边走边看。最近新出的一篇叫做《那些年的惨淡青春》，十分符合他胃口。文笔很好，故事也有很强的可读性。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逝去的青春，已经看了好几遍了。3万字，搞定。江旭伸了个懒腰，脑袋都有些昏昏沉沉的。这一天除了做饭、吃饭、给爸妈送饭之外，就是一直在敲击键盘。明天抽空应该还能写个1万字左右。看了下时间，6点多了。晃了晃脑袋，也不知道安诺诺那小妮子现在回家了没，还是先做饭吧。关上电脑，走出卧室，刚准备进厨房呢，外头就响起了安诺诺那清脆悦耳的声音：“江同学，你在家吗？”第34章，这少年的手速当真恐怖如斯。房子外面，少女扶着自行车，太阳余晖洒落下来，恰好一只蝴蝶飞来，停在她头上，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江旭正好就看到了这一幕，愣了一下，才走过来。玩得开心不？开心呀！少女笑容甜美，看上去十分的治愈。君越哥、小圆姐还有雪儿妹妹都很好呢。果园好大，葡萄好甜，苹果也好好吃。少女罕见的活泼变成了一个话痨，在叽叽喳喳的说着。江旭满脸笑意，眼神中带着一点宠溺的望着她。就是有点可惜，你没有去。安诺诺话音一转，不过没关系，他们给了我好多水果，你拿一半去。刚刚我路过你家饭店，顺带也给叔叔阿姨带了些，你还给我爸妈拿了。江旭有些惊讶，同时心里也有点感动。是啊，叔叔阿姨对我那么好，这是应该的。说着，少女就开始从箱子里把水果拿出来，给拿到屋子里。等出来后，手里拿着一串洗好的葡萄，你尝尝，真的好甜。江旭眨了眨眼睛，举起双手，刚刚上厕所，没来得及洗手，你喂我吧。啊那你先去洗手。安诺诺有些羞赧地说。江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葡萄洗完之后，1分钟不吃就会变味，来不及了。快点喂我！真的吗？少女傻傻地问了一句。当然。江旭很是认真地说，我堂堂高2年级成绩第一，还会骗你不成？好吧。将信将疑的少女摘下一颗葡萄送到江旭嘴边，她的手很纤细，虽然因为常年干活导致皮肤有点粗糙，但是手的形状很完美。江旭一口咬住，真甜，再来一颗。安诺诺微微嘟着嘴，这会儿已经反应过来了，什么1分钟内不吃就会变味，骗子，哼。不过还是乖乖的喂江旭吃完一整串葡萄，才皱了皱穷鼻，我走了，坏家伙。少女转身，一头长发随之飘扬，一股淡淡的洗发水混合着少女特有的体香钻入江旭鼻子里，那是青春荷尔蒙的气息。江旭冲着他大喊，明天早上9点我去找你。好，明天见，江同学。叫哥哥，不叫就叫江同学，略。少女冲着江旭吐了吐香舌，然后就骑着自行车跑掉了。江旭笑了笑，在他的干预之下，安诺诺性格越来越活泼，也在慢慢的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江旭正准备转身回屋，电话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接听，那头传来一道御姐音：你好，我是林楠，请问是岁岁安平吗？是我，林主编。江旭有些奇怪，怎么好端端的打电话给自己？我现在在邮局，你方便过来吗？我把合同给你带来了。啥？江旭一阵愕然，这是什么情况？主编亲自送合同过来，自己应该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吧？江旭不知道的是，林楠对于主编那个位置执念很重，所以趁着这个周6日就自己跑过来送合同了。早点把合同弄好，他就可以早点的进行投放。再三确定林楠没有开玩笑，江旭就骑着车去邮局了。远远的就看到邮局门口站着一个穿着打扮很时尚的女子，大概30岁左右，有着一头酒红色的卷发，知性中带着一丝性感，应该就是她了。江旭停下来问道：林主编，我是岁岁安平是吧？你长得真帅。林楠眼前一亮，他虽然看过江旭的身份证，不过本人自然更加出众。随便聊了几句开场白，林楠就把合同拿出来，跟上次的一样，就是书名跟价格变了。江旭看过之后就签字了。接着林楠又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你第一本书剩下的稿费，扣完税后1000多一点，你看看。稿费不是下个月才发吗？是的，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年纪应该花钱比较大，就先给你垫付了。林楠现在对江旭寄托了全部希望，能够提升他好感度的事情都不吝啬去做。江旭打开看过后就收了起来，能提前拿钱自然是好的。对了，你现在有多少存稿？林楠问道。如果多的话也是有优势的。故事会内有个规矩，就是如果一部作品的成绩好，更新速度快，是可以占据更多内容页的。
江旭是林楠见过最快的一个。江旭，目前手头上有3万4的存狗，等过几天凑够5万以上，一起发给你。死？多少？林楠震惊了，这少年居然恐怖如斯，这是什么手速啊？再三确定江旭没有开玩笑之后，林楠心满意足的回去了。江旭也回去了。既然林楠这么给面子，他晚上就多写一点吧。一切忙完后，差不多晚上8点了。江旭打开电脑，哐哐写了6000。4万了，明天应该还能搞个1万。关机，睡觉。第二天6点就醒了。6点40分又继续码字，到了9点40分搞出6000字。江旭停下，出门，骑车到安诺诺家门口，他已经在哪里等着了。打扮还是土里土气的，不过江旭怎么看怎么喜欢。一个神龙摆尾停在安诺诺面前，走，上车。去哪？别问，到了你就知道了。哦。少女熟练地坐上了江旭车后座，出发。半小时后，江旭把车停在了商场外。你要买什么东西吗？少女问道。给你买衣服。啊？为什么要给我买衣服？不要。安诺诺摇头，他不是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赠予的东西。无功不受禄。傻丫头，你忘记了帮我卖衣服的事情了吗？江旭捏了捏他的脸，我可是没给你报酬呢，现在买衣服作为报酬。不用啊，就是同学之间的帮忙而已。拿货的时候你爸爸帮我砍价了，就等于让我多赚，我现在这是回馈。真不用。安诺诺说着说着，声音就弱了下去，因为自己这个同桌眼神逐渐变得凶狠起来了。第35章意外获知真相，安诺诺的感动。最后好说歹说，这小妮子才同意，不过只能接受15块以内的，而且只要1件。江旭只能感慨，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周清月，肯定是要多贵买多贵，能买多少买多少。至于江旭是不是可以承受，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来到卖女装的地方，安诺诺多少有些紧张。江旭带着他走进其中一家人比较少的。你好2位。服务员迎了上来，面带微笑。江旭目光游走，而后拿起一套白色长裙，一套带有运动属性的长裤跟短袖，以及一套大概到膝盖处的粉红色裙子，全部拿给安诺诺，都去试试。安诺诺面露难色，冲着江旭使眼色。江旭读懂了，是觉得这些衣服15块肯定买不了。江旭说，先试试看，买不买再说。哦，好吧。少女觉得再说下去不好，就乖乖的进去换衣服了。没等多久，门打开，安诺诺从里面走了出来。江旭感觉自己心跳都快要停顿了。一袭白色长裙落于脚踝，柳腰纤细，目光往上移，只能够用4个字来形容：遥遥领先。她皮肤更是雪白细腻，宛若玉石，在灯光的照耀之下泛着莹莹的光泽。虽然刘海遮挡住了半张脸，但光是这身材就属于独孤求败的那种了。店员都发出一声惊叹：哇，这位小姐身材真好。安诺诺有些扭捏，这衣服虽然没有露，但是她总感觉有些不自在。江旭回过神来，悄悄吞了吞口水，故作轻松地说：还可以，再去试试另外一件吧。好。安诺诺速度飞快地钻进更衣室。江旭悄悄询问店员这一套衣服多少钱。先生，这是最新款，用料扎实，还是牌子，所以价格是138，不讲价。这个价格不贵。另外2套衣服的价格，江旭也问了一下，一套99，一套108，都是不讲价的。3套我都要了，先付你325。然后江旭凑到店员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店员点点头，看了江旭一眼，心说自己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男孩子。安诺诺再次出来，这次换上的是长裤，也很好看，青春活力。最后是那套到膝盖的粉色裙子。江旭看了一眼，就险些没有流鼻血，连忙让他还回来。好吧。安诺诺情绪有些低落，还以为是自己穿上去不好看。等他换回自己原来的衣服之后，江旭就说，那套长裙不错，很适合你。又假意问服务员多少钱。这套裙子现在做活动20块钱。好，我要了。江旭闪电般的把钱给了店员。安诺诺想要阻止都来不及，不过想想15块跟20块差距不大，也就不纠结了。收完钱后，店员就去抱来一个箱子，笑着说，本店在做活动，所有顾客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哎，怎么又是抽奖？安诺诺感到一丝奇怪，上次去吃麻辣烫也是。不过江旭不给他思考的机会，就抓着他的手放进箱子里面。安诺诺随意的抓了一个纸团，然后递给店员。店员打开，随即发出一声惊呼：哇，小姐，你运气也太好了吧，抽中了可任意挑选本店2件衣服的奖励。啊？安诺诺呆呆地望着店员，跟个小金鱼一样，看上去可爱极了。江旭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中大奖了，不然就要这2件吧，毕竟你是穿过了。真的吗？安诺诺感觉很神奇。真的，
没有骗你。店员把纸团拿给安诺诺看，看到安诺诺还在失神，江旭就让店员把3套衣服打包，又趁着安诺诺不注意，给他塞了10块钱，小声地说：“再给我拿2双白色丝袜放进去，这是搭配那套到膝盖裙子的。”安诺诺那双腿有点犯规，加上江旭的占有欲作祟，不希望给别的男人看到。店员轻轻点头，很快衣服装好，江旭拿在手里，摇了摇还在发愣的安诺诺，走了。安诺诺这才回过魂，跟着江旭走到外头，小声嘀咕，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江旭不给他细想的功夫，走，有点饿了，咱们去买点吃的。强行打断冥想。安诺诺没再继续想这件事情，笑容明媚了起来。能白白得到2套漂亮的衣服，谁会不开心呢？哎呀，我肚子不舒服，去个厕所，你在这里等我。说完，江旭就跑去厕所了。安诺诺在原地等着。突然，他摸了摸2个口袋，发圈可能落店里了。看了一眼厕所的方向，安诺诺小跑着去刚才那家店里。刚刚走到门口，正要进去，安诺诺听到了那店员的声音在跟人交谈。你不知道，刚才进来一对小年轻，可有意思了。那女孩估计家里条件一般，男孩子就趁着她去换衣服的时候，把大部分的钱给付了，然后又让我写个中奖的纸条，10几个纸条都是一样的内容。哎，300多块钱的衣服，那女孩子以为只用了20块就得到了，真羡慕啊！要是有个男孩子也这么对待我就好了。安诺诺整个身体都僵硬在了那里，心湖像是被投入一块巨石，泛起了一道道涟漪，紧紧地咬着粉唇。他终于是明白了为什么会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又想到了上次吃麻辣烫的时候，原来是这样，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那个男孩为自己做了那么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种名叫感动的情绪自他心间蔓延开来。安诺诺抬起脚就打算去把衣服退了，但很快又收了回来，想到了江旭千方百计就是要送自己衣服，如果去退了，他估计会很生气很难过吧。一咬牙，安诺诺决定收下，盘算了一下自己手头上的钱有300多块，决定也给江旭买一个等价的礼物，反正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不用去饭堂吃饭，也花不了什么钱。想到这里，安诺诺心情稍微松下来，转身返回原地，嘴角一抹绝美的笑容在扩散。在江旭出来之前，安诺诺就先回来了。等他出来之后，安诺诺就说：“走吧，上次我爸妈说这个礼拜日要请你去家里吃饭的。”第36章破案了，叔叔，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江旭心中一动，问道：“叔叔回来了吗？”没。安诺诺摇头，昨天晚上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天会回来，但是具体时间不确定。江旭又问：“那衣服卖出去了吗？”不知道，爸爸说一切等他回来再说。江旭没再多问。回去的路上，江旭叮嘱道：“现在外面坏人很多，你可不能穿太露的出去，比如那套短裙，要穿的话必须要穿丝袜，知道不？”知道了。江旭感觉安诺诺的语调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但具体是什么又说不上来。安诺诺看着江旭那宽厚的背，一脸的温柔。能跟你做同桌真好。在路过一家水果店的时候，江旭顺带买了点苹果。等到了安诺诺家的时候，快11点半了，一进门就闻到了阵阵饭香。爸爸，你回来了。安峰笑呵呵地说：“是啊，小旭你来了，快点坐，正好可以吃饭了。”小旭来了呀。李媛娟从厨房里端着一盆汤出来，随便做的粗茶淡饭，可不要嫌弃啊。江旭认真地说：“阿姨，你这饭菜一看就是大厨的水平，搁外边吃，这一桌子没有1800块都不够。你这孩子真会说话。”李媛娟笑得合不拢嘴，越看越满意。5菜1汤，尽管不是什么珍贵佳肴，但卖相的确很不错。4人坐下之后，李媛娟就夹了一块红烧肉放江旭碗里，尝尝看味道。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阿姨，吃了您做的饭菜，我以后就吃不下别人做的了。虽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李媛娟却被哄得很开心，一个劲的给江旭夹菜。这一幕也是让安诺诺莫名的感到开心起来。对了，叔叔，那批衣服处理好了吗？李媛娟跟安诺诺也把目光投向安峰。安峰笑呵呵地说：“全部卖出去了，扣除成本，这一趟赚了2万5。”说完，脸上有着无法抑制的笑容。3人都震惊了。李媛娟放下筷子：“你没开玩笑？”“当然没有了。”安峰得意地说，“而且人家老板还表示，接下来有多少货都收。”江旭沉声问道：“叔叔，对方什么来头？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是啊，钱啊有这么好赚的，不会有什么陷阱吧？”李媛娟一脸的担忧。“不会不会。”安峰摆摆手，说起来也是好人有好报。你们不知道，那天我跟几个工友从火车下来，刚走出火车站没多远，就碰见有一辆车出车祸了。当时车头都开始冒火星了，没人敢上前。我没有想那么多，就冲上去，打碎玻璃，把里面的司机跟乘客救了出来。其中一人是个大老板，知道我们是去卖衣服的，
于是就很豪爽的以每件衣服26块钱的价格全部要了，当场就结清了款项，还说以后只要我去卖，多少都照收不误。三人都愣住了，这有点魔幻啊。江旭又问道：“那叔叔知道这个老板叫什么名字吗？”“叫做张小慧。”“叫什么？”江旭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张小慧啊。”安峰有些奇怪，“莫非你认识这位老板？”江旭不自觉的就坐直了身体。“叔叔可以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老板的外貌特征吗？”“很高，1.7米，长得挺漂亮，很有气质，左边嘴角有一颗美人痣，40岁出头的样子。”好家伙，江旭直呼好家伙，果然是那个女人。前世曾经蝉联了5届国内女富豪榜首的张小慧，这是个传奇人物。白手起家，老公英年早逝，后面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身家接近1000亿的大富豪。懂了，谜底解开了，难怪前世的时候安峰蹿升的这么快，8成就是张小慧在背后帮他，只是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干不干净。江旭觉得十有八九是有点猫腻在身上的，否则就算安峰救了人家一次，这点情分也不可能把安峰推送到首富的位置上。最大的可能便是安峰有能力，加上救了张小慧，再加上后面可能2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日久生情，破案了。想通了这其中缘由的江旭看向安峰的目光就怪怪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居然吃软饭。呸！羞与尔等为伍。安峰并没有察觉到江旭的眼神，他很是兴奋地说，厂里还有大量的衣服，要是可以全部卖掉，少说也可以赚个几10万，到时候我们家就可以摆脱贫困了。李元娟跟安诺诺也是十分的高兴，今天必须要喝点。李元娟起身去拿酒，两夫妻喝到后面都醉了。江旭跟安诺诺把他们2个扶进房间里，然后又帮忙把残羹剩饭收拾干净。安诺诺家的厨房有点小，2个人站着稍微有点勉强，时不时的2个人的手臂会触碰到一起。每当这个时候，安诺诺就会像是触电一样把手臂缩回去，一张俏脸红的都快要滴出血来了，小声的说：“我来就好了，你出去吧。”“那怎么行？可不能白白吃饭不干活。”江旭一本正经，实际上是不愿意放过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跟安诺诺增加感情的机会。在幽闭的环境里，感情的滋生速度是很快的。安诺诺微微咬着嘴唇，总感觉江旭是故意的，但是自己没有证据。连续几次之后，安诺诺就想要出去了，倒不是反感，就是害羞。江旭看出了他的想法，悠悠地说：“你不会丢下客人干活，自己去玩吧？”安诺诺，他有种被眼前这个男人拿捏得死死的感觉。哈哈，江旭大笑，适可而止，没有继续下去，洗了洗手就出去了。呼，安诺诺松了口气。5分钟后，他把碗筷洗好，洗了点水果拿出来，脸上的红晕已经褪去了，但依旧迷人。江旭看了下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见。好，我送你。送到门口，等江旭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之后，他回身把门锁好，然后就偷偷出门了。感谢帮忙纠错的小可爱，爱你们。第37章，原来收到女孩子礼物是这种感觉。小姑娘，要买手表吗？手表店的老板正打算要关门呢，看到安诺诺走进来，动作一顿。安诺诺轻轻的点头，然后目光在玻璃柜台上面缓缓的扫过，很快他就看中了一款皮带手表，款式很年轻，只是看一眼，安诺诺就认定了这块手表，觉得跟江旭很搭配，他戴上去一定很帅气，只不过上面标注的价格有点贵，需要480，他在手头上就只有300来块钱，于是就对老板说：“这款可以便宜点吗？260行吗？”老板瞪大了眼睛：“小姑娘，你在想什么呢？这是牌子货，做工什么的都很精细，而且这手表不愁卖，顶多给你便宜个20块钱。”安诺诺央求道：“老板，我真的很要这个，是要他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我手上就只有这么多了，316块5毛，全给你了。”安诺诺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了，老板还是摇头：“小姑娘真不行，要是这个价格卖给你，我就赚不到钱了，求求你了，老板。”安诺诺语气带着哀求，他第一眼就看中了这款手表，觉得跟江旭很搭配，再看别的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有时候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或者是东西，就很难再去改变。或许是看到安诺诺这么一个小姑娘苦苦哀求，有些不忍心，于是老板就说：“这样吧，你把我这店铺打扫干净，这块手表就卖给你。”安诺诺眼睛一亮：“可以的，我这就干。”拿起扫把就开始打扫了起来。这家店估计有一段时间没打扫了，灰尘很多。没一会儿，安诺诺就搞得灰头土脸的，不过他一点都不在意。手脚麻利扫完地之后，又用抹布把桌子、椅子，甚至连大门都擦了一遍。老板看得点点头，对于这个小姑娘多了几分好感，默默地把那块手表拿出来打包好。等到安诺诺打扫完了之后，就将其递给她：“现在这个手表是你的了。”
用来送给心上人的吧？不是的。安诺诺摇头，送给一个很好的朋友。老板，谢谢你，我先走了。抱着礼盒，小跑着回家了，心情很愉悦。他的确是对江旭有一定的有好感，但要说喜欢，那自然是还远远谈不上。毕竟两个人真正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哗啦啦，刚刚走一半的天空就下雨了，很短时间里就变成了瓢泼大雨。安诺诺直接就被淋了个落汤鸡，他把盒子死死地抱在怀里，低着头跑。回到家已经浑身湿透了，连忙把盒子拿出来，幸好没有弄湿，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想着江旭应该会喜欢的。第二天还是在三岔路口，今天就江旭先来到，等了几分钟，安诺诺才到。早啊，阿秋。安诺诺打了个喷嚏。怎么了？江旭关切地问道。没事。安诺诺摇头，可能是昨晚有点着凉了吧。对了，这个给你。他从书包里拿出礼盒，双手递给江旭。什么？江旭好奇问道。你打开就知道了。带着几分好奇心打开了这个盒子，映入眼帘的是一款银白色、造型时尚的手表。看到的第一眼，江旭就喜欢上了，觉得这手表跟自己很般配，有些惊喜地望着安诺诺。这送给我的。安诺诺微微颔首，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喜欢是喜欢，但是不便宜吧？20多块呢。安诺诺装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前几天就买了，是在一个摆摊的地方买的，希望你不会嫌弃。江旭当场就戴在左手上，左右的晃动，越看越喜欢，笑呵呵地对安诺诺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礼物，会戴一辈子的。安诺诺喜笑颜开，你不嫌弃就好。怎么会嫌弃？超级漂亮，我超级喜欢。江旭并不是敷衍，而是发自内心。原来收到女孩子送的礼物是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大夏天口干舌燥的时候吃上一块冰镇西瓜，又好像是吃了一块很甜的糖，从嘴巴一直甜到心间，再蔓延到全身，好像浑身细胞都跟着活跃了起来。看到江旭真的喜欢，安诺诺就放下心来了。两人一同前往学校，只不过江旭的开心没坚持多久就被破坏了，因为君越这个碍眼的家伙也出现了，留着寸头，气质挺不错的，整个人看上去阳光帅气，还有点肌肉，而且他还给安诺诺带早餐了。这他妈的，学我是吧？谢谢君越哥哥。安诺诺甜甜一笑，君越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被融化了。这一秒，他连跟安诺诺以后埋哪里都想好了。某个人在磨牙。三个人来到学校停车的地方，停好车之后，安诺诺就从书包里拿出2个包子，分别递给了江旭跟君越。这是我妈妈昨天晚上做的，好香，外形也很漂亮。哇，真好吃，阿姨手艺真棒。君越一口咬在了包子上，然后就发出了十分夸张的声音，看得江旭一阵恶心。这家伙真是不要脸，怎么能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浑然忘记了昨天在安诺诺家吃饭的时候也说过了类似的话。江旭不经意地抬了抬手，对君越说，我这手表刚买的，给评价评价。君越家里挺有钱的，用的东西也都价格不菲，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眼力还是有的，一眼就看得出来江旭那个手表是个普通的牌子，有心要在安诺诺面前炫耀一下，于是就咳嗽一声说道，你这个手表造型一般，材质我看看也挺一般的，做工也颇为粗糙，不值什么钱，最多100-200块，戴着肯定不会特别舒服的，时间可能也不太准。其实这东西还是要看每个人的需求吧，像我戴的就稍微好一点，8000多块钱的，年轻人没必要攀比，能用就行。说完还在江旭面前晃了晃。安诺诺忍不住低下头去，江旭咧嘴一笑，忍不住拍了拍君越的肩膀，这个手表啊，是诺诺刚刚送我的。君越，第38章，你怎么知道这手表是诺诺送给我的？什么玩意？刚刚还颇为得意，企图用物质上的东西来达到让江旭自惭形秽。好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露一把脸的君越当场就傻眼了，随后就看到了低着头的安诺诺，顿时恼怒跟嫉妒就一股脑的汹涌了出来。君越十分愤怒地看着江旭，这家伙真是太可恶了，居然给自己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看到安诺诺情绪低落的样子，君越当场就慌了，连忙解释，诺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礼轻情意重，不对，这手表很好看，直接就语无伦次了起来。江旭心情自然是十分畅快的，让你丫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安诺诺抬起头勉强笑了笑，没关系的，这手表本来就不值钱，现在的我也买不起太好的。君越很想要扇自己2巴掌，更是急怒万分。安诺诺为什么给江旭买手表？江旭又凭什么能够得到安诺诺送的手表啊？然而这个时候江旭又再一次补刀，怎么会？这手表是我收到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人拿1个亿、10个亿给我也不卖，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君越都快要气炸了，你丫的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煽风点火了，行不行？简直是不当人。诺诺，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安诺诺摇头，我知道的，时间不早了，我要去教室了，再见君越哥哥。君越欲言又止，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两人并肩而去，欲哭无泪。阴险小人，气煞老夫！来到教室里面，江旭刚把书包放好，傅炎杰就凑了过来，说道：上次你不是让我打造一个基地吗？我妈已经给我买了一套上面2层、地下1层的别墅，精装修的，还买了5台最顶配的台式电脑。等到周4期末考结束之后，咱们就去看看吧。好家伙，江旭震惊了，我让你买一套房子，居然直接就干了一栋3层别墅，就想问问你妈妈还缺不缺儿子？好，那到时候我跟诺诺一起去。江旭说着，故意抬起左手，在他面前晃啊晃。行。傅炎杰没有察觉到江旭的意图，点点头，那到时候一起。说完，他就要回自己的座位去。哎，江旭拉住了他，你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傅炎杰一脸茫然，哪里不一样？再一次把左手在他面前晃了晃。这下子傅炎杰终于是看到了江旭手上戴着的手表。你怎么戴手表了？以前都没见你戴过。江旭咧嘴一笑，你怎么知道这手表是诺诺送给我的？傅炎杰顿时的就不想跟江旭说话了，默默的冲着他竖起中指，然后说了一句狗东西，就回自己座位了。酸溜溜的，马德，怎么没女孩子送我礼物？我长得也不差呀，痞帅痞帅的。第1节课结束之后，江旭就飞奔了出去。安诺诺坐在座位上，一边看书一边不停的咳嗽。安诺诺体质本来就比一般的人差一点，昨晚淋雨回去之后也没有喝点姜汤之类的去寒气，感觉身体不舒服。只不过他现在身无分文，只能够硬扛过去了，一直咳嗽个不停。安诺诺就打算起来去打点热水。就在这个时候，江旭把1盒666感冒灵放在他面前，赶紧吃了，免得加重病情。上课的时候，江旭就看到他一直在咳的，知道很严重，一下课就跑去学校的医务室买了1盒感冒灵，还不等安诺诺说话，又1盒小柴胡颗粒放到了面前。是君越。他早上的时候就发现安诺诺声音有点不对，思来想去，还是买了1盒感冒冲剂过来。某个教人如何追女孩子的论坛上不是写着吗？在女孩子最虚弱的时候给予她帮助，会让对方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屁颠的跑过来了。只不过让君越很不爽的是，江旭怎么这个家伙也买了，存心跟我作对是吧？殊不知江旭也是跟他一样的想法，这家伙怎么冤魂不散，去哪里都能看到。班上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一个个羡慕嫉妒又震惊地望着安诺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平平无奇的安诺诺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除了校草江旭一直对他很好之外，现在又来一个，而且还是这么一个大帅哥。李红红脸色有些不好看了，他认得君越，并且其实他一直在暗恋着君越，只不过君越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璀璨，李红红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一般的，没有勇气去认识这个很优秀的男孩子。现在却看到君越主动的向一个在他认为比自己各方面条件都差的女孩子献殷勤，心情可想而知。江旭说666感冒冲剂比较好，君越不甘示弱，小柴胡配方更加高级，药力也更加温和。江旭，喝我的。君越，喝我的。安诺诺脑袋一会儿转向江旭，一会儿又转向君越，最后把2盒感冒冲剂都打开，拿出1包撕开倒进水杯里面，小声地说，我2种都喝行吗？你们别吵了。说完就跑去打水了。江旭，君越走了。虽然不是只喝他一个人送的，但结果也还能接受，没有被江旭拉开距离，反正他是这么想的。安诺诺去倒完热水回来了，脸红扑扑的。江旭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有点发烫，就叮嘱道，再上2节课，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请假，我送你回去。不要。安诺诺摇头，马上就要期末考了，我要考个好成绩出来。或许是这段时间营养跟得上的原因，安诺诺学习起来越来越轻松，感觉这次期末考应该可以考一个好成绩出来。江旭没有说什么，不过打定主意，要是病情没有好转的话，打晕扛也要把他扛回去。幸好到中午放学的时候他烧退了，江旭让他在教室里待着，自己去帮他打饭过来，然后2人一起在教室里吃。江旭装作不经意间的问了一句，你那个君越哥哥对他有男女之情的喜欢吗？第39章，阿姨不在家。那太好了。安诺诺现在没什么胃口，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吃饱饭，身体才能好得快，所以都是强忍着吃。听到江旭的问题，吃饭的动作一顿，然后摇了摇头，当然没有啊，我从小到大都把他当做大哥哥的，以后我要是出来工作赚了钱，一定请他吃一顿大餐，然后给他买个礼物，感谢他小时候的帮助。小丫头的眼睛里写满了纯粹与认真。
江旭稍稍放松下来，在心里默默地给君越打了个叉。不过这种事情也很难说，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保不准会用一些卑鄙的招数，还是不得不防。吃完了饭，又喝了一包感冒冲剂，安诺诺就趴桌子上睡着了。江旭则是拿出笔记本继续码字。虽然刚重生那会儿，江旭说不想努力了，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哪怕知道安诺诺的爸爸将来会成为首富，但如果自身没有太大的能力、成就跟底子的话，两人也不会长久。关于接下来要如何做，江旭也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那就是打算先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文学工作室，以工作室的名义跟故事会合作，趁着现在故事会还处在一个相对强盛的时期，把自己的名头给打响。有了名气之后，接下来不管是单干还是拿更好的保底价格都会简单许多。等到机会合适，就可以想办法将手里的这些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了。为了不吵到安诺诺，江旭去另外一个角落坐着码字。同学们吃完饭之后就陆续的回来了，周清月跟李红红也回来了。周清月昂首挺胸的，比以前自信多了。自从签约了故事会之后，他就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名扬天下，成为一个美女大作家。瞥了一眼在角落里码字的江旭，周清月有些羡慕，他也想要一台笔记本啊，这样写稿子就不用手写了。要是以前自己跟江旭说要他手里的电脑，肯定二话不说就给了。现在周清月心中没底，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向他借电脑用一下应该没问题吧。到时候江旭问自己拿电脑做什么，自己就说签约了故事会要写小说。江旭一听肯定就很震惊，然后对自己刮目相看，不用等到自己的稿子发布，就可以让江旭回心转意了。想到这里，周清月嘴角微微翘起，于是就朝着江旭走去。李红红不明所以，也跟了上去。到了江旭跟前，周清月柔声道：“你的笔记本可以借我用一下吗？”江旭头也不抬地说：“哪凉快待哪去。”周清月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李红红大怒：“江旭，你得意什么呀？不就是一台破电脑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江旭活动了下脖子，冷眼望着李红红，这女人真是聒噪，就跟个苍蝇一样，嗡嗡嗡的，已经快要到她忍耐的极限了。李红红被江旭的眼神给吓住了，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周清月红着眼说：“你干嘛对我恶意那么大？最起码我们也是同学啊。”江旭本想让他赶紧滚的，不过突然心中一动，说道：“想要跟我和好也不是不行，你跟李红红以后不要来往了。我讨厌你，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女人。你要是答应了，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注意，他说的是考虑。前世周清月辜负了自己这么多，这一世自己稍微拿点利息不过分吧？”周清月恍然，原来江旭讨厌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李红红。顿时对于李红红的厌恶程度直线飙升，然后就大为异动。闺蜜什么的哪里有江旭来的重要？毕竟李红红不会给自己买各种礼物，也不会任劳任怨，更加不会有求必应。但是江旭会啊。不过周清月自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答应下来，那样肯定会被全班的人排挤的。于是他就很气愤地拉着李红红回自己座位了。李红红大为感动，然后恶狠狠地瞪了江旭一眼。到了下午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安诺诺除了稍微有点咳嗽之外就没有别的问题了。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江旭就拉着安诺诺去找体育老师请假。体育老师看到安诺诺的确有些憔悴的样子，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可是按照规定，我下节课是要生病的呀。哎，我那一拳打死野牛却又体弱多病的体育老师啊。江旭悠悠地说：“老师，你也不想自己的学生出事吧？”好吧好吧，体育老师还是答应了。主要是江旭年级第一，少上一节课也没啥问题。得到请假条之后，江旭谢过，就带着安诺诺离开了。走到门口，体育老师补充了一句：“年轻人荷尔蒙旺盛，不过有些事情可还不能做啊。”安诺诺脸一下子就红了，想要解释，被江旭拉走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解释啊？咱们又不是那样的关系。”江旭，你想等班主任回办公室，然后截胡？安诺诺小声地说：“其实我再上一节课也没事的。”江旭当然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对付君越那小子的，不然等到正常下课，那小子又会阴魂不散。江旭，明天我给你补课，班主任教的哪有我教的好？班主任有被冒犯到。哦，好吧。安诺诺觉得江旭说的有道理，两人拿着请假调出学校了。路上，江旭问了他爸爸现在什么情况。安诺诺说，安峰这一次又从厂里拿了一大批货，这次就包了2辆面包车。安峰的打算是，若是可以把厂里的货全部卖掉，就把那个厂给盘下来。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把安诺诺送到他家门口。江旭目光一闪：“阿姨不在家吧？”“不在啊，她去打工了。”“那太好了。哦，不是，我的意思是，那我送你进去，给你烧水，再喝一包冲剂，免得反复。”“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安诺诺脸色有些发烫，同处一室，只有2个人，哎，总感觉有点别扭。虽然他很相信江旭的人品。江旭，不，你需要。第40章又被江旭这个老六摆了一道。看着江旭一副自来熟给自己烧水泡冲剂的样子，安诺诺有点不自然，心中也是升起了一丝异样。江同学对自己好的有点过分了，他不会是……安诺诺忍不住心生遐想。江旭把冲剂放他面前，趁热喝了，然后去睡一觉。我待会做饭，顺带多做一点，给你带过来。不好吧，谢谢。安诺诺被江旭一瞪眼就服软了。江旭看了下时间，起身离开，然后顺手就把安诺诺家的钥匙给带走了，美其名曰待会过来，不需要麻烦他开门。安诺诺，下课了。周清月磨磨蹭蹭的，等到班上就他跟李红红的时候，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巨大转变，冷下脸来说道：红红，以后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啊，你说什么？李红红愣住了。周清月很是认真的说，先前江旭说的我认为有道理。红红，如果你真的拿我当朋友，那么就应该成全我，我会记住你的，等以后我跟江旭结婚了，一定会报答你的。李红红惊呆了，不是，你怎么就确定他不是在骗你呢？周清月这一节课都在思考着这件事，她觉得江旭说的是对的，自己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她怎么会突然就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肯定是李红红的原因没跑了，所以她态度很是坚决的说，她没道理欺骗我，就这样吧，以后不管是放学还是去食堂，咱们都分开，别再跟我走一起了，不能让江旭误会。说完就拿起书包离开了。李红红银牙紧咬，用力的一捶桌子，可恶，江旭，都是你这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你的。校门口，君越耐心的等待着那道让自己魂牵梦萦的身影，下意识的摸了摸书包，为了挽回今天早上给安诺诺留下的坏印象，他花了好几节课整理了一份涉及所有课程无比详细的学习资料，这可是很珍贵的，乃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想着送出这么珍贵的礼物，安诺诺应该不会再生自己的气了吧？只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安诺诺。君越心中疑惑，莫非今天他值日？不对啊，自己早就打听过了，他值日不是今天。眼看着学校都快要关门了，君越跑回学校，来到安诺诺的教室，都锁门了。他傻眼了，怎么回事？明明没见到他出来啊！恰好这个时候，安诺诺班主任从办公室离开。君越早就把安诺诺的一切都打探仔细了，自然知道他班主任是谁，于是就连忙跑过去询问：老师您好，我是安诺诺的朋友，他下午没上课吗？哦，他身体不舒服，最后一节课先回去了。君越，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脑门上分明就刻了小丑2个字，江旭，一定是那个贱人。君越猛地反应过来，又问了一句：老师，江旭也请假了吗？是的。君越牙齿咬得咯嘣响，他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了，那家伙简直不是人，白白让自己在这里等了那么久，此刻心中所产生的怨气足够养活好几个邪剑仙了。江旭送饭过来的时候，李媛娟回来了，她的状态明显好很多，应该是安峰赚了钱，底气大了起来。知道了江旭送饭的原因之后，李媛娟对于他的好感度再次上升一个新的台阶。阿姨，我也准备了您的，尝尝我的手艺，可别嫌弃啊。李媛娟笑得合不拢嘴，小旭啊，你真是太优秀了，以后哪个女孩子嫁给你肯定很幸福。江旭挠了挠头，装作一副害羞的样子，也没有了。李媛娟这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恨不得现在就让自己女儿到法定年龄，然后去领证。阿姨，诺诺还没有起来吗？还没有，你去叫她吧。那不好吧，女孩子的房间。江旭一脸的为难，实则内心是希望李媛娟说那有什么关系的，那样的话自己就勉为其难的进去了，说不定还能够看到一些要打马赛克的场景。只可惜李媛娟转念一想，你说的有道理，那还是我去吧。江旭，不是，阿姨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吗？再稍微坚持坚持，我就答应了呀。安诺诺迷迷糊糊的起来了，睡眼朦胧，头发也有些蓬乱，走路左倒右歪的，像个小企鹅，可爱到犯规。等吃完饭之后，江旭就对安诺诺说，我给你辅导还剩2天，保证让你实力更上一层楼。少女抿着嘴唇，怯生生的说了句谢谢。李媛娟看在眼里，就笑呵呵的说，你们去学习吧，不用管我。那去我卧室吧。安诺诺提议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好，走吧。江旭毫不犹豫的点头，生怕自己一个矜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安诺诺，他的卧室跟上次来的时候没啥区别，只是进来之后闻到了一股特别的芳香，那是少女的体香，芳香而迷人。两人坐在书桌上，由于书桌比较小，所以不可避免的身体就有些许的触碰。少男少女在这个年纪，些许的跟异性触碰都会产生很大的反应。少女的脸又攀爬上了一抹嫣红，两人近距离接触，
他可以轻易地感受到从旁边男孩身体里所散发出来的热度，灼热而强烈，身子都有些发软，手中的笔都险些掉落下去。江旭也有些心猿意马，不过很快就稳定住了心神。不急，慢慢来，先让安诺诺的年级成绩可以稳定地达到第2名再说，到时候自己排在上面，安诺诺排在下面，这也是一段佳话啊。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8点钟，江旭停下来，安诺诺现在理解能力越来越强了，基本上讲解一遍他就能学会了，只要正常发挥，这次期末考试不说年级排名，就班上的排名前10问题不大。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先走了。江旭站起身来说道。谢谢。安诺诺眼眸明亮地看着眼前的男孩，我送你吧。他打定主意，以后要好好报答他才是。不用，你早点休息，我走了。江旭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第41章，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早上，依旧是那个3岔路口。江旭到的时候，安诺诺没来，不过君越却到了。2个人看到对方，都在心里说了一声晦气，然后又冷哼一声，同时转过脸去，都不想要看到对方。不到2分钟，安诺诺就到了。江哥哥，君越哥哥早上好。安诺诺声音清脆软糯，听得2个男生都是身子一酥。江旭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东西，这声音要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使用，那还不得让自己的战斗力瞬间降低一半？从他的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感冒都好了。君越露出阳光大男孩的笑容，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学习资料，递给安诺诺。这是我的所有学习经验、解题方法之类的，这2天你拿去有时间好好的看一看，绝对会让你的实力提升一大截的。这次期末考肯定可以考个好成绩出来。江旭淡淡的说，我感觉没啥必要。君越针锋相对，你成绩好当然觉得无所谓，诺诺还是需要的。江旭，我的意思是，你给的这些学习资料他没必要看，因为昨天晚上我把我的给他了。这波呀，叫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君越有些不爽，你给那是你的事，我给的是我的事。江旭，一个天下第一高手的武功秘籍，跟一个万年老二的武功秘籍放到一起，你认为大家会怎么选择？这番话直接就让君越破防了，脸色涨得通红，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反驳，心中疯狂的吐槽：江旭是吃刀子长大的吗？怎么句句话都那么的伤人？太坤巴过分了。察觉到2个人之间火药味有点浓，安诺诺连忙把这学习资料收集来，对君越说了声谢谢，表示自己一定会看的。君越心情这才舒服了一些。去往学校的路上，君越暗暗下定决心，还剩下几天时间，一定要疯狂的学习，然后在这一次的期末考试当中取得年级第1的成绩，彻底的压制江旭下那嚣张的气焰。来到教室，江旭看了一眼周清月跟李红红，他们2个人都没有说话，一个在看着书，一个不知道在写些什么。平时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他们2个在叽叽喳喳的聊天。江旭顿时就乐了，看来周清月真的按照自己说的去做了。察觉到有人进来，李红红跟周清月同时抬起头，只不过2人看江旭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愤恨，一个是欣喜。在江旭路过身边的时候，周清月满心欢喜的打招呼，然而江旭根本就没有理会他，而是当作没听到。江旭，周清月又叫了一句，加大了声音。江旭停了下来，语气冷漠，有事？周清月，中午一起吃饭。本来想要拒绝的，但转念一想，现在就拒绝的话，他们2个估计又会很好。这2个卧龙凤雏在一起就喜欢搞事情，于是就点点头，可以。说完就坐回自己位子上。周清月心中一阵狂喜，原来江旭没有骗自己，先前之所以会那样的对自己，完全就是因为李红红。一瞬间，周清月对他的不满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发誓再也不跟他一起玩了。安诺诺听到这话，小声的问，你打算跟他和好了吗？江旭嘴角上扬，你猜？安诺诺摇头，我猜不出来。江旭笑了笑，没说什么。安诺诺低着头在看书，心思却不知道已经飘到哪里去了。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一放学，周清月就跑了过来，一脸的雀跃，我们去吃饭吧。江旭，以前都是我去替你打饭，今天就由你去给我打一次饭吧，拿到教室给我，打多一点。哦，好，你等等我。周清月看了安诺诺一眼，就满心欢喜地跑去打饭了。他认为安诺诺这个自己的替代品马上就要被抛弃了。安诺诺感觉有些失落，默默地把东西收好，就打算起身去打饭。江旭直接把他按了下来，你干什么？去饭堂吃饭呀？刚才我不是已经叫周清月去打了吗？啊？安诺诺没懂，刚才不是让他打大份一点吗？够我们2个人吃了，这样不太好吧？安诺诺迟疑，江旭觉得自己有必要跟他解释一下，要不然还以为自己是个喜欢欺负女孩子的人，于是就把他跟周清月之间的过往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安诺诺粉拳紧握，一张脸气鼓鼓的，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呀？江旭耸耸肩，以前是我无知，不过后面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了，别再来打扰我。既然他非要招惹我，那么自然要给他点小教训。安诺诺点点头，应该的。他虽然憨憨的，但是好歹还是分得清的。这样一来，这顿饭他就吃得心安理得了，就当作是替同桌出气。不到10分钟，周清月就回来了。他八成是跑过来的，微微喘着气，香汗淋漓，几缕发丝粘在了脸上。把饭菜放在江旭面前，一脸的娇羞，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每个菜都打了一份。江旭点头，行，你去忙吧，一起吃啊。他把自己的那一份也放在桌子上。江旭不理会他，把饭菜分出来一半给安诺诺，又把一次性筷子折断。周清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你为什么给他？江旭，这饭菜是给我的不？周清月，是啊。江旭，既然是送给我，那就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你管得着吗？看到江旭语气如此的冰冷，周清月瞬间就反应过来了，眼睛红红的，更是带着一股愤。你是故意耍我的？江旭，是的，这种滋味我以前可没少感受。你混蛋，我恨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周清月泪崩了，掩面而泣，逃离了教室。江旭内心毫无波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希望你说到做到，千万别再跟我说话了。跑到教室外的周清月意外地碰到了李红红，他跑上前去，无比委屈地说：红红，我被骗了。第42章，小年轻怎么斗得过老狐狸？李红红愣了一下，然后就问怎么回事。周清月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李红红哈哈大笑：周清月呀，周清月，你这就是活该了，谁让你这个人这么差劲？用力地甩开他的手。李红红冷冷地说：就你这样的人，活该一辈子没朋友。说完扬长而去。周清月泪流满面，蹲在地上哭得异常伤心，感觉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所有人都在欺负他，却不想想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自作自受。此时饭堂里，君越眨了眨有些酸胀的眼睛，他坐在可以看到2个门的地方，但是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看到安诺诺的身影。很多同学吃完饭都走了，君越心中产生了一个不妙的念头，不会是江旭那个老六又搞什么幺蛾子吧？自己可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找机会跟安诺诺多亲近亲近，只是最近老是被江旭破坏。君越的猜测是正确的。中午江旭叫周清月去打饭，也有躲避开君越这一层意思在，只能说魔高1尺道高1丈。君越这个小年轻想要跟江旭抢妹子还嫩了点。今天课堂留了半节课，越是到要考试的时候越是这样，等到老师说可以放学的时候都5点多了，大家伙一窝蜂的冲了出去，哪怕是平时爱玩的傅炎杰这2天也抓紧复习。主要是他爸爸给出了悬赏令，只要总成绩超过300分就给5000块的奖金。全年级估计也就只有江旭最轻松了，因为他现在回想起大部分当时期末考试的试题了。到了楼下，江旭拉住了要去停车位的安诺诺，先不着急着回去，我带你去个地方放松一下。啊？去哪里？跟我来就是了。江旭带着他来到学校后面，围墙外是一片芒果树，这些都是学校种的，现在基本上都成熟了。不过因为害怕学生们上树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本来有个门的也被封住了，围墙的顶部也弄上了一层碎玻璃，防止有人翻过去。不过江旭却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穿过去。他来到最左边的墙角，这里长满了不少的杂草，他把杂草拨开，整个墙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有一部分已经被曾经的高3学生给破坏掉了。至于江旭怎么知道的，自然是因为表姐陈米了，他当初也是这个学校的，还是个小头目，在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江旭。江旭稍微用力就把一块块砖给抽了出来，形成一个弯下腰就可以进去的洞。安诺诺惊呆了，小声地说：我们这等于是在破坏学校公物，不太好吧？江旭，只要待会我们把它复原，就不算破坏了。说的好有道理，安诺诺无法反驳。在江旭的催促之下，他也跟着钻了进去。很紧张，他一直是循规蹈矩的乖乖女，这种行为在他看来还是有点超纲。不过内心深处却又感觉有些刺激，为什么能够经常的听到一些长得漂亮、学习又好的乖乖女被一些黄毛弄到手？就是因为能够带给人家很不一样的感受以及情绪价值。穿过高高的围墙，顿时一股芒果熟透了的香气扑鼻而来，有不少熟透的掉落的在地上。江旭抬头看了一下，选了一棵芒果树爬了上去。安诺诺在底下惊呼：小心一点！手脚麻利的爬到末端，把一个个熟透了的芒果装进书包里，没一会儿就装满。江旭爬了下去，拿出一个剥了皮递给安诺诺，尝尝甜不甜？好甜！少女眼眸发亮，柳眉上扬，这是她心情愉悦的表现。江旭也尝了一个，
不要钱的东西就是好吃，我也来摘。少女来了兴趣，跑到一些比较矮的树面前，有一些长满了芒果的枝条被压下来，她只要稍微踮起脚尖就能够得到了。采摘的不亦乐乎。江旭看了下时间，快6点钟了，心想君越那家伙应该走了吧。这又是一场针对君越的谋划。与此同时，君越这个大冤种在校门口等了大半个小时，又没有看到安诺诺的身影，于是就再次火急火燎地跑到安诺诺的教室，一看人又不在，当场就炸了。恰好又一次的看到了安诺诺的班主任，问他难道安诺诺今天又请假了吗？班主任说没有啊，正常上下课。这下子君越就懵了，难道学校还有后门不成？最后他带着满肚子的不理解，失魂落魄的回去了。他刚刚回去没多久，江旭跟安诺诺就出来了，两个人都是把书抱在怀里，书包里装满了芒果，一部分熟透了的，一部分是半熟的。少女蹦蹦跳跳，马尾一甩一甩的，发出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等到后天考试完了，咱们继续来好不好？主要是江旭刚才跟他说，这些芒果基本上没有人来采摘，每年都是白白的掉落在地上浪费掉。少女感到颇为的可惜，这么多的芒果自己摘来吃或者拿去卖也是可以的呀。当然可以，不过江旭左右张望，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去，不然要是被老师知道了，你我都没好果子吃，包括你那个君越哥哥也不能透露一丝一毫，知道吗？我知道啦。回去的路上，江旭又说明天咱们走另外一条路，那条路上有一家很好吃的羊肉面，我带你去。安诺诺买了手表给江旭之后，身上就没有一分钱了，囊中羞涩，就摇头说不去了。江旭，那家店的老板嘴很灵，去吃面的考生得到他的祝福，考到好成绩的概率很大。你上次给我买了手表，我请你吃一顿面就好了，才几块钱而已，也别要有心理负担。等暑假我有一个赚钱的计划，需要你帮忙。江旭这么说了，安诺诺才答应下来。江旭嘴角露出了一丝阴谋得逞的笑容。与此同时，刚刚回到家的君越突然打了个喷嚏，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有种被人算计的感觉。第43章，没办法，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回到家里，把一切忙活完。8点钟，江旭咔咔的又敲击了2个小时的键盘，然后就把这几天一共55000字的稿子全部发送给林南。国都某个单身公寓内，传来一声尖叫，某人一次性发来5万多字的稿子，直接就把这位美女副主编给撑饱了。次日，江旭特意前几分钟出发，来到安诺诺家门口，然后就看到了她在院子里喂鲲。估计少女每天都是这么早起来的吧。看着少女的背影，江旭摸着下巴思索，这家养的鲲肯定很好吃啊！你怎么来了？刚转身的安诺诺就看到江旭出现在院子前，被吓了一跳。江旭笑呵呵地说，今天早了一点起来，不用管我，你忙吧，时间还早。我好了，马上。安诺诺去洗了把手，就背着书包推着车出来了。少女不再跟以往那样驼背了，整个人显得自信了很多。来到羊肉店，人不少了，在摊位外头都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江旭朝着老板大喊：“2碗大份羊肉面，多加羊肉少放面。”是你这个兔崽子啊！老板笑骂道：“你怎么不说，干脆全部给你放羊肉好了？”江旭也不是不行，老板滚！两人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安诺诺问道：“你跟老板很熟吗？”还可以吧，以前经常一起下棋，只不过他技术不行，还老是喜欢耍赖。有一次输急眼了，居然说要叫我大哥，求求我让他赢一把。安诺诺捂嘴轻笑，当当2声，2碗满满登登的羊肉面放下来。老板面色不善地瞪着江旭：“你小子不要再胡说八道，老子棋艺好得很，哪次不是把你杀得丢盔弃甲，嗷嗷求饶？”江旭本想要好好揭一揭他老底的，不过一看到2碗羊肉面上的羊肉比其他客人至少要多一半，立马喜笑颜开地说：“对，老板的天下无双，刚才是我胡说八道，没办法，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哼，知道就好。老板满意了，又看着安诺诺说：“小女娃，这小子还是第一次带女孩子过来。他这个人虽然脸皮厚了一点，性格无耻了一点，色眯眯了一点，长得没我帅之外，还是有优点的，当的男朋友也是不错的。”老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朋友。安诺诺急忙解释：“我懂。”老板一副我早已经看穿一切的表情。安诺诺急了，安诺诺还想再解释，老板就已经去招呼其他的客人了。江旭心中喜呵呵的，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去解释的。拿起桌子上的辣椒酱，打开，给安诺诺倒了一点进去，这是老板自己弄的，又香又辣，配合着羊肉，你吃了绝对永生难忘。安诺诺夹起一块羊肉，张开娇嫩的粉唇送入嘴里，下一秒，好吃。少女眼眸明亮，原来羊肉是这个味道啊！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吃羊肉，立马就喜欢上了这种味道。江旭笑了笑，
没说话，也埋头吃了起来。一碗麻麻辣辣又香气十足的羊肉面，连汤带着一起喝下去，整个身体都被唤醒了。安诺诺更是吃得满头大汗。江旭拿起纸巾给他擦了擦，这个略带亲密的举动让少女脖子缩了缩。燕氏媚行，江旭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走吧。哦，两人骑着车往学校走去。对了，君越哥哥会不会在那边等我啊？刚刚从面摊里走出来，安诺诺突然就想到了君越，他就觉得早上开始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给忘了，现在终于是回想起来了。江旭，他又不是3岁小孩了，看到人不在就自己走呗，难道还能在那里傻傻等着不成？那得多是缺心眼。安诺诺一想也是，少女不知道的是，其实君越走这条路更加的费时间。而另一边，君越在3岔路口等了半天，始终见不到安诺诺的身影，越来越急，因为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诺诺今天怎么那么晚？睡过头了？不对，君越猛然惊醒，今天安诺诺没来，但是那个始终压着自己一头的可恶家伙也不见踪影。君越发动了自己聪明的脑袋瓜子，很快就想明白了，肯定是江旭那无耻之徒不知道跟安诺诺说了什么，让改变去学校的路线让自己扑了个空。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君越愤怒不已，仰天咆哮：江旭老贼，我跟你势不两立！今天是期末考的最后一天，所有老师都不上课，就是不断的发各种试卷，让你不断的做。当然拖堂是肯定的，不过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生物老师大发慈悲，让大家准时下课。所有人一窝蜂的就冲了出去，生怕生物老师会反悔。今天江旭就想不到什么方法来规避君越了，不过偶尔让他跟着也还能接受。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君越并没有出现在学校门口，而此时的君越正一脸绝望的坐在教室里面。老师说了，今天至少要5点半才能下课，我的诺诺又见不到你了。要不是场合不对，他都想要仰天大喊一声，老天爷，请你不要搞我了。回到家里，江旭还是8点左右忙完，然后接着码字。期末考对于其他人来说很紧张，不过他却不怎么放在心上。等忙活到了10点钟，再次搞定6000字，就把稿子保存，准时上床睡觉。而另外一边，君越却是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睡不着。回想这几天的遭遇，越想越气，自己这都多少天没有见到过安诺诺了，不见到少女一面，怎么都不甘心。于是他心一横，就定了一个5点的闹钟，心想自己这次这么早，总不可能再见不到他了吧。5点钟闹钟一响，君越立马就爬起来，刷牙洗脸，然后背上书包，悄悄地离开家，来到安诺诺家门前，看着院子的门，傻呵呵地笑了起来，然后就蹲在墙角底下，双手抱膝。一阵冷风吹来，卷起地面上的树叶，从他身旁飞过。君越感觉这些树叶好像组成了2个字母 S B。 第44章以我的父亲为题的作文。今天安诺诺醒来的时间比平时晚了10分钟，这是昨天放学回来的时候江旭告诉他的。越是在关键时候，越是要睡眠充足，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洗漱完毕，安诺诺把昨晚上的剩饭炒了，吃完后就出发。刚把门锁好，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人蹲在墙角上，把他给吓了一跳，尖叫声也把君越吵醒了。一抬起头看到安诺诺，连忙站起来，傻呵呵地说：诺诺，早上好。他头顶上还有几片树叶，以及一些白白的东西，那是早上一群燕子从他头上飞过留下来的礼物。实际上安诺诺的妈妈6点多就出门了，不过她走得比较匆忙，加上那会儿天也不是特别亮，所以并没有注意到她。安诺诺一脸震惊：君越哥，你怎么在这里？这不是看你这2天都没有出现吗？以为你身体不舒服呢，所以今天就稍微早了一些来看看你。没有啊，我很好。安诺诺说道。君越哥，你要不要去洗个头？为什么要洗头？君越一脸的不解。因为……片刻后，一声尖叫划破长空，君越欲哭无泪。他发现好像是在遇到了江旭之后，自己就变得十分的倒霉，做什么都很不顺心。用安诺诺家里的水把头上的东西洗干净，一看时间快要迟到了，两人骑上自行车飞奔。3岔路口并没有江旭的身影，安诺诺有些失望。江旭在这边等到快要上学迟到就自己走了，虽然是喜欢安诺诺，要把他追到手，但是也不会无底线的付出，没啥意义。总不可能为了等他把自己年纪第一的光环给让出去吧。在上课的前1分钟，安诺诺急匆匆地跑进了教室里，大口大口地喘气。江旭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晚，安诺诺就把早上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完之后，江旭当场就笑喷了。君越，你可真是个人才啊，这莫非是被自己给逼疯了？江旭可不是安诺诺这个傻丫头，对君越的说法没有半点怀疑。等到睡着了，这肯定不是提前10几20分钟，莫不是这小子
5点多就到了。为了追妹子，居然这么拼，这不是妥妥的大舔狗吗？不过一想到自己以前好像更加的离谱，就笑不出来了。开始考试了，所有人的书桌被清空，然后位置隔开来，有2个监考老师。江旭读的这所高中是江城最好的，也是最为严格的。这学期期末考成绩好的是会有奖金的，据说还不少。第一门考的是语文，题目对于江旭来说都挺简单的。作文题让江旭愣了一下，以我的父亲为题，写一篇800字以上的作文。江旭，顿时江旭脑袋里就有很多画面了。小时候总想要天上的星星，父亲就把他肩上的几颗星星给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责任。长大了才知道，父亲书房的那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房间，而是全市的引路灯。小时候和父亲下棋，父亲总是思考再三。长大后我才懂，父亲思考的不只是棋局，更是全省的发展规划。摇摇头，把脑子里奇奇怪怪的想法驱逐出去。江旭提笔书写，期末考要考2天，上午考2门，下午考2门。上午是语文跟物理，对江旭来说没有半点难度。2门考完，有的同学就跑学校去了，他们的爸妈会送饭过来。江旭跟安诺诺的父母都没有来。江旭是因为他爸妈对于他充满了信心，觉得没这个必要。李媛娟也是因为江旭，这段时间替安诺诺辅导功课，他成绩提升了很多，也把他照顾得很好，所以就很放心。在去饭堂的路上，江旭看着安诺诺，考得怎么样？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都挺轻松的。那就好。来到饭堂，2人都打了满满的饭菜。昨天晚上李媛娟给了他200块钱，说现在家里宽裕了，不用那么省了。安峰第2批货卖出去，又赚了几万块，然后就顺带买了一辆4、5手面包车，今天晚上就会回来，等明天再运一批出去。诺诺，你考得怎么样？2人刚一坐下来，君、狗皮膏药、玉月也坐了过来，一脸关切地看着安诺诺。所有的题目都能够解答得出来，应该还不错。君月哥，你呢？君月脸色有些不自然，我当然也是全部题目都可以答出来，只不过有句话他没有说，就因为今天早上太早起来，所以导致他在考试的时候精神有些不集中，把2道题目搞混了，那是2道大分题。等到考试结束，君越才反应过来，只不过已经迟了。这么丢脸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说出来的。江旭吃着饭不搭理他，君越也没有要跟江旭说话的意思，他都讨厌死这个男人了。到了第2天下午，所有的门科就全部都考完了，过几天来拿成绩单就可以了。考完之后，班主任就过来说道，大家这段时间学习也很辛苦了，咱们的班费还有一些，明天晚上大家一起去唱歌，大家一起5点钟在校门口集合，不够的钱我来出。话音落下，班上的同学都沸腾了。江旭捅了捅安诺诺的手臂，走，咱们去摘芒果。好。少女眼眸亮晶晶的，我拿了好几个袋子，多装一点，明天跟妈妈一起去摆摊。虽然现在安峰赚了不少钱，不过少女早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一有空闲时间就想着自己去多赚点钱来。不，江旭摇头，这些芒果你别卖，我有别的用处。啊！少女歪头不解地看着江旭，江旭心跳骤然加速，这个歪头杀天真中带着一丝可爱，可爱中带着一丝妩媚，对江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爆杀！咕噜噜，江旭喉咙蠕动，忍不住吞了吞口水。这小妮子不经意间的动作都拥有着巨大杀伤力，让江旭都忍不住肃然起敬了。没办法，只能够在心里默念10遍傅炎杰的名字。第45章，安诺诺终于把刘海给剪了。别说，这方法还真有用。不一会儿，江旭就感觉整个人变得清心寡欲了。这兄弟能处。考完试了，今天晚上去我家通宵不？傅炎杰走了过来。哦，江旭一阵干呕。你咋了？傅炎杰一脸不解。江旭摇头，没什么，就是想到恶心的东西了。不去了，过几天我再过去。傅炎杰看了一旁的安诺诺，懂了。好吧，你现在有了妹子，我就失宠了，自己去喽。江旭带着安诺诺赶紧离开，直觉告诉他某个人可能会杀到教室里来。果然，2人刚刚离开不到2分钟，君越就跑过来了。前面几次都被江旭各种暗算，这一次君越学聪明了，直接来教室门口堵，就不信还能跑得掉。然而当他来到教室的时候，当场就傻眼了。人呢？我的诺诺呢？某人咬牙切齿，江旭，我跟你没完！啊！学校后面，江旭叮嘱道，别装完全熟的，放不了1天就坏了，装全清或者半清的。哦，好的。少女拿了2个蛇皮袋，捡得不亦乐乎。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比较爱面子，像这种拿着蛇皮袋的行为，很多女孩子都不会愿意去做的。一直摘了个把小时，2个书包，2个蛇皮袋都装满了芒果。
加起来估计有130斤了。2个书包让安诺诺背，一前一后，2个蛇皮袋江旭提着，100来斤的东西，说不上轻松，却也不太困难。这些芒果都放江旭家里。今天太晚了，江旭就不送安诺诺了，自己事情比较多，就对安诺诺说道：“明天早上你过来找我，哥带你去赚钱。”好。安诺诺重重点头，最喜欢江旭了，可以带着自己赚钱。陈月中午就打电话说晚上要去参加朋友聚会，不用给他们煮饭，江旭就自己去外面吃了一点，然后就去附近的几个网吧逛了逛。安诺诺家里，安峰回来了，李媛娟也在家。一段时间而已，她变化很大，满面春光，给人一种自信十足的感觉。钱是英雄胆，这玩意最是养人。乖女儿，考得怎么样？都挺好的，这次应该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那就好，这个给你。安峰拿出一个粉色的钱包，递给安诺诺，钱包是给你的礼物，里面有2000块钱，以前是爸妈没用，让你吃苦受累了，从今往后你就在家当个小公主吧。安诺诺震惊了，这么多钱？李媛娟笑道：“你爸这2次出差赚的钱有10几万了，家里的欠债也都还清了，等到把工厂的货全部卖掉，你爸爸就要把工厂买下来，所以这钱你就拿着吧，以后就不用再吃苦了。”是啊，安峰说道，你妈妈我也让她不要再干活了，以后就在家里专门照顾你就行了。少女看着粉红色的钱包以及里面的20张纸币，有些愣神。幸福来得太快，她有点猝不及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请江旭好好吃一顿，自己先前承蒙他的恩情实在是太多了。回到自己卧室，安诺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型很老土，又遮盖住了半边脸，导致上了2个学期的课，班上估计都没有哪个人看清楚自己真正的模样。以前的他不够自信，现在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许我应该换个发型，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就没办法遏制。安诺诺从钱包里抽出100块钱，出门了。来到附近的剪发店，安诺诺说：“请帮我把刘海剪了，再做个造型。”第二天，安诺诺早早的就出发去找江旭了。只不过让他很不适应的是，一路上都有很多人看着他，习惯了无人问津，突然之间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整个人都不自在，甚至于还有几个大胆的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要联系方式，吓得他连忙加速离去。江同学，我来了。来到江旭家门口，安诺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门打开，陈月走了出来。昨晚上去聚会，所以饭店很早就关门了，睡得比较早。今天就想着早点起来给儿子做早餐。你是？陈月在看到安诺诺之后，当场就震惊了。这么漂亮的女娃子，生平仅见啊！自己儿子什么时候又勾搭上了这种级别的？紧跟着就生气起来，自己可是把安诺诺当作是未来儿媳妇的，别的女孩子都不行。陈月杀意在沸腾，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108种酷刑了。正在卧室里码字的江旭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江旭挠了挠头，奇怪，怎么有一种被强大生物盯上了的感觉？阿姨，我是诺诺呀，你不认得我了吗？啥？你是诺诺？陈月瞳孔放大，眼前这个国色天香、娇俏可人、肤白貌美的女孩是安诺诺。陈月整个人都傻了，不过声音她还是听得出来的。再三确认这的确是安诺诺之后，陈月嘴巴都快要笑歪了。原来我未来儿媳妇这么漂亮，不愧是我儿子啊，眼光就是好。提前押宝，押成功了，立马就将安诺诺拉进客厅里，一连串的关切噼里啪啦的就往外冒。吃早餐了吗？骑车累不累？热不热？要喝什么饮料？考试怎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嗨嗨，最后一个划掉。安诺诺2个小手交叉在一起，扭捏万分。阿姨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于那个了，让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太热情了，陈月都快要高兴坏了。本来就对安诺诺喜欢的不行，现在看到她的真容，更是恨不得自己儿子当场就把她给娶回家了。你是来找小旭的吧？他在卧室里，你自己进去。说着就直接把安诺诺拉到江旭房间门口，然后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江旭的声音：“门没关啊，妈。”陈月冲着他眨了眨眼睛，然后就跑开了，一脸的姨妈笑。安诺诺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缓缓地推开房门。下一秒，他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但还是发出了尖叫声。第46章，震惊！女同桌居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安诺诺的尖叫声把江旭都给吓了一跳，一扭头就看到了一个青春靓丽无敌的背影。她今天穿上了江旭给买的那套白色长裙，光是从背影上看就完美无瑕，仙气飘飘。你干啥？吓我一跳。江旭有些无语地说。安诺诺红着脸，你怎么不穿衣服啊？准确的说是没有穿上衣。江旭，这么热的天，男孩子不都只穿短裤吗？安诺诺，你耍流氓。江旭，妹妹，
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这我家啊。安诺诺，好吧，是他一时迷糊，忘记这茬了，但他还是跺了跺脚。总之就是你的不对。江旭，果然，再漂亮、再温柔的女孩子都会有蛮不讲理的时候。江旭一阵无语，还是把上衣穿上。好了，转过身来吧。安诺诺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江旭摇摇头，起猛了，出现幻觉了。再定睛一看，我操！安诺诺，你，这下子轮到江旭震惊，语无伦次了。此时此刻，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个肌肤如雪、明眸皓齿、温柔知性、黑发如瀑、身姿婀娜，集万千优点于一身的女孩子。她不需要做什么，光是站在那里就是一幅绝世佳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对于江旭所造成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震惊！女同桌居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看到江旭这番模样，安诺诺有些不自信地捏了捏裙子，是不好看吗？江旭回过神来，往前踏出一步，近距离之下观看，安诺诺这张脸所带来的震撼更加巨大。这段时间，在江旭不断投喂之下，已经摆脱了营养不良，一张脸充满了健康的血红色，脸颊也有肉了，看上去粉粉嘟嘟的。你怎么突然想到换发型了？江旭问道。因为我想做出一些改变，是不好看吗？语气当中带着深深的不自信。虽然刚才来的路上有几个男的向他搭讪，不过长时间的不自信并不能够一下子就扭转过来。原本江旭是打算等到自己把安诺诺追到手之后，再把他这厚厚的刘海给弄掉的，但现在他自己主动的完成改变，江旭虽然有些始料未及，却也能接受，不至于说违心话，让他恢复到以前那样去，就笑了笑说：很好看，天仙一样。我现在宣布，未来2年高中校花都是你的了。听到这话，安诺诺才算是松了口气，只要不难看就行。至于江旭说的什么校花，他没有在意，也觉得自己不可能达到那个程度。封印解除的安诺诺实在是太过于吸睛，让人的眼睛恨不得直接就粘在他身上，24个小时不离开。江旭也是用了莫大的毅力，才没有沉沦其中。你先在这里等等我。说完，江旭就跑了出去。安诺诺有些不明所以，然后就乖乖地站在原地等着。虽然安诺诺对江旭的房间很好奇，不过他很有分寸的没有去触碰，甚至于连坐都没有坐，就那样站着。等到江旭回来，看到他还站在那里，不由得奇怪地说：你一直站着？安诺诺点点头。干嘛不坐着？你没让我坐啊，而且去别人的房间里随便乱坐，不是不礼貌吗？看着他这一副呆呆萌萌的样子，江旭心中升起无尽怜爱。这傻丫头真是傻得可爱啊，忍不住用力地揉了揉她的脑袋，直到把她的发型都弄乱，才心满意足。真是个笨丫头，就你这智商，迟早被人骗。安诺诺嘟着嘴，小声的辩解：我才不笨。那把这个戴上。口罩？戴这个干嘛？暂时的把你的颜值给封印起来，免得待会影响赚钱。安诺诺一脸的问号。不过安诺诺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或者说是在江旭面前听话，没有多问，很是乖巧的就把口罩给戴上。然后江旭就带着他离开，骑着他的自行车来到了菜市场。老板，猪肉怎么卖？9块5一斤。我要10斤，便宜点行不？那就每斤便宜你2毛钱。好的，谢谢老板。老板，茄子怎么卖？看着江旭熟练的跟一个个摊位上的老板讲价，安诺诺有些懵。很快，他手里提着不少的菜。安诺诺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要做什么？江旭笑道：做盒饭，拿去网吧卖。这个是江旭几个星期前就有的想法了。现在网吧还处在巅峰期，平日里生意都无比的火爆，现在放暑假就更不用说了。就拿一个中等规模的网吧来说，200台机子，哪怕其中只有40个个人点餐，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附近有5、6家网吧，生意方面不用担心。这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到这一行的生意，可以让他先赚上一笔。肉类方面，江旭买了10斤猪肉、15斤昆肉，然后是一些蔬菜、辣椒等，全部加一起差一点200块钱。随后又买了一些一次性餐盒、筷子，两人拎着大包小包的重新回到家，然后2个人就忙活开来。安诺诺洗菜、切菜、煮饭，江旭就掌勺，一个红烧茄子，一个辣子鸡丁，一个青瓜炒肉，一个番茄炒蛋，一个辣椒炒肉。第一天就先准备5种，还有汤，就简单的弄个紫菜蛋花汤。弄完之后，饭也煮好了，2人开始打包。这么些饭菜装了66份，如果全部卖出去的话，就有528，扣除掉成本也能赚300块。这样算的话，一份快餐的利润3块多，不到10块钱。江旭就对安诺诺说：从今天开始，你帮我打下手，每卖出去一份，给你5块钱，有没有问题？不要。安诺诺摇头，成本
场地还有点子都是你出的，我就帮个忙，不能那么多，2毛钱就行了。也就是这丫头才会这么的傻，主动的降低自己的利益。家里面有那种大的泡沫箱，拿来2个，把盒饭都装在一起，放电3轮上。对了，还有第47章，刚出场没多久的脑子比较好用。芒果，昨天摘的2大蛇皮袋芒果。江旭把熟了的挑一部分出来，出发。安诺诺坐在电3轮后面，给他弄了个小板凳，脸上戴着口罩，遮盖住了大部分的颜值，只露出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眸。来到第一家网吧，也是上次第一个卖衣服的那家网吧，恰好老板也在。江旭拿出一份盒饭，带着安诺诺走进去。老板你好。是你啊。老板对于江旭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江旭笑呵呵的把手里的盒饭递过去。老板，这饭是我自己做的，你尝一下味道如何？老板有些摸不清江旭想要做什么，不过还是打开了盒饭。这是一份番茄炒蛋跟辣子鸡丁，香味很浓郁。老板尝了一口之后就眼前一亮，不错，厨艺很好。江旭的厨艺不用多说，毕竟他从初一的时候就在厨房了。江旭这才说明来意。老板，我这次过来呢，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帮你提高客流量，增加竞争能力。哦，老板来了兴趣，展开说说。老板，你这里很多人到中午就会下机去吃饭吧？是啊，没错，哪怕这些人下了机，吃完饭还会回来，但这一来一回最少都耽误了1个小时。人数次数一多，这可都是钱啊。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靓仔能够提供点餐服务，让这些人到了饭点不用下机，那么老板是不是就能赚得更多了？虽然网吧里也会卖饮料、零食这些，但这些东西可都不顶饿，不可能天天吃。老板眼前一亮，道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老板一拍大腿，对江旭竖起大拇指。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厉害了吗？江旭笑呵呵地说，刚出场没多久的脑子比较好用。老板当即就表示欢迎在他的网吧里卖。不过江旭没有马上就开始售卖，而是默默地拿出一份合同放在他面前。老板，咱们做事情还是要有个规矩，您帮我签个字吧。合同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接下来到暑假结束，这家网吧就只能够让他一个人在这边卖。如果有其他的商家在这边卖饭，需要对他本人进行赔偿。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网吧老板看到这一行的利润不小，然后就把江旭踢开，自己来做。往后他不管，但这个暑假这片区域的生意只能他来做。网吧老板不怎么想签，这卖盒饭还得签合同，于是就发动3寸不烂之舌，说这不是第一家，别的网吧已经签了，要是不签就是落后别人，甚至于还拿出几份已经签了字的合同。网吧老板一下子就急了，把合同看完，确定没啥问题，但是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江旭最多只能把盒饭卖给2家网吧，多了他就没优势了。江旭一口答应下来。江旭心里想的是自己签2家，再让安诺诺签2家就够了。这家老板估计不会想到这个少年小年纪就这么的鸡贼。这边搞定之后，2人就把盒饭还有芒果给拿了进来。江旭抱着泡沫箱大声的呼喊，卖盒饭，卖盒饭了，便宜又好吃的盒饭，一盒只要8块钱。另外开业第1天再赠送1颗大芒果。叫卖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一个正准备下机的顾客来了兴趣，问了一句都有什么。江旭把菜品报了出去，还打开盒饭给他看，浓郁的香味一下子就飘散了出去。他打开的都是辣味的，香味飘散的格外的快，这也是江旭故意为之。现在快到饭点了，这种香气扑鼻的辣味更加容易的能够引起人们的馋虫。那我要一份辣子鸡丁饭。8块钱的饭不是特别的便宜，不过再加上一个成年人巴掌大小的芒果，就显得很实惠了。而且还有一份免费的汤，也给我来一份。香味吸引了不少在电脑前奋战的人。江旭看了一眼，基本上都是在玩传奇，有几个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安诺诺在一旁负责收钱，然后把芒果送出去。这第1家网吧卖出去了22份，然后2人又去下一家，如法炮制，又签了2家，顺利的把盒饭卖出去。最后江旭留了2份自己跟安诺诺吃，2人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着吃。安诺诺也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娇气，吃得很开心。虽然一个早上才赚了10几块钱，但是她很开心了，主要是跟着江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同桌总有各种异于常人的想法，他很是敬佩。江旭把盒饭吃完，就对安诺诺说道，今天第1次卖，有些地方还不太熟练，明天就好多了。下午要去 KTV 唱歌，所以下午就先不卖了。明天他打算去菜市场找几个固定的供应商，把价格成本弄低一些。随后江旭就拿出13块钱给安诺诺，谢谢。安诺诺很是开心的把钱收了起来。江旭低头看了一眼安诺诺的双脚，穿的帆布鞋，
已经很老旧了，就对他说：“你该换一双鞋了，走，咱们去买鞋。”好。这下子轮到江旭感到惊奇了，你居然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他还以为需要做很多的思想准备呢。安诺诺说出了实情，爸爸说他这段时间已经赚了10几万，昨天才给了我2000块零花钱，明天忙完了，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江旭乐了，看来安诺诺是苦尽甘来了，自然不会放弃可以跟安诺诺相处的机会。行，那就走吧。江旭骑着电三轮，带着安诺诺去商业街。也只有安诺诺这种女孩子，才不会在意别人异样的眼神，愿意坐电三轮后面了。要是周清月，估计巴掌已经打过来了。在去商业街的路上，江旭顺便去了一趟邮局，把工资单拿了过来。昨天林楠联系他了，是第一本书的稿费单。钱虽然拿到手了，不过单子也得收好。路上，江旭忽然想起了一个笑话，问你一个问题，把12生肖全部过完，需要几年？啊？安诺诺呆呆的回答，不是12年吗？不对。江旭摇摇头，嘿嘿一笑，需要13.5年，因为过完今年需要2年半。安诺诺。第48章，互相给对方买礼物。好吧，这个梗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就连哥现在也才破壳没几年。来到商业街，安诺诺再次成为了焦点。尽管戴着口罩，但是这身材太顶了，使得安诺诺都下意识地躲在江旭身后，低着头当起了鸵鸟。江旭嘴角上扬，这个举动就代表着安诺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的信任度很高，下意识的就把江旭当做了是可以依靠的对象。来到一家专门卖鞋的地方，虽然安诺诺现在有钱了，不过也只是买了一双19.9打折的白色板鞋。江旭又让他再多买一双跑鞋，以后上体育课可以用到。安诺诺听从江旭的建议，但也没有买大牌子，只买了一双很普通的跑鞋，花了30块，直接就换上新买的板鞋，旧的也装了起来。少女舍不得扔，觉得还能穿，我也给你买一双鞋吧。少女说着，不等江旭回答，就拉着他走进一家打着 To be No.1 广告语的鞋店。这里的鞋普遍都是100块以上的。江旭有点感动，他对自己很小气，对江旭却很大方。这么好的女孩子，江旭心想，自己唯有将来把她娶回家，好好报答了。江旭知道自己要是拒绝的话，少女肯定会伤心，于是就选了一双白色的跑鞋，109块钱。安诺诺爽快地付了钱，然后两人就先回家，再一起走路去学校汇合。估计到学校也差不多5点钟了。清月，你真是太厉害了，简直是我偶像。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李红红跟周清月手挽着手，他们2个和好了。原因是李红红知道了周清月签约了故事会，而且第一篇已经出现在最新一版的故事会上了。虽然位置不是特别好，但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已经是很值得吹嘘的事情了。李红红觉得有这么一个美女作家，自己也是与有荣焉，走出去跟别人吹牛，底气都足一些。今天的周清月特意盛装打扮，一条淡蓝色遮盖住膝盖的裙子，这是一件束腰的裙子，将她那盈盈一握的柳腰展现了出来。脚下穿着一双女士凉鞋，露出白白嫩嫩的小脚丫子。尽管没有化妆，但是依旧魅力四射，青春动人。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青春就是最好的化妆品。一路走来，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周清月心中得意，不过脸上却还是装作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一般般吧，只是签字10块而已，1个月也就赚个400-500块。李红红异常羡慕，这已经很好了，我妈1个月才不到2000块工资，你以后可得多请我喝奶茶。周清月无所谓地说，没问题。李红红话音一转，那江旭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然后再次对你展开疯狂的追求。周清月嘴角翘起，但是一想到这段时间以来江旭的各种所作所为，他心情就很不好，心里想着，就算江旭再来追求自己，也得让他吃尽苦头才行。还有，必须要让他当着自己的面狠狠地羞辱一番安诺诺，才能够消除自己这段时间受到的委屈。说着说着就来到学校门口了，班级里已经有不少同学到了，看到今天周清月的装扮之后，都露出了惊艳之色。有几个大胆的男同学跑过来大献殷勤。周清月表面矜持，实际上内心很享受这种众星拱月的感觉。大嘴巴李红红更是拿出了最新版的故事会，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消息，咱们的大美女周清月现在可是故事会的签约作家，而且啊，已经在上面发表小说了。此话一出，大家顿时就震惊了。天哪，真的假的？没开玩笑吧？快点让我看看。这个事情在高中群体当中所引起的震动还是十分巨大的。周清月颇为矜持的点点头，运气好签约而已。就在第15页，名字叫做校园爱情故事，笔名青春随风。大家翻开来一看，还真的是。有女同学满脸崇拜地说，周同学你好厉害啊，居然可以在故事会上面发表。周清月淡定地说，一般般了，目光则是四处游移，想要寻找某人的身影。只可惜
还没有看到。顿时周清月就感觉有些索然无味。又一个男同学问道：“这能拿多少钱啊？”所有同学都投来了关注的目光，这个才是大家重点关注的。李红红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多不多，签字10块，1个月能拿4、500呢。”众人倒吸一口凉皮，很多人1个月零花钱都没有100块呢，而人家周清月现在凭借自己的努力，月入4、500。顿时，男的爱慕，女的崇拜，周清月整个人飘飘然的，表面努力的维持着矜持，内心里却疯狂的呐喊着：“不要停，继续夸！”你们在聊什么呢？班主任来了，还租来了3辆面包车。老师，周清月签约了故事会，还发表了小说，你看他好牛啊！班主任愕然，旋即就对周清月大加赞扬：“不错呀，厉害，继续努力。”谢谢老师。大家都来的差不多了吧？李红红看了看，而后有些阴阳怪气的说道：“哎，就只剩下2个人没来了，某些人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要大家等。现在是4点50分，在规定时间到就可以了。你在这里乱叫什么？”江旭的声音传来，不带半点客气的。这女人真是讨厌，乱嚼舌根。李红红很是生气的转头，但是下一秒，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不只是她，其余的人也是如此，目光都看向同一个地方，准确的说是同一个人——安诺诺。他们何曾见到过这么水灵灵、漂亮到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女孩？就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就成为了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周清月与之相比，黯然失色，就好比羊脂美玉跟普通石头。傅炎杰双眼冒光的扯了扯江旭的衣服：“这位妹妹是谁啊？快点跟大家伙介绍一下。”第49章，换个马甲，你们就不认识了。班级里的男生们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安诺诺，清纯中带着一丝可爱。尽管只是高2，但是身材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原本一头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枯黄的秀发，现在也变得柔顺有光泽。整个人站在那里，不需要说话，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本来大家关注点都在周清月身上，但是随着安诺诺的出现，周清月顿时就不香了。而那些女同学们看着安诺诺，想嫉妒都嫉妒不起来。至少从颜值、气质还是身段这几个方面，是要秒杀班级里所有女同学的。以往安诺诺在班级里都是小透明，这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目光，当即就退到了江旭身后，只探出一个小脑袋。周清月看向安诺诺的目光充满了嫉妒跟敌意。本来自己才是全场的焦点，安诺诺一来，自己就啥也不是了。而且江旭身边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漂亮到不像话的女孩子？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些人的反应在江旭的意料之中。他笑呵呵地说：“真的是换个马甲，你们就不认识了？这是安诺诺呀。”话音落下，现场一片寂静，然后就传出一阵阵大笑。别开玩笑了，安诺诺跟他完全不搭边好吗？他要是安诺诺，我叫你爹。江旭把安诺诺从身后扯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啊，都是同学。大家好。安诺诺脸红红的，有些局促不安。当安诺诺一开口，现场再次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寂，紧跟着就彻底炸开了锅。我勒个去，真的是安诺诺？你换了一个头是吗？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原本班级里无人问津的丑小鸭，一下子就变成了仙女，这转变实在是太大了。而最难受的莫过于李红红、周清月了。这2个人一直都对安诺诺充满了敌意与看不起，觉得安诺诺就是个土包子，不配跟他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子。这个他们先前看不起的女孩，却惊艳了所有人，就连班主任也是愣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走吧，上车。”傅炎杰一把勾住了江旭的脖子，狠狠地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安诺诺真实模样？”然后就对他提前下手。江旭笑而不语。该死，江旭你是真的该死啊！傅炎杰语气充满了酸溜溜的。看到兄弟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妹子，傅炎杰很难受，害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可恶！周清月使劲地跺了跺脚。李红红愤愤不平，真是个心思深重的女人。她这1年时间肯定是故意打扮成土里土气的，就为了今天这个场景出尽风头，真是不要脸。所以说，心胸狭隘的人不管看什么都是狭隘的。周清月可不甘心自己的风头就这么全部都被安诺诺抢走了，给了李红红一个眼神，她立马就明白过来，走到面前江旭面前，把手里的故事会扬了扬：“你还不知道吧？咱们的清月签约了故事会，他的作品已经在这上面发表了，怎么样？很厉害吧？”江旭面无表情：“哦。”反倒是安诺诺一脸的崇拜：“好厉害！”周清月对于江旭的反应十分不满意，仔细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企图从他的脸上看出点什么，但是失望了。周清月怀疑他是装的，脸上没什么太大的表情，实际上心中对自己早就已经崇拜的不行了。没错，一定是这样。没看那个土女人都一脸崇拜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永远那么的自以为是。
李红红又说，整个高中估计也就清月这么一个能够签约故事会的了，才华永远是要比长相更加重要，他可是我们全班的骄傲。江旭，你不说几句话吗？周清月不由得挺直了腰杆。江旭一阵无语，厉害厉害，赶紧上车吧，别耽误时间了。说着就转身跟傅炎杰勾肩搭背的走向面包车。李红红撇撇嘴，对周清月说，他现在估计自卑了。周清月嘴角上扬，哎，江旭，你的东西掉了。走在江旭身后的一个男同学看到了他裤兜里掉出来一张纸，好奇的捡起来摊开一看，不自觉的就把上边的内容读了出来。稿费单，江旭，笔名岁岁安平，6月份稿费，税前1500，来源作品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窝操，这个男同学的声音不算小，大家伙全部都听到了，纷纷围了过来。这部小说班级里基本上都看过了，放在10年后，这种故事很老套，很狗血，但是在现在看来还是相当炸裂的。就好比斗破刚出来的时候，看过的没有不为之痴迷的。江旭自己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积攒了很多的粉丝。众多围上来的同学看到这张稿费单之后，纷纷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江旭。窝了个大操，岁岁安平就是江旭？我一直把他视为偶像的啊，我还以为这是个中年男人写的。天哪，江旭居然这么有才华！如果说周清月在故事会上发表小说是往湖里投了一颗炮仗的话，那么江旭就是把一座山都给炸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什么？江旭就是岁岁安平？周清月娇躯一震，紧跟着就冲了过去，把那张稿费单拿到手里，一看，眼前一花，而后脸上就感觉火辣辣的。原来江旭也签约了故事会，而且这稿费比自己多了好几倍，并且从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上，两者之间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可笑他还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江旭一旦知道了自己签约了故事会，一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现在看来，自己妥妥的就是一个小丑。李红红同样是被这个消息给镇住了。自从看过《那些年惨淡的青春》这部小说之后，他就成为了江旭的书迷，经常会幻想作者是个多么帅气的大哥哥。谁知道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的心情别提有多么复杂了。江旭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然后拍了拍旁边呆若木鸡的傅炎杰，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一句话，如果那些年惨淡的青春是我写的，就叫爸爸，现在可以叫了。第50章，义父在上，请受我一拜。傅炎杰从好兄弟之妖牛逼，我以后该怎么舔他的思维中脱离出来。看着江旭茫然的眨了眨眼睛，你记错了吧，我啥时候说过这种话了？江旭耸耸肩，行吧，本来想带你一起赚钱的。义父在上，请受炎杰一拜。江旭拉着安诺诺上了其中一辆面包车，让安诺诺坐在靠窗的位置，傅炎杰则是坐在江旭旁边。许多男同学都冲进这辆车来，一个个对江旭大献殷勤。江旭哥哥，你好棒棒呢！大舅哥，以后诺诺就交给我来守护吧。江旭欧巴，你就答应我跟诺诺的婚事吧。江旭朝着他们竖起中指，滚！谁敢打我妹妹的主意，把他3条腿全打断。当然，也就是几个班上比较调皮、比较活跃的会这样开玩笑。大部分男同学在见到安诺诺如此角色的女孩，都是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周清月跟李红红2个人都是失魂落魄的走向另外一辆面包车，心情很复杂。这就是所谓的装逼不成反背。等来到 KTV 的时候，安诺诺已经不紧张了，只不过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红晕，看上去就好像是涂抹了一种天然的胭脂粉一样，天然去雕饰。众人下了车，安诺诺自然是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那种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周清月脸色一阵苍白，他输了，而且是那种输得一败涂地。现在他终于知道江旭为什么会舍弃自己了。班主任订了一个大包间，进去之后，很多人都第一个询问安诺诺要唱什么，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待遇。安诺诺有些受宠若惊，连连摆手，说自己不着急着唱。江旭拉着安诺诺在边上坐下，你们自己玩自己的，这群小逼崽之，就差没有把我要对你图谋不轨几个字写在脸上了。安诺诺靠着墙，边上就是江旭，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感。班上一些比较活跃的已经开始鬼哭狼嚎了。傅炎杰凑了过来，义父，你刚才说的赚钱妙计是什么？江旭就把卖盒饭的事情跟他说，以后我跟诺诺负责做，然后你拿过去卖，每卖出一份给你5毛钱，怎么样？江旭一开始的设想就是这样的，自己先把销售渠道打开，后面主要就给傅炎杰去做，他还得抽空去成立一家工作室，然后看能不能在这个暑假赚够买一个办公用地的钱。江旭一直以来都是不怎么喜欢去租房、租办公地点，别人的东西总是少了一些安全感，还不如自己买，以后也还可以升值。而想要赚到足够的钱，光是卖盒饭肯定不够的，主要的还是得靠写小说。
这第2部再有几天就可以写完了，然后江旭就得开第3部了。我去，你是真的牛啊，这都可以想得到，还让你做成了。傅炎杰冲着江旭竖起大拇指，接着就说：“你每个盒饭再多给我2毛钱，我帮你解决成本的问题。”江旭眼睛一亮：“你有门路？”“那是自然。”傅炎杰骄傲地说：“南市场那个档口，我家的。想要买到便宜又新鲜的食材，一句话而已。”江旭好奇：“那你怎么暑假不去帮你爸，岂不是赚得更多？”傅炎杰一脸的不爽：“我爸说了，在他手底下打工，工资他抽水9成，太他妈黑了。”江旭摇摇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多雇佣几个人，把生意扩大。”本来江旭也就是想要在暑假多一条赚钱的小门道而已，但是既然傅炎杰有门路，那么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看他们2个说得起劲，安诺诺也忍不住加入进来。3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周清月的靠近，他本来是想要邀请江旭唱歌，再试着挽回一下子的，然后就听到了他们3个人在商量着怎么赚钱。他看着江旭的侧脸，愣愣出神。江旭在他眼里越来越陌生了，也越来越神秘了。在这个大家都只想着玩的时候，他却已经在谋划着怎么赚钱了，而且还写出了畅销小说。这个以往他看不上的男孩子，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自己好像没有追上去的可能了，以后双方之间的交集会越来越少。一想到这里，周清月心脏便隐隐作痛，面色又苍白了几分。他放弃了向江旭邀歌的打算，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江旭3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周清月，商量一阵就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策略，即傅炎杰主外，江旭跟安诺诺主内。傅炎杰咧嘴一笑，希望早点可以在财富上超过我爸，以后就轮到我把钱砸他脸上，豪爽的来一句：“老家伙，拿去花。”江旭竖起大拇指：“真是你爸爸的好蛋儿，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优美的声音传来，是周清月在唱歌，她嗓音是挺不错的，这首歌也被她唱出了感情，引得大家伙都纷纷拍掌。一曲完毕，她冲着众人弯腰：“不好意思，我家里有点事，要先走了，再见。”说完就放下话筒离开了。转身的刹那，有晶莹的泪珠挥洒而下，只是因为房间比较昏暗，所以并没有人发现。“哎，等等我！”李红红追了出去。江旭眼疾手快的把2个话筒抢了过来：“给安诺诺一个，咱们合唱一首，你想唱什么？”少女怯生生地说：“我不想唱。”江旭：“不，你想，那咱们就唱美人鱼吧。”安诺诺。江旭去点歌，然后起了个头：“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而后给了安诺诺一个鼓励的眼神。安诺诺深吸口气，也站起来，跟着唱着：“属于我俩安逸世界。”包间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静静地听着2人对唱。除了江旭之外，大家都是初次听到安诺诺唱歌，声音空灵而又婉转，宛若涓涓细流，在不经意间就流淌至人心底。一曲完毕，大家伙愣神片刻后，纷纷鼓起掌来。傅炎杰更是起哄：“亲一个，亲一个！”第51章，你家究竟多有钱？江旭给了他一脚。夏吉尔起哄：“不看这是什么场合，要是人少一点还差不多。”安诺诺自然是面红耳赤的，连忙丢下话筒，就蜷缩角落里当起了透明人，一直玩到了9点钟，大家伙才离去。到了外面，有不少女同学都向安诺诺要扣扣。安诺诺有些不知所措，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注册属于自己的扣扣呢，这说出来怕是大家都不信，还会以为他高冷。江旭站出来替他解围：“晚点我发群里面，他记不住自己的扣扣。”少女朝着江旭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在他身边就是满满的安全感。班主任负责把所有人都安全送到家。江旭让车子在自家附近的3岔路口停下来：“老师再见。”3人并排而行。傅炎杰看到不远处有卖奶茶的，就问了2人要什么口味的，然后跑过去买。江旭跟安诺诺慢慢的走着，少女身姿曼妙，发育的比同龄人好很多，貌似就是在江旭投喂的那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前在 KTV 傅炎杰的起哄，他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跟江旭说话。2人保持着沉默。傅炎杰很快就回来，把奶茶递了过去，然后一拍脑袋：“我忘记一件事情了。”“2人齐齐看向他。傅炎杰：“咱们家附近50多家大大小小的网吧，我爸都有投资，所以咱们明天不用一家家的去签合同，只要我说一声，在他们那里卖盒饭就可以了。”江旭、安诺诺：“不是，你这什么情况？”江旭满头问号：“你爸投资那么多网吧做什么？”傅炎杰挠了挠头：“因为我爸不准我上网，投资这些网吧就是为了监视我的。”江旭6：“汝之秀，无不能及也。”安诺诺小声地问：“那些网吧的老板都愿意给叔叔投资吗？”“很多都不愿意啊。”傅炎杰双手一摊：“我爸当时就说了，要是不给他投资，就在他们隔壁开一家更大、更豪华的，而且完全免费的，直接就把你搞破产。
反正开网吧也用不了几个钱。安诺诺啊！江旭张了张嘴，有无数的槽，却不知道该怎么吐。最后从嘴里崩出来一句：“你家究竟多有钱？”前世他也只是知道傅炎杰的他爸爸有3家上市公司，至于其他的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啊。傅炎杰双眼中流露出清澈的愚蠢。我爸平日里都是告诫我要低调，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家里有钱。江旭不想跟这狗东西说话了，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很多，但我未来老婆有的是。江旭摆摆手，一脸的嫌弃，赶紧滚蛋，看到你就心烦。傅炎杰嘿嘿一笑，那我走了，你们可以尽情做坏事了。江旭一脚踹了过去，被他敏捷地躲开了。江旭看着少女不自在的样子，笑了笑，他开玩笑的，你别介意。沉默着把他送到家，然后噌的一下，一个大黑耗子就窜了出来，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君越。江旭直接给了他一脚，你有病啊，大晚上跑出来吓人。君越不顾腿上的脚印，看向安诺诺，而后整个人如遭重击。解除封印的安诺诺，但凡是熟悉之人，第一次见到都会被狠狠震惊住的。虽然君越偶然间惊鸿一瞥见到过安诺诺真正的样子，但并没有此刻面对面看到来的直观。君越哥，你怎么在这里？君越回过神来，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着，有些结结巴巴。我等你本想要找你要联系方式的。他心里那叫一个苦啊。放暑假第一天，本来想要找安诺诺的，谁知道一大早过来，安诺诺就走了。中午来了一趟，还是不在。到了晚上，他那根倔强的劲就起来了，非要等到安诺诺不可。我没有扣扣，也没有手机啊。安诺诺轻声道：“君越哥，你等很久了吗？”没有，刚来。君越笑得跟个傻子一样。现在的安诺诺实在是太好看了，简直是百看不厌。江旭一阵无语，这家伙性格跟牛一样，锲而不舍的，比自己以前还会舔。君越又说：“那咱们明天一起去网吧，我帮你注册一个扣扣。”没有扣扣，很不方便的。安诺诺，谢谢君越哥，江同学说会帮我注册的。君越就感觉很郁闷了，怎么看江旭怎么不顺眼，这家伙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天天黏着自己的心上人。他不死心又问道：“那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去？也带上我行吗？”他可得看着点自己认定的未来老婆，不能被江旭这个王八蛋占便宜。嗨嗨，江旭咳嗽一声，不好意思，明天他去我家呢，我家有电脑。君越，他还想说什么，江旭已经把安诺诺推到家门口。好了，太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哦，那江同学再见，君越哥哥再见。江旭挥挥手，而后就转身离去，只留下君越一个人傻站在那里，欲哭无泪。君越哥哥。就在君越打算离开的时候，安诺诺突然又探出一个脑袋来。君越精神一振，连忙跑过去：“诺诺，是有什么事吗？”安诺诺抿了抿嘴，犹豫片刻后，还是说道：“君越哥哥，我只是把你当做大哥哥那样的，你不需要特意的对我好，这样我会有心理负担，以后都不敢见你了。”君越整个人愣在原地。安诺诺有点于心不忍，但还是语气坚定地说：“或许是我想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把话说明白比较好，免得让君越哥造成什么不必要的误会，也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少女看似呆呆的，但是心思很敏感。君越表现得太过于明显了，而他的确是对君越没有那方面的想法，这一点跟周清月就完全不一样。君越只感觉嘴角很干，很苦。安诺诺这番话对于他打击无比巨大。沉默片刻，君越声音沙哑地说：“那你是喜欢江旭吗？”第52章超级无敌帅气好哥哥上线。君越这话把他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江旭，只是知道跟他在一起自己很开心很放松，那种感觉是跟其他人一起所不能带来的。不过应该不是喜欢吧，具体是什么安诺诺也说不出来，但是为了让君越死心，安诺诺还是点点头，我很喜欢他。君越的脑袋里瞬间就是一片空白，自己的爱情连发芽都还没有就哭死了吗？对不起君越哥哥，太晚了，你早点回去吧。安诺诺冲着君越深深一鞠躬，然后就跑回屋子里去了。君越摇摇晃晃的往家的方向走去，神情落寞，背影萧瑟，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不，次日，安诺诺一大早就跑江旭这边来了。他现在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了，李媛娟为了弥补他，把一切家务活都包揽下来。见到江旭，安诺诺目光有些躲闪，毕竟昨晚他可是在君越面前亲口说喜欢江旭的，这万一要是传到了江旭耳朵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来，我帮你申请了扣扣号268XXXX22，瞎姐儿写的，别加，这个号码喜不喜欢？安诺诺凑到笔记本前一看，一个新注册的扣扣号，头像是一个小兔子，昵称叫做糯米丸子。江旭觉得以安诺诺的气质，别给他弄什么火星符号，什么独宠你，
依恋之类乱七八糟的昵称，简简单单的就行。安诺诺喜欢这个名字，点开好友列表，江旭已经帮他把班上除了李红红、周清月跟程飞这3个之外的都加上了。这个少女伸出青葱玉指，指着好友列表里第一个超级无敌帅气好哥哥是谁啊？江旭笑而不语。安诺诺嘴巴鼓鼓的看着他，你好臭美啊。江旭说，密码是你生日，号码记住了吗？记住了。江旭这才合上笔记本，把电话线拔了。他家里还没搞宽带，平时都不联网的，只是在要把稿子发给林楠的时候才插上用一会儿。傅炎杰也到了，把他家里的电3轮也骑了过来。这小子自从上次带他赚钱过后，就觉醒了只要赚钱就会 happy 的特征，整个人显得十分亢奋。走吧，让我们踏上征程，跨越山海。江旭给了他一脚，别比比了，咱们就是个小商贩，搞得好像公司要上市一样。傅炎杰嘿嘿一笑，万一以后实现了呢？3个人来到了菜市场。昨天晚上傅炎杰就跟他爸爸说了，对于这件事情他是很赞同的，毕竟可以锻炼自家儿子，所以当天晚上就给一些商贩打了电话，也不是要他们亏本卖，就是给一个便宜点的价格。这些商贩自然愿意给一个面子，所以等江旭他们到的时候，没花费多少功夫就把原材料买回来了。猪肉6块钱1斤，其余的也都比昨天他买的时候便宜了1/10到2/10。原材料买好之后，3人就回到江旭家里。今天买的食材比昨天多了2倍，加上傅炎杰也是从早上9点一直忙活到11点半，总共做了135份盒饭，食材还剩下一部分留着下午继续。今天江旭跟安诺诺就不去了，另外雇了班里的一个男同学，一天10块钱，给傅炎杰打下手。然后江旭跟安诺诺就先吃饭，安诺诺先吃完，主动的把厨房收拾干净。今天把头发绑起来了，露出雪白的脖颈，只可惜并没有绑可以双倍加公速的双马尾。江旭吃完之后就对安诺诺说，走，拿上蛇皮袋，咱们继续去学校摘芒果。好。少女一阵雀跃，她对于摘芒果这件事情很喜欢。骑着电3轮来到学校，放暑假了，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老大爷在看门。走到门口，老大爷站了起来，嘴里抽着旱烟，现在不准进学校了，回去吧。他很清楚，这个年纪的小孩都是血气方刚的，这个时候跑来学校，肯定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自己可是神圣的守门人，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江旭忙递上一盒在路上买的香烟，爷爷，我们是要去学校后面摘芒果，请你行个方便。去吧。老大爷闪电般的把香烟收起来，然后把目光看向别处。江旭立即拉着安诺诺走进去。少女崇拜的看着江旭，你好厉害。对于高中生来说，江旭的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显得很老道，一般高中生以及部分大学生估计都会选择偷偷爬墙进去。江旭，我真正厉害的地方你还没有见识过呢。安诺诺啊，嗨。江旭咳嗽一声，我考你一个问题。两夫妻洞房，但是恰好那天妻子来例假了，2只手受伤了，脚也崴了，痔疮犯了，还是飞机场，还有口腔溃疡。问，这个时候丈夫该怎么办？啊？少女歪头望着江旭，一脸的呆萌，完全无法理解江旭到底在说什么。江旭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不懂没关系，等以后我会手把手教你的。带了4个蛇皮袋，装满了就回到家，把东西放好。江旭就对安诺诺说，你别回去了，就在这里吧。要休息的话有客房，看书的话我卧室有很多。那我想看书。走吧。在江旭的卧室里面，安诺诺拿了一本英文书在认真的看着，英文是他的短板，提升速度比较慢。江旭打开笔记本，很快就进入状态，偶尔看一眼正在认真看书的安诺诺，江旭嘴角便会露出浅浅的笑容。阳光灿烂，鸟语花香，我的青春有你就很好了。1点左右，傅炎杰就回来了，全部盒饭都卖完了，总共卖出去1080，扣除食材成本390，以及雇佣一个人1天10块，正好400。安诺诺获得27块，傅炎杰获得94块，剩下的则是江旭的收益。这部分再扣除掉一些水电燃气之类的成本，净利润400差不多，出乎意料的多。下午如果也可以卖出相同的分量，那么一天就差不多可以赚1000块了。傅炎杰拿着自己的酬劳，很是开心。江旭，我有个新的想法。第53章，安诺诺穿白色丝袜了，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别的，比如奶茶、烤粉肠之类的。江旭点头，这个想法不错，你去弄吧。这部分赚的钱你自己收着就行。好嘞。傅炎杰搓了搓手，干劲十足。他们2个也留在江旭家里，等到2点钟的时候，他们2个就开始处理食材了。安诺诺想要去帮忙的，被江旭制止了。开什么玩笑，自己未来的老婆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待一起呢？哪怕其中一个是好兄弟也不行。江旭一直码字到4点钟，又写了12000字。这第2本小说他已经写了12万多了，晚上再写一点，
也就这几天就能够完结了。随后就跟安诺诺一起去做饭，这盒饭卖的速度那么快，跟两人的厨艺也是分不开的。5点半把饭菜都做好，晚上少了一点，只有120份。等看晚上的售卖情况，再决定明天要增加还是减少。搞定之后，安诺诺就回去了，江旭就继续码字。晚上8点多，林楠发来消息，他第一本小说连载到最后一期了，市场反响很好，已经有几个出版社找上门来，想要进行出版了。只是版权在江旭手里，而且给的价格一般，就询问他要不要卖。江旭自然不会那么轻易卖掉了，等多出几部作品，将自身的人气推高，到那个时候价格又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就是第2部小说也开始连载了，占据了故事会一个很好的位置。江旭顺便询问了一下，第2部小说的稿费到时候能不能也提前给自己，要不然等1个月，他买办公室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林楠没有一点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只要他把第2部小说所有稿子发过去，确定过没问题了，他那边就可以提前支付，这就是大佬才有的待遇。等到晚上7点多，傅炎杰回来了，晚上的也卖完了，扣除掉成本，江旭晚上赚了将近400，一天就是8、900了，而傅炎杰就拿了100多块，开心的咧个大白牙。等到他们走了之后，江旭就继续码字。今天晚上状态格外的好，时速达到了4000加。等到了晚上10点010分的时候，又搞出了15000，总字数14万多了，立马就关机睡觉。明天早点起来，争取上午把这本完结。次日，江旭不到6点就起来了，刷完牙，喝了杯温开水，打开电脑就敲击了起来，还剩下8000字，2个小时内搞定。8点钟，江旭敲击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搞定，把所有稿子一起发给林楠。江旭伸了个懒腰，这第2本搞定，稿费扣完税之后有2万左右。目前江城的办公楼价格江旭还不知道，但1平米不会超过5000，一开始不需要太大的，有个60、70平米就够了。自己要个单独办公室，再要一个厕所，剩余的当做公共区域。按照60平方来算的话，要30万，还差得很远。就看第2本小说的成绩怎么样，比第1本好的话，签字稿酬提升上去，他才更加容易实现。安诺诺来了，还背着书包，手里拿着豆浆油条。而今天他穿上了江旭给他买的那套粉红色到膝盖处的裙子，更是穿上了白色丝袜，一双美腿修长而又笔直。今天他没有绑马尾，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只是用一根粉色丝带绑着，浑身内外都散发出浓烈的青春气息，顶不住，根本顶不住。妹妹，你太犯规了喂，怎么了？不好看吗？见到江旭的表情，少女有些不自然地摆弄了一下裙角，她还是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今天都不敢骑车，走路来的，尽管里面还穿了短裤，还行吧。江旭言不由衷地说，主要是怕夸赞太多，这小妮子会骄傲。哦，吃早餐。吃完早餐，傅炎杰就来了，有些不爽地说，张志强那小子不干了，又得找人。张志强就是昨天过来帮忙的。江旭也没有多想，没事，今天我帮你。他今天要顺带去办张银行卡，再去把工作室注册好。11点半全部弄好了，今天多了一些，有150份。江旭让安诺诺在家里看书就行，他不需要跟着，他已经习惯听从江旭的指挥了，乖乖的答应了下来。哎，那不是张志强吗？两人来到第一家网吧外头，傅炎杰眼尖，立马就看到了张志强，还有一个同班同学，不是别人，正是程飞。他们也在卖盒饭，并且价格更是比江旭卖的低2块钱。傅炎杰怒了，立即就冲过去，张志强，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志强吓了一跳，有些心虚，但很快就又理直气壮了起来，没谁规定我不能卖盒饭吧？他昨天看到了傅炎杰卖盒饭，一天的营业额就将近2000块钱了，而他一天才得到10块钱，差距太大了，自然心里十分不平衡，于是就找到了程飞，把这件事情跟他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开搞。而想要跟江旭他们抢生意的第一步就是降低利润，6块钱他们算过了，还有得赚。你真是太无耻了！傅炎杰双目喷火，这是在剽窃我们的创意。程飞嗤笑道，卖盒饭难道是你发明的？只准你卖，不准别人卖。你！傅炎杰勃然大怒，却无法反驳。说话的功夫，就有几个人从网吧里走出来，跟张志强他们买盒饭了。江旭看了一眼他们卖的，味道不知道如何，但是分量却不少。虽然不能进去网吧里面卖，但走几步路就可以省下2块钱，大家还是很愿意做的。愤怒归愤怒，但是傅炎杰却没有办法。难道自己也降价？但对方要是也跟着降价呢？到时候岂不是血本无归？忍不住给江旭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让傅炎杰冲锋陷阵还行，让他动脑子那就不行了。这种情况江旭早就预料到了，并且做了应对之法，只是没有料到跟自己竞争的会是同班同学而已。
拍了拍傅炎杰的肩膀，小场面别慌，优势在我。第54章，好好，这么玩是吧？虽然这一个网吧的利润不大，但是江旭也不打算拱手让人，让傅炎杰在这边等着。他回到家里，拿来2袋芒果。傅炎杰凑了上来，咬牙切齿地说：“这2个狗东西又卖出去6盒了。”对面，张志强跟程飞朝着2人投来了挑衅的眼神。淡定一点。江旭神色如常，这2个不过是小角色，还不值得咱们生气。江旭把1袋芒果放地上，打开，看到网吧有人出来了，打算去张志强那边买饭，就扯着嗓子大喊：“卖盒饭了！1份8块钱，再附赠2个又大又甜的芒果。你要玩价格策略是吧？那我就用赠品来回击。1个芒果起码1斤重，在商店买的话，没有1-2块钱也是拿不下来的。8块钱的盒饭略微贵一些，但加上2个大芒果，那就是碾压了。”张志强跟程飞脸色一变：“你疯了不成？这样会亏本的。”江旭没有理会他们2个，这芒果又不花钱，就只是花费1点时间去采摘而已。学校后面几10棵芒果树，够他用很久了，而且知道怎么过去的人寥寥无几。傅炎杰眼睛一亮，他也是知道学校后面果树的，上个学期跟江旭去过，一看到这些芒果就猜到是从那边摘过来的，不由得对江旭佩服万分。还是你想的周到，不像我，除了家里有几个臭钱，啥都没有。江旭，滚！本来几个准备要去张志强那边买盒饭的，听到江旭的吆喝就走了过来。真的卖盒饭送2个大芒果，其中一个人昨天也买过江旭盒饭的，也得了1个芒果，很甜，汁水很多。今天送2个的话，他觉得更加划算。江旭笑道：“自然。好，那我要1份茄子炒肉的盒饭。”江旭收了钱之后，就多给了这人1个芒果。哥们，帮我进去里面宣传一下。嘿嘿，没问题。人都有爱占便宜的特性。很快，大部分本来要去张志强那边买的，现在全部都转投江旭这边了。他还有30-40份没有卖出去。张志强跟程飞脸都绿了，打不过，根本打不过。混蛋，真不要脸！张志强很是生气，对程飞说：“快，咱们收拾一下，去下一个网吧。”江旭看他们要走，立马就对傅炎杰说：“你留下一部分盒饭，跟着他们。”嘿嘿，傅炎杰搓了搓手，这就是商战吗？真有趣。他跟了上去。张志强跟程飞是骑的3轮车，傅炎杰很轻松的就跟了上去。2个人轮流蹬，链子都快要冒烟了，还是没办法甩开傅炎杰，这不禁让他们2人感到绝望。另一边，江旭把盒饭卖完之后，就啃着手里最后1个芒果，先去办张银行卡。办完卡之后，江旭就先去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然后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没有办公地点，是注册不了公司的，名字叫做糯米文化公司。等后期自己买了办公室，再把地址更改过来。回去的路上，江旭就收到了银行卡到账的短信，稿费打过来了，扣完税19900。林楠还发来了信息，说第3本书的价格需要等到他第2本书上线1个星期后，根据成绩再进行定价。这第2本已经上线5天了，回去之后就先写第3本吧。第3本要写什么，江旭也早就想好了，依旧是爱情小说，不过参考了以前某国电视剧的套路，车祸、重病、失忆，光是这3个要素就可以写个几百万字了。回到家，安诺诺已经在准备下午要卖的饭菜了，江旭立马就过去帮忙。我过来了。屋外传来傅炎杰粗犷的嗓音，他手里端着一个烤炉，还背着一个大包。你弄这个做什么？江旭问道。用来烤淀粉肠的呀。傅炎杰说着，把烤炉放地上，然后又把背包取下来，里面是他刚刚进货过来的淀粉肠，还有一些别的小吃。这小子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中午那2个人怎么样了？江旭又问道。呵呵，傅炎杰一脸不屑，2个软脚虾而已，没多久就投降了，并且保证不会在咱们的地盘继续卖。这只是一件小事。做好饭之后，傅炎杰就自己去卖了。按照他的说法，再叫1个人过来帮忙，说不定又会被背刺。与其这样，还不如他稍微辛苦一些。江旭也就随他了。接下来的2天时间都很顺利，过得也很规律。江旭的第3本小说名字叫做《纯白色恋人》，2天已经写了3万字，给林楠发了1万字的开头。接下来得再找1个人给安诺诺搭手，然后他自己就全力的写书，2边都能赚钱。国都林楠办公室，这都写的什么玩意？烦躁的把1封投稿扔垃圾桶。自从签约了江旭之后，他就好像是把所有运气都用光了，除了周清月勉强过得去之外，其余的都很差劲。咚咚，扣扣响了。林楠点击开来，一看是江旭发过来的邮件，顿时心生期待，肯定是新书，不知道新书是什么类型的。纯白色恋人，点开认真的看了起来，很快他就沉浸其中。没了，就没了。刚刚看到精彩处就发现没了。林楠有种被人撩拨起来，到关键时刻人家就跑掉了的感觉。
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让他十分难受。同时，他也看出了这本书的潜力，绝对是远远超过前面2本的。然后就是价格，让他有些犯了难，肯定不能比第2本低。但是给多了，公司不答应；给少了，林南良心过不去。想半天，他有了主意，直接去找老板商量一下。晚上7点钟，傅延杰回来了。今天生意更好，明天得多做一点。今天扣除掉他们2个的，江旭净收入1100多，是个好兆头。随后，江旭就将安诺诺给送回家。同桌出长城，大晚上的，一个人走在外面是很危险的。现在又不像10年之后，整座城市除了公共厕所之外，全是摄像头。把安诺诺送回家后，江旭就独自返回。一到家，就看到有个女的站在自己家门口。第55章，可恶，被他装到了。一个很漂亮、身材高挑、气质出众、很有御姐风范的女人。你好，请问找谁？江旭走了过去。女人转身看着江旭，嫣然一笑：你是江旭同学吗？是的。你好，我叫王小媛，君越的姐姐。江旭目光一闪，有何指教？王小媛捋了捋额前的几缕发丝，她这2天心情很低落，憔悴了许多。被我追问才告知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拒绝了她，然后还说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于是我就想来看看，能够打败我弟弟的人长什么样。虽然王小媛以前经常打自家弟弟，还老是偷他的零花钱，栽赃嫁祸，但也不妨碍王小媛疼君越。看到他这2天的状态，于心不忍。来见江旭就是想摸摸底，然后看看是否可以制定出一个攻略，帮助自家弟弟把心上人给抢回来。江旭一下子发现了话点。按照王小媛刚才的话，是说安诺诺拒绝了君越，并且跟君越说他喜欢的是自己。溜啊！江旭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这么说，这事马上就要成了。不行，他按捺不住了，现在就想要过去找安诺诺问个明白。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等明天再说吧。王小媛在认真地打量着江旭，发现他貌似也就是比自己弟弟帅一点，高2点，气质沉稳一点，眼神明亮一点。我去，这么一想，自己弟弟好像输得不冤。江旭说：那你现在见到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还得要回去码字呢。王小媛说道：你们暑假去哪里玩？能不能带上我？这刚刚见面也看不出什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得先了解清楚江旭的性格、喜好之类的，才能对症下药。这女人有点啰嗦啊。江旭本不打算理她的，但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而后就笑眯眯地看着王小媛。王小媛被江旭看得有点心里发毛，下意识的就后退2步，双手抱胸，警惕地望着他。哎呦，你干嘛呀？小黑子是吧？江旭有些无语。我没空去玩，现在在创业。王小媛愕然，创业？创什么？江旭简短地把卖盒饭的事情说了一遍。王小媛看江旭的眼神就变了，这小子才高2就搞这些了，厉害啊！哪像他弟弟被一个女孩子拒绝了就垂头丧气的，好想申请换个弟弟啊。好了好了，没空跟你说那么多。江旭摆摆手，我这边还缺人手，得回去想办法。王小媛眼睛一亮，我可以帮忙。你？江旭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会做饭吗？不会可以学啊，而且你不是要找个打下手的吗？这可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了解江旭的机会，不需要太长时间，以自己比对方大4、5岁的年纪，观察个3、5天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就可以选择跑路了。江旭疑惑地看着他，你应该大学毕业了吧，不去找工作？不用啊。王小媛眨了眨眼睛，我妈给我留了一家影视剧公司，有专门的人进行管理，偶尔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签个名行了。哎，我真是个废物啊，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除了继承家里的一家上市公司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就麻烦你雇我吧，让我体会一下底层的辛苦。江旭，好好，这么玩是吧？身边一个个都是有钱人，就自己最穷是吧？可恶，被他装到了。江旭撇撇嘴，你要来也行，1天10块钱，工作时间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好，成交。王小媛想也没想的就答应下来，然后加了江旭的好友，就踩着高跟鞋离去了。江旭回到家又码了一会儿字就睡了。第2天，安诺诺带着早餐就过来了。现在他不缺钱了，每天过来都会顺带带早餐。早啊！少女声音软糯甜美，把早餐放桌上，美眸四下流转。叔叔阿姨呢？他们最近都在店里，很少回来。反正饭店2楼可以住人，也省了每天来回跑，浪费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江旭现在在做什么。这要是每天安诺诺一过来就看到他们2个，岂不是很不自在？像江旭爸妈这么开明的父母不多了，大部分父母在孩子这个年纪，别说谈恋爱了，就是有苗头都会第一时间掐灭掉。哦，安诺诺没有多想，
对了，江旭凑了过来，盯着少女那清澈见底的眼眸。听说某人昨天跟人说喜欢我。少女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小脑袋嗡嗡嗡的响着，说话声音都变得断断续续的。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小脑袋瓜里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江旭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君越说的？但是不可能啊，他们两个一直不对付。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江旭故意说道。不会，那个女孩就是你吧？安诺诺跺了跺脚，我不是，我没有。急了，他急了。别说，他现在这个样子看上去异常的可爱。看到江旭一副我不相信的样子，少女急得都快要头顶冒烟了，像个迷路的小鸭子在原地转圈。最后他没办法，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了出来。江旭顿时有些失望，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不过强者都是善于利用一切条件的。江旭装作有些生气地说，安诺诺同学，你这样做可不地道啊，这些话要是传了出去，让我怎么做人？毕竟我一个纯情小男生，名誉清清白白的，就这么被你给玷污了，让我以后怎么面对班上的同学？老师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往更深处说，万一我以后娶不到媳妇，该怎么办？安诺诺懵了，本来他觉得只是小事，但是被江旭这么一说，自己好像是犯了天条一样。面对盛气凌人的江旭，安诺诺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弱弱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江旭故意板着脸，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事了？不行，你必须要对我进行赔偿才行。第56章，自己弟弟什么档次，也配跟江哥喜欢同一个女孩？少女有些手足无措，我要怎么赔偿？江旭差点没有笑出声来，这小妮子实在是太单纯了。咳嗽一声，江旭一脸正经地说，这个事关我的名声，以及未来娶媳妇的大事，绝对不能马虎大意。所以，要不然你直接嫁给我，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些问题了。安诺诺知道被江旭给耍了，他气鼓鼓地瞪着他，只是这眼神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反而是会让人升起一股想要欺负他的冲动，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惹到我的下场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江旭终于是忍不住上手，在他的脸颊上捏了一下，肉嘟嘟的，手感很棒。你真讨厌！少女后退一步，脸蛋红红的，眼眸中充满了羞涩。老板，我来上班了。屋外传来了王小媛的声音。江旭的大门没关，所以王小媛直接就闯了进来，然后两个大小美女就都同时愣住了。小媛姐，你怎么来了？诺诺，你们两个同居了？两个妹子异口同声，安诺诺马上就绷不住了。啥叫同居啊？这思维跳跃也太夸张了一些。几分钟后，两个妹子都明白了过来。王小媛顿时就感觉有点念姑疼，这问题可就棘手了呀。这两人现在居然天天在一起，就是没感情也得出出感情来啊。自己那傻弟弟还有翻盘的希望吗？没多久，傅妍杰也来了。当他看到王小媛之后，突然就涨红了脸，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的。这位姐姐是？咦？江旭大感惊奇，傅妍杰这是什么情况？害羞了？这副扭扭捏捏的样子可是第一次见到啊。王小媛倒是大大方方的打招呼，你好，我叫王小媛，过来帮忙的。小媛姐姐好。傅妍杰挠了挠头，想看王小媛又不敢看。江旭啧啧称奇，没想到这小子的口味是这种，喜欢年纪大的。不过王小媛正处在一个女孩子的黄金年龄段，各方面都十分的出色，会吸引傅妍杰这种纯情小男生也不足为奇。江旭看破不说破，你们去忙吧。好嘞。傅妍杰一下子就干劲十足，拿出了一个小头目的派头，各种亲力亲为，活脱脱的像一个向异性求偶的孔雀。江旭回卧室去码字了。第3部小说，他预估的字数在30万字左右，哪怕按照一天写3万字来算，也得10天。国都故事会总部最顶层，老板，你就答应我吧，这个作者真的很有潜力的。在故事会老板的办公室内，林楠嘴巴都说干了。故事会老板是个将近50岁的男子，叫做顾立。他有些犯难，你说的这个岁岁安平的作品我看了，的确很不错，只是你这一开口就给他要签字300的价格，就过分了呀。他值这个价的。林楠很是认真的说，他的新书你不也看了吗？这种文笔，这种故事情节，绝对会卖爆的。签字300，投资一个未来的大作家，我觉得很划算。不行不行，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了。顾立不答应，况且要是被别的作家知道了，肯定是会有意见的。这样吧，我最多只能够给他签字200，而且还要在合同里注明一点，如果这本小说后续的销量不行，签字价格要降低。林楠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以的，但他还想要多为江旭争取一些权益，就说道，那么就再加一条，如果这部小说成绩好，那么就得按照成绩的高低进行签字价格的调整。大部分编辑都是对自家的作者很好的，都是尽可能的为他们争取更加多的权益。行吧，按照你说的去做。顾立看出了这部小说
的确是会取得不错的销量，只是他也不认为会达到多么逆天的程度。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要不了多久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后悔万分。正在码字的江旭手机震动了一下，打开一看，是林楠发来的信息。Hello， 你这本纯白色恋人我已经给你争取到了签字200，你看行吗？江旭有点惊喜，这个价格比他预估的要高很多。这样的话，一本书写完，他可以拿到税后5万多的稿酬。立即就回复他说这个价格可以。林楠，那好，我用特快件，争取明天下午把合同送到你手中。江旭，行。还有一个，我成立了工作室，这本小说就以工作室的名字签吧。林楠呀，你好厉害，可以，没问题的。结束聊天，江旭活动了一下手腕，继续码字。这个价格也是给了江旭不小的动力。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在暑假结束之前，自己应该就能赚到最起码20万，到时候再找爸妈要个几十万，就可以拿下一套面积合适的办公室了。安诺诺他们3个去买完菜回来，就开始做准备。王小媛以前基本不做家务，笨手笨脚的，不过为了刺探情报，还是努力的学习着。傅炎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装作很忙很勤快的样子，想要吸引王小媛的注意。只可惜他一直在跟安诺诺小声聊天，也没有刻意的去打探江旭的信息，而是通过旁敲侧击不经意的一些问题，从而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也让王小媛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只是知道这些之后，他更加没底了。比如江旭成绩年级第1，还很有生意头脑，没放暑假之前就带着安诺诺跟傅炎杰赚了不少钱，还有各种才艺，尤其是打篮球贼厉害，听得王小媛都觉得自己的弟弟太弱了，自己弟弟什么档次也配跟江哥喜欢同一个女孩。到了中午11点半，饭菜做好了，傅炎杰邀请王小媛一起去卖一次，他想了想答应了，多了解一下江旭的创业，接下来也能多一些话题。王小媛家里挺有钱的，不过人倒是没什么架子，到了外头直接就坐在了电3轮后面，然后拿出故事会，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傅炎杰，小媛姐，你也喜欢看故事会啊？最喜欢哪一本书？王小媛笑着说，一个笔名叫做岁岁安平的作者，他2本小说都很好，要是有机会可以见见他本人就好了。第57章，他喜欢吃香翅捞饭、香精煎鱼等等，刘月登场。傅炎杰愣了一下，这不就是江旭吗？再看王小媛的神情，眼神当中带着一丝对偶像的向往与崇拜，他突然就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以及升起了一丝的警惕。要是让王小媛知道岁岁安平就是江旭，会不会因此喜欢上他啊？少年第一次产生了担忧，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想着江旭现在是有喜欢的人了，自己要是说出来的话，岂不是在破坏江旭跟安诺诺？这么一想，傅炎杰觉得自己这么做是没错的。王小媛把最新更新的章节看完，有点意犹未尽，把故事会收好，看着傅炎杰的背影，跟我说说看江旭呗。傅炎杰心中咯噔了一下，强颜欢笑，姐姐想知道什么？性格、爱好啥的？他呀，喜欢唱跳、打篮球，以前喜欢跟我一起上网，自从喜欢上安诺诺之后，就抛弃了我。喜欢吃的食物有油饼、果粉、墨蒸、好玩、虾头、香翅捞饭、香精煎鱼、咯咯香菜凤仁鸡、苏山、鸡脚、梅素汁、梅椒羊、美加椒、紫砂。作为好兄弟，虽然但是也不会故意去黑江旭，都是实话实说。王小媛默默地把这些信息给记了下来。几个网吧轮转，1点左右，所有盒饭就卖光了。然后王小媛就震惊住了，一个上午就卖了1300多块钱，其中100多是傅炎杰自己卖烤肠跟其他小零食赚的。抛开这个，净利润700-800，这是一个高2的男孩可以想出来的吗？这不会是重生者吧？顿时他就对江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早上写了1万字。江旭稍微休息一下，看了下时间，12点了，跟安诺诺一起吃了饭，看到他旁边放着一本高3的数学书，就问他有什么不懂的。高3的课程好难。少女轻轻地甩着头发，只看懂了一点点。我来教你。江旭说道。安诺诺眼睛一亮，你学会了多少？江旭，全部。高3的课程他重新全部掌握了。哇，你好厉害。少女的眼睛里充满了崇拜。江旭摆摆手，只要你肯努力，迟早能有我1/10那么优秀的。少女皱了皱晶莹小巧的鼻子，臭美。在江旭的讲解之下，安诺诺很快就进入状态。他讲得很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慢慢的把安诺诺那狭窄的思维给打开，豁然开朗，可以让江旭把更多的知识精华输入进去。安诺诺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一点点的成长。傅炎杰跟王小媛回来了，看到2人在客厅里学习，都放慢了脚步。王小媛小心翼翼地走到2人身后，听了一会儿就不由得露出异样之色，又发现了江旭的一个优点，学习方面遥遥领先。高2刚刚结束，
人家已经开始给小妹妹辅佐高3课程了，而且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水准极高，一般的老师都不一定有这个水准。我的亲弟弟哟，我感觉就算有老姐帮忙，你也是毫无胜算的。王小元在心里如是想着。等等，他很快想到了什么。假如哈，咱是说假如自己要是把江旭给追到手了，那么自己弟弟不就有机会了？越想，王小元就越是觉得这个可行性很高。不过江旭的年纪，他悄悄地拿出手机，打开某个网页，在搜索框里输入21岁的女孩子跟高2的男孩子在一起犯法吗？很快搜索结果就出来了，就2个字，真行。王小元，好吧，此路不通。小姨好久不见。周清月的家里，今天她小姨来了。刘月眼睛一亮，哎呀，小月都长这么大了，真漂亮，真水灵。周清月有些不好意思，没有，我很普通的。自从见到了安诺诺的真容之后，她就被狠狠打击到了。放暑假这几天哪里都没去，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写小说。别说在这种奇特状态下，她思如泉涌，喷发的厉害，创作速度很快。刘月盯着周清月看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月月，你会唱歌跳舞不？周清月愣了一下，而后说：会一点，自己没事的时候跟着电视学的。快给小姨表演一下。周清月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做了。很好，你很有表演天赋啊。刘月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周清月的手：月月，有没有兴趣进入娱乐圈发展？你小姨我现在可是金牌经纪人，眼光毒辣，你只要加以训练，再经过公司的包装，绝对可以大火的。啊！周清月被这一番话给说懵了。我不行的，当明星什么的从来没有想过。周清月她妈妈也在这里，说道：她可以吗？可以的。刘月很肯定地说：我刚刚跟另外几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目前对艺人的需求很大，月月有潜力的，而且还是自家亲戚，肯定不会坑她的。周清月还是摇头：那我读书怎么办？哎呀，傻孩子，你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8线艺人一年收入多少吗？500万起步。周清月震惊了，这么多？刘月，那可不，你就算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出来算你月薪1万，赚够500万也得40多年，而且以你的条件，一年赚个几千万不成问题。想象一下，几年之后，你的那些同学刚刚大学毕业，一个个苦哈哈的，每天只早9晚6，辛苦的挤着地铁、公交，天天汗流浃背的，有可能还要被色狼占便宜。为了省几块钱，连稍微好点的饭菜都不敢吃，一个月只能拿几千块钱工资。而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全国著名艺人，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穿各种名牌，出入各种高档场所，还能见到各种名人被众星拱月，年收入几千万，甚至可能几个亿。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你想要选择哪一种？周清月被说心动了，主要他想到了一点，若是自己成为了全国闻名的大明星，那么江旭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对待自己了吧？他肯定会再次回到自己身边的。第58章，搭了好几年的鸡棚说他救他。江旭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周清月的执念。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喜欢江旭，只是不甘心罢了。就好比你每个月都能什么都不付出就获得1万块钱，但突然有一天这个钱没了，你自然是不甘心，想要重新获得。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周清月慢慢的发现了江旭身上的一个个闪光点，在不知不觉中就喜欢上了这个男孩，并且执念深重。本来他都已经绝望了，毕竟江旭身边有安诺诺那种天仙下凡的女孩，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刘月一番话却给了他希望，若是将来我万众瞩目，披星戴月，你或许就会重新喜欢我了吧。想到这里，周清月再也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自江旭重生之后，最大的变故出现了。前世这个时候，周清月并不在家，而是带着江旭去超市吸他血了，所以就没有碰到这个一年顶多回老家一次的小姨。而周清月的父母一听到以后一年可以赚成百上千万、上亿的收入，都没有反对。一个是信任刘月，另外一个也是抱着女儿早点赚钱，他们就不用工作的心思。当天下午，周清月就跟着刘月走了，她的命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那明天见了。下午，王小元摆摆手，跟几人分别。小元姐姐再见。江旭拍了拍傅炎杰的肩膀，别看了，都没影了，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傅炎杰涨红了脸，你胡说什么呢？我哪里说喜欢他了？理不直气不壮。安诺诺在一旁偷笑，不理你们了，哼。傅炎杰落荒而逃，身后传来江旭嘲笑的声音。随后江旭就送安诺诺回去，想着是不是该买一辆摩托车了。骑车哪有开车舒服啊？不过现在女装摩托车还是挺贵的，起码5000起，暂时先忍忍吧。到了安诺诺的家里，他从车后坐下来，站在江旭面前，微风轻轻一吹，裙摆与发丝随之飘扬，粉唇微起。那个，
我家养的鸡有一些可以宰了，你要吃吗？从江旭所在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鸡棚。他叹息一声，你家的鸡棚没他，我搭了好几年的鸡棚，说他就他，吃，狠狠的吃。少女眨了眨眼睛，有点没听懂。江旭家里没养鸡啊？神神秘秘的，老是说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你家里哪里有鸡棚吗？回去的路上，江旭顺带去了几个书店，发现人很多，停下来观察一会儿。老板，最新的故事会给我来一本。卖完了，不好意思，你去别地买吧。类似的对话在几个书店都听到了。观察了一会儿，江旭就上前询问那老板，老板，请问故事会哪部小说最受欢迎？当然是那些年惨淡的青春跟青春与哀伤都是一个作者写的。旁边一个付钱的顾客也应和了一句，我也是，只不过第二部作者把主角写得太惨了，我看了好几天吃不下饭。狗作者，别让我知道是谁，否则必刀他。这话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共鸣，纷纷怒斥了起来。狗老贼，实在是不当人，要是让我见到他，一定把他吊起来打一顿，然后改写剧情。就是嫩死他都是轻的，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江旭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拔腿就跑。这些人一点文学细胞都没有。不过就观察的这几个书店来看，第二本小说的销量明显就比第一本好。青春与哀伤马上就要连载完毕了，接着第三本也马上就要连上。整个暑假故事会的热度都会在江旭这边。目前江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的作家了，特别是在高中群体。而自己班级里的那些女生们，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了江旭的铁粉，经常给他发扣扣啥的，嘘寒问暖。他如果稍微渣一点，都可以玩那什么粉了，天天不重样的。目前江旭的目标就是先写出10本短篇的，把名气彻底打响，而后再分3条路走。第一条就是自己写大纲，雇佣人来写，自己在背后把控质量就行。反正名气打出去了，只要质量过关，自然有读者买单。这也是很多成名作家会走的路，他们往往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第二条自然就是网络文学了。故事会的巅峰到了2010年，也就是江旭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是一跌到底的那种。网络文学则是崛起，一直繁荣昌盛了20多年。第三条路，影视化，这一条就比较难了，需要资金跟人脉。不过王小源好像是有一家上市影视剧公司，但跟人家还不熟，现在谈合作有点早，而且还有君越这个因素在，人家愿不愿意合作还是两说。目前还是先尽快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吧。爸爸，你回来了。一回到家，安诺诺就惊喜地发现安峰回来了。以往父亲都很少一离开家就是几天、1星期的，安峰的气质越来越好了，眉宇间都带着一股强烈的自信，那是成功的味道。看上去好像也年轻了不少，气质都好了很多。果然，有钱可以让原本一个技术工人发生这么巨大的蜕变。乖女儿，回来了。安峰笑呵呵地拿出几个袋子，看，我给你买的各种名牌衣服、鞋子还有包包。安诺诺自然是开心的，但还是问道，爸，这些很贵吧？还行，加一起1万多。安诺诺手一抖，就要让安峰退了。安峰笑着说，别慌，这次你爸爸我赚了接近100万了，以前让你吃苦受罪，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还有买了2部最新款的手机，粉色的你用，黑色的明天你拿去送给江旭。安峰还是很感激在自家落魄的时候江旭给的各种帮助的。安诺诺傻了，老爸的话让他一时之间难以消化，爸爸这么快居然就赚了接近100万，跟做梦一样。哦，对了，安峰一拍脑袋，还有一样东西，你明天帮我送给江旭。第59章，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不如我就把你娶了吧。狗作者真不当人。呜。王小源家里，洗完澡后他就穿着丝质的睡衣趴在床上，2条腿翘着，一边哭着看青春与哀伤，一边问候某人。从侧面看，他身材曲线起伏不定，观赏性十足。尽管一直在骂，但他还是把回来的时候买的最新一期故事会给看完了。他现在口味被养刁了，除了江旭写的之外，对于别的作者都不感兴趣了。擦了擦眼泪，王小源突然想到一件事，对了，这2部小说都是很适合拍成电视剧的。虽然他平日里生活颇为懒散，但是该有的商业嗅觉还是有的。况且他也是真的喜欢这2部小说，想着要是自己把版权拿到手，亲自监督，一定完美的还原原著。想到这里，王小源就立马拿出手机，照着故事会最后面的联系电话打了过去。很快电话就转到了林楠那边，聊了很长时间。最后林楠说现在有点晚了，等明天他问过作者之后再予以答复。结束通话后，王小源就抱着期待睡着了。啪的一声把灯关了。临睡前，王小源眨了眨眼睛，自己好像有什么事情没做，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算了，既然想不起来，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
他就安心的睡着了。而隔壁房间，君越站在阳台，45度角望天，满脸的哀伤。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说着，把手中玻璃杯里的红色液体一饮而尽，身上所萦绕的悲伤更加浓郁。然后拿起放在栏杆上的大罐可乐，又给自己满上。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应是良辰好景虚设。诺诺，我的诺诺。他醉了，可乐不醉人自醉，悲伤逆流成河。清晨6点钟，江旭准时醒来，一天可以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就完全足够了。洗漱过后就开始码字。这部小说的字数是江旭所规划中的最多的一部，后续的7部字数都在10万到15万之间。有前面3部的名气积累，后面的肯定能要个高价，就没必要堆字数了。8点钟，安诺诺准时到，他2个手都拿着东西，2只宰好了的鲲、早餐，还有一个黑袋子，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江旭把东西接过来，辛苦了，奖励你今天的作业多加1/10。江旭现在每天都会给安诺诺布置一些正经的作业，让他可以保证学习到的东西可以全部吸收掌握。少女鼓着腮帮子，我才不要呢。江旭，女孩子都喜欢说反话，不要就是要。安诺诺，那我要。江旭，行，我满足你。安诺诺不说话了，在口舌这方面，他一直都不是江旭的对手。这个是什么？江旭看着那黑色袋子，哦，这是爸爸让我给你的手机。安诺诺拿出自己的新手机，在江旭面前晃了晃，我爸爸买的，你一部我一部。江旭一眼就认出了安诺诺手里的是天宇的，还是折叠手机，价格不便宜，3、4千。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台触摸屏的酷派手机。这年头酷派还是实力很强大，这台手机也要3、4千。江旭惊奇地问，叔叔发财了？爸爸说他赚了差不多100万了，今天要去把工厂买下来。江旭点点头。安峰搭上那位的顺风车，自此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的。看来前期自己的投资是对的，安峰还是挺知恩图报的。哦，还有这个。安诺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江旭，爸爸让我给你的，里面有8万块，密码是6个8。给我钱做什么？爸爸说你很有生意头脑，这些钱给你，或许可以搞出什么名堂。他说不用你还的。江旭不由得咧嘴，不愧是自己的好岳父啊，还没有完全发家呢，稍微有点钱了，就第一时间想到自己。他也没有虚伪的客套，直接就把卡收了起来，笑呵呵地对安诺诺说，替我谢谢叔叔，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不如我就把你娶了吧。少女经不起逗，脸蛋一下子就红了，然后就轻轻咬了江旭一口，坏蛋。说完就跑厨房里去了。江旭把手机卡换了，刚刚吃完早餐，王小媛跟傅炎杰就到了。等看到傅炎杰的穿着之后，江旭直接就绷不住了，不是，你有病吧，穿成这样，西装皮鞋还梳了个大背头，抹着发膏，这他妈妥妥的韩健造型啊。你懂什么？这个叫做成熟。傅炎杰哼了一声，看着王小媛，小媛姐，你说是不是？王小媛憋着笑点头。等他们3个去买菜之后，江旭就继续码字。9点钟，林楠发来了信息，说他2部小说的影视剧版权有人想买，不过他不知道江旭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就没有答应。今天联系江旭，就只是把对方的电话以及扣给他，而后江旭就用另外一个刚刚注册的工作号加了对方。对方的头像是一栋办公楼，网名叫做群星娱乐公司王董事长，这一看就是工作号。不到1分钟，对方就通过了，发来一个握手的表情。王董事长，你好，我是群星娱乐的老板。江旭，你好，请问你是打算购买我那2本小说的版权是吗？王董事长，是的，关于这2本小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售版权的意愿？江旭，得看您给的价格了。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发来一段文字。王董事长，那些年惨淡的青春，一次性买断30万；青春与哀伤，一次性买断35万。对于这个价格，江旭只能说呵呵了。如果是2、3年版权这个价格，他可以接受，但要是买断，那肯定是血亏的。毕竟这要是运营的好，是可以写好几个系列的，比如某问、某人的电影，几次系列下来赚得盆满钵满。想了想，江旭回复道：2种合作模式，一种是3年版权出售，30万跟35万；另外一种免费授权，但是影视剧所取得的收益我要占30%。消息发出去之后，对面久久没有回复。第60章，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江旭家的客厅里，王小媛看着手机上的信息，柳眉微皱。他今天就没跟着傅炎杰一起去卖盒饭了，昨天该套的话都已经从他嘴里套出来了，这让傅炎杰很是失望。那自己这身成熟帅气的打扮不是白费了？王小媛想了想，打字回复：这个条件有点难以接受。说实话，虽然您现在有点名气，但是还不足以提出这样的条件。尽管他很喜欢这2部小说，但也不可能真的就无脑给钱。
能压价肯定是尽量压价的。对方很快就回复了，没关系，谈不拢就算了，反正这些版权对方除非是出很高的价格，否则江旭都不可能卖断。王小源一阵气结，心想这个作者也太贪了，没有继续聊下去了。放下手机，王小源看着在一旁安静看书的安诺诺，又看了一眼江旭的卧室，好奇地问他在里面做什么呀？昨天他就想问的，一直忍着。在看书呢。安诺诺小声回答。他不清楚江旭想不想让外人知道作家的身份。哦，王小源收回目光，看着安诺诺，露出了八卦的表情。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安诺诺神色有点不自然，舅舅那样。王小源有没有播过？啊？少女一脸的茫然。王小源，哎呀，就是有没有亲亲？没有的，没有的。安诺诺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阵心虚。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现在很没底气，也不可能对王小源说实话，不然君越又得缠上来了。嘿嘿，你们进度太慢了，要是我的话，早就……王小源一阵吹嘘，明明自己一点实操经验都没有，但是在他嘴里，好像经历了多少次，经验多么丰富一样。安诺诺面红耳赤地听着王小源吹嘘，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不好意思听，又忍不住。国都清河娱乐公司，当周清月来到这里之后，立马就紧张了起来。这里的装修在他看来就跟皇宫一样，不免产生了自卑。而且这里的人穿着打扮都好时尚啊，自己看上去就好像是村姑一样，好老土。刘烨看出了他的紧张，抓着他的手，不用害怕，当自己家就是了。这家公司有小姨40%的股份，是妥妥的第一大股东。若是你以后表现好，能做出足够成绩，也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而眼前你所看到的这些衣着光鲜的人，都将为你服务。周清月眼睛发亮。好，先带你去做个简单的测试，看看你的先天表演能力怎么样。刘烨把周清月带到了一个工作间，有好几个男男女女。刘烨拿来一张卡片递给周清月，你按照上面的剧情来表演，别紧张，随意发挥。哦，好的。10分钟后，房间里的几个人都无比震惊地看着周清月。天哪，这你以前真的没有学过表演吗？其中一个男人语气带着惊叹。周清月摇头，捡到宝了。刘烨兴奋不已，月月，你天生就是适合吃这一碗饭的，相信我，将来你绝对可以成为巨星的。他就没有见到过有哪一个同龄人的演技有周清月1/10，加之外形条件、嗓音都很好，这不火都说不过去。刘烨脑袋快速转动着，他公司里现在就缺少一根定海神针，与其花大价钱去外面挖，还不如自己培养，又还是自家亲戚，肯定不会背叛的。而周清月让他看到了希望。很快，刘烨就下定了决心，就这么做。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舞蹈，最近有什么青春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吗？刘烨打算先让周清月出演一个小角色，试试水。舞蹈摇头，目前市面上都没看到合适的剧本或者小说，这可就难办了呀。刘烨皱着眉头，以周清月现在的年纪，演青春校园剧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容易驾驭的，其余的题材都难以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听着两人的交谈，周清月心中一动，想了想，还是小声地说，那个，我有一部小说推荐，不知道能不能行。刘烨实际上没把周清月的话当一回事，不过也没有驳了他的面子，笑着问了一句，是什么？我带着呢，叫做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可好看了。周清月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的书包放下来，从里面拿出3本故事会。刘烨拿过来看了一下，起初还有些不在意，但是很快刘烨表情就变得凝重了起来。等到他看完之后，又给了舞蹈。怎么样，可以吗？周清月小心翼翼地问。太可以了。刘烨很是高兴，我感觉这本小说就是专门为你写的，你要是出演，绝对可以爆火。周清月心头一颤，刘烨的这番话让他一下子茅塞顿开，脑海中快速地把这部小说的剧情过一遍。他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感觉有种莫名的熟悉，现在被刘烨这么一点拨，立即就反应过来，这部小说写的不就是自己跟江旭吗？他湿了，眼睛湿了。原来自己在江旭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他之所以会这样对自己，那肯定是因爱生恨，爱得越深，恨得越重。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周清月忍不住握紧了粉拳，心中默默的发誓，一定要早点成功，然后让江旭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来。舞蹈看了开头之后，也是赞叹道，这剧情、这创意还有人设都很不错，而且我看不需要进行太大的更改，拿过来就可以直接拍摄了。好，那就是他了。刘烨当场拍板，我这就亲自去联系这位作者，把版权买下来。刘烨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立马就展开行动。把周清月安顿好之后，就去联系了。等将来你知道版
版权是我帮你推荐出去的，肯定会很开心吧？周清月喜滋滋地想着。而另一边，很快刘月就通过林楠联系到了江旭，简单的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刘月就爆出了一个让江旭都感到十分意外的金额来。第61章，恋爱脑给我插出去。你好，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购买那些年惨淡青春版权的，现在给您2个合作方案，一个是3年期版权，价格为40万包税，另外一个是合作开发模式，免费授权，将来所开发出来的产品总收益的15%归您。江旭倒是没有想到对方给出了这么优厚的条件。清河娱乐公司他也是知道的，在国内是可以排到前10的存在，当然不是现在，而是10年之后。江旭隐约记得清河最后好像还上市了，市值巅峰时期接近100亿，这个公司的名声还是挺好的，貌似是没有发生什么演员或者员工跟公司有什么纠纷的情况。不过江旭没有马上就答应，而是又问了一句，我想知道贵公司从立项到上市需要多久时间？如果时间太久的话，还是选择拿钱吧。刘烨说道，我们是打算用这部小说来扶持新人的，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从立项到上线最多2个月。像这种青春校园题材的作品，对于拍摄的要求很低，很多场景在室内用幕布就可以完成了，主要是看演员跟剧情，2个月时间足够多了。如果只是2个月时间的话，倒是可以赌一赌，看能不能够拥有更高的收益。如果拍出来的电影爆了，那么收益就很可观了。而且如果真的取得好成绩，后续有很大的概率会拍成电视剧，到时候收益就更高了，等于是拥有了一只可以不断下金蛋的坤坤。江旭，可以，那我就选择第2种合作模式，但是有几点，一个是只卖电影版权，另外一个，若是将来你们要拍电视剧的话，合作模式也要由我来进行选择，这一点也是要写到合同里面去。刘烨想了想说，可以，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这边立马就派人过去跟您签合同，明天中午之前会联系您。江旭，好，那到时候再细谈。结束通话后，江旭就走到厨房。下午5点多了，安诺诺在处理他早上带来的2只坤坤。家里的厨房拥有3种模式，一种是燃气，一种是用电，还有一种是烧柴火的。这是因为江旭他爸爸比较喜欢吃那种用柴火烤的饼，所以特意保留下来的。一只坤坤用荷叶包裹，外边再覆盖上一层泥土，放到柴火灶台里面去烧。另外一只坤坤一分为2，一半用来煲鸡汤，另外一半切成一块块的用来做烧烤。安诺诺厨艺很好，手脚也很麻利，长得又是国色天香，身材完美，性格又这么乖巧可人，将来又会拥有用之不尽的财富。这样的女孩子究竟是谁在谈啊？哦，原来是我在谈，那没事了。安诺诺扭头看了江旭一眼，快好啦，你在外边等一会儿吧。江旭笑着说，我出去看看有没有快递拿，你一个人看家哦。好的，不对，这不是我家啊。安诺诺一抬头，发现江旭已经走了，一张俏脸上那吹弹可破的肌肤上蔓延了一层薄薄的红霞，看上去秀色可餐，异常的可口。轻轻跺了跺脚，引得一阵汹涌，讨厌。来到邮局，江旭找到了故事会邮寄过来的合同，当场打开，把合同看完，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就签字，再邮局回去。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傅炎杰跟王小元也回来了。傅炎杰这小子就跟个跟屁虫一样，王小元去哪就跟着去哪，意图太明显了。哇，诺诺，你做饭实在是太香了。王小元毫不吝啬于对安诺诺的夸赞，心中更是不知道把自家弟弟骂了多少遍，真是没用，这么优秀的女孩，你居然没办法搞到手。安诺诺已经把几道昆菜都做好了，空气当中都飘散着浓郁的香味，鸡汤炖得很到位，汤的色泽金黄，烧烤跟烤坤也都色香味俱全。3个人光是看着都饿了，迫不及待的就动手。安诺诺给大家盛了汤，江旭喝了一口，鲜甜无比，口齿留香，肉也烤得火候刚好，酥酥脆脆的。只可惜年纪不到，不然再配上1罐啤酒，那才是顶级享受。王小元不顾形象的吃了起来，吃一口夸赞安诺诺一次，同时心里把君越给骂了一遍，痛心疾首。这么优秀的妹子，为什么不能是我老王家的儿媳妇？安诺诺都被夸得不好意思了。王小元咬了一口鸡腿，而后对江旭说，我明天不来帮忙了。江旭还没有说话，傅炎杰急了，为什么呀姐姐？唉，王小元发出长长的叹息，本来我到这边帮忙，就是想刺探下江旭底细，然后找到弱点，加以针对，好帮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把诺诺搞到手。但是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君越跟江旭比起来就是个渣渣，只要江旭还活着一天，君越就没有一丝机会，所以啊，就没必要再留下来了。安诺诺满脸通红，虽然是假的，但是被王小元这么当众的说出来，还是羞涩万分。小元姐，
你再多留几天啊。江旭这个人毛病很多，弱点很多的，我都可以告诉你。江旭，好好，就这么出卖兄弟是吧？王小元摇头，不用了，我已经放弃了，赶紧吃吧。哦，傅炎杰情绪低落下去，两只坤坤被他们4个人吃得干干净净的，一个个肚子都撑着了。傅炎杰虽然心情不好，吃的却是最多的。稍微休息后，安诺诺就把碗筷收拾回厨房里面。王小元不好意思，只吃不干活，也跑去帮忙了。江旭拍了拍傅炎杰的肩膀，你们2个不合适，学校里多的是温柔漂亮的妹子，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傅炎杰握紧拳头，谁说的？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小袁姐姐也是对我有好感的。江旭满脸问号，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傅炎杰，今天早上在厨房的时候啊，他跟我说傅弟弟，你真可爱。他说我勤奋努力，不喜欢的话怎么会这么说呢？江旭额头青筋跳动，恋爱脑都给我去使。第62章，难道爱真的会消失吗？那我就先走了，我送你小袁姐。傅炎杰屁颠屁颠的就跟了上去。江旭摇头，这孩子真是倔啊，都跟他说过很多次了，王小元不可能会喜欢他这种小屁孩的，就是不听。明明在最无忧无虑的年纪，可以快快乐乐生活，偏偏要去尝爱情的苦，而大不由爹啊。算了，任由他去吧。江旭也把安诺诺送回家，回来后又继续码字。第2天，安诺诺过来好一会儿，才看到傅炎杰出现。他整个人看上去精神萎靡，黑眼圈很重，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因为王小元。果不其然，傅炎杰在看到江旭之后，直接就抱着他痛哭起来。呜，昨天送他回去的时候，明确的拒绝我了。他说喜欢成熟稳重的，而且还嫌弃我身高不够。我好惨啊，长这么大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就这么失恋了。好，不哭。江旭拍着他的后背，那是他有眼无珠，没有看到你的优点。对了，你的优点是什么？好像还真的没有。长得不帅，身高不够，体育又不行，成绩也一般。这么想，他不喜欢你也在情理之中。傅炎杰怒视着江旭，你还是人吗？没看到我都这么伤心了，还这样的伤害我。江旭下一秒就一脚把他给踹飞，屁大点是在这里唧唧歪歪的，赶紧去干活。去就去，干嘛这么凶啊？傅炎杰很是委屈地说，你以前对我很温柔的，自从安诺诺出现之后，你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难道爱真的会消失吗？安诺诺，江旭额头上布满了黑线，就是要揍他。傅炎杰缩了缩脖子，连忙跑掉了。江旭的电话响了，是昨天刘月说的要签合同的工作人员，跟安诺诺说了一声就出门了。在约定的地点，江旭见到了对方，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男人。双方简单的交谈了几句，随后对方就把合同拿了出来。江旭认真的看过一遍，他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的，但为了防止有什么合同陷阱，江旭还是要求2人一起去律师事务所，找个律师确认一遍比较安全。对方也同意了，随后就打了辆出租车，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经过律师的确认，合同没问题之后才签字，而且这律师的咨询费都是人家出的，还给江旭出了打车回去的钱。江旭一下子就对这家公司的好感度飙升，只要你对我大方，你就是我的朋友，不用早起真舒服啊。王小元伸了个懒腰，一双玉足从被子的2头伸了出来，脚趾头晶莹如玉，可玩程度5颗星。果然自己就不适合上班，只能当一个继承父母巨额资产的废物罢了。王小元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小声嘀咕，经过1个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回心转意，要把版权卖给我。想到这里，他又给江旭发了一条信息，你好，请问你考虑清楚了吗？我给的价格已经是很实惠了。江旭那边很快就回复了，但是回复的内容却让他懵了，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居然已经卖出去了。王小元连忙坐了起来，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没有看错，真的假的？王小元有点难以置信，这才1天时间，怎么就卖出去了呢？他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发送过去，心想这会不会是对方故意这么说的，目的就是想要抬高价格。而江旭很快就回复，说是被清河娱乐公司买走了，具体是什么价格他不方便说，但是肯定比王小元报的价格要高，不然江旭也不会买。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要让这位王董升起紧张感，你要是再不买，另外一部可能很快又要卖掉了。清河娱乐公司王小元是知道的，大股东是业内知名的金牌经纪人，他还曾经挖过，只是没成功而已。王小元打开通讯录就想给刘月打过去，但转念一想又放弃了，直接打过去那就等于告诉他也看上了这个版权，说不定人家又跑过来竞争。算了，还是动用关系去旁敲侧击比较稳妥。王小元等了2个多小时，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的确是被清河买走了，但具体的交易细节就不清楚了。王小元顿时就坐不住了，暗暗后悔，早知道会是这样就不讲价了。
这买卖东西有时候也跟追求女孩子一样，当只有他自己的时候就不怎么在意，一旦出现竞争对象，立马就会把追求者的重要程度提升一个等级。王小源赶忙联系江旭，青春与哀伤这部小说3年版权我要了45万，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他所能给出的极限了。江旭那边也很快就回复了消息，同意了，这个价格已经足够高了，等扣完税拿到手上大概也还有40万，加上他现在手头上的存款，差不多够买一套50-60平方的办公室了。不过既然现在资金足够的充裕，那么不妨就等他把第3本小说给写完，拿到稿费之后一次性买一套上百平米的办公室，到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办公房间扩大，弄个沙发、睡觉的大软床之类的。要是将来跟安诺诺在一起了，还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嘿嘿嘿。王小源这边收到了江旭的同意之后，就打算起身去跟他见面，但转念一想，算了吧，还是不去了。在他的心目中，岁岁安平是身材匀称、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作家，万一见到对方是个胡须拉碴、不修边幅、满身肥肉的，那可真是会滤镜碎一地，会破坏他对美好想象。还是永远别见面了，让自己可以保留最美好的想象。于是王小源就打电话让自己的秘书去签合同，江旭则是把地点选在了刚才那家律师事务所，反正他还没走，签约的流程跟刚才一样。不过略微让江旭不爽的是，这一次对方居然不报销律师咨询费，格局呀格局。打款速度倒是挺快的，签完合同，那个小助理回去之后，不到2个小时就把钱打到江旭银行卡上了，银行卡存款快60万了。江旭看着卡里的余额，心中一动，有了别的想法。第63章，从你进房间倒出来只有2分半钟，要不然干脆就买一套商住一体的办公楼吧，一步到位，以后也可以在那边过夜。1楼用来办公，2楼可以用来做饭、住人之类的。参考他爸妈买的那一栋3层楼的房子，200多万。如果买一套2层的，面积再稍微小一些的，100来万应该是够了。地址的话，就选择离学校不远的，也比较方便。有了目标之后，动力十足。江旭打算把自己码字的字数每天都规定至少在4万字之上，而傅延杰在被王小源拒绝之后，也发愤图强了起来。他要做出点成绩，让王小源看看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说不定就会回心转意呢。晚上10点钟，江旭站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浑身骨头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今天的4万字更新完成了，再有几天，这第3本书也可以写完了。等到把第3本书的稿费拿到手，再去找爸妈要个30-40万，就可以去买房了。关上电脑，江旭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扣，发现今天群里面格外的热闹。翻看了一下聊天记录，才知道周清月居然跑去当演员了。这个消息是李红红爆出来的。不管前世还是现在，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演员都是高高在上、光鲜亮丽、充满神秘的职业。群里面很多的同学都表达了羡慕之情，还有不少人在问江旭是什么感受，怎么看待这件事。江旭能怎么看？用手机看呗。不用说，他自然是很高兴的。这女人跑去当演员了，江旭还真的希望她能够搞出名堂，大红大紫，这样以后就永远不用再见面了，多好。群里还有不少人在恭维李红红的，毕竟周清月跟李红红关系最好，这以后周清月要是火了，李红红说不定也会跟着受益。现在提前跟他打好关系，肯定是没有坏处的。李红红那叫一个爽啊，好久没有被人这样恭维了，心中冷笑，江旭真是有眼无珠。等到以后周清月成为大明星了，你就后悔去吧。江旭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洗漱之后就上床睡觉了。而安诺诺此刻也在看着群里的消息，不知道为何心中莫名其妙的就产生了一些紧迫感。本来他都打算睡觉了，但又放下手机，从抽屉里面拿出还没有织好的毛衣裤，整个已经完成了90%，但是还没有绣上图案。按照安诺诺的预估，正常进度的话，大概还要小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你昨晚没睡好吗？怎么黑眼圈这么重？第二天，江旭看到安诺诺的时候，就发现她无精打采的，眼圈也很重。安诺诺有些心虚的摇头，可不能让江旭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是为了给她织毛衣，一直弄到凌晨2点多才睡觉。安诺诺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昨晚看到周清月有可能会成为光芒闪耀的大明星之后，就想要尽快的把毛衣弄好，送到江旭手中。江旭，你现在去多休息一下，我来弄吧。安诺诺摇头，不用，我没事。江旭，真不用，你去休息。安诺诺，我可以的。这小妮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听话，性格倔得很。江旭也懒得废话，在安诺诺的惊呼声中，直接就一把将她给抱了起来，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哎呀，你干嘛？放我下来！少女挣脱着，力气却不是特别大，一张吹弹可破的小脸蛋，刹那间就布满了红霞。安诺诺很轻，身子也很软，抱着她
就好像是抱着一大团弄湿了的棉花一样。我来了，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傅炎杰就看到了这爆炸的一幕，顿时下巴差点没有掉下来，没敢再上前，而是站在门口一阵捶胸顿足。出生啊，真是出生！我连女孩子的手都还没有牵，你居然已经要探索生命至高奥义了。江旭把安诺诺放在自己的床上，少女那水汪汪的大眼睛明显就带着惊恐，生怕江旭接下来会做什么不该做的举动。不过他明显是想多了，江旭还没有出生到这个地步。把被子扯过来给安诺诺盖上，打开了空调，然后恶狠狠地瞪着安诺诺说，给我好好休息，你要是在10点钟之前出来，我就把你黑黑了，听到没有？少女紧了紧身上的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微微咬着嘴唇，轻轻地点了点头。反抗是不敢反抗的，只有乖乖听话才能勉强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真乖。江旭用力地揉了揉她的秀发，然后出去了。傅炎杰立马就凑了过来，江旭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同情。你啥表情？哎。傅炎杰拍了拍江旭的肩膀，找个时间去看看中医吧，趁着年轻，现在应该是还能够治疗好的，别耽误太久。江旭一脸的问号，你在说什么？傅炎杰，从你进房间倒出来只有2分半钟，假设脱衣服用1分钟，然后擦一擦用10秒，穿衣服用1分钟，那实际上你就20秒，好惨。江旭硬了，拳头硬了。好小子，造谣不用成本的是吧？要不是性别不对，高低让你当场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可怕。2天之后，江旭就把第3本小说写完了。林楠再次大吃一惊，这少年的手速究竟怎么练的？键盘估计都冒烟了吧。江旭前面2部小说都已经连载完了，趁着江旭现在在市场上的热度足够高，林楠又马不停蹄的安排把第3部小说也连载了，并且因为江旭产能太高，加上成绩也很不错，所以等到了第3部小说连载的时候，直接就占据了最好的板块。而江旭也再次提出要提前支取稿酬，林楠欣然应允。下午5点多钟，江旭就收到了林楠打过来的稿费，扣完税差一点点到5万，加上他自己手头上的以及这段时间卖盒饭的钱，65万了。买房。江旭收拾了一下就离开卧室，打算叫安诺诺一起去找他爸妈，只是出来后就没有看到安诺诺。去哪了？客房没有，洗手间也没有，难道在2楼？江旭走上2楼，然后当他看清楚眼前的景象后就懵了。第64章，爸，你拿棍子做什么？客厅里，江旭跟安诺诺互相对视，相顾无言，气氛有点诡异。安诺诺看向江旭的眼神带着愤怒跟委屈，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他愤怒了。时间回到5分钟前，在1楼没有找到安诺诺，于是就跑到2楼去。谁知道一上楼就看到了安诺诺居然正在补衣服，在干活的时候，他的上衣不小心弄破了，于是就拿了针线，趁着没人偷偷的跑到上面去，打算缝一下。谁知道刚刚进行到一半，江旭跑上来了，后面会发生了什么，就是没有脑子的人也猜得出来，于是就有了开头这一幕。嗨，江旭挠了挠头，我啥都没看到，毕竟楼上那么黑。你别说了。少女脸颊发烫，有点无地自容了，她根本就不相信江旭说的话，现在只想要赶紧的离开，于是她说了一句就赶紧走了。江旭觉得他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也就没很跟上。江旭收拾了一下就出门去自家饭店里面。说起来，本来这个时候他应该天天去店里帮忙的，不过没办法，现在自己的事情很多，顾不上来了。来到店里面之后，江旭直接开门见山的对江山说，老爸，你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先给我一点。江山，你要多少？江旭40万。你等等。江山说了一声就离开房间，没过一会儿就拉着陈月也进来了，顺便把门关好。江旭被吓了一跳，老爸，你这是做什么？江旭看到他右手上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陈月表情也是一脸的严肃。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难道是让诺诺怀孕了？江旭满头的黑线。你们在想什么呢？我是这么不靠谱的人吗？也是他鲁莽了，没有把话说清楚，于是就把他最近做的事情，包括写小说赚的钱、卖的版权，这些也都说了出来。听完之后，两夫妻自然是大为震撼。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儿子不可能这样牛皮。等到再三确定，还看到了江旭手机银行的到账短信之后，才算是完全相信。紧跟着就兴奋了起来，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比同龄人厉害，而江旭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好儿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拿钱去。陈月嘻嘻嘻的就跑开了。自家儿子这妖牛，没有理由不支持的。像他们家这种做生意的，一般都会留着备用现金。陈月从保险柜里面拿出来40万，交到江旭手里。江山说，儿子，需不需要我们陪你去？毕竟带着这么多的现金也不太安全。江旭摇头说，不用，在这条街隔壁就有一家银行，
去那边先把钱存进去。现在5点40分，银行还没下班，来得及。也就只有像江旭这么靠谱的孩子，再加上他们两个心很大，才会在江旭这个年纪就这么放心的把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他。背着大书包，江旭到银行把钱存进卡里面，卡里面总共105万，应该是够了。随后他就来到了一家中介，在说出了自己的需求之后，立马就有一个中介小哥热情的给他介绍了起来。目前符合江旭要求的，要在学校附近，要有商住一体性质的就2套房，一套已经有20多年份，比较老旧的了，面积有200多平，总价格165万，他买不起。另外一套是2年半以前建造的，占地面积100来平米，有2层，还有一个30多平米的后院，距离江旭读的高中走路5分钟就能够到达了。从对方给出的照片来看是挺不错的，但具体怎么样还要过去看看才是。这套房给出的报价是96万，江旭提出要去实地看看，这个中介小哥立马就骑着摩托车载着他过去。10分钟后，江旭来到了这栋楼的外边，外形还是挺好看的，贴的瓷砖也很新，没有立马就进去，而是让中介小哥载着自己在附近转了一圈。有一个菜市场，有个幼儿园，有个中等规模的诊所，还有一个大型超市，周边的生活配套是很完善的。江旭很满意，门口是大马路，人流量还是挺大的，要是想做生意的话，还可以在门口摆个摊儿什么的。随后就走进这栋楼，前面还有个小院子，可以放2辆轿车，杂草比较多，看样子有段时间没打理了。开门，等了一会儿通了风之后才进去。这房子是已经装修好的，装修风格江旭还是比较喜欢的，简约大气。按照中介小哥说的，这房子的屋主本来是打算建造给他儿子结婚用的，顺便还可以自己开个小公司。谁知道1年多前发财了，现在全家移民了，这房子也就用不上，干脆卖掉算了。如果屋主没有说谎的话，自己住的房子用料成本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各种家电家具什么的都是齐全。按照中介小哥说，这些家具是要另外算钱的，要再多加2万块，也还能够接受。先看2楼，2楼有2个卧室，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公共卫生间，带干湿分离跟浴缸，整体的房间布局什么的江旭都是十分满意。2楼参观完了，又来到了1楼。1楼的布局装修就是按照办公来的，有一个公共办公区域，放着2排的长条形桌子，这上边可以让6到10个人办公，还有2个独立办公室，一大一小，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阳台的面积也是挺宽敞的，跟客厅相连，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阳台跟客厅打通，增加使用面积。看完之后，江旭基本上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表面上倒是没有表露出太多的情绪，就对中介小哥说各方面都还行，就是价钱方面可不可以减少一些。中介小哥摇头，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屋主交代过的1分钱都不能少的。这个价格在江旭看来也是很划算的，毕竟再过个几年，这里没有个2、3千万也绝对别想拿下来。江旭可是知道，要不了多久，在一些外力的支持之下，江城各方面会突飞猛进，在很短时间内就跃居为1线城市。第65章，江旭，你还打算帮我包多久？像这种手续齐全的房子，只要交钱了，当天就可以拿到证件的。这个中介小哥估计也是刚刚工作没多久，格外的勤劳跟热情，在江旭付了钱之后立马忙活了开来，应该也是动用了他们中介的一些关系，所以江旭从买房到拿到证就只花了2个多小时而已。拿到房产证之后，江旭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真是不容易啊，辛苦了这么久，加上父母的40万以及未来岳父的8万支持，终于全款拿下了一栋小楼房，4舍5入，这不就等于是自己一个人努力买的房吗？房子什么都挺齐全的。江旭趁着天还不是特别晚，就去把大门的锁头给换了，然后给安诺诺发了个信息，约他晚上一起出来逛街。过去几个小时了，那件事情应该过去了吧？最近那么累，第3本书刚刚完结，也该休息2天了。消息发了过去，并没有马上就得到回复。江旭看了一下卡里的余额，买这栋小楼房总共花费了98万，卡里还剩下7万多点，去买辆女装摩托车吧。现在的规定还很宽松，也不需要什么证件之类的。另一边，安诺诺收到了江旭飞来的信息，他内心是想要去的，但是一想到先前那羞人的场景，就忍不住脸蛋发烫，所以就变得有些犹豫了起来。最后经过几分钟的考虑，还是双手拿着手机给了江旭回复。国都清河娱乐公司舞蹈室。呼呼呼，周清月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早上6点起床晨跑1小时，8点开始上声乐课、表演课，持续到中午12点，然后吃中饭休息，下午1点半进行舞蹈与形体课，持续到下午5点。
然后休息1个小时，就又要学习外语、一些高端场合的仪态等等。到了9点钟就可以回去宿舍休息了。不过周清月并没有回去，而是每天都要跑到这边来家训。虽然来了这边没几天，但是已经给他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了。他渴望获得成功，脑海中那个男孩子的影像，每天晚上睡觉闭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浮现，那已经是变成了他的一种执念了。他渴望获得那个男孩子的认可，渴望让对方重新喜欢上自己，所以他拼了命的训练，比别人更加努力。稍微休息一下，周清月就爬起来，对着镜子练习口语、台词等等。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版权买下来了，电影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了。刘越更是力排众议，把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给了周清月。尽管是小成本电影，总投资没超过200万，但是周清月对此也是十分认真的努力着。江旭，等我很快就会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你眼前的，一定。这是你买的吗？当江旭骑着白色的摩托车来到安诺诺家门口的时候，他在看到这摩托车后，眼眸微微发亮。这辆女装摩托造型很漂亮，是他喜欢的那种。是啊，专门为了以后接送你买的，开心吗？才不相信呢！少女微微撅着嘴，坏家伙，最喜欢的就是逗自己了。哼，真讨厌。江旭笑呵呵地把头盔递给他，戴上，咱们去喝奶茶，吃好吃的。好。少女将头盔戴上，小心地上了车，没敢扶着江旭的腰，而是扶着车两边的横铁。坐稳了没？好了，走你。江旭一拧油门，车子匀速前进。有一些鬼火少年在女孩子的时候喜欢来一个突然的急刹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女孩子整个身体就会前倾，撞在人家后背上。不过江旭没打算这么做，小混混、流氓才会做这种事情。哇，好多人呀！来到小吃街，安诺诺忍不住缩了缩脖子，人山人海的。江旭让他不要把头盔摘下来，随后拉着他的手臂，咱们买完东西去别的地方吃。你别抓我手臂啊！安诺诺忍不住挣扎了起来，不过力道很轻，声音更是软软糯糯的，这就跟某些特定场合女孩子说不要一个意思。江旭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多人很容易走丢的，万一有什么色狼之类的盯上你了，可怎么办？外面很多坏人的，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这么淳朴善良？少女小声地说，你最坏了。你说什么？江旭没有听清楚。没什么。安诺诺连忙摇头，我说听你的。哦，走吧。江旭咧咧嘴，这不就牵上了？虽然不是牵手，但今天拉手臂，明天就可以牵手，后天就可能亲亲，再后天。安诺诺全程低着头当起了鸵鸟，要是被同学看到，那可就完蛋了，到时候上学了肯定谣言满天飞。买了2杯奶茶，2根糖葫芦，1份臭豆腐跟2串热狗，都是安诺诺抢着付钱的。能请女孩子吃饭不算本事，能让女孩子主动买单才算厉害。路过一个卖饼的摊位，江旭问他，你时不时有饼？安诺诺摇头。买完东西，安诺诺就迫不及待的要离开了，多留在这边1分钟都挺危险的。等到车子重新启动，安诺诺才松了口气。我们这是去哪里啊？因为开车风比较大的原因，所以少女必须要靠近江旭耳边，她才能听到芬芳的香气扑打在耳朵上，酥酥麻麻的，让江旭不由得心猿意马。他定了定神，笑呵呵地说，把你带去卖了，我又不值钱，那你卖给我当个小媳妇？才不要，你最讨厌了啊！别晃！突然之间摆动车头，让少女失去平衡，下意识的就抱住了江旭的腰。江旭，占我便宜是吧？安诺诺，我才没有，明明就是你使坏。江旭，那你松开手啊！少女不说话了，自己一松开手，车子就又晃动了，说又说不过，打又打不赢，嘴巴鼓鼓的，活脱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等到了他刚买的小楼房面前之后，江旭把车子停下来，扭头看着安诺诺，你还打算抱我抱多久？第66章气抖冷，男孩子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少女连忙松开手，尽管戴着头盔，但是江旭猜测他现在的脸肯定是通红通红的。摘下头盔，安诺诺气愤地瞪着江旭，只是他根本就不会生气，这看上去非但没有半点杀伤力，反而让人愈发的想要欺负他了。江旭把门打开，然后推着车子对安诺诺说，进来吧。这里是哪里啊？安诺诺跟着进去，好奇地打量着，用稿费加上爸妈给的一点钱买的，以后这里就是我办公的地方了。哇，你好厉害啊！安诺诺嘴唇张开，颇为的吃惊，然后就是深深的崇拜了。在这个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每天想方设法骗家里人零花钱的年代，江旭居然就自己买了一栋小楼房，直接就领先了好几个版本。江旭把大门关上，说道，明天我就把家里的书都搬过来，以后你想要看书随时都可以过来。用这个名义打消他的一些顾虑，等到习惯了就会把这里当作是第二个家。好呀。少女点点头。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江旭的险恶用心。进入房间里，两人坐了下来。安诺诺先吃臭豆腐，这玩意放凉了就不好吃了。看着他小口小口的吃着臭豆腐，江旭突然来了恶趣味，咳嗽一声说道：“考你一个问题，要是某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想要侵犯你的坏人，怎么做才能够确保安全的脱离危险？”啊！少女眨了眨眼睛，有些呆萌地说：“呼救！”江旭，四周围都没有人，你只能依靠自己，而且歹徒力量可以轻易的拿捏你。这个问题把他难住了，想了很久，摇摇头，说自己不知道。江旭一脸的坏笑，破局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几秒钟之内拉屎。当恶臭味传来，不管你长得再如何国色天香，都保证没有人会对你感兴趣，就好像是你手里的那臭豆腐一样。安诺诺低头看了一眼，哦，一阵干呕，然后愤怒地看着江旭。哈哈，江旭哈哈大笑起来。少女很是生气，这坏家伙就知道欺负自己。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看着江旭在那边笑得很开心，他立马就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并且开了免提。很快电话接通。哎呀，诺诺，你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呀？这是陈月的声音。安诺诺撅着嘴，阿姨，江旭他刚才欺负我了。什么？陈月的声音骤然提高8度，杀气直接就穿透手机，弥漫整个房间。那小子反了天了，把手机给他。江旭的大笑声戛然而止。安诺诺得意地将手机递给了江旭。妈，谁是你妈？陈月大怒，好啊，江旭，你胆子肥了呀，敢欺负诺诺？不知道他是我罩着的吗？你怎么敢的呀？江旭，少女嘴角上扬，终于找到克制之道了。江旭额头冷汗直流。妈，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端坐于云端之上的母亲大人将万千大道踩踏于脚下，恐怖如斯，根本不是他一个还没有正式踏入社会秘境小小的高中生所能抗衡的。解释？不需要解释。陈月霸气侧漏，我告诉你，不准再欺负诺诺。你要是敢再欺负他，就准备迎接我跟你老爸的混合双打，听见没有？卑微将认怂旭连忙点头，听见了，听见了。哼，记住了，要是敢让诺诺受委屈，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江旭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看着少女那洋洋得意的模样，咬牙切齿地说：“你什么时候有我妈电话的？去你家饭店帮忙的第一天，阿姨就给我了呢。”安诺诺心情愉快，听到阿姨说的话了吧？你要是以后再欺负我，会很惨的。说着还用力地挥了挥粉拳，真开心。以前一直被江旭压着，现在终于翻身了。江旭一阵牙疼，安诺诺同学，你这是不讲武德呀，有本事不要摇人。不，我就要略略略。少女冲着江旭吐着舌头，俏皮又可爱。江旭气急，没想到自己也有翻车的一天。安诺诺居然获得了这么强大的靠山，以后就没办法尽情欺负她了。男孩子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啊？气都冷。哼哼哼。少女哼着轻快的语调吃起了糖葫芦，剩下的臭豆腐她是吃不下了，一看到就会想起刚才江旭说的，这家伙真是讨厌。江旭自己拿起来吃了。啊你！看到江旭的举动，安诺诺一下子惊呆了。他用的是自己刚刚用过的竹签啊，那上面有自己的口水，他怎么可以？这不就相当于贱贱？江旭愣了一下，旋即反应过来，他刚才真没有想那么多，纯粹是觉得不能浪费食物不是？这个时候自然是要装傻了。你在说什么？少女心很慌，但又不能点名，就低着头吃着糖葫芦，不说话了。江旭看了觉得好笑，等东西吃完，奶茶喝完，江旭就邀请安诺诺把整栋楼都参观了一遍，最后来到了后院。江旭看着他，你给点意见，如果是你的话，会把这里进行怎么改造？让他也参与进来，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不断烙印下彼此的印记，最后达到不可割舍的程度。我的话，安诺诺蹦蹦跳跳地走到墙角，这里要种2棵葡萄树，我最喜欢吃葡萄了。还有这里可以用来种点菜，番茄、冬瓜、茄子什么的。这里可以挖个坑，养点鱼。还有这里可以弄个秋千，没事的时候荡呀荡的，肯定很舒服。这里可以用来烧烤。少女的眼睛亮晶晶的，带着对未来的美好与向往。江旭默默地将这些给记了下来，就按照他说的去更改吧。等弄好之后再带他过来，给他个惊喜。时间不早了，江旭骑着心爱的小摩托送安诺诺回去。夜晚凉风阵阵，吹散了闷热，也吹进了2个人的心里。哎，你快看那边！突然，安诺诺发现了什么？第67章，让你调皮，让你调皮，让你调皮。顺着安诺诺手指的方向，江旭看到了在左侧的一家小卖部，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买东西。李红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偷东西。这家小卖部的老板是个70多岁的老奶奶，江旭经常去他那里买东西。
知道他的一些情况。老伴早就不在了，儿子早些年出意外走了，儿媳妇跑了，就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孙子，是他独自抚养长大的。两祖孙全靠这家小卖部活下去。本来因为位置的原因，生意就不是特别好了。谁能想到这个女人居然偷东西？老奶奶老眼昏花了。李红红趁着跟老奶奶讲话，她分心的时候，偷偷的把一些比较贵的东西装进包包里。安诺诺异常的气愤，她怎么可以这样？因为都是住在附近的缘故，安诺诺也是知道这个老奶奶的一些情况的。江旭把摩托车停了下来，对安诺诺说：“你看着车，我过去。”好，你注意安全。江旭拿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然后悄悄的靠近。这年头的手机摄像功能虽然一般，但也还是能用。李红红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应付老奶奶上，丝毫没有注意到江旭已经出现在她身后了。这个女人是真的狠，偷的都还是比较贵的东西，包包都快要装满了，这少说也价值70-80块，甚至更多。对于老奶奶来说，70-80块钱要2-3天，有时候甚至要4-5天才能赚到。这女人真是该死啊！察觉到包包快要装不下了，李红红才停下来，而后随便买了一包5毛钱的辣条，付钱走人。江旭跟了上去，这件事情他不想让那位老奶奶知道，毕竟年纪都这么大了，一直以来都是以诚待人，要是让她知道有小孩心思这么歹毒，必然是十分伤心。走了一段路，李红红突然转身，看到江旭在身后，被吓了一跳，紧跟着就破口大骂：“你有毛病啊，是不是故意跟踪我？”江旭面无表情，上前拉着他的手就往前走去。“你干什么？放开我！救命！耍流氓啊！”李红红大喊大叫了起来。前面10多米就是一个执法庭，江旭强硬地拉着他过去。门口站岗的2个警卫员听到动静，立马就赶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李红红急切地大喊：“救我！这个人要对我行不轨之事！”江旭松开他的手，对2个警卫员说：“我要报案，这个女人偷窃。”“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没有！”李红红被吓了一跳，紧跟着就气急败坏起来。江旭扬了扬手机：“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我全部拍下来了，抵赖不了的。”李红红心头狂跳，肉眼可见的恐惧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回家了。”转身就要跑掉，被江旭一把抓住了，直接就拖着他往里面走，而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给了相关的工作人员看，再把李红红的包包打开，看到里面的各种零食是不是真的，一目了然。“你家住哪里？学校是哪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工作人员严肃的喝问。李红红的年纪摆在那里，关肯定不会关的，顶多就是教育一顿，然后让他把东西还回去。李红红一脸的恐惧，哆哆嗦嗦的，根本说不出话来。江旭在一旁打开摄像头，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最后在工作人员几次询问之下，李红红才交代了犯罪动机。原来是她看上了一套化妆品，但是没钱买，刚好今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她妈妈就给了她几十块钱，让她去买些零食回来。李红红想要贪下这钱，于是就动了歪心思，一边说着就一边流泪，说自己现在很后悔，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江旭心中冷笑，他后悔的应该是被发现了，不是真的忏悔。工作人员把李红红教育了一顿，就带着他去找他爸妈。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就要把这些他偷来的东西还回去。江旭说他出100块钱买下来了，别让那位老奶奶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个工作人员就陪着江旭来到了那家小卖部。“奶奶晚上好，帮我拿1瓶雪碧，不要动的。”“是小旭啊，呵呵，稍等。”老奶奶转身去货架上拿雪碧了。趁此机会，江旭把手里拿着的200块钱迅速地丢到老奶奶半开放前的抽屉里面。工作人员顿时就对江旭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这孩子心地善良啊。在路上，江旭告诉了这位工作人员一些关于这个老奶奶的情况，他对于李红红所作所为更加的气愤了。随后也从这边买了一些饮料、零食，当作是小小的支持一下。从小卖部里走出来，江旭拍的这2段视频都上传到了班级群里面。别说什么他年纪小，要再给他一个机会，都这么大，马上就成年了，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这女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趁着这次的机会，或许可以把她给弄走，自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江同学，怎么样了？安诺诺推着车过来了，别看他外形柔柔弱弱的，实际上力气很大，推着摩托车也是速度飞快。搞定了。还有，又叫我同学，叫哥哥。同学，同学，同学，略。少女冲着江旭吐血舌头，还俏皮的扮着鬼脸。江旭装作凶狠的样子，调皮是吧？让你调皮，让你调皮，让你调皮。而此时在班级群里面，伴随着这2个视频的发布，整个群当场就炸开了锅。我去，李红红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她的良心不会痛吗？居然去偷一位老奶奶的东西，跟这样的人做同学简直是耻辱。本来李红红在班里的人缘就一般，加上她这次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几乎所有同学
都下场对他这种行为表示愤怒。而李红红在被带回家，被父母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狠狠地打了一顿。他心中恨死江旭了。躺在床上，委屈的他正打算给周清月发信息诉苦一下，但是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大量的扣信息。等到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眼前一黑。而另一边的周清月却正在第68章，一台成熟的电脑应该学会自己码字养主人。雪姨姐，我好喜欢你演的戏啊，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在舞蹈室，周清月无比兴奋地看着一个25、6岁左右，面容精致、气质出众、身材玲珑有致的女子。她叫陈雪怡，新生代人气演员，出演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而且本身还是专业舞蹈演员，人气很旺。光是微博上面的粉丝就有500万以上。她也是清河娱乐股东之一，而且是第2大股东。今天难得有空，就被刘月抓过来，专门给周清月进行培训。小女孩都喜欢追星，周清月也是一样，所以在看到陈雪怡之后才会这么的激动。陈雪怡性格也挺好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说话也带着一股独特的温柔跟知性。她笑着勉励了周清月几句，然后就让周清月继续练习。这个女孩子她也挺喜欢的，很努力，在舞蹈跟表演上面都有足够的天赋，好好的培养，或许将来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越自己。好，周清月应了一声，就起身继续练习了。陈雪怡看到周清月边上放着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是最新版的故事会。周清月现在已经集齐了所有江旭发表过的故事会，而越是了解，周清月对江旭就越是佩服。每本小说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同样的精彩，特别是最新的这一本《纯白色恋人》，更是让他看得欲罢不能，所以就导致了他即使是来练习，也带着，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看《纯白色恋人》。陈雪怡嘀咕一声，而后很快就被这个小说给吸引了。这个故事大概讲的是男女主因为一次意外的邂逅，然后就开始了甜甜恋爱。然而没有持续多久，剧情就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女主被车撞了，醒来后失忆，被撞之前对男主痴心一片，失忆后却怎么看男主怎么不顺眼。痴心的男主不离不弃，用尽各种方法去帮助女主恢复记忆。在经过了很大的努力之后，终于是成功的帮助女主恢复了记忆，两人又重新甜蜜的生活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男主被查出得了不治之症。为了不拖累女主，男主就悄悄的一个人独自的逃离了城市，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生活，一个人走完最后一段路。女主疯了的去寻找他，最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里，找到了已经冻僵了的男主。主打的就是一个虐心，这种剧情要是放在10年后写出来，肯定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少有这种剧情，虽然狗血，但是看着还是十分上头的。等到陈雪怡看完最新章节，意犹未尽，心里百爪挠心的，恨不得现在就拿着刀架在作者的狗头上，让他赶紧给姐更新。这么好看的小说，我要分享给我的粉丝宝宝们才是。这么想着，陈雪怡就拿出手机，把这部小说拍了下来，打开微博，编辑了一条内容发布了出去。宝宝们，今天我发现了一部很优秀的小说，名字叫做《纯白色恋人》，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这条内容发布出去后没几分钟，就有不少的粉丝评论转发。哇，很少见到雪雪推荐小说呢，这一看名字就很有食欲。好，我现在就去买来看。雪雪推荐的，一定要买。除了粉丝之外，还有一些关注了他的圈内好友，以及一些刚刚进圈子想要巴结他的新人，也纷纷跟着评论转发。恰好今天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哪个明星塌房，于是这条微博很快就冲到了热搜第10的位置，被更多人看到。陈雪怡一部分忠实粉丝第一时间就去买了故事会，在看完之后，大部分都是给予了好评，然后又跑到微博上进行宣传，进一步扩大了销量。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部分地区的故事会直接就售罄了，一个个书店紧急联系总部，要求补货。总部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当场就懵了，因为对于这次江旭新书的市场预期比较高，所以这次本来就比以往多印制了1/10，首批发货就10万份了。按照预测，应该是要1到2个星期才能够把第一批货给卖掉，现在才刚刚上线2天，居然大部分地区就卖光了。总部的人没时间去查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给印刷厂打电话，连忙再紧急加印10万份。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林楠也是被震撼住了，紧跟着他就兴奋地在自己的办公室又蹦又跳。稳了，这次是彻底稳了，主编的位置非我莫属，岁岁安平忘我呀，哈哈哈！兴奋过后，林楠就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江旭，但转念一想，先等等吧。现在销量虽然很高，但是还没有达到极限，等到成绩更高再告诉他，估计会把他吓一大跳。把安诺诺送回去，回到家后，江旭就把后院的设计图纸给画他出来。
再拍下来发给傅延杰。他家有一部分生意就是做装修的，让他帮忙问问，按照自己的设计图跟要求要多少钱。10分钟后，傅延杰就回了信息，全部包下来的话要1.2万，这是包括人工、材料，还有江旭要求种植葡萄树之类的，一并全部承包了。这个价格，江旭有点怀疑他家能不能赚到钱，于是就问了一句：“亲兄弟都明算账呢，不能白白让人家亏欠。”傅延杰回复说：“利润还是有的，只是给了江旭一个折扣而已。”江旭这才放心下来，洗漱后就睡了。关灯之后，就在思考着第4本书。这第4本书不打算学校园的了，打算写一个新的故事。第2天早上醒过来，江旭吃了早餐，坐在电脑前，却突然什么都不想写，浑身没劲。果然写作不能停，就停了1天，自己就变懒惰了。江旭狠狠地盯着电脑：“你已经是一台成熟的电脑了，要学会自己码字赚钱养主人，知道吗？动起来，赶紧给我动起来！”笔记本电脑第69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诺诺熬夜给我亲自做的。第4本书，江旭打算写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女主小美普通又自信，明明家里穷，但是在公司里上敢骂老板，下敢对员工。男主小帅是上市公司总裁，有着一张面瘫脸，每天都有很多女生追求，但是他完全看不上。直到他遇到了女主，这个让他眼前一亮的女人。别的女人碰到他都是一脸的花痴，唯唯诺诺，唯有这个女人，在见到他之后，非但没有卑微的讨好，还对他破口大骂。霸道总裁心头一颤，多少年了，终于遇到了一个不贪图他钱财的女人了。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然后就展开了一段狗血的男追女的故事。男主放着肤白貌美大长腿，名校毕业，家境优渥的女二不要，偏偏就喜欢长相一般，家境一般，学历一般，身材一般，还脾气很臭的女主。这种类型的究竟是谁在追啊？答案是一群生活在自己幻想当中的小。昨天晚上江旭想到的时候，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太尴尬了。不过虽然尴尬，但是受众群体还是很大的，哪怕是在10几年之后，这个题材已经烂了，但如果拍出来，还是会有不少人喜欢看。书名就叫做《霸道总裁爱上我》。在批评了笔记本电脑一阵之后，江旭就开写了。像这种小说，只要知道套路，写起来并不费劲。整个的剧情走向，昨天晚上在关灯睡觉的时候，江旭就已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加上他前面3本小说打底，所以现在手速又提升了一个档次，1个小时可以搞出6000字。这个速度如果放在网文作者里面，只能算是中等，有大把可以1小时1-2万的。江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写到8点钟就搞定1万字了，暂时不发给林楠，等到第3本书连载完了之后，看看最终成绩再说。安诺诺来了，2个手背在身后，看上去有些扭捏。江旭问了一句怎么了？安诺诺左右张望，看到傅延杰还没有来，就迅速的把2只手放到江旭面前。江旭看到他手上提着一个袋子，安诺诺小声的说：“我最近几天闲着无聊，就织了一件毛衣毛裤，虽然现在天气还没冷，总之就是你要是喜欢就可以收，不喜欢我就拿回去。”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着江旭。江旭愣了一下，从安诺诺手里接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套黑色的毛衣毛裤，上面还有一些图案，造型并不老土，挺时尚的。江旭又看到安诺诺的黑眼圈，立马就明白过来了，这哪里是闲着无聊弄的，根本就是特意为他熬夜织的，而且可能不止1个晚上。江旭顿时心中就升起了无限的感动，直接就躺在了沙发上。来吧，安诺诺啊，来什么？江旭，第一次有女孩子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在下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你真讨厌，不理你了。安诺诺转身跑进厨房里去了。江旭睁开眼，抱着毛衣毛裤，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少女特有的香味，他乐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个傻子一样。江旭，你爹来了，给你看看我的新爱妃。傅延杰走进客厅，就看到他右手上扛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这玩意很贵，没有1-2千拿不下来。傅延杰很得意地说：“怎么样，这造型帅吧？骑在路上绝对回头率爆表。”江旭坐了起来，撇撇嘴：“一般。”傅延杰冷笑：“这可是我姥爷送给我的，价格高达2300块，你这就是纯纯的嫉妒而已。”说起来，他家对他也是挺奇葩的，有什么好东西，比如笔记本电脑、各种名牌的球鞋、衣服之类的，那都是有求必应，但是零花钱却不多。虽然比起班里其他人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但如果按照他家的资产来说的话，就很少了。江旭指着外边停着的摩托车：“那辆摩托车，你进来的时候看到了吧？”傅延杰：“看到了，你爸妈买的吧？”江旭冷笑：“我自己赚的钱买的。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一个只知道跟家里人要钱的富二代吗？就你这个样子，以后能有什么出息？除了继承你爸妈几家上市公司、几10套房产，
几个亿的存款之外，你还能干啥？你还是个啥？傅炎杰被他说的羞愧的低下了头，感觉自己好失败。臭江旭，说话太坤巴伤人了。哎，你手里的是什么？傅炎杰很快就被江旭手上的毛衣毛裤给吸引了目光。现在天气这么热，你拿着这个东西做什么？江旭笑呵呵地说，我劝你还是别知道的比较好，怕你知道了会伤心难过。这么一说，反而是激发出了傅炎杰的好奇心，连连催促着江旭赶紧说。江旭，真要我说？傅炎杰，赶紧的，别废话。江旭，其实也没什么了，就是诺诺熬夜给我亲自做的，你懂那种感受吧？哦，对了，你从来没有收到过女孩子送的礼物，说了你也不懂。痛，就很痛。啪，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呢？这下好了，平白无故又遭受到了暴击。傅炎杰嘴硬道，我才不稀罕呢，不就是一个毛衣吗？我待会就去买他个10件8件的。打击好兄弟也是生活的乐趣之一。江旭继续补刀，没能力的人才会用钱去买，有能力有魅力的人都是靠妹子自己做，然后送自己的。这才认识多久啊，他就这么贴心的给我做毛衣毛裤，这要是时间长一点，各种衣服裤子鞋子都他自己做，然后送给我，我还怎么去外边买新衣服新鞋子？钱都花不出去了，会不会造成商家没钱赚，然后倒闭啊？真是太苦恼了。你就好了，不会有这种苦恼，因为根本不会有妹子送给你，哈哈哈。哎呦，求求你不要再说了，你真不是个东西。傅炎杰眼泪汪汪的，他现在就想要逃离这里。第70章，这女人实在是太狗了。江旭太出声了，对傅炎杰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整个人都不好了。江旭双手一摊，无辜地说，我早就说了让你不要听，你非不听，那能怪我吗？傅炎杰大怒，从现在开始断绝父子关系，持续10分钟。江旭，随便，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最终还是傅炎杰败下阵来，垂头丧气的去干活了。今天来了一个帮手，来给安诺诺帮忙，也是班里的女生，家里条件比较差，也是性格比较腼腆的，叫张圆圆。给的钱比上次给张志强的每天多5块钱。中午饭菜做好之后，江旭看到傅炎杰顺带把烧烤炉也带走了。你干嘛把这个也带走？没用了呀。傅炎杰挠挠头，我看最近傅带卖烧烤的生意很好，就跟我爸商量了一下，在几个网吧中间地段开了一家烧烤店，以后从那家店拿就行了，不需要我那么辛苦。江旭，酒，有钱人就是会玩。江旭回到了卧室，继续写他的霸道总裁。刚写没多久，电话就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想了想，江旭选择接听，随即电话里就传来了周清月的声音，你最近好吗？下一秒就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江旭心里骂了一句神经病，当场挂断电话，然后将这个号码给拉黑。而此刻的周清月正在片场，也只是经过几天的紧急训练，他就要开演那些年惨淡的青春了。今天第一场戏份是多年后回忆校园青春的，导演要求周清月悲伤中带着一丝追忆，他在悲伤方面一直表现得不太好，于是就打了江旭的电话。果不其然，人家没有跟他说一个字就挂断了电话，这悲伤可不就来了吗？周清月迅速进入状态，要是让江旭知道了这个女人打电话的目的，估计会更加气。好，很好，太完美了。第一场戏很重要，本来导演都做好了要浪费好几天时间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周清月第2次就过关了。边上的刘月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周清月给他的惊喜越来越多，他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这部电影尽快上映了。周清月松了口气，而后心里默默的感谢了江旭一番。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呢，本来一天的拍摄时间是8个小时的，但是周清月想要早点把影片拍摄完成，于是就主动的要求加班。男演员脸上笑眯眯，心里都恨死他了。自己的戏份拍完之后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在片场里观看别人怎么表演，做着笔记。学习他不怎么上心，但是表演却无比的专注与认真。片场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夸周清月乖巧懂事，却不知道他曾经把一个少年伤得透透的。下午6点多，傅炎杰回来了。这几天他明显晒黑了，不过看上去更加健康了。除了夸赞他健康，也没别的什么好夸了。把今天的收入分一分，傅炎杰喝了一口肥宅水，然后说道，你们知道不，李红红退群了，而且听一个跟他住很近的邻居说，他们全家都搬家了。这很正常，毕竟那个女人本来就很爱面子，很虚荣的，出了那档子事，她自然是没脸再留下来了。江旭心中一动，那么他家的房子怎么处理？要是要出售的话，价格又合适，自己就拿下来，截取那女人的气运。不知道。傅炎杰摇头，你有兴趣？江旭点头，你门路比较多，帮我去打听一下。傅炎杰，欧坤8K，等我消息。傅炎杰走了。
安诺诺跟张圆圆的家顺路，两个女孩就一起回去。路上，张圆圆好奇地问诺诺：“你跟江旭真的是亲戚吗？”“是啊，怎么了？”“没什么。”张圆圆摇头。这一天时间下来，她总感觉江旭跟安诺诺之间的状态有点奇怪，根本不像是亲戚，反而像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另一边，江旭等到人都走了之后，就跑到卫生间，把门关上，把毛衣毛裤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左看看右看看，啧，真帅气，衣服很漂亮，不愧是我未来媳妇做的，就是好看，真暖和。可不是嘛，大夏天的这么穿不暖和才怪。臭屁了一会儿，才把衣服脱下来，沾满了汗水。算了，洗一下吧。洗完之后晾起来，拍了张照片，发扣空间。配文：在黄昏的余光之下，泛着淡淡的金色，那是我的青春。恶心是恶心了一点，不过江旭还是选择发送。没多久，傅炎杰就第一个留言，3个字：狗东西。然后安诺诺也留言了，是一个微笑的表情。这年头，微笑表情还不带歧视。晚上8点多，江旭来到了新房子那边。今天下午就开始装修了，因为他想要尽快完工，所以就多给了2000块，让师傅们加班。路上买了一些饮料，分给几个装修师傅。江旭就把带来的一些衣服、生活用品跟书籍之类的弄到2楼卧室里去。房间里本来就配备有书架，省了他还要再额外去购买。等弄好之后，装修师傅们也下班了。院子不大，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再有2-3天就能完成了。有点晚了，江旭索性就在这边过夜。反正这里装修好之后也过了很长时间，不会有什么甲醛之类的。傅炎杰发来信息，他打听到了李红红那家了，的确是要出售。房子是90平米的，已经有30多年了，位置也相对偏僻一些，所以他们家报价不敢太高，总价是23万4千，1平方2600。江旭估计应该还可以砍一刀，不过现在自己手头上没多少钱了，买完房剩下7万，买摩托车跟后院的装修差不多2万。现在就看第3本小说的成绩怎么样了，成绩好的话，说不定等第4本小说写完，就够买下李红红家那套房子了。次日中午，江旭收到了林楠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异常的亢奋。你知道纯白色恋人的销售数据是多少吗？第71章，算了，就宠他爸。你知道不？昨天一天就卖了12万册，上线的这几天总销量就突破22万册了，而且现在依旧火爆，印刷厂机器都干冒烟了。不是，江旭惊了，怎么会这么高？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自从故事会创建到现在，单期最高的销量也不过60多万吧。正常情况下，单期1个星期的销量都只有15万左右。现在才新周期第4天吧？没错，你这第3本火了。林楠笑声格外的高，接下来几个星期，你第3本书都得霸榜了。而且啊，我家老板现在估计偷偷的在办公室里面吐血呢。这第3本书签的合同是浮动收益，也即是如果销售数据好的话，江旭会额外获得一笔报酬。保底1期是10万册的销售，超过的话，每多卖出去1本，江旭就能获得5毛钱的收益。就截止目前，江旭就多出了6万块。要是后面几期连载的销售能够保持这个趋势的话，光是这一本书，江旭估计就能额外的多出上百万的收益。也难怪故事会的老板会偷偷吐血了。江旭小小的兴奋了一下，有了这个成绩打底，第4本书价格不会太低了。而且江旭还是打算延续这种合同。至于故事会会不会同意，呵呵，除非他们脑子有问题才会拒绝。但是江旭还是很好奇，怎么突然就爆了？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据我亲自去走访了一些书店所得到的信息，你的书是被大明星陈雪怡关注了，她在微博上宣传了，导致大量的粉丝去购买。什么陈雪怡江旭并不认识。而后话题一转，就说到了新书的问题上。新书开头我已经写出来了，现在发给你。林楠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好，我马上看。结束通话，江旭就把开头发了过去。那边林楠点开邮件，霸道总裁爱上我。光是看着书名，林楠就来了兴趣。等到他把1万字的开头看完之后，一阵抓耳挠腮，好想知道后面的剧情啊！这个岁岁安平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会断章啊？小说瘾一下子就犯了，不行，还想再看。连忙点开江旭的聊天框，输入了一段话：哥，再给我更一章吧，我快不行了，求你了哥，我感觉浑身难受，快不能呼吸了，求求你了哥，就再给我更一章，就更一章就好，今天就再也不碰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现在翻来覆去睡不着，真的已经快不行了。正准备睡下的江旭看到了林楠发来的这段信息，满脑子问号，这什么小日子发言？算了，就宠他爸。又把剩下的4万字都给他发了过去。看到江旭发来的后续章节，林楠重重的吐了口气，活过来了呢，应该够了吧？半小时后全部看完，林楠一脸的不满足，还想要看更多，快
把后面的章节都给我啊！我已经得了不看小说就会虚弱的病了。第二天醒来，洗漱完之后，江旭才想起来查了一下这个叫陈雪怡的，他前世今生都没玩过微波，现在的微波实际上还好，不过再过几年就完全变质了，被网友们称之为 NWC。 陈雪怡第一条置顶的微波就是关于他这本书的，然后第二条、第三条居然也是分别介绍他另外2本书的。陈雪怡在看完了《纯白色恋人》的最新章节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就又去看了江旭另外2本，很是自然的就成为了江旭的脑残粉，无条件的帮助他进行宣传。江旭记下了这个名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就提携一下。而后就回到家里，立马就投入到了码字当中。这本《霸道总裁爱上我》预定字数在15万左右，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江旭一天就可以搞5到6万，今天跟明天就可以写完了。写这么快，错别字自然不少，不过他从来不改，这都是编辑跟读者要做的事情，跟我作者有什么关系？中午的时候，林楠就再次发来信息，他第4本书的稿酬出来了，1000字320，提高了1倍多，不过却少了那个销售激励的，这一点江旭自然不能答应了，直接就回复，那我去找别的公司了。一句话差点没有把林楠给吓坏，这可不行，江旭可是他的摇钱树啊。于是就连忙安慰他，然后就急匆匆的跑去找顾丽了。老板，我就说了他不答应，你还是把那个条款加上去吧。不行，顾丽眼珠子一瞪，让他别太贪心了，1000字320，这个价格已经是1线作家的了，他1个月前还籍籍无名，要不是咱们的平台，他能拥有现在的名声。林楠心中有些不爽，但并没有表露出来。老板您说的对，但是像岁岁安平这样产出极高、质量又好的作者太少了，我觉得按照先前的合同给他，咱们也不亏啊。不亏。顾丽的声音骤然间就拔高了，都怪你，要不是上次加上那一条，我也不会损失这么多，至少要多出上百万。顾丽就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在飙高，林楠也快按捺不住自己的暴脾气了，深吸口气说道，老板，我还是认为不用再认为了。顾丽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就这样，1000字320，爱签不签，平台没了他还能出现更多优质作者，不是非他不可。尽管江旭的能力他看在眼里，但是这种喜欢跟老板讲价的作者他很不喜欢，并且顾丽也认为目前市面上最大的平台就是他们了。江旭去别的地方，那些小平台也根本养不起，最后10有8九还是只能够回来。林楠太阳穴突突的，他这暴脾气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最后还是忍住了，面无表情的从顾丽办公室离开，而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江旭，末了又补充一句，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一定帮你争取到属于你的利益。而江旭听了之后却说出了一番令林楠颇为意外的话来。第72章，好，都来搞我心态是吧？要不然你辞职跟我吧。江旭突然冒出的一句话让林楠愣了一下。啥？江旭说道，我成立了一家文学工作室，现在还没招人呢，要不然你过来跟我一起吧，等以后公司做大了，你就是元老，这靠谱吗？林楠心中充满了怀疑。江旭正色道，怎么不靠谱？只有像我这种热爱文学的人才能够成功，像你现在的老板满脑子只有钱，如何能带领公司走向更高层次？你难道不想要将来手底下作者诞生更多的声名远播的作品吗？难道不想要将来跟我一同去敲钟让公司上市？难道不想将来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江旭的声音充满了蛊惑，空气中都弥漫着大饼的味道。但是下一秒，林楠所说的话却一下子就让江旭绷不住了。可是我18岁的时候，爸爸就给了我一家市值过亿的上市公司啊，只是那家公司是做汽车零部件的，我不喜欢才跑出来当编辑。江旭，好，都来搞我心态是吧？不是，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有毒是吧？傅炎杰是这样，王小元是这样，未来的安诺诺是这样，现在林楠也是这样，你们这样做真的合适吗？深吸口气，江旭就不信了，还拿不下你个刚工作没多久的富家女。他声音一下子就低沉了下去，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啊，有花不完的钱，我已经实现了，告辞。这天是真的没办法聊下去了，万没想到最后林楠还是答应了，主要是顾丽这次做的太过分了，他感觉公司在这种人手里以后的发展不会太大，还不如早点离开。不过他在这边还要处理一些事情，大概2个星期后才能过去。趁着林楠还在这边，江旭就再次要求提前打稿费，先把李红红那套房子买下来再说吧，反正再过个几年时间，房价会飙升10几20倍。林楠一口答应下来，说钱会在几天之内打到他的账号上。结束通话后，江旭目光闪烁，既然故事会那边没办法再继续合作了，那么接下来就得提前组建小说网了呀。点娘2002年5月就成立了，
现在的发展还行，但还没有达到巅峰，而且斗破还没有发表，那是在2009年发的。前世江旭斗破看过不下10遍，除了对整个故事极为喜爱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的后续收入实在是强了，哪怕是完结10多年，还经常可以出现在点娘的畅销榜上。其他的一些平台成绩也极为不错，一年起码几百万的收入，光是靠那一本斗破就一辈子衣食无忧了。此外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虽然不能够100%复制下来，但是大概的框架江旭还是记得的。开个付费小说网站不至于亏本，就是前期的一些投入可能比较大。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傅炎杰了，好兄弟自然是要多多关照的。等到他来了之后，江旭没有直接找他要投资，而是说起了装修的事情，大概还有几天能完工。傅炎杰，我昨天问了，后天就可以了。话说，语气顿了顿，傅炎杰好奇地问，你爸妈啥时候又在那边买了一套房啊？那是我买的，父母赞助了一点点而已。哦，你买的什么？你买的？傅炎杰当场跳了起来，一脸震惊地望着江旭，你哪里来那么多钱？他一直都以为那套房是江旭父母买的，现在却告诉他这是江旭自己买的。不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傅炎杰一脸的问号，不会是去找富婆了吧？有这好事不介绍给我就过分了。首先第一点，你太丑了，没有富婆会喜欢，除非天赋异禀。其次，这些钱是我写书外加卖了2部版权赚来的。版权都卖了？傅炎杰傻了，卖了多少钱？这种事情以前都只是在网上看到啊，现实里还是第一次。不多，40万而已。江旭一脸的云淡风轻，终于也是在这家伙面前装一波了。傅炎杰整个人都骂了，一脸的羡慕嫉妒恨。江旭，你真是该死啊！找了个那么漂亮的女朋友，现在又这么会赚钱，不行，我心里不平衡了，这就去找我爸爸，让他把一家上市公司转给我。江旭连忙拉住了真的打算去找他爸爸的傅炎杰，这货要是真去了，8成会被七匹狼伺候。那个，我有个创业项目，你想不想投资？前面说了那么多，就只是为了让傅炎杰知道自己现在的赚钱能力，然后好转述给他爸爸。这投资的钱肯定是他爸爸出的。什么？傅炎杰来了兴趣，江旭就将自己的创业计划说了出来。傅炎杰听不太懂，什么付费阅读、IP 之类的，但是觉得江旭说的好高深，一听就很厉害的样子，于是就拍着胸膛说，没问题。你要多少投资？江旭沉吟，前期需要用的可能不太多，50万就够了。你可以转告叔叔，这50万的投资我可以给5%的股份吗？别嫌少，如果愿意投，那么签合同的时候我会注明，1坤年之后，如果公司规模达不到预期，我可以出资5000万把你手头上的股份买下来。傅炎杰啧舌，不用玩这么大吧，还5000万？你能给我500万，我都不敢想象了。要是有5000万，我直接洗干净等你。滚！江旭一脚踹了出去，我现在去弄详细的方案，晚上你带回去给叔叔阿姨看。行，去吧。江旭花了1个多小时把详细的方案给弄了出来，以他前世的经验，做个让投资者满意的方案还是很轻松的。等晚上把方案书给傅炎杰带回去之后，江旭就拉住安诺诺，让张圆圆先走。怎么了？安诺诺眨了眨眼睛，嘿嘿。江旭搓了搓手，一脸的坏笑，我今天就要。第73章，安诺诺，你这样很容易失去我的。你说这个投资方案是江旭做的？回到家，当傅炎杰把江旭给的方案拿给傅星汉看完之后，他眼中带着难以置信。是啊，有什么问题吗？傅炎杰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好兄弟初次找自己寻求投资，可不能让他失望了。而且自己听完了江旭所说的，也是觉得肯定能成的。唉，傅星汉突然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紧跟着就把方案放一边，默默地抽出皮带。傅炎杰奇怪，爸，你这是在做什么？下一秒，傅炎杰就发出一阵阵惨叫。打完收工，傅星汉感觉一阵神清气爽。傅炎杰在一旁委屈地抹着眼泪，不是，爸，你为什么好端端打我呀？傅星汉冷哼一声，看到你我就来气。为什么人家江旭这么优秀，小小年纪就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买房开公司了，而你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傅炎杰小声比比，有其父必有其子呗，你的基因就那样，让我怎么优秀起来吗？不出意外的，他又被打了一顿。而后傅炎杰的妈妈听到动静，连忙赶过来询问原因。傅炎杰求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妈妈直接就抄起扫把加入了进来。傅炎杰6把儿子打了一顿之后，傅星汉说，明天告诉江旭，这公司我投了，不过得先说好，钱分3次给，第一次10万，前期得做出一些东西，比如整体框架什么的，否则后续的资金我可就不会再给了。傅炎杰咧嘴一笑，知道了。你要做什么？安诺诺后退一步，看着江旭的样子感到有点害怕。嘿嘿。江旭搓了搓手，
一脸的坏笑。我今天就要让你帮我打扫卫生。安诺诺，好吧，是他想多了。少女脸颊发烫，太可恶了，江旭又来逗自己。安诺诺刚刚打扫完，正要回去呢，江旭就收到了班主任发来的期末考成绩单以及年级排名单。没有意外，年级第一，遥遥领先。不过年级第二居然不是君越，而是一个妹子。君越这次成绩一下子就跌落到了第5名。江旭摸了摸下巴，应该跟自己没关系吧。再看看安诺诺的成绩提升就很巨大了，班级第15名，年级第42名。傅炎杰成绩也提升了些，班级29名，很好。照这个保持下去，傅炎杰可以比前世考个更好的大学。不过想要跟江旭考一个学校，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江旭最想要去的都是魔城大学。只不过上一世因为周清月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一世肯定要去的。而安诺诺应该还是会去第一学府，这一点江旭不打算干预，不会再像前世那样幼稚，喜欢一个人就非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江同学，我班级15名哎！少女在江旭面前又蹦又跳的，无比的开心。停停停！江旭连忙喊住了她，别跳了。安诺诺啊？为什么？江旭太晃眼了，难受。少女歪着头，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嗨嗨！江旭咳嗽一声，走吧，送你回去。正好一次性饭盒、筷子这些没有了，他要去买一些。哦，路上，江旭问了下安诺诺，我帮你成绩提高这么多，你打算怎么感谢我？我刚才说谢谢了呀。少女不傻，一般江旭这么问的时候，肯定是要使坏的，所以就不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什么？江旭声音一下子就大了起来。你说为了感谢我，要做我女朋友？胡说！安诺诺急了，我才没有呢。江旭，什么？还要亲亲？这不太好吧？安诺诺默默地拿出手机，打开拨号界面，第一个联系人就是陈月，然后把屏幕拿给江旭看。江旭，安诺诺，你这样很容易失去我的。这小妞现在学坏了呀，居然不愿意老老实实的被自己欺负。少女笑了，笑起来的时候，一双眼睛像是弯月，可爱至极。到了他家门口，江旭停了下来，安诺诺扶着他的肩膀下车，脆生生的说了句谢谢。江旭，你还没说要怎么感谢我帮你提升成绩呢。安诺诺脸红扑扑的，把脑袋低了下去，等了几秒钟才抬起头来，声音微弱，那你把眼睛闭上。江旭心脏就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要？这不太好吧，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第一时间就闭上眼睛。看到江旭闭上眼睛，少女眼中闪过一道狡黠之色，然后用力的在江旭腰间拧了一下，快速的跑开。打开门后，冲着睁开眼睛的江旭扮了个鬼脸，再见了，这就是我对你的感谢。江旭牙痒痒的，好好好，安诺诺，你就等着明天被我制裁吧。这小妮子现在胆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不过这样才有意思，你越是反抗，我就越嘿嘿。掉头去买了一次性餐盒跟筷子。江旭正打算回去呢，就看到了前方一辆很豪华的车子上下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安峰。仔细一看，的确是他。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安峰下车之后，紧跟着就有一个穿着打扮很时尚、很贵气、身材也很哇塞的女人走了下来。江旭定睛一看，这不是张小慧吗？这也不重要，毕竟自己跟她没什么交集。重要的是，两人下车之后，张小慧居然主动挽着安峰的手臂，言行举止都是颇为的亲密。安峰也是没有拒绝这种行为。江旭心神微震，他们两个这么快走到这一步了吗？随后就看到他们两个四下张望了之后，就朝着一个小巷子里走去。我去，这么会玩！江旭目光闪烁，把摩托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后悄悄地跑了过去。这片地区他很熟，不担心会被发现。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既安全，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也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位置。第74章，叔叔，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阿姨跟你女儿知道吧？几天没见，有没有想我？张小慧的声音响起，很是妩媚，听上去充满了魅惑。安峰苦笑，你刚刚突然出现的时候，都把我吓了一跳。这要是被我老婆女儿看到……张小慧撅着嘴，看到了就离婚吗？我难道不比你老婆好？安峰，各有各的好。张小慧，你要是跟他离婚了，我肯定会倾尽全力的帮你，让你的事业突飞猛进，达到一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安峰很是认真的说，如果我是那种为了利益就抛弃老婆孩子的人，你还敢喜欢我吗？我现在可以为了利益抛弃他们，以后肯定也可以因为这个抛弃你。张小慧声音小了一些，你说的也对。接着就响起了一阵阵作作作的声音，看得江旭一阵羡慕，不尴尬。不得不说，安峰 CPU 人也是很有一套的，这么一个女强人，现在在他手底下服服帖帖的，要不说人家前世可以成为首富呢。
作了10几分钟，江旭都快要打瞌睡了，他们才停了下来，然后又说了一些听上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话，然后就离开了。江旭等了1分多钟才出去，就看到安峰独自一人走路回家，张小慧的车则是开走了。江旭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出现在他面前拦住了他。安峰愣了一下，然后就笑道：“小旭啊，好巧，你怎么在这里？”江旭淡淡的说：“叔叔，我刚才都看见了。”安峰笑容消失：“你都看见什么了？”江旭：“你跟张小慧亲密的。”安峰脸色微变，想要解释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解释。江旭没有理会他的表情变化，继续说道：“叔叔，张小慧比阿姨更年轻，更漂亮，当然也更有钱。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糟糠之妻不可弃。还有诺诺，你要考虑一下他的感受。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吗？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江旭反正是这么认为的，毕竟稍微有钱的，哪一个不是在外边有女人？不过玩归玩，家庭肯定得维持住的。江旭可不想看到某一天安诺诺知道自己那看上去憨厚老实的爸爸居然做出这种事情。安峰表情凝重：“你放心，我肯定把这个秘密永远保守。”那就好。江旭话音一转，立马就换上了一副八卦的表情，冲着安峰挤眉弄眼：“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把那个女强人拿下的？”虽然在第一次知道安峰救了张小慧之后，江旭就有所怀疑，两人可能会搞到一起，但是现在自己亲眼见到了，还是很吃惊，并且无比的好奇。安峰对于江旭的表情变化有点不适应，不过看到他一脸的好奇，眼底深处带着些许的崇拜，安峰还是略显得意的说了出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张小慧各方面都是无比的优秀，就导致只要见过她的男人，就没有不对她心生爱慕的。但是安峰却是个例外，他见到过张小慧很多次，但是眼中都没有那种男人对女人最本能的冲动，这就让张小慧心中好奇，于是就对他展开了各种试探。这试探来试探去，两人就好上了。江旭除了心中羡慕，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有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红颜知己，想不成功都难。末了，安峰又嘱咐了一句：“记得保密啊。”放心吧。江旭拍拍胸口保证：“我绝对不会让诺诺受到伤害的。”安峰彻底放心下来了。然后两人分道扬镳。江旭心情还是很好的，起码安峰现在有一个大大的把柄落在他手中，要是将来不同意自己跟安诺诺在一起，就可以用这个来威胁他。叔叔，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阿姨跟你女儿知道吧？嘿嘿，虽然这个手段可能脏了一点，但是只要好用就行。第二天，傅炎杰就带着好消息来了，这在江旭意料之中，合同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好了，用的是最简约的格式。傅炎杰看过没问题之后就签了字，顿时腰板就挺直了，站在椅子上，嗨嗨，作为公司2股东，我简单讲2句。安诺诺小声地对江旭说：“我可以入股吗？”他是很相信江旭能力的，同时也有一些深层次的，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在干扰。江旭点头：“当然可以啊，你有多少钱？”安诺诺本来只有2000多的，但是昨天爸爸回来后，突然又给了我5万块，说女孩子手头上要有点存款才是。我不肯要，他非要让我拿着，还不让我告诉妈妈。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眼睛里还带着些许的疑惑。不用说，肯定是安峰心虚了，并且还产生了愧疚，于是就打算用钱来弥补，不应该说是让他自己弄个心安。想到这里，江旭就一阵咬牙切齿，心中极度的不平衡。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给女儿这么多钱，而我这个发现你秘密的，居然1毛钱的封口费都不愿意给？安诺诺既然要入股，那也可以，按照投资金额给他0.5%的股份。安诺诺喜兮兮的就跑回去拿钱了。傅炎杰异常的羡慕，你就好了，有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友，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而我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圆圆姐追到手。这家伙到现在都还不死心。江旭也懒得劝他了，就跟曾经不管傅炎杰怎么劝自己不要再舔周清月，但是自己就不听一样。说曹操就到，王小元突然到访，傅炎杰就跟闻到味的狗子一样，立马就扑了过去，各种讨好，看得江旭一阵翻白眼。没必要舔成这个样子吧。突然想起来一句话，马戏团里你最忙，歌坛室里你最狂，麦当劳前你站岗，扑克牌里大小王。王小元礼貌地跟傅炎杰说了几句，然后就走到江旭面前，有空没？江旭弟弟，找你说点事。第75章，眼镜一摘，火力全开。看到王小元是特意来找江旭的，傅炎杰有点吃醋，连忙开口说：“江旭很忙的，有什么事情找我，我能帮你的。”王小元笑了笑：“这个事情你可能帮不了。”傅炎杰：“怎么可能？只要你一句话，不管什么事情，我都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王小元眼睛一亮：“真的吗？高2的奥数你也会？”傅炎杰：“啥？
王小媛，是这样的，家里来了一个小表妹，今年高2了，有几道题不会做，就问我，然后我也不会。现在的学题实在是太变态了，连我这个大学毕业的都做不出来，于是就打算来找江旭了。如果你会做，就帮帮我。喂，傅延杰拿出手机，哎，我是，你这个是吧？越说人越走远。王小媛，江旭问道，你弟弟难道也不会？王小媛叹息一声，他废了，现在一天到晚就知道借饮料消愁。江旭无语了，既然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江旭也就答应跟他回去看看。临走前拍了拍安诺诺，我出去一趟，好好看家哦。知道了。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安诺诺距离完全变成自己的形状已经不远了。王小媛开轿车来的，江旭坐在副驾驶上，就看到王小媛系上安全带，身材曲线很惊心动魄。以往见到她都是穿的比较宽松，没想到也这么的有实力，这起码也有椰子的规模吧。王小媛发现了江旭的目光，也不害羞，笑嘻嘻地说，姐身材好不？江旭，还行。王小媛眼中闪过一道异色，你想不想？江旭，不负责的话可以。王小媛，滚！车子启动，半个多小时来到了王小媛家里。他家很大，一栋4层别墅，前后院加起来都有2-3千平方米了，狗大户一个。王小媛带着江旭来到了3楼书房，门推开，一个戴着眼镜、绑着双马尾、穿着 JK 的妹子就站了起来，身高1.6米左右，皮肤很白，脸上有几颗青春痘，颜值还是很高的，满分100的话可以打个90分，看上去一脸的乖巧。江旭一看，好家伙，眼镜、双马尾跟 JK 都集齐了，突然就想到了雷总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不爽死了。姐姐好，这位哥哥好。少女声音软软的，听声音就给人一种是乖乖女孩的感觉。王小媛给双方介绍，这我表妹江小妍，这我朋友江旭。江旭笑着点头。王小媛说，那你帮忙给我表妹看看，我去给你们拿水果。等到王小媛走了之后，江小妍拉开椅子，有些羞涩地对江旭说，哥哥请坐。这个女孩给江旭的第一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乖巧可爱，也懂礼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网友说的一样，长得越乖玩得越嗨。眼镜一摘，火力全开。江旭坐了下来，问道，哪道题不会？拿出来我看看吧。在这方面江旭还是挺有自信的，别说是高2就是高3，绝大部分的题他也基本上能够做得出来。江小妍从边上把一个作业本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很不好意思地说，就是这道题不会，麻烦哥哥了。江旭拿过来定睛一看，第一眼好像看眼花了，再看一眼，脑袋里就冒出了一个个问号，什么玩意？他看着一脸乖巧可人、人畜无害的江小妍，你确定这是高2的数学题？没跟我开玩笑？江小妍眨了眨眼睛，是呀，怎么了哥哥，是有什么问题吗？江旭说，你这个题目从哪本书看到的？给我看看。江小妍眸光微闪，那本书我没带。呵呵。江旭冷笑一声，我可不是王小媛那个笨蛋，你这根本不是什么高2数学题，而是世界10大未解数学题之一。别说是你那个笨蛋表姐了，就是我也解不开啊。果然，眼睛妹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被江旭识破了。江小妍干脆就不装了，把旁边的椅子拉过来，面对着江旭坐下，双腿交叉，右腿叠在左腿上面，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线条弧度。江旭目不转睛地看着，江小妍冷哼，登徒浪子。江旭认真地说，君子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吾乃赏美，非色批。江小妍，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他嘴角微微翘起，身上那股甜美的气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跟年龄不符合的成熟，甚至于江旭还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女强人的特质。一瞬间，江旭就给他做出了评价，要么是一个性格怪癖的，要么就是喜欢扮猪吃老虎。江旭更倾向于后者。江旭问道，为什么要耍你表姐？江小妍，她太啰嗦了，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本意是想让她知难而退，谁知道居然去找了外援。说完，江小妍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江旭，你是我见过的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高3的课程都看完了吗？看完了。江旭点头，来比试一下。江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有趣的妹子，从她的身上更是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对手的感觉。江小妍柳眉一挑，来。于是两人就展开了比拼。先是数学方面，各自出10道认为最难的题给对方，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解开的，都是用时10分钟，1分钟一题。然后是文学、生物、地理，甚至是最后面到了哲学，两个人竟然也是平分秋色，打了个势均力敌。随后他们看向对方的眼神就发生了变化。在这期间，王小媛本来是拿着水果上来的，看到他们两个那么的认真，就很欣慰的退了下去。江小妍站了起来，
一双美腿绷得笔直，轻轻地扭动着腰肢，一步步地朝着江旭走来。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江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张完美无瑕的脸蛋，以及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悠悠香气。他把脑袋凑了过来，定定地看着江旭，而后说出了一番让江旭很意外的话来。第76章，姐姐看人真准，我要做你女朋友。江小妍语气轻柔，但是却蕴含着一股霸道，似乎是在说，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在命令你。江小妍是天才，那种最顶级的天才，但凡是天才，总归是有一些不同寻常地方的。就好比江小妍说话直来直去的，当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只有像江旭这种在江小妍认为是同类人的情况下才会显露自己的本性。正常情况下，他在同学或者长辈面前都是一副乖乖女的模样。江旭摇头，没兴趣。为什么？江小妍不解。他吐气如兰，因为距离的缘故，所吐出的芳香之气扑在江旭脸上。江旭，你太聪明了，这要是在一起了，什么秘密都瞒不过你，很没劲。有些女人虽然看上去很漂亮，但是浑身长满了刺，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把自己弄得满手是血，真的是无趣呢。江小妍坐回原位，她能够主动提出这个想法，已经是做出让步了。江旭不答应，也不会死皮赖脸。江旭看着他，心中一动，从刚才咱们的交流来看，你在数学方面很牛，会编程吗？会一点点，也就是暑假自己写了10几个软件，自己创建了一个网站吧。他一副云淡风轻地说，并没有带着炫耀的成分，仿佛是在说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江小妍来说，这的确是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江旭顿时就眼睛一亮，他现在正愁要去哪里找一个靠谱的技术人员，来搭建自己的小说网站、支付体系、防盗版这些，于是就对他发出邀请。江小妍来了兴趣，跟我说说你这个公司的未来规划。跟聪明人交谈，没必要耍什么小心眼。江旭把能说的都说了。江小妍微微颔首，不错的规划，网络小说我也有所了解，直白，节奏轻快，量大管饱，而且成本低，是大部分人娱乐消遣的好选择。给我10%的股份，不要工资，我技术入股。10%的股份，江旭也不是不舍得给，前提是得看看江小妍的实力。江旭，可以，那么你就先把网站搭建出来，要完整的。等我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了，咱们签合同。江小妍成交。而后江旭就把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目前还是 PC 端的时代，要等到2011年水果 4S 出来之后， PC 端才开始走向没落。最后两人加了好友，江旭就起身离开了。走到1楼，就看到王小媛毫无形象地躺在沙发上，两条腿放在桌子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发出傻呵呵的笑。果然是愚蠢的大学生啊。不过他的腿是真大啊。不对，他的腿真圆。也不对。哎，你好啦。王小媛连忙起来。江旭瞪了他一眼。这叫什么话？那这个给你，就当做是感谢这次的帮忙。王小媛拿出100块给江旭。哎呀，大家都是朋友，不需要这么见外的，拿我当外人了，是不是？嘴上这么说着，手上的动作可一点都不慢，麻溜的把钱揣自己兜里。王小媛，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哪一点吗？江旭，帅，有才华。不对，是不要脸，超级不要脸。江旭怒了，你这是在污蔑我。王小媛于是又掏出100块塞他手里。江旭嘿嘿一笑，姐姐看人真准。王小媛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好了，不跟你说废话了，送你回去，我要去收拾东西了，明天要去剧组。江旭，要拍戏？是啊。王小媛点点头，最近刚刚购买了一部小说版权，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青春与哀伤》，写得很好，拍出来的话肯定能够大卖。只可惜另外一部《那些年惨淡的青春》被别人抢走了。江旭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无比古怪起来，原来是他买了自己的版权。要不要告诉他这小说是自己写的？想想还是算了吧，不知道是最好的，不然要是下次他又要买版权，打熟人感情牌就麻烦了。把江旭送到家门口，王小媛把车窗放下来，冲着江旭抛了个飞吻。我走了哦，你刚才在我家里的表现真棒，下次有需要还找你，钱不会少你的。说完一脚踩下油门。好巧不巧的，安诺诺、傅炎杰还有张媛媛刚刚走了出来。安诺诺跟傅炎杰两人听到这话，整个人都不好了。傅炎杰冲了上来，一脸的悲伤。你们两个那啥了？安诺诺下意识的就双手紧紧的握住，屏住了呼吸。江旭没好气的说，那个女人一肚子坏水，指的是我辅导她表妹很好。哦，原来是这样。傅炎杰松了口气。我就说嘛，媛媛姐连我都看不上，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你这种货色？江旭，安诺诺也是悄无声息的把手松开，紧绷着的脸也重新变得轻松了起来。江旭无语摇头。啊，不想上班啊。林楠看着键盘，一脸的绝望。
本来他是最为勤快的一个，但是现在决定要离职了，顿时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就想摸鱼混日子。只是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又没办法马上离开。林南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小破班，怎么天天都要我上你？洗不洗我的大键盘？这就用大键盘敲死你！怎么只留了这么一点薪水？小破班，说，你的前任员工也像我一样，每天敲这么久的键盘吗？就在他魂飞天外的时候，财务部的同事打来电话。林南一个机灵，回过神来，连忙起身跑过去。应该是他帮助江旭申请的提前支取稿费的事情。本来这次顾丽是不怎么愿意提前的，但是在林南多次的坚持骚扰一下，顾丽才勉强同意。等到把这次分成的稿费给江旭打过去之后，自己就可以递交辞呈了。来到财务部，林南跟几个同事打了招呼，而后就问道：目前岁岁安平的稿费有多少啊？第77章，书到用时方恨少，好多山和好多草。财务部的主管颇为感慨地说，居然有16万之多，实在是太了不得了。林南对于这个数字也是十分的吃惊，然后就笑道：是啊，我这个作者是个快枪手，码字速度超级快，活该他赚钱。本来他预估有个10万就差不多了，他这2天在忙别的事情，所以没有关注销量。不知道随着口碑的发酵，销量一天比一天好，全国上千家门店有 95% 以上都是天天售罄。林南确认了一下数据，发现没问题之后就签字了，亲眼看着财务把稿费打到江旭的账号上才离开。接下来他离职之后，后续的分成稿酬就只能够每天到固定时间打过去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林南就发消息给江旭，问他稿费到账没。来短信了。江旭打开一看，乐了，稿费居然到了，还15万之多。有了这笔稿费，加上他手头上的几万块，再讲价，差不多就可以把李红红那套房子给盘下来了。而后就回复了一下林南，说已经到了。接着林南立马就回了一条：快给我小说的后续章节，我一天不看浑身难受，快不行了。我已经变成了不看就会变成小笨蛋了。江旭，大姐，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无语的把最近更新的几万字都发了过去。这本霸道总裁爱上我马上就要完结了，还有几天时间。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改变了策略，那么这本书江旭暂时不打算上实体，他另外有新的打算。下午傅炎杰卖饭回来，就告诉江旭房子装修好了。等安诺诺回去之后，他就跟着傅炎杰一起过去看了。这房子位置不错，装修也挺好的。傅炎杰也是首次来，看完之后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后就参观了1楼的2个办公室。小的那个办公室是我的吧？不是。江旭笑骂道：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傅炎杰双眼一瞪：我是2股东，难道还不能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了？你是3股东，2股东另有其人。此外，你要各批的办公室，想打游戏去网吧。傅炎杰大怒：你敢这样跟投资者说话，我要撤资！江旭冲着他竖起中指，不再理会这家伙。来到了后院，登时就心情舒爽了起来，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所弄的，葡萄树、秋千、养鱼的小池子等等都安排上了。另外，院子头顶上还加装了一个亚克力罩子，就算是下雨了，也可以坐在院子里，一手拿着阔乐，一手拿着辣条，吟诗一首。书到用时方恨少，好多山和好多草。墙壁上还挂着3排的花盆，种着各种小花，有一部分已经开了。这首次来到这里的人看到这里，必然是会感觉自己走入了一个世外桃源。很好，今天晚上就把安诺诺给约过来，然后在院子里来一个烛光晚餐。吃的差不多了，再故意把灯关了，然后嘿嘿，完美。江旭查了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报，没月亮，希望是准确的。而后江旭就去傅炎杰买的那套别墅里参观了下。本来早就答应他要过来的，但是一直没时间。这家伙把整个别墅都搞成了电竞风格，1楼是休息玩乐的，2楼是一台台高端电脑，3楼是个自助餐的区域。只能说有钱人就是会玩。江旭在这边陪着他打了几把 CF， 就去菜市场买菜了。来到菜市场后，就一边走着一边给安诺诺发信息，邀请他晚上过来。很快的，安诺诺就回复了消息：我今天去不了了，回来之后就肚子好痛。江旭立马就询问怎么了，没，就是肚子很痛，睡一觉就好了。江旭懂了，这是来亲戚了。会痛，那是身体里的寒气比较重。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世看到的一个新闻，一个女孩子大夏天的痛经，然后情急之下坐在了一个被太阳暴晒的石墩上面，然后神奇的发现痛经没了。有一些比较损的网友还说这个叫做大火收支。当然，江旭不可能抱着一个大石墩去他家。女孩子这个时候心里相对的脆弱敏感，正是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时候。江旭立马就从菜市场出来，去附近的水果店买了2个榴莲，让开了一个，用袋子装好。
冷知识：榴莲是热性水果，吃下去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比什么红糖水好多了。缺点就是贵。来到安诺诺家，敲了敲门，李媛娟开门的。现在她不需要去上班了，又有钱了，穿着打扮都贵气了很多，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希望她永远别知道自己丈夫在外头做的事情。是小旭啊，快进来。李媛娟见到江旭后，喜笑颜开，无比的热情。江旭点点头，谢谢阿姨，那我进来喽。看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东西做什么？李媛娟有些嗔怪。江旭憨憨一笑，随便买的一点。诺诺呢？我听他说身体不舒服，方便让我去看他吗？可以啊，他在卧室里，你自己进去吧。李媛娟现在对江旭很放心，从他看江旭的目光来猜测，估计都巴不得早点抱孙子呢。他还是老一辈人的那种思维。来到安诺诺房间，轻轻敲了敲门，门没关，一推就打开了。安诺诺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额头在冒汗。床头柜放着一个喝了一半的红糖水，的确是来亲戚了。走到他面前，安诺诺才察觉到，声音很虚弱：“你怎么来了？来帮你解决痛苦的。来，我扶你起来。”小心的将安诺诺扶起来。江旭把榴莲拿出来，来吃一点，会对你有帮助的。安诺诺皱着眉，好臭，很多人是闻不惯榴莲味道的。喜欢的，又很喜欢。江旭安慰，吃一点，可以缓解你肚子疼的。安诺诺，不要。江旭，你要是不听话，我就登录你的 QQ 号，在群里发消息说你喜欢我。安诺诺表情很纠结，最后深吸一口气，下了很大的决心，红着脸把嘴巴张开些许。江旭无奈地说，张大一些啊，你张开那么小，都放不进去。第78章，阿姨，你怎么能偷听呢？一口榴莲下去，安诺诺眨了眨眼睛，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吃哎，味道闻着是不怎么好，但吃起来还可以。江旭又拿起一块放到他嘴边，我自己来行吗？安诺诺小声地说，这种被人喂着吃东西的感觉，他有点不习惯。江旭，你手脏，还是我来吧？我手不脏的。少女有些委屈巴巴的，看得江旭好想 RUO 一下。在江旭的强硬之下，安诺诺腮帮子一直鼓鼓的，把所有的榴莲都给吃完了。过了几分钟，少女眼眸中浮现出一丝亮光，好像真的不那么痛了哎。是吧？江旭笑道，外面还有一个，明天也把它给吃了。谢谢。安诺诺语气真挚，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刚才有多么痛苦，因为以前每次来都是这样，他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所以喝了点红糖水之后就硬挺着。要不是江旭过来，他还不知道要熬多久。江旭笑呵呵地说，那你想怎么报答我？他的眼神带着灼灼之力，让安诺诺不敢去看。房间里的温度一下子就升腾了起来。少女声音细若蚊蝇，你想要我做什么？这次他没有拒绝。江旭顿时就激动了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下来。长这么大还没有真正的尝试过跟女孩子十指紧扣呢，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愿？本来江旭是想提出更加过分要求的，不过考虑到安诺诺可能不会接受，于是就先提出一个稍微能够让人接受的小要求。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可开车，到了第4回就可以获得自动驾驶的体验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我，少女脸蛋滚烫，对于江旭的这个提议，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了。江旭趁热打铁，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体验一下，身边认识的女孩子又不多，大家都是朋友，你应该不会这么小气的吧？安诺诺咬着粉唇，还是有点犹豫，这也太让人难为情了吧？不是简单的牵手，而是十指紧扣哎，不是只有情侣才能这样吗？难道江同学有什么别的想法？安诺诺一下子就变得心乱如麻了起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江旭叹息一声，算了，是我的要求太过分了，没事，大不了我以后找个女朋友就可以体会一下了。好了，那我先走了。说着他就作势起身要离开，同时在心里默念1、2、3。数到2的时候，安诺诺开口了，我答应就是了。声音很小，差点江旭就听不见了。江旭又迅速地坐了下来，想笑赶紧忍住，伸出手但又看向门的位置，门是关着的，门后面李媛娟应该不会那么无聊的在偷听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江旭还是起身去开门。阿姨，你……一打开门，李媛娟一个踉跄，差点没有跌倒在地，连忙稳住身形，十分的尴尬。不过她还是马上急中生智的说，哦，我在打扫房间，刚刚擦门你就开了。没事，你们聊，不用管我，哈哈哈。安诺诺忍不住用被子捂着脸，江旭也是一脸的无语。阿姨，没想到也这么的八卦，把门重新关好，这下子他应该不会再偷听了吧。重新坐在床沿边上，轻轻地将蒙住安诺诺脑袋的被子扯下来，他一张脸又红得跟他什么一样了。江旭就喜欢看少女这种羞涩的样子，百看不厌，笑呵呵地说，
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时间太晚了，你该回去了。被李元娟这么一掺和，他现在胆子一下子就缩小了10倍，然后就打算反悔了。江旭都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耳光。好端端的去开门做什么？就算被偷听到了又没有什么。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错过了，以后想要让他答应，难度肯定会更加大了。安诺诺同学，你知道一个人在很开心的时候，又经历了巨大的失望，会发生什么吗？安诺诺啊！江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会心情低落，从而造成血液流速降低，大脑供血不足，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就会出现问题，继而就影响到学习，影响到整个家庭，甚至于我的未来。所以，请你务必答应刚才的事情。安诺诺都傻了，哪有这么夸张啊？至于吗？看到他还是在犹豫，江旭没办法了，就只能使出杀手锏。周清月应该愿意的，不然我去找他。话音刚落，少女就已经把一只纤纤玉手伸到江旭面前了。她的手纤细如玉，肌肤白皙如雪，每一个指关节都透出一种灵动的美感，在灯光的映照之下，更是散发出淡淡的光泽。少女把双腿缩了起来，脑袋埋在膝盖里，弱弱的声音传出：“快点啦，就一小会儿。”从声音中都可以听得出来，她现在有多么的害羞。江旭一把就将其抓住，十指紧扣。这段时间他没怎么做重活了，手头上的茧子也没有了，也多了点肉。女孩子的手真的是仿佛一点骨头都没有，握在手里像是抓住了一团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果冻。趁着安诺诺当起了鸵鸟，江旭把单身2辈子的手速发挥到极致，迅速拿出手机，打开照相，拍了10几张照片。安诺诺听到拍照的声音，连忙抬起头，顿时就有些慌了。你无赖，怎么能拍照啊？万一半天了，也没有问个所以然出来。用力的想要把手给抽回去，松开，差不多可以了。江旭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就撒手？发散思维，立马就有了主意，故意转移话题。你知道什么是武德吗？安诺诺回答：仁、义、诚、恒、智。江旭，那你知道我理解的武德是什么吗？安诺诺摇头。江旭喜欢萝莉，怜悯孤弱，是为仁；喜欢邻家少女，嫁人出长成，愿伴其成长，是为义；喜欢美妇，曹魏风骨，不以其嫁人，与否而委视其身，是为诚；喜欢30岁以上的，不以年龄渐长而弃，是为恒；喜欢2次元老婆，不以非我世界之人而抗美，是为智。此乃我秉承的武德：仁、义、诚、恒、智。第79章，首先你得长得帅，其次你要长得帅。你这是胡说八道。安诺诺眼睛水汪汪的。江旭说的这都是什么啊？真是让人脸红，不好意思。江旭心中得意，很好，成功的把他的注意力给转移了。他一本正经的说，这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要是你觉得不对，就说说你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江旭面带微笑，看似神情很专注的听着，实际上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安诺诺的纤纤玉指上面。江旭时不时的就点头应和一下。本来安诺诺讲得好好的，突然就反应过来，用力的一抽，终于是脱离了掌控，气鼓鼓的瞪着江旭：坏蛋，你故意的。这个时候自然是要装傻充愣的，一脸疑惑的看着安诺诺。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哼，不理你了。少女别过头去。江旭笑道：你这个样子特别像是刚刚跟男朋友吵架。才不是呢，你胡说。江旭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安诺诺有点恼羞成怒，转过头来就想要去咬江旭，不过被躲开了。看了看时间，江旭说道：好了，时间也不早，我先走了。这2天你就别过去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再见。等到江旭走了之后，安诺诺才再次把自己整个脑袋蒙被子里。好羞人啊，自己刚才不应该那么冲动答应的。还有，刚才他说的什么像跟男朋友吵架？什么嘛，明明就不是。脑海中不由自主的就浮现出刚才2个人十指紧扣的场景，好像还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像是男女朋友的样子。但是很快，安诺诺就把这种想法从脑袋里驱逐出去。江旭都说了，只是想体验一下而已。江旭回到家就问了一下江小妍网站的进度，按照白天他说的，搭建个网站对他来说轻轻松松几天时间而已。很快江小妍就回复了，只是这回复的内容有点已经不能再写了。江旭这妹子是有点神经病在身上的，不过江旭喜欢，立即就回复：哼，看你嘴上说着不想写，等会摸到键盘还不是要乖乖给我写？代码用的太多了。呼，真是个厉害的程序员啊。江小妍加脸，看着跟江旭的聊天记录，他喜笑颜开，眼中更是涌动着激动。他终于是找到了一个通道中人了呢，一个愿意陪自己发癫的。起身
去卫生间换了一套衣服，回来以后就给江旭回复，2天时间内就可以搞定了。之所以这么快，一个是他本身的实力就很变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实际上保留了很多套的网站搭建模板，涵盖了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类型，稍微拿一个来进行改造就是了。难的是其余的，比如防盗版、支付体系，还有防止黑客入侵这些。得到了江小妍确切的回复之后，江旭就安心的洗漱睡下了。等再过几天，另外一员大将林南也过来之后，就可以开始下一个阶段了。第二天，江旭大早上的写了12000，然后就去厨房帮忙了。今天安诺诺没来，稍微忙了一点。等中午，傅炎杰跟张媛媛离开，江旭后脚也出去了，先把李红红的那套房子给拿下，还是找的上次那个中介小哥，对方依旧热情。在听完了江旭的要求之后，查了一下那房子还在，就带着江旭过去了。主要是那套房子位置比较偏僻，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看。来到目的地，江旭一看，房子的外部看上去就十分的简陋，有不少墙体都已经脱落了。走进去，里面光线也比较暗淡，而且还是1层楼的。这个中介小哥挠了挠头说，这套房子坦白讲很一般的，我认为并不值这个价钱，要不然去看看别的吧。这个中介小哥还是挺实在的。江旭看了看，就说，你帮我问问屋主19万卖不卖，卖的话我现在立马就打钱。好的，请稍等。中介小哥点头，而后就拿出手机去一旁拨打电话了。过了一会儿，中介小哥结束通话，过来跟江旭说对方答应了。估计对方也认为这个破房子能卖这个价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花了2个多小时就把一切手续都搞定了，顺利的拿到了房本。而后江旭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问中介小哥，这房子我可以再升1层吧？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多地方应该都还没有禁止自建房，如果能够建造的话，那么只要是地基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再多建造个1、2层、2、3层，不装修花不了多少钱的。中介小哥说可以是可以，就是建造好之后需要去住建部进行申报，比较麻烦。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我可以代劳，只要给200块辛苦费就可以了。江旭点头，行，那我到时候再联系你。还是给傅炎杰打了电话，让他帮忙联系相关的师傅过来勘察一下。听到江旭又买了一套房，电话那头的傅炎杰牙齿都快要咬碎了，你真的是太禽兽了，怎么又买房了？照这样下去，莫不是高中结束之后，你的钱就比我爸爸加起来还要多？江旭，大胆一点，有可能高2结束就实现了。傅炎杰立马就转变态度，义父苟富贵，勿相忘。江旭，呵呵。没多久，傅炎杰就带着几个师傅过来了。江旭给他们递上了饮料，而后几个师傅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各种仪器进行检查。傅炎杰则是缠着江旭传授一些成功的秘诀。江旭，首先你得长得帅，其次你要长得帅。傅炎杰，几个师傅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测试完毕，跟江旭说了结果。第80章，我真不是要占你便宜。几个师傅走了过来，其中一人对江旭说道，经过我们仔细的探查，这个房子的地基还有承重都是很不错的，保守估计可以加建多2层。江旭眼睛一亮，给他们递上烟，多谢几位师傅。要是能够多建造2层的话，将来要是拆迁了，起码也能多赚个几百万。随后江旭又问了一下他们，如果只是把楼层加高，需要花多少钱？他不打算住人，所以1层的高度2米多一点就是了，钢筋水泥什么的也都按照最低标准来，这样的话成本应该会降低不少。其中一个师傅想了一下回答，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成本加一起15000。现在的人工不贵，各种材料价格也不高，这价格或许还有傅炎杰家面子上。江旭当场就敲定了这件事情，并且希望尽快动工。在悄悄询问了傅炎杰这些人靠不靠谱，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江旭就先给这几个师傅1人1000块钱的工钱，钱早晚都是要给的，但是提前给无疑是会让他们更加的有干劲。毕竟做这一行的大多数都是做完工之后很长时间都是在要账的过程当中。果不其然，当他先给一小部分工钱的时候，这些人看向江旭的目光就充满了感激。年纪轻轻的就很懂得人情世故，一见面又是给饮料又是递烟的，这样的人相处起来就很舒服。他们都在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得漂漂亮亮的。等到几个师傅走了时候，傅炎杰好奇地看着江旭，不是，你做事情为什么这么老道啊，跟我爸一样。江旭，我难道不是你爹？滚！傅炎杰冲着他竖起中指，不跟你说了，回家打游戏了。江旭，滚吧！他慢悠悠地回去了，心情大好，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国都摄影棚，好，今天的拍摄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去吧。导演大喊一声，众多演员立马做鸟兽散，唯有周清月跑到导演边上，小声地说：“导演，
请问我可以看看刚才拍摄的吗？由于他足够的勤奋，加上大家也知道了他是个关系户，所以经常拍摄的时候明明可以下班了，但是周清月还是要求多拍一点。大家心中不爽，却也没有谁表露出来，而也因此拍摄进度很快，已经到了6/10的进度了。按照这个速度，再有1个多星期就可以完成了。导演笑着点头，他就喜欢周清月身上的这股韧劲，要不是他是老板的亲戚，非得要潜规则一下不可。但是既然有这层关系摆在那里，导演就只能够尽可能的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长辈形象了。周清月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就仔细的把刚才拍摄的给看了一遍，一边看还一边记着笔记。他心中憋着一股气，这部电影一定要成功。等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洗了个澡。他刚刚洗完澡，身上散发着少女独有的清香，身上穿着宽松的裙子睡衣，依旧难以遮住那完美的身材。睡衣领口微微敞开，显露出精致的锁骨，下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摆动，展示出修长的腿美腿。周清月的身材苗条中又不失丰满，比大多数同龄人发育的都要成熟，皮肤也很白，就好像是长期浸泡在牛奶里面，白得发光。躺在床上，随手拿起放在床头柜上面的最新版故事会，看着看着他就流泪了。毕竟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门那么远，虽然有个小姨在身边，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感到孤独，又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江旭，想到了那个男孩曾经对他的各种好。我好想你啊，江旭。哭着哭着，周清月就睡着了，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第二天早上8点多，江旭伸了个懒腰，搞定了，第4本小说写完了，接下来就得写斗破了呀。当然，江旭不打算用原来的名字，而是改成了舞动苍穹。外头响起了开门的声音，应该是安诺诺过来了。江旭把自家的钥匙给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妮子还不愿意，觉得这样不太好。不过在江旭的一阵 CPU 之下，两人各自交换了家里的钥匙。等到安诺诺反应过来之后，木已成舟了。当然，目前江旭并没有要半夜偷偷溜过去的打算，但是保留这个权利。嗨嗨，走出卧室，江旭眼前一亮，他宛若一幅清新淡雅的画卷，让人怦然心动。雪白的泛着如玉的光泽，眼眸明亮如湖泊，充满着纯真。一头乌黑秀亮的长发自然的垂落在腰间上，衬托出那盈盈一握的柳腰。我家同桌出长成，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少女有点不自然，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适应江旭偶尔会流露出来的火热眼神。江旭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她一双精致小巧的玉手。安诺诺下意识的就要抽出来，却发现抽不动。你干嘛呀？放开我！心中觉得江旭实在是有点过分，有点生气了。哪里有一大早就抓女孩子手的？这不是在耍流氓吗？江旭满脸震惊，手不凉，肚子应该不痛了吧？啊！安诺诺愣了一下，原来江旭是关心自己的身体啊，顿时就感觉很是羞愧。他还以为江旭是在占自己便宜呢。不痛了，谢谢你买的榴莲，但是有点贵吧？江旭笑呵呵地说，没事，咱们是好同桌，自然应该互相帮助的。安诺诺心中感动，低头看着江旭，还是抓住自己的手，脸颊有点发烫，弱弱地说，那个，你可以松开了吗？都已经抓了很久了。虽然江旭的手很大很烫，被他握住很舒服，但还是有点难为情啊。啊，对了，江旭忽然声音加大，露出一副刚刚想到什么的表情。还有一件事情忘记跟你说了，你肚子既然没事了，那么晚上就去我那个新买的房子吃饭吧。第81章，江旭，劳资蜀道山。安诺诺肚子不疼了，自然是没问题的，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然后又说道，那你现在可以松开我了吗？总感觉他在占自己便宜，但是没有证据。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江旭就跟没有听到他说到话一样，自顾自地说道，你高3的课程学得怎么样了？再有半个月就开学了。各大课程都学了一大半了。他每天回去之后也会看一会儿书，加上现在已经是开窍了，学习效率一天比一天高。到开学的时候，高3所有课程掌握一部分不是问题。安诺诺，所以你可以说起来。江旭笑道，咱们这个暑假过得还是挺无聊的，都没有去别的地方玩，其他同学估计到处去玩去旅游呢。安诺诺，江旭耳朵动了动，听到了外面大门被开的声音，应该是傅炎杰过来了，于是就自然地松开安诺诺的手。少女后退一步，有点委屈地说，你是坏蛋。江旭眼睛一瞪，啥？我很好。安诺诺，你好坏。说完就连忙跑开了，生怕再次被抓住。江旭咧嘴一笑，闻了闻自己的手，有股淡淡的清香。决定今天不洗手了。江旭又继续忙了，今天要先把舞动的大纲给弄出来。虽然他看过很多遍了，但是没办法100%的复刻，只是大致的剧情走向
主要的人物弄出来。另外，原著一些读者很遗憾的剧情可以做一些修改，比如云云没收，这就太过分了。江旭写的话必须收。还有小一仙，身为救世主般的男主，把爱多给几个需要帮助的女孩怎么了？到了下午5点多，江旭已经把整个舞动的大纲给写出来了，晚上就可以正式开始写了。还有半个月开学，开学之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一天写10个小时，按照1小时6000算的话，到开学能有个90多100来万的存稿。林楠发来信息，他已经辞职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而且还带来了2个见习编辑，是刚刚毕业没多久，才在故事会待不到半个月的。林楠见他们2个勤奋好学，性格也不错，就一顿忽悠把他们弄了过来。而且巧合的是，那2个见习编辑也都是江城这边的，估计也是因为可以回老家工作，他们才会答应。3个编辑，前期的话是足够了的，而且前期没有太多的事情，江旭还有别的想法。傅炎杰跟张媛媛回去了，江旭看着他们2个的背影，这2人还挺合适的。在他左侧的安诺诺点头，媛媛人很好的，我感觉他也对傅炎杰有点好感。那你呢？江旭忽然凑了过来，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有喜欢的人吗？当然没有了。少女不自然地撇过头去。那你知道我喜欢谁吗？谁啊？把耳朵凑过来，就告诉你一个人。安诺诺有些警惕，你不会又耍坏吧？他已经吃亏上当过好多次了。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是？算了，那就不说了。别，我凑过去就是了。少女还是很想知道这个的。她的耳朵晶莹剔透的，可以看到有无数细微的血管跟绒毛，耳垂薄厚恰到好处，宛若一个完美的艺术品，让人很想要将其拿在手里，好好把玩一阵。江旭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每次稍微跟安诺诺靠近一点，自己的意志力就得承受巨大的考验。他笑呵呵的，故意喷出一股热气，当然是我爸妈了，还能有谁啊？少女身子一软，差点没有跌倒在地，而后气鼓鼓的，继而呲牙，露出2排雪白的贝齿，就朝着江旭的手臂咬了下去。江旭微微吃痛，并不在意，反而笑眯眯地说：“你知道不？只有情侣才会咬人的。”安诺诺还是没有松开。江旭伸出3根手指，老子数到3，不松开的话，我就亲你了。吓得少女连忙松开，后退几步，顺手捂住自己的小嘴。她觉得江旭是真的敢这么做的。江旭哈哈大笑，摆了摆手：“好了，你回去吧，晚上的约定别忘了，8点钟我去找你。”知道了。少女跑远了，才转身冲着江旭吐了吐香舌：“臭家伙，臭坏蛋，哥哥！”江旭做事要追，吓得少女连忙加快跑了。江旭哑然失笑，现在的安诺诺才有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活跃吗？不会像一开始那种死气沉沉闷闷的，像个小呆瓜。看了下时间，江旭去自己新买的房子附近看了看，明天林楠跟另外2个编辑要过来了，先帮他们找到住处吧。前期公司刚刚起步，对待员工还是要贴心点滴，工资不够暖心来凑，找了几个出租的，最后找到了一家4房1厅的，装修还可以，挺新的，周围环境不差，并且前后门都有安保人员。租金的话1个月是800，押一付3。江旭是挺满意的，不知道林楠他们喜不喜欢，就先把各个房间拍照发过去。很快林楠就回复了，说他很喜欢。江旭就告诉他，要是喜欢的话就租下来了，第1个月租金他出，后面的就他们自己出了，反正林楠不差钱，应该也不会在意这点的。林楠果然回复说没问题，这房租钱他自己出了，就不用那2个被拐过来的小编辑出了。土豪，咱们做朋友吧。合同一签，钥匙一拿，完事。而后江旭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食材，又买了2瓶阔乐跟几根粉色的蜡烛以及2束玫瑰花。不能喝红酒，就用这玩意代替吧。回到家里，江旭就开始准备了起来，忙活到7点半，一切搞定。江旭把菜都盖起来，免得凉了。今天晚上的进行步骤，江旭都想好了，先这样，再那样，最后再如此这般，应该是可以让2个人的感情更进一步，然后再培养到高中毕业就可以表白了。然后嘿嘿，看了看时间，江旭就准备出门去把安诺诺接过来，接受自己的套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江小妍却打来了电话。第82章，最怕空气忽然安静。GGI 网站东西做出来了，你过来看看吗？一接通电话，听到了江小妍的声音，江旭差点没有把手机给掉了。这声音做作当中还带着一点可爱，是怎么回事？不过也让江旭觉得有些惊奇。不是说要2天才好吗？时间都没有到呢。江小妍娇滴滴地说，当然是因为 GGI 需要啊，所以人家就加班加点的搞，都有黑眼圈了呢。GGI 要怎么样补偿人家？江旭，请你吃江旭牌奶油蛋糕好不好？好呀好呀，人家最喜欢吃了。这种说话语调刚开都不喜欢，但是越听越上头，怎么办？虽然知道江小妍是装的，是臭架子，但是大部分男生还真的就吃这一套。当然，这里面或许也有套的事。
江旭说：“可以，那我晚一点就过去，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情。对了，你家在哪里？要不然明天吧。”太晚了，你爸妈应该也不放心。江小妍嗲声嗲气地说：“没事啊，我自己住在小别墅里呢。爸爸在外面有小三，妈妈也不管我。”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已经习惯了。江旭心中一动，原来他的家庭是这样的，或许他性格变幻不定，又带着点腹黑，就有这个原因在吧。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晚点我过去。我等你哦，哥哥。拉着长长的尾音，似乎是在给人某种暗示，也不知道这小丫头从哪里学来的。骑车出门，等到的时候，安诺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她今天穿了一套新的衣服，白色衬衣加牛仔裤，脚下是一双白色的板鞋，牛仔裤很合身，把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都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衬衣很长，可以遮盖住减震器。她穿衣服还是很保守的，没办法接受那个部位被大家所观看，不像再过几年满大街都是露脐装，短裤比那啥还短，跟穿着比基尼上街没什么区别。江旭停下来招了招手：“美女，坐车不？坐一趟一个香吻。”“你讨厌。”少女清脆一口，流畅的上车。上车的次数多了，安诺诺也从最开始的生疏变成现在无比的熟练。回到家，安诺诺看到黑灯瞎火的，问为什么不开灯。江旭拿来准备好的黑布：“来，把眼睛蒙上，有惊喜。”安诺诺带着几分好奇，把眼睛蒙上，这也是套路的一部分。“你都看不见了，肯定得让我来牵着你了吧？”眼前一片漆黑，尽管知道江旭就在旁边，安诺诺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害怕。但就在这个时候，江旭抓住了她的手，熟悉的感觉，宽厚有力的大手给安诺诺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感，紧绷的肌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江旭故意带着她绕了几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多牵一会儿。随后来到后院，江旭把蜡烛点上，然后才把安诺诺的眼罩摘下来，缓缓睁开眼，有那么1秒钟的不适应。随即当安诺诺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就惊讶地捂住了嘴。这其实在江旭看来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不过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场景以前也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过。安诺诺以前看到电视里男女主角共进烛光晚餐，就觉得很浪漫，很向往，没想到突然有一天这样的场景会摆放在她面前。惊讶之后，安诺诺就有些不知所措，脸蛋红红的。不过因为现在周围都很黑，就一点蜡烛的光亮，所以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少女的声音却能明显的感受到在颤抖。我为什么弄成这样？不是只有情侣才会。安诺诺的一下子就变得心乱如麻了起来，各种胡乱猜想。江旭这么做是不是想要向自己表白啊？那他要是表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是要拒绝吗？但是拒绝了，以后2个人怎么相处？不拒绝的话，安诺诺虽然对江旭有好感，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成为男女朋友的程度啊。就在他心中万分纠结的时候，江旭的一番话直接就把他拉回了现实。没有啊，这后院的灯泡坏了，大晚上的也没地方买。家里倒是有白色的蜡烛，但那太奇怪了，所以就在附近的杂货店买了这种粉色的。江旭当然知道2个人现在的关系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现在鲁莽的表白肯定会让2个人的关系降到冰点，甚至于还会让2人渐行渐远。哦，原来是这样。安诺诺顿时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原来是自己想错了。但与此同时，心中又升起了一丝淡淡的失望。不过这失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江旭从不知道从哪里变戏法一样的拿出一个盒子。那安诺诺同学，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你了，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你不要嫌弃。礼物？少女眼眸亮晶晶的，好奇的接了过来，问了一声可以打开看看吗？得到了江旭的肯定之后，才小心翼翼带着几分期待的打开了盒子。盒子里面静静的躺着一条樱花草形状的手链，怎么样，喜欢吗？江旭笑着问道。安诺诺用最快的速度把手链戴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左看看，右看看，不用说，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喜欢这手链。谢谢，我好喜欢呢。安诺诺的声音中带着一种雀跃，轻轻地抚摸着这手链，越看越喜欢。江旭，喜欢就好，那就以后要一直戴着，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摘下来。见到他就等于是见到我了，知道不？只有男女朋友才会用这种语气口吻说这种话的。不过安诺诺又没有谈过恋爱，在这方面一片空白，所以并没有发现江旭话语当中的陷阱。他欣喜的点头，好，坐下来吧，尝尝我做的饭菜好不好吃。这一顿烛光晚餐吃了1个多小时，借助昏暗的环境以及现场的氛围，2个人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就有更进一步。我想去上个厕所。安诺诺起身。江旭，哦，小心一点。啪嗒，路过开关插座的时候，安诺诺下意识的就按了一下，然后灯亮了。江旭身躯僵硬，
空气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起来。第83章，身边不是大富婆就是小富婆。少年跟少女四目相对，江旭傻眼了，然后就很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忘记把总开关给关了。安诺诺没有多说什么，跟江旭对视了几秒钟，转身去厕所了。江旭，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安诺诺上完厕所之后就说要回去了，现在已经很晚了，差不多10点了。也就是他出来的时候跟妈妈说是来江旭这边玩，要是去别人家里，这么晚还不回家，早就到处去找了。出门顺带带着合同，把安诺诺送回去之后，江旭就马不停蹄的去江小妍家里。他住的地方是在江城的核心别墅区，即使是现在，这里1平方也得8、9万。又是一个小富婆，身边不是大富婆就是小富婆，感谢老天爷的厚爱，比心。到了别墅的门口，江旭给江小妍打了个电话。没几分钟，穿着白色短裙，梳着2个羊角辫，双腿上还穿着白色丝袜的江小妍就蹦蹦跳跳的跑了出来。哥哥，你来啦，让人家等好久呢。声音很佳，语气中还带着一点幽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江旭对他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江旭大致也猜到了这个女孩的性格之类的，所以笑了笑，没有解释。江小妍领着江旭走进别墅，四周围到处都是摄像头，安保力量是足够的。进入到别墅里面，江旭问了一句：“这套房子户主是江小妍的吗？”江小妍说是他的。他那个老爹虽然很不靠谱，但是在经济上面倒是没有亏待过他，特别给了江小妍一张卡，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上6位数的零花钱，要是用完了，直接打电话给他爸爸，就会重新往里面充钱。江旭6，要喝什么呀，哥哥？一进入房间里面，把门一关，江小妍就不停地往江旭身上靠，眼睛也在似有若无地放着电。江旭一把把他推开：“女施主，请你自重，要不然和谐神兽将会无情地把我斩杀。”江小妍眼中流露出一丝的恐惧，想来也是听闻过这头神兽的大名，知晓其可怕之处。正色道：“东西在2楼。”一下子就变得端庄典雅，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恍惚间，江旭似乎看到了他身上冒着白光，不由得对江小妍刮目相看，真的是可以称之为百变妖精了，各种姿态随心所欲的转换。这要是能够把她追到手当女朋友，一个人就可以体验到清纯、妩媚、性感、可爱等等风格，属于买一送多了是。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女孩神经质，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来到江小妍的卧室，她的房间很有特点，4面墙，4种不同的风格。一面粉红色的墙上面贴着很多可爱的卡通图案，一面黑色的墙上面贴着很多黑暗风格的，比如吸血鬼、黑暗骑士这些东西。一面墙蓝色的贴着各种鱼类，一面墙红色的各种血腥击杀的图片。破案了，这女的就是性格神经质，心中稍微的警惕了起来。跟这样的女孩打交道需要万分的小心，要不然很容易就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场景，比如跟你聊着天，脸上笑眯眯的，突然一把刀子就捅了过来，看到你满身是血，还一脸无辜的问你痛不痛。想到这种场景，江旭就有点头皮发麻，可怕啊，实在是太可怕了。哥哥，你看看这样子行不行？江小妍打开了电脑，江旭坐了下来，滑动着鼠标。都说性格越怪，实力越强，这一点在江小妍身上很好的体现了出来。整个网站设计得很精美，各个板块之间的布局也十分的合理，而且切换的时候也是十分的顺畅，各种功能也都完全是按照江旭的想法来进行设计，甚至于还有一些江旭没有想到的，江小妍也弄出来了。比如特有的阅读模式，在看书的时候会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还有章节、段落评论功能。江旭有些意外的看了江小妍一眼，这个想法有点超前啊！要知道，在 PC 端上可要过好多年才会有这个功能，不过现在就用有点浪费，很容易就被竞争对手抄袭，还是等到有了一定用户群体之后再加入。就让江小妍把这个功能先隐藏。江旭把所有的功能都体验过之后，直接就拿出合同，签字吧，我的第2大股东。江小妍拿起笔，看也不看内容就签字了。江旭愕然，你不用看看内容吗？难道就不怕被我坑了？江小妍笑容很甜美，怎么会，哥哥一看就是大好人，肯定不会欺负妹妹的。要是哥哥欺负人家的话。江小妍话音一转，上一秒还是个甜妹，下一秒整张脸就变得一片森冷，所散发出来的寒气仿佛能够把整个房间都给冻结住一样。阴恻恻地说，人家有好多手段可以对付哥哥呢，比如网站的防御体系，在我眼里就跟纸糊的一样，再比如掠尸手段就可以让网站的支付体系崩溃，再比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哥哥正开开心心的放学，有人喊了你一声，一转身一把匕首就刺穿你的身体，再把匕首一拔，一朵雪花就随之绽放，那场面一定很好看。
江旭眼睛眯了起来，但他很快就笑了起来，用力地揉了揉少女的脑袋。放心吧，只要你不做伤害我或者我身边的人的事情，我也不会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下子轮到江小妍有点惊讶了，刚才那个样子，正常人都会害怕，甚至是避之如蛇蝎的。你不害怕吗？他问道。不怕。江旭正色道，我知道的，你变成这个样子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以后我会多多的带你到处玩一玩，多认识朋友，争取早点治疗好你的心理疾病，让你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江小妍心中泛起了丝丝涟漪，江旭是第一个对她说这种话的人，他的心思比很多人都要敏锐，可以感受到江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真心实意的。于是江小妍说出了一番让江旭大惊失色的话来。第84章，他不对劲，很不对劲。今天晚上不如你就留下来吧。少女目光真挚地看着江旭。江旭大惊失色，使不得，使不得。开什么玩笑，自己要是答应了下来，那么明天就出不了大门了，因为房子的四面八方都会被一个个从天降的404给封住。江小妍嘻嘻一笑，怕什么？又不是让你跟我住一个房间，是想让你住隔壁的客房，好长时间都是一个人，我也有点孤独呢。说着，他的情绪就变得有点低落了起来。江旭心中一软，想到了他的情况，也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就会变得很美好。行吧，那我今晚就陪你吧。江小妍眼中立马就露出了璀璨的笑容。那咱们来打牌吧，输的人要向赢的人说一个秘密，必须要真实的才行。江旭无所谓的点头。两人玩的是21点，谁的点数大，谁就算赢。第一把，江旭15点，江小妍16点。爷，我赢了！江小妍欢呼。哥哥，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过卡过？卡？江旭先是愣了一下，紧跟着恍然大悟。我操，你居然问出这么羞人的问题！江小妍目光炯炯地望着他，别管我，你就说打没打过吧。我听说很多男孩子在这个年纪都会的，别不好意思，必须得实话实说哦，不然就不好玩了。等哪一把你输了，问我类似的问题，人家也会回答的。江旭额头上布满了黑线，没有，绝对没有。哦，好吧，再来。江小妍嘟着嘴，喂，你这一脸失望的表情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看起来像是那样的人吗？第二把，江旭只有13点，本以为要输了，没想到江小妍更低，只有12点。我输了，我输了。江小妍一脸的兴奋，快点问我一些很隐秘的问题，越隐秘越好哦。江旭，这妞不对劲，很不对劲。江旭还是要脸的，虽然他的确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好奇，但是肯定不能问出来的。嗨嗨，江旭摸了摸鼻子，我的问题是，你多高？啊？怎么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啊？江小妍很是失望，1.65米了，这个年纪1.65米，很高了。接下来2年估计还能长个几厘米。第三把，又是江旭赢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江小妍就悠悠地说：“哥哥有点男子气概嘛，别装。”江旭怒了，这小妞看不起自己是吧？行，那我的问题来了，你洗澡的时候花洒有没有？有的。江小妍兴奋地点点头，每次洗澡都有呢。想问问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吗？别，打住！江旭制止，细节就别说了，不然直播间会被封的。第四把，还是江旭赢了。江小妍不说话，但是从他看江旭的眼神来看，希望江旭问的问题越离谱越好。江旭略微沉吟了一下，就问道：“你有真心朋友吗？”没有呢。江小妍撇撇嘴：“别打感情牌好吗，哥哥？问一些嗨一点的。”江旭666。第五把，江小妍赢了，她红唇快速的开合：“我想知道，哥哥你现在还有没有梦？”江旭抚额：“没有了。”变态还是你变态啊？第六把，还是江小妍赢了。哥哥，你电脑的地盘储存了多少 G 的科普片？没有。江小妍明显不信：“哥哥，你这就没意思了哦，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江旭无奈：“真没有。”他早就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已经做到了手中无片，心中有片的高级境界。哥哥真棒！江小妍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却浮现出不屑之色。江旭一阵无语，自己居然被鄙视了。不知不觉就玩了1个多小时。江小妍双眼不断打架，而后身子一歪，直接就倒在沙发上了。睡着了。江旭摇了摇她，见到她没有动静，江旭就只能将她抱起来。小丫头看上去很重，实际上很轻，估计也就80斤左右，也难为这个体重还能够在身材上面保持遥遥领先。把江小妍放到床上，打开空调，调到26度后，给她盖上被子。睡着了的江小妍看上去很恬静，乖巧又可爱，让人忍不住升起怜爱之心。江旭又把客厅的保温水壶跟水杯拿过来一个，放床头柜上。刚才小丫头喋喋不休说了那么久，一口水都没喝，醒来之后估计会很渴。做完这些，江旭这才转身走出房间。
没有发现的是，转身的是刹那，江小妍嘴角微微上扬。江旭在隔壁睡下了，今天晚上要码字的，都耽误了。第二天早晨，江旭是被挠醒的，一睁开眼就看到江小妍趴在床沿边上，正拿着自己一小撮的头发在她的脸上拨弄。少女脸上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不过却看得江旭头皮有点发麻，总感觉下一秒他就要露出冷笑，然后把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怎么那么早就醒了？一直都是这个点醒的呢。江小妍柔情似水，哥哥，你昨天在这里，我很安心，睡眠质量都比以前好很多了，要不以后在这边常住吧？那肯定不行了。江旭毫不犹豫地拒绝，我很忙的。那我去你家住也可以啊。江旭呵呵了，他要是去了，那安诺诺会怎么想？要是被爸妈知道了，99%会把自己打死。反正他们年纪不大，还可以练个小号。江小妍撇撇嘴，话音又一转，哥哥呀，你是真君子还是假小人？昨天人家一点防备都没有，你居然啥都不做。江旭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伸出手在他光滑洁白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小丫头片子，一天天脑袋里都是 yellow。 不说了，我给你做个早餐，然后就要回去了。昨天交谈得知，本来别墅是有2个阿姨，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打扫，不过都被江小妍赶走了。平时吃饭都是去外面买，打扫卫生的阿姨每1个星期才会过来一次，打扫完就马上被赶走了。给她做顿饭，应该可以给她冰冷的心带去一丝的温暖。不过这小丫头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江旭话音一落，江小妍就说出了一番要打马赛克的话来。第85章，是你飘了，还是我拿不动刀了？别说了妹妹，再说下去，直播间真的要被封了。江旭是真的服了，小小年纪，满脑子都是 yellow， 也是醉了。最后，江旭自然是没有答应他那无理的要求，而是去厨房给他煮了一碗番茄鸡蛋面。厨房食材还是很多的，快点吃，吃完我就走了。好吧。小丫头乖乖的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好好吃，哥哥，谢谢你。有机会，人家一定对你涌泉相报。江旭，你说的最好是涌泉相报。等看到他吃完之后，江旭才离开。他今天突然想吃水煎包、胡辣汤，所以面条就只做了1份。看着江旭的背影，江小妍面色复杂，而后无声的笑了起来。在一个早摊位前吃完早餐后，江旭就回到家开始码字。第1章，陨落的天才。写了3章，安诺诺就来了，还给江旭带来了一只肥美的鲲鲲，杀好了的，自己用剩菜剩饭喂养的鲲鲲就是好。谢谢。江旭笑呵呵的接过来，只不过原本笑容满面的安诺诺突然就面无表情了，低着头走进厨房。江旭满脑子问号，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变脸了？走进厨房，诺诺，你怎么了？安诺诺背对着江旭，没有啊，声音有点不对。江旭仔细的回想起刚才的交谈，也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怎么就忽然生气了？还想再问，电话响了，是林楠打电话来了，他已经到了，只能先去接人家过去。我有点事情先出去，你看着家哦。等到江旭走了之后，安诺诺才转身，微微咬着嘴唇，面色很复杂。哎，我们在这里。高铁站外面，林楠在看到江旭之后，用力的挥了挥手。江旭骑着车走了过去，在林楠身旁还站着2个略显青涩的女孩，一个戴着眼镜，另外一个也戴着眼镜。这位是王小文，这位是陈蓉蓉。江旭笑着点头。2个见习编辑已经听林楠说了新老板很年轻，但是亲眼看到之后还是颇为的惊讶，这还没有自己大吧？不过也不担心公司会破产啥的。林楠在挖他们过来的时候就给过保证，还签了一份合约，如果公司2年内破产，林楠会一次性的给每个人10万块的补偿。林楠还是对江旭有所隐瞒，或者说是吹牛了，根本不是因为啥个人魅力，纯粹是超能力。简单的认识了一下，江旭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用本地话跟司机交流，才不会被坑。先带他们去饭店吃饭，接风洗尘，而后才带着他们来到出租房，把行李啥的放好之后，就走路去公司。3个妹子对于公司的环境还是很满意的。2楼不对外开放，1楼目前3个人也是够的了。新的办公环境很不错。然后江旭又把江小妍叫了过来，大家认识了一下。在外人面前，江小妍就表现得一副人畜无害，邻家小女孩害羞的样子。林楠他们对于江小妍都是异常的喜爱。江旭心说，要是你们知道了这个妹子的真实面目，估计会被吓跑。这是个很腹黑又很神经质的妹子。简单的认识了之后，江旭就分配任务。首先前期的话只做男频的，等到后期再做女频的。前期还要先招收一些线上的写手。今天晚上江旭会写几个大纲，然后让写手照着大纲写。前期的准备书库需要多才行，否则没办法留住用户。一切搞定之后，江旭才回家。现在是下午，安诺诺在客厅里安静的看书，听到动静了，抬起头
看了江旭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这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以往每次自己回来，小妮子都会露出甜甜的笑容。江旭在她边上坐下，小妮子立马就挪动身子，往另外一边靠了靠。诺诺，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生气？安诺诺低着头不说话，眼睛盯着书，心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江旭有点头疼，这不说话，自己哪里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几次三番的问话，他都不说。江旭立即就起身去把大门跟窗户给关上了。安诺诺终于开口了：“你干什么？”江旭装作恶狠狠地说：“不说为什么突然生气的原因，那我就把你。”安诺诺撅着嘴：“我知道你不会的。”江旭，这小妮子是进化了吗？是你飘了，还是我拿不动刀了？不过安诺诺还是说出了原因：“你身上有别的女孩子的香水味，不好闻。”江旭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过来，这肯定是昨天晚上跟江小妍在一起的时候不小心沾染上的。没想到安诺诺鼻子那么灵，这都能发现。知晓原因的江旭有些哭笑不得的同时，又高兴了起来。这就代表着这小妮子是吃醋了。什么这种香水味我不喜欢闻，根本就是鬼扯。本想要调侃几句的，但看安诺诺一脸不自然，还是算了，免得到时候他恼羞成怒，或者是羞愧的找个地缝钻进去。江旭正色道：“哦，是那样啊，昨天跟咱们公司二股东商量了一下网站设计的问题，可能当时两人靠得比较近，沾染上了。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味道，我去洗个澡。”本来一天心情都是阴沉沉的安诺诺，听到这话立马就开心了起来，肉眼可见的那种。他抿了抿嘴，竭力的维持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试着习惯一下。其实也还好啦，他自己或许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心态上所发生的变化。江旭看在眼里，没有点破，不过也给他提了个醒，以后得注意点了，同样的错误绝对不能犯第二次。晚上江旭加了个班，弄到11点多，写了20个大纲出来，10个都市，5个玄幻，5个仙侠的。他查了一下，目前这几个类别的题材流行的都还是最简单的套路。江旭写的大纲稍微领先了一点，不过只写了前面100万字的大纲，后面等字数上来了再写后头的。检查没问题之后就发给林楠，找写手写，给个签字5块到8块就够了。这种小说不需要文笔，只要把故事讲出来就行了，后面的事情他会处理。一切搞定后，江旭就准备关灯睡觉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江小妍发来了几张特别的照片。第86章，又来搞事情。哗啦啦，浴室里，江旭用冷水冲洗身体好几分钟，沸腾的气血才得以平复。江小妍发来的照片有点过分，不过看在他年纪轻轻的不懂事，江旭还是原谅了他。自己经历比较多，多承受一点也是应该的，这就是格局。而另外一边，恶作剧的江小妍放下手机，躺下休息，心情很好。江旭的出现的确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变。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江小妍又对小说网站进行了好几次的测试，确定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就进行联网了。网站的名字也叫做糯米小说网。这2天时间里，江旭又写了上百个各种类型小说的大纲，也幸好江旭也以前各种类型的小说都看过不少，所以弄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林楠在某个写手论坛上大批量的招收写手，这些都是要准备合同的，免得到时候某个写手看到小说爆火，不甘心自己只拿那么一点点的钱跑出来闹事。前期为了取得写手信任度，都是采取1天1结的方式，可以选择转账到各自的银行卡上面，也可以选择充话费。有一些手速比较快的，一天可以写个3、5万字，资金的消耗有点大。林楠他们几个一下子就忙碌了起来，主要每本小说都要每天检查有没有灌水，有没有按照大纲去写，还有没有什么违禁内容等等。江旭就问江小妍能不能搞出一个软件，可以快速查询错别字并且查重的，表示这都是小儿科，1、2天时间就可以搞定。江小妍真的是很好用，年纪轻轻的就有如此高端的技术。就是支出方面，现在1天就要3000到5000，前期的启动资金也顶多支撑1个月的时间而已。不过等到输库起来之后，再把相关的数据拿给负心汉看，应该就可以拿到第2笔投资金。下午，江旭抽空去看了原来李红红的那套房子，已经开始建造了，外墙什么的不需要贴瓷砖，甚至抹水泥都不用，只是用红砖建造起来就行了。要不是江旭查到了拆迁需要抢才算，4面墙体他都不打算要，进度还是可以的。因为要求很简单，江旭问了一下，开学前应该就可以完工了。江旭简单的看了一下，给几个师傅们买了点饮料，就准备离开。谁知道刚出门，居然碰巧看到了回来的李红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当然是指李红红对江旭，而江旭根本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心上。要不是她现在出现，江旭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么1号人。
李红红看到了江旭从他原来的家出来，立马就反应过来，我家是被你买了。江旭眼皮都没有抬一下，都不想跟他说话，从他身边绕过就要离开。跟这种愚蠢又无知的人多说一句话，都会影响自己的格调与智商。而江旭这种对自己打从心眼里的漠视，更是让李红红火冒三丈。他侧身挡住了江旭，表情阴沉，江旭，你不是人，你毁了我的一生。本来读的高中是整个江城最好的，他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以后怎么着也能够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但是被江旭把视频发送到班级群里面，导致他不得不转学。现在刚读的高中很一般，教学质量也完全没有办法跟原来的相提并论，而且每天还要担惊受怕的，害怕自己在新的学校里被谁给认出来，把他以往做的事情给抖出来，那么他可能就又要再一次的转学了。江旭感觉有点好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报应？赶紧滚，要不然老子揍你。对付这样的人，江旭可不会讲什么怜香惜玉，说着还真的抡起拳头。李红红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后退几步，冷笑一声，你买的这个房子又老又旧的，实话告诉你，就是10万块钱都亏了，没想到你还花将近20万买，实在是有够愚蠢的。思来想去，他也就只能够想到这么一个攻击江旭的点了，只不过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套房子虽然偏是偏了一点，但将来哪怕他不多加建2层，等到拆迁之后，至少也能够获得300-500万，或者是一部分现金跟一套房的补贴。估计到时候他知道这个消息会吐血，白白的错过了一个改变自身家庭命运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怨不得别人。那咱们就拭目以待，看我会不会亏。说完，江旭就离开了。李红红恨恨地瞪着江旭的背影，要不是知道自己打不过他，早就冲上去了。回到家，安诺诺下午的时候看到厨房里还有不少买了有一段时间没有用掉的面粉，为了避免坏掉，在经过江旭同意之后，就全部做成了蛋糕，估计有20-30斤的样子，有好几大锅。傅延杰跟张媛媛都带了一点回去，给江旭留了一部分，剩下的安诺诺带回去，手上提着2个大袋子，走路不方便，江旭就骑着摩托车带他回去。安诺诺是真的贤惠，做饭很有天赋，蛋糕他以前没有做过，只是让江旭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稍微尝试一下就做得有模有样，味道什么的也很不错。江旭都不敢想象，将来有一天安诺诺穿上厨娘套装，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制服爱好者狂喜，2个袋子的蛋糕，一袋安诺诺拿回家，另外一袋他坚持要送给江旭的爸妈。江旭笑着说，如果你以后成为了我的媳妇，我爸妈肯定会高兴坏的。安诺诺脸红红的不说话了，他分不清江旭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不出意外，陈月跟江山在看到安诺诺送的蛋糕之后，嘴都笑歪了，一个劲的夸赞。至于江旭，直接就被无视了。2人太过于热情，导致安诺诺完全撑不住，不敢在这边待太久，说了一声就急匆匆跑路了。江旭笑呵呵地载着他回家，不过在距离安诺诺家还有几分钟路程的时候，江旭嘴里差点就喊出一声窝操来。第87章，咬人成习惯了是吧？国都高铁站，刘月、周清月等一行人拿着大包小包的一起上了高铁。周清月一脸的期待，最后一场戏份去花城拍完就可以收工了呀。刘月笑道，月月，进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你辛苦了。周清月摇头，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而十分期待早点让江旭看到自己的成果。刘月抓着他的手，影片质量不错，你一定会火的。周清月重重的点头。前方100多米，快要靠近拐角处的位置，熟悉的车子，熟悉的男人跟女人。女人成熟妩媚，穿着黑色丝袜跟高跟鞋，全身每一处地方都在散发着惊人的魅力。男人长相中等，看上去左顾右盼，鬼鬼祟祟的，不是张小慧跟安峰又是何人？江旭嘴里差点喊出窝操来，这2位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天天在安诺诺家附近幽会，真的不怕出事吗？而且万一被邻居看到了，那不得完犊子。身后坐着安诺诺，这个绝对不能让他给看到，不然可是会出大问题的。江旭脑海中各种念头快速转动，而后一个漂移，直接飘进了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速度太快，差点就把安诺诺给甩出去了。他有些惊魂未定地看着江旭。江旭咳嗽一声，那个啥，我突然有点事情想对你说。少女眨了眨眼睛，一脸疑惑。江旭脑袋在快速的转动，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说啥好啊。我说未来岳父爱，你可太会给自己找事了，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如此的不省心？没办法，为了转移安诺诺的注意力，他只能说道，有个东西送给你，把眼睛闭上。你好奇怪啊，怎么突然这样，还是在巷子里？安诺诺呼吸略微急促，因为江旭突然把头靠了过来，2个人之间的距离也就10多厘米。安诺诺只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身子往后仰，
看上去姿势有点奇怪。江旭可真的没什么别的心思，就是想要挡住安诺诺看向外头的视线，以免的那两人要是突然从路口经过被看到。你别管奇不奇怪，赶紧的把眼睛闭上。哦，好吧。安诺诺撅着嘴闭上了眼睛。我没让你睁开，可千万别睁开啊！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快速的拿出手机，拨打了安峰的电话。接通立马挂掉，把手速发挥到了极致发，用10多秒钟就编辑了一条短信发送过去。安诺诺眼睫毛颤动，他听到了江旭拿手机按键的声音，想要睁开眼睛。江旭立马就对他说：“你要是睁开眼睛，我就强吻你了。”吓得安诺诺连忙用力的闭着眼睛，还双手捂着嘴巴。江旭，他往裤兜里一掏，掏出了一张5毛钱的，一边跟他说着话，一边快速的把钱折成心形。好了，可以睁开了。安诺诺睁开眼，就看到江旭将心形纸钱放在自己面前。那送给你的，我花了好大功夫才折出来的。安诺诺张了张嘴，不过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把到嘴的话说出来。他听力很好的，知道这是江旭刚刚折的。他在隐瞒什么？少女心中做出了判断。尽管他给人一种憨憨的、傻傻的感觉，但这些年因为过于自闭，少女早就练就了一颗七巧玲珑心。不过她相信江旭不会害自己的，有所隐瞒就有所隐瞒吧。他接了过来，嫣然一笑，顿时就宛若百花盛开，美不胜收。江旭都看呆了，内心的想法脱口而出：诺诺，你真漂亮。以后……话音落下，他手臂又被咬了，也不知道这属不属于女孩子的天赋技能。这次小妮子咬得还格外的用力。江旭一阵龇牙，松开，不然我还手了。少女不听，江旭这暴脾气哪里是会任人欺负的，当即就还手了。安诺诺娇躯一颤，连忙松开江旭的手臂，满脸通红的同时，眼睛里也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震惊地望着江旭，没想到他居然怎么可以做这么过分的事情。江旭讪讪一笑，都说了我会还手的，这不能怪我。安诺诺默默地下车，他讨厌江旭了。诺诺，你听我解释。不说还好，一说速度飞起。果然，女孩子生气的时候比猪都还难按。移动速度增加1000%，伤害增加500%，怒气值增加1000%，耳聋程度增加500%，啥都听不进去。女孩子在生气的时候，兵王路过都得挨几个大嘴巴子。江旭开车追了上去，张小慧跟安峰已经离开了。一路上，江旭不断地逗着安诺诺，不过他始终板着脸，看来是真的生气了。砰的一声，很用力地关上门。江旭满头的黑线，不过很快就嘿嘿笑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老婆要从小培养到大的比较好，可惜啊，诺诺已经很大了，少了一些乐趣。读者，你丫说的最好是年龄。四下张望，大街上人不是很多。江旭走到一个角落里，再次拨打了安峰的手机号码。对面秒接：小旭啊，这次谢谢你了。江旭有些无语：叔叔，您跟张小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非得要在您家附近乱晃悠吗？是真的不怕出事啊？安峰苦笑连连：你以为我想啊，是他在逼着我几次3番离婚不同意之后，就要求必须要在我家附近有3个亲密的行为。江旭心中一动，看来张小慧是故意这么做的，就是想要让街坊邻居或者是他老婆女儿看到，从而使其感情破裂。不过或许是安峰鸿福齐天，连续2次都只是被江旭这么个熟人给发现了。安峰在那边大吐苦水，江旭默默地听着，主要就是说张小慧的。这女人一开始的时候是很高冷的，但一旦改变了形状，就很粘人了，妥妥的就是一个恋爱脑。安峰心里自然是家庭最重要的，但是张小慧这边也不能舍弃。穷惯了的他，不想再让自己跟家里人吃苦受罪了，所以哪怕现在是在钢丝上行走，也得硬着头皮走下去，尽可能的多弄到一些钱，给妻女更多的保障。听完之后，江旭只能说很溜，明明就是你自己犯错了，还能说的那么大义凛然。学到了，学到了。诉苦完毕之后，安峰再次说道：小旭啊，你头脑灵活，帮叔叔想个主意，要怎么样安然的度过最后一个难关？江旭目光闪烁，稍微思考了一下，还真的让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第88章，陈月，你怎么知道我儿子自己开公司买房了？叔叔，不如就下次张小慧要过来之前，让阿姨跟诺诺出外地旅游吧。安峰声音惊喜，果然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就这么办。嘿嘿。江旭笑了笑，但是话又说回来，阿姨跟诺诺2个弱女子外出，总归是有些不安全。小侄不才，愿意跟随左右，鞍前马后，一笑犬马之劳。安峰笑骂道：你这臭小子，想要免费蹭旅游就直说，还讲得那么冠冕堂皇。江旭，叔叔，我只是想要给他们一份保障而已。好了，就按照你说的吧，张小花后天过来，所以明天就可以出发了。叔叔英明。挂断电话后，江旭咧嘴一笑，
很棒，明天要出发，那么现在就得先跟爸妈那边说一下。掉头直奔饭店。好事啊！听到江旭的话，陈月跟江山都没有半点意见。江旭不满，怎么你们一点都不担心自家儿子的？担心个屁！陈月翻了个白眼，就你这健壮的体格，古灵精怪的个性，不去坑别人就算做好事了。来自亲妈的吐槽无言以对。对了，江山话音一转，你不是开了个工作室吗？正好今天不忙，我跟你妈过去看看。江旭自然是没问题的。他们两个骑一辆摩托车，江旭自己骑一辆。哎呀，今天这么早就回家了。路上碰到有邻居，会热情的打招呼。陈月笑呵呵的，不回家呢，我儿子啊开了个工作室，去看看。是的是的，他自己赚钱买了一套商住一体的房子。邻居，我也没问你这个呀。江山，江旭，老妈就是爱炫耀，不像自己朴实无华还那么的低调。来到公司，陈月跟江山还是第一次来，对于这栋楼的外形是很满意的。走进里面，3个员工还在工作呢。江旭就稍微介绍了一下，陈月热情地把在路上买来的水果分发下去。这时，另外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江小妍走了出来。在外头，她都是乖乖女的打扮，一身淡粉色到膝盖处的裙子，脚下穿着直筒长袜，戴着个眼镜，让人看了就心生喜爱。哥哥，你来了。江小妍眼眸一亮，而后就转身回办公室。没过一会儿跑出来，手里拿着一盒饼干，双手递给江旭，我昨天自己亲自做的，你尝尝看。江旭惊奇了，这小妞还会做饼干？看不出来啊。不过现在不是当面问这些的时候，把自己爸妈介绍给了他认识。叔叔阿姨好。江小妍微微低着头，一脸的娇羞。好可爱的小姑娘。陈月很想捏一捏她的脸蛋，不过忍住了。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做，不太礼貌。江小妍在看到自己父母之后，表现得超级乖巧，给江旭的感觉就是现在你让他做什么都不会拒绝的。陈月自然是无比的喜爱，对着江小妍就是一顿猛夸，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跟几人挥手去2楼参观。江旭掏出钥匙，还没有插进去，看着锁头，目光微凝。锁头有被动过的痕迹，不算特别明显，但是又刚好能够让江旭发现。不用想，肯定是江小妍那丫头做的，而且还是故意让自己发现的，就是要告诉自己，你这个锁头困不住我。江旭不动声色地打开了门，江山跟陈月走了进来，江山顺手就把房门关上。下一秒，江旭屁股就重重挨了一下，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出脚的是陈月。江旭震惊地说：妈，你好端端的踢我作甚，臭小子，老娘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在楼下还和蔼可亲的陈月，上楼之后一下子就变得异常的凶猛，拿起自己的拖鞋对着江旭就是一顿猛打。江旭一阵吃痛，自然是不敢还手的，一脸的委屈，爸，管管你老婆呀，干嘛好端端打人啊。江山默默地把自己的拖鞋也拿了下来，加入了进来，男女混合双打。江旭，陈月一边打着一边骂骂咧咧的，臭小子，我跟你爸爸都是老实人，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花心大萝卜？3个员工都是漂亮女孩子不说，还有那个江小妍，是怎么回事？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她喜欢你。刚才几次3番偷偷看你，那情窦初开的样子，我跟你说，老娘就只认诺诺一个未来儿媳妇，你要是敢把她弄没了，我跟你爸反正还年轻，可以重新要一个。说话的功夫，江旭起码挨了2人上百下拖鞋暴击，这2位可是真的敢下手啊，不是开玩笑的。江旭欲哭无泪，原来是因为这个，连忙解释只是巧合，合作伙伴而已。嘴巴都说干了，陈月跟江山才肯放江旭一马，也没有心思参观2楼了，直接离开。到了1楼的时候，又换了一副嘴脸，笑容满面的跟楼下的几个人打招呼。江旭把梁老送到外面，临走前，陈月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记住我说的话，不准辜负诺诺，不然狗头铡伺候。江旭卑躬屈膝的，是，一定谨遵您的教导。梁老这才满意的离开。江旭抹了抹额头的冷汗，一阵香风袭来。江小妍走了出来，笑盈盈的说：哥哥痛不痛？江旭装傻，你说什么？江小妍抿嘴轻笑，全身都是鞋子印，别狡辩了。你没发现林姐姐他们一直在憋着笑吗？江旭低头一看，顿时脑袋一阵晕眩。完了，自己一世英名一朝毁了。江小妍很喜欢看江旭这个窘迫的样子，嘲笑了一阵，才说：尝尝看我做的饼干好不好吃。饼干江旭一直拿在手里呢，闻言打开盖子尝了一口，就冷笑道：左边隔着一条街，白小姐糕点店买的吧，我经常去那里买。就说嘛，这富家大小姐哪里会做这种高难度的玩意？哎呀，被你发现了呢。江小妍吐了吐舌头，一点都不尴尬。江旭刚想问问他关于2楼所的事情，江小妍率先开口：哥哥，你去2楼你的卧室看了吗？我在那边
给你留了一点好东西哦。第89章，妹子，你秀得我头皮发麻。江旭立马就升起了一股不妙的感觉，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到2楼自己的卧室，看到放在自己床上的东西后，差点没有吐血，居然是一套很性感的蕾丝睡衣，不由得阵阵后怕。幸好刚才爸妈没有进入房间里面参观，要不然自己就算是浑身都长满了嘴，也是说不清的。江小妍实在是太可恶了，必须要狠狠地收拾一顿。江旭怒气冲冲地转身，就看到了江小妍已经站在自己身后了，手里还拿着一根细长的竹条，双手捧着，撅着嘴，可怜巴巴地说：“我错了，请你责罚我。”眼圈一红，眼泪说掉就掉。明知道他是装的，但江旭还是气一下子就消了。这妹子拿捏人心也是很有一套的，希望这里面没有套的事。江旭6，江小妍瞬间就笑了，原来你也喜欢我呀？啥？江旭不明所以。江小妍掰着手指头说：“因为6等于5加2加0，1加3加1 4，这不就是你爱我，想跟我一生一世的意思吗？你他娘的也是个恋爱脑是吧？”江旭一阵无语，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江小妍脸上的肉没有安诺诺的多，手感上差了一点。以后别这样了，赶紧把那衣服拿走。好吧。江小妍适可而止，走进卧室，把睡衣拿出来抱在怀里，眨了眨眼睛：“嘤嘤嘤，你真的不要吗？我昨晚刚穿的，还没洗呢。”江旭想吐血，摆摆手：“姑娘，求你收了神通吧，实在是顶不住啊。”江小妍笑得很开心，继续逗着江旭：“其实我年纪比你大呢，已经18了，只是我比别人晚上学2年而已。”说完还把身份证拿出来，在江旭面前晃了晃。江旭瞪大了眼睛：“那你怎么叫我哥哥？他现在也才17而已。”江小妍不以为意：“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还有女生喜欢叫男朋友爸爸呢。”江小妍真是秀得江旭头皮发麻啊，不想再跟他讨论这些话题了。江旭说道：“这2天我要去外地办点事情，这里就交给你看管了。”啊，那我不是看不到哥哥了，会想你的。江小妍眨着眼睛，一副深情又无助的样子。江旭面无表情的走了。这女人的话100句有1句是真的就不错了。看着江旭的背影，江小妍咯咯咯的笑了起来。回到家继续码字。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安峰又打来电话，说李媛娟跟安诺诺已经同意去旅游了，也同意让江旭跟着，明天早上10点钟在他家门口集合就是了。第二天江旭早早的就醒来了，麻溜的洗漱吃早餐，然后码字到9点半，锁门出发。电脑也是要带的，作为一个合格的作者，走到哪里都是不能忘记码字的。来到安诺诺家门口，他们一家3口已经都准备好了。安诺诺见到江旭就别过头去，显然还是生他气。不过没关系，旅途漫漫，有的是时间哄好。李媛娟不好意思地说：“麻烦你了，小旭。”不麻烦。江旭一脸认真地说：“能够跟阿姨一起去旅游，是我的荣幸。”李媛娟很开心地笑了，就喜欢江旭这嘴甜的劲。安峰笑着说：“我还要去工厂，就没办法陪着了。下次我一定带你们去国外玩。”李媛娟温柔地给安峰整理着衣服：“那你自己要多注意休息，按时吃饭。”“好，我知道了。”叫来的出租车到了，江旭把2母女的行李箱搬到后备箱去，李媛娟识趣地坐前面，把后面的位置让给了2个小年轻。“诺诺，你今天这身打扮真漂亮。”一上车，江旭就笑呵呵地说：“安诺诺轻轻应了一下，然后就不说话了。小妮子脾气还挺大。坐在副驾驶上的李媛娟看似在专心看路边的风景，实际上竖着耳朵。2个小年轻这是吵架了呀？有趣。不管多大年纪，人类的本质就是吃瓜，而且吃自己女儿的瓜更加有意思。有李媛娟在这边，江旭不好发挥，就拿出手机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安诺诺手机一震，拿起来一看，差点没有笑出来，强行忍住。超级无敌帅气好哥哥，我刚才一直在看你，长得真好看。好看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让饭变得更好吃。安诺诺把头扭向车窗外，假装在看风景。这年头还没有啥土味情话，江旭这使出来嘎嘎好使。虽然他自己打这些字的时候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过看安诺诺的表情，这招有效果。再来一个，2个大拇指飞快的打字发送。安诺诺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他不想再看的，但是又忍不住。过了一会儿，才不情不愿的打开。超级无敌帅气好哥哥，自从第一次见了你之后，我睡觉就只能睡床中间，不能睡2边了。你知道为啥不？因为那样会对你左思右想。安诺诺绷不住了，扑哧一笑。江旭也笑了。搞定。这次旅游的地点是隔壁的花城，玩的地方很多，有大型动物园、大型游乐园，还有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当然，吃的东西也很多。在2007年的时候，花城就开通高铁了，所以这次直接坐高铁
2个小时就到了。出租车来到了高铁，江旭拿着两母女的身份证去买票，12点半的票，买了之后还要等一会儿。江旭就对李媛娟说：“阿姨，要不然您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跟诺诺去买点吃的。”李媛娟笑着点头：“好，你们去吧。”诺诺，你真好看。一离开李媛娟，江旭就是一顿狂夸：“小女孩嘛，最吃这一套了。”安诺诺皱了皱穷鼻，露出小虎牙：“这次原谅你了，如果还有下一次，永远都不理你了。”好好好，江旭点头。除非咱们将来结婚，洞房花烛夜那一天。少女脸又红了，使劲的跺了跺脚：“你讨厌。”江旭很是认真的说：“诺诺，你以后千万别在大庭广众之下跺脚。”安诺诺，为什么？江旭对眼睛跟心脏都不好。安诺诺，第90章，他又觉得自己可以了。高铁开动，两母女都是第一次坐高铁，很是新奇的看着窗外。李媛娟坐前面靠窗的位置，安诺诺坐在后面靠窗的位置，江旭则是坐安诺诺旁边。新鲜劲过了之后，安诺诺就开始打瞌睡了，没多久就睡着了。江旭小心的把他的脑袋别过来，靠自己肩膀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要给少女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睡眠条件。下午2点半，准时到达花城。江旭背着背包，推着行李箱，这个时候肯定得多表现才是。李媛娟一开始不肯的，在江旭坚持之下，才同意了。看向他的目光更加的喜爱了。得婿如此，夫复何求啊？花城江旭前世来过不少次，这里的人文历史什么的他都很喜欢，不过最喜欢的还是要数这里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早茶了。本地的一些包租公、包租婆也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不需要工作，每个月收租就行了，天天拿着一份报纸，从早上看到中午，再配合着丰富的早茶，生活别提有多么惬意了。来到这里后，就先订房间。这一次外出旅游，安峰给了5万块钱，在这个年代，够在这边吃喝玩乐1个多月，还有剩余的了。订好房间，把行李放好，江旭就带着他们2个去吃饭。李媛娟问：“小旭，你好像对这里很熟啊？”江旭熟门熟路的，而他们两母女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外出都有些拘谨。江旭挠了挠头，一脸憨厚老实：“没有啊，昨晚做了很多的功课。”“哎呦，你这孩子有心了，肯定没睡好吧？”李媛娟十分心疼，同时对江旭的喜爱程度又提升一个台阶。多好的孩子啊！安诺诺也有些动容跟感动。花城好吃的东西遍地都是，江旭带着他们先去吃一家本地的烧鹅，吃完之后在附近逛了逛，就回酒店了。这第一天来，先不急着去玩，休息一晚上，等明天早上再说。各自回房间，江旭简单的洗了个澡，然后就独自外出了，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特产之类的，买一点。月月，很好，再拍2天就收工了。小姨，什么时候可以上映啊？快的话，下个星期，最慢在开学前也可以的。刚刚走到拐角处，江旭就听到了2个女人的交谈声，其中一道还无比的熟悉。下一秒，双方碰面，正在跟刘月交谈的周清月一下子就愣住了，紧跟着双眸就爆发出无尽的喜悦。江旭，你怎么在这里？难道是特意来找我的？说着，他就伸出手要去抓江旭的手臂，却被江旭给躲开了，眉头微皱，心中直呼晦气。这什么狗屎运气，自己都跑到花城来了，居然还能被他遇到。周清月脸色一暗，旋即又笑了起来：“你一个人来的吗？”“江旭，跟我女朋友来的，你也认识的，诺诺，出来旅游。”周清月心头一颤，脸色瞬间一片苍白，身子摇晃了一下。自己那么的努力，为的就是重新让江旭喜欢自己啊，他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有了新欢？刘月看出了问题，小年轻的事情他不愿意掺和，跟周清月说了一声，就先回屋了。周清月眼睛红了，声音带着哭腔：“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江旭冷笑了起来：“你觉得自己配让我开玩笑吗？”一点都不带客气的。说完，他就加快脚步离开了。跟这种人还是保持着距离比较好。前世的悲惨画面，每次见到这个女人都会浮现出来，是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了。周清月肩膀不断的抖动，泪水跟断线的珍珠一样，不断的往下掉。江旭有女朋友了，那么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努力又算什么？周同学。就在周清月万念俱灰的时候，安诺诺出现了。他洗完澡之后，发现护垫快用完了，于是就打算自己到楼下的小店里面买一点，却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周清月。再次见到安诺诺，哪怕周清月再如何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承认安诺诺各方面都超过自己许多，出水芙蓉，纯洁无瑕，美不胜收。周清月擦了擦泪水，他不愿意在情敌面前露出怯弱的一面，梗着脖子说：“怎么，你是来耀武扬威，告诉我你赢了是吗？”“啊！”安诺诺歪着脑袋，很是不解。看到他这个样子，周清月就气不打一处来，还装：“别以为你跟江旭在一起就很了不起，能不能走到最后都还很难说。”
况且年纪轻轻的，你们就出来开房，实在是不知廉耻。你误会了。安诺诺连忙摆手，我是跟妈妈一起住，江同学也跟着过来一起玩的。还有，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周清月愣了一下，紧跟着就心头狂喜。你说的可是真的？安诺诺点头，他不会骗人。本来已经万念俱灰的周清月，一下子就满血复活了。他觉得自己又行了。江旭原来是在骗自己，真是太过分了。哼，等以后自己把他追到手了，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心情一下子就愉悦了起来。他看安诺诺也变得顺眼了许多，接着计上心来，突然抓住了安诺诺的双手，可怜巴巴地说：安同学，能不能求你一点事情啊？周清月眼圈发红，泪水说来就来。我喜欢江旭，好喜欢好喜欢。他肯定也是喜欢我的，毕竟他追了我快1年了，感情那么深，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这一点相信你也是有目共睹的。安诺诺心情莫名的就不好了起来。周清月接着说句你可能不喜欢听的话，江旭很可能只是把你当作是我的替代品，或者说是故意用你来气我的。我不想你因为我跟他之间受到伤害，所以想恳求你从现在开始离他远一点。我跟江旭很快就会和好的，我俩才是天生的一对。你们不合适，真的，他的性格只有我才可以降服得住。一番话说完，安诺诺脸色苍白。第91章蜜汁自信的周清月。安诺诺的心理防线已经有点松动了。周清月见状有戏，就打算进一步的劝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声暴喝。周清月一扭头就看到江旭气势汹汹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1分钟前江旭就回来了，附近没什么好买的，洗脚按摩还有那种打着剪头发，但是店里却是红灯的店铺，所以他就回来了。然后正好看到周清月跟安诺诺在说话。本来如果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痒东西的话，江旭就不出现了，但是谁知道周清月那女人这么恶毒，他再也忍不住了。看到是江旭，周清月脸上浮现慌乱之色，张了张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便脸上一痛，啪，结结实实的一巴掌甩在了周清月的脸上，清脆悦耳、白皙滑嫩的脸上当即就出现了一个深深的五指印。两个女孩都惊呆了。安诺诺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拉住了江旭。你打我？周清月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旭。滚吧，狗女人！江旭冷着脸说，跟你说几百遍了，老子心里早就没你了。你听不懂人话是吗？非要一次次的纠缠，自以为是，给自己留一点体面不行吗？说完就拉着安诺诺下楼去了，只留下周清月一个人茫然无助地站在那里，脑海中一遍遍地回放着先前江旭所说的话。突然他笑了，这笑容中带着怨恨、不甘以及强烈的愤怒。这一刻的周清月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昂着头，尽可能的让自己眼泪不掉落下来，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房间，轻柔却极有力量的话语在走廊飘荡。江旭，迟早有一天，我要你跪在面前求我原谅。楼下，江旭拉着安诺诺在跟他解释。少女脸色已经恢复如初了，但还是说道：你太冲动了，不应该打人的。江旭不以为意，前世被那个女人害得那么惨，这一世又几次三番的想要来破坏自己美好生活，只是打他一巴掌，江旭认为自己手段已经是很温和的了。不过面对少女担忧的模样，江旭又是另外一番说辞。好好好，听你的，以后绝对不动手了。对了，你下来做什么？安诺诺小声地说，自己去小店里买点东西。我陪你去。不，安诺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你别去，我自己去就行了。看着他一副娇羞的样子，江旭懂了，八成是去买那个啥，自己又不是变态，就没必要跟着去了。好，那你去吧。那你松开我行吗？少女一双如水的眸子里带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哦，不好意思啊。江旭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松开了他。坏蛋，明明就是故意的。你说什么？江旭眼珠子一瞪，安诺诺连忙跑掉了。他现在对于江旭的一些小把戏早就已经了然于心了。江旭咧嘴一笑，这个才是青春，属于老子的白月光。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江旭就提议退房了。本来这家各方面都挺不错的，但是周清月那个搅屎棍的出现让江旭心情变差。为了防止又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是换地方吧。李媛娟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见到女儿同意了，也就没说什么。办理好退房手续之后，3个人离开。突然江旭心有所感地抬起头，恰好看到了2楼其中一个窗户上站着的周清月。他眼神很好，看到了周清月涂抹上了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黑色口红。哟，这是要黑化还是怎么着？周清月在看向江旭的目光一片森冷，他毫不在意，扭头就跟安诺诺有说有笑起来。今天的行程是去吃早茶，然后坐地铁去动物园。早上的地铁人应该不少的，到时候要是拥挤的话，自己保护一下安诺诺，不过分吧？
至于怎么保护，那就得看待会地铁里人有多少了。吃早茶的人还是很多的，随便找一家酒楼，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现在的酒楼还没有什么预制菜，可以吃到很正宗的味道。两母女都十分的好奇。这个酒楼是名厨，长长的台子上摆着一份份早茶，干蒸烧麦、虾饺、叉烧包、豉汁排骨、凤爪、肠粉、红米肠等都是必点的，还有服务员推着小推车四下走动售卖的。两母女看着摆满桌子的食物，都是胃口大开，不管是卖相还是味道，都是很不错的。安诺诺夹了一个虾饺送入嘴里，脸上浮现出喜悦之色。人们在吃到了好吃东西的时候，往往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来。江旭也慢悠悠地吃了起来。早茶吃的除了味道之外，还有氛围，节奏很舒缓，跟外面忙碌的上班族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分割。一顿早茶吃了2个多小时，两母女都吃得饱饱的，一脸满足。安诺诺去结账，花了90来块，还算实惠。接着就去坐地铁，走路10多分钟就到地铁站了。江旭去买了票，果然人不少，这机会不就来了？江旭认真地说，待会地铁门一开，咱们就往里面冲，要拿出那种一往无前、挡我折死的姿态。两母女大为不解，不就是坐个地铁吗？怎么说的好像是要打仗一样？很快他们就明白了。地铁门一开，上班族大军汹涌而动，那场面一阵鸡飞狗跳，还有一大群人没有挤上去，只能等下一批。地面上多出了几只孤零零的拖鞋。李媛娟吞了吞口水，太可怕了，就提议要不然还是打车去吧。江旭心说，那肯定不行啊，打车的话自己怎么站，怎么能体现自己的作用呢？就说道，阿姨，地铁很近的，半个小时就到，如果是打车的话，没有2个小时到不了的，差距这么大，那算了。好，下一趟马上到了，做好准备。两母女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地铁门打开，江旭很是自然的就拉住了安诺诺的手，往里面冲，大力出奇迹，很轻松挤上去。跟在江旭身后的李媛娟也上去了。接着江旭就把安诺诺逼迫到了角落里。前面有个 bug， 主角重生的时候不是高1、高2了，所以现在主角是已经读高3了，已经改过来了，不好意思。第92章，诺诺，你学坏了呀。每一节车厢人基本上都是满的。江旭双手撑着箱壁，给安诺诺提供一个狭小的空间。少女低着头，不敢去看江旭，整个人缩成一团，跟个小鹌鹑一样。由于高度的原因，江旭可以闻到安诺诺的头发上传来的阵阵芳香，像是薄荷跟桂花糅合在一起。看着很害羞的安诺诺，江旭笑着说，我这么帮你，打算怎么感谢我？下次你再欺负我，就免咬你一次。少女如是说。江旭语气悠悠，诺诺，你学坏了呀？是谁教你这些的？安诺诺捂着小嘴笑了起来，一个大坏蛋教的。江旭讨厌厌。安诺诺。有几个男的见到了安诺诺的绝世容姿，不动声色地靠了过来。这么极品的妹子，他们生平仅见。这个年头，地铁上还有很多这种道德败坏的玩意。江旭的眼神瞬间就凶狠了起来，宛若一头择人而噬的野狼。滚！再敢靠近，老子弄死你们！一般只有一些胆小猥琐的人才会在地铁上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在看到江旭长得人高马大，还一脸凶狠，立马就怂了，灰溜溜的离开。你怎么了？安诺诺不明所以。江旭笑了笑，没什么。安诺诺由于角度的原因，什么都没发现。不过李媛娟却看到了，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女孩子嘛，就是要找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挡在自己面前的男人。这一点，江旭无疑是合格了的。这一边，江旭带着两母女去动物园，另外一边，张小慧居然跑到了安峰家里面，在客厅、卧室、厨房、阳台、卫生间都留下了一些东西。不得不说，中年人也是挺会玩的。随后2个人坐在沙发上，张小慧倚靠在安峰肩膀上，柔情似水。哎，跟你说个事。什么？抽着烟的安峰低头看了他一眼，又继续抽。你那女儿国色天香，兰芝慧心，还那么贤惠，我看了都很喜欢。这种女孩很受大家族欢迎的，好好培养，以后嫁入大家族里不成问题，而且也可以在事业上给予你帮助。这就不必了吧。安峰吐出一口烟气，我女儿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虽然女儿不说，但是从言行举止来看，对他也是有好感的。张小慧不以为意，小年轻而已，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等到步入社会了，就知道残酷。再优秀的男孩子，也不可能跟豪门大家相提并论。以你女儿的条件，本是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安峰皱着眉，那小子不一样，况且在我家还很穷的时候，就偷偷帮助了不少，在他心里，已经是把江旭看作是半个女婿了。你呀，脑子不会转的吗？张小慧没好气地说，这恩情将来你发了，给你几百万、几千万，还报答不了，又不是救命之恩，
有必要把你女儿一生的幸福搭进去？安峰眉头皱得更加深了，不过内心里却也是产生了一些动摇。张小慧适可而止，没有再多说什么，目光闪烁，不知道此刻的她内心在想些什么。2天之后，江旭他们就回来了，玩了几天都很开心，特别是跟安诺诺之间的关系又更加深了些。在回来之前，江旭就给安峰发了一条短信，提醒他要把一切可能存在的痕迹给抹除掉。通过张小慧几次的行为，大致也猜测到了她的性格，闷骚型的。在安峰家里没别人的前提之下，十有八九那几天是在家里度过的。安峰回复表示一切都处理妥当，甚至于他在张小慧走之后还用蚊香把整个房间熏了一遍，就很秀。这样江旭就放心了。还有5、6天就开学了，在网吧卖饭江旭不打算做了，还剩下几天，全力的冲刺小说，多弄点存稿。下午5点多，江旭回到家就看到了一脸虚弱的傅炎杰，自己离家之前把钥匙给他了。我去，你这是做什么了？遇到女妖精了？江旭一脸震惊。你还有脸问？傅炎杰无比的气愤，你这混蛋去潇洒了，不知道给我工作量增加了几倍。张圆圆也在，没说什么，礼貌的笑了笑。江旭耸耸肩，这是对你的考验，马上就开学了，生意不做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好好休息。傅炎杰没啥意见，新鲜劲已经过去了，加上他被王小元拒绝几次之后，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一开始立下的豪言壮志已经往事随风了。不过张圆圆就有点失落了，她家庭条件一般，还想着可以多赚一点钱呢。你们稍等一下。江旭起身回屋子里，没过多久就出来，把2个红包放2人面前，一人一个，金额是一样的，多谢你们这段时间的努力。傅炎杰喜滋滋的当场就打开了。哦吼，500块，真大方啊。张圆圆则是想拿又犹豫，觉得自己不配拿这么多。傅炎杰直接就把红包塞他手中，拿着吧，江旭是我儿子，孝顺咱们的。江旭，信不信我给你几个大嘴巴子？1个多月的时间卖盒饭，差不多赚了3万块。傅炎杰赚的钱倒是不多，不过这种经历对于他将来好处巨大。大部分人就算是创业，那也都是在大学时期开始的。傅炎杰这是直接就领先2个版本了。还有1个红包是留着明天给安诺诺的，虽然他现在家里有钱了，不过该给的还是要给的。我们先走了。傅炎杰跟张圆圆离开了，路上傅炎杰问他要不要喝奶茶，他请客。张圆圆摇头。傅炎杰，那你请我吧，我想喝。张圆圆腼腆的笑了笑，好。站在门口的江旭看着2人颇为亲密，不由得有点期待，这2人有戏啊。回屋码字，去完的这几天，江旭也就晚上能写个8000、1万的，接下来几天就得闭关了，一天写个12小时以上。而另一边，经过1个暑假的艰苦拍摄，那些年惨淡的青春电影即将上市。第93章，诺诺，你听我狡辩。那些年惨淡的青春，总投资100多万，算是小成本电影了，但是刘越以及导演对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部电影若是可以成功，不但可以打开校园青春的电影市场，还能够让公司名声大噪，以后要拉投资就轻松很多了。所以在宣传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就是公司所有签约艺人，包括陈雪怡这个2股东，也都在微博上面卖力的宣传，然后各大贴吧之类的也开始购买水军，把热度炒起来。周清月也没有闲着，他换了几套衣服，有成熟的，有清纯的，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全部发到高中还有他初中的时候加的群里面。周清月的颜值摆在那里，高中里除了安诺诺就没谁可以压过他了，自然也是有一群忠实的舔狗。当这些照片发出去之后，很快就收到了一大堆的赞誉。哇，咱们的大明星好漂亮啊，这气质，这身材，如果她做我女朋友，我愿意长命百岁，身家100亿。好家伙，楼上的你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2个群随着周清月发的这些照片一下子就变得火热了起来。周清月看着那么多人的赞美，内心毫无波动，因为江旭没有说话，不过他还是用很甜美的口吻发了一段文字出去。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主演的电影《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大后天就要上映了，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支持一下，爱你们。原先的初中群看到这个没有太大别的反应，很大一部分男同学都表示会去支持，而高中群则是炸开了锅。我去，这不是江旭写的小说吗？居然拍成电视剧了，这得多少钱啊？你们2个难道在一起了吗？不然为什么可以演江旭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不少人甚至是艾特了江旭跟周清月，一些男同学更是打定主意，要是这2人在一起了，自己绝对不支持。江旭看到了群里的信息，没有啥高兴的，只感觉晦气。他妈的，自己的小说居然被周清月给糟蹋了。这个时候周清月自然不会说什么不该说的，很是坚定地说自己跟江旭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说版权是公司买下来的，自己只负责参演。这样一来，就有很多男同学表示要去支持了，也有一部分的女同学说要去支持，但至于最后去不去，就不得而知了。接着，周清月又在群里撒起了娇，让大家帮忙宣传，并且还说了，等开学后他会回学校一趟，到时候大家可以凭借电影票换他的私房照签名。一听私房照3个字，大多数男同学都激动了起来，群里讨论的热度高涨。见此，周清月松了口气，这应该能有一点宣传效果，为票房做一点贡献吧。随后他就关掉手机，开始收拾行李，明天要在国都这边宣传站台，然后还有几个大城市，江城也在宣传路线上，而且还是在他的学校里。这一点刘月已经跟学校的相关负责人沟通过，得到同意了。学校如果可以出一个明星，对于知名度的提升也是有好处的。第二天，安诺诺准时到来，江旭把红包给他。他现在知道江旭有钱了，而且经过了去花城旅游，两个人关系亲近了不少，也没有计较那么多，就收下了。只是在得知了不卖饭之后，心情略微有些失落。这样的话，不就不能每天过来了吗？不过他的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浑身都是心眼的江旭早就想好借口了，把一大堆高3的习题拿了出来，一脸严肃地说，在开学之前，你得每天过来把这些习题做完。哦，我知道了。安诺诺喜滋滋地应了一声，然后就乖巧地坐着开始做题。江旭看到他这么听话，颇为的欣慰，心想要是可以再听话一点就好了。不过暂时是不行的，得等到高3毕业封印解除之后才行，不然就算现在安诺诺再听话，江旭也不敢的，分分钟被封。接下来几天，江旭都是疯狂码字中度过的，一天写12-13个小时，平均时速6000，一天可以搞个7、8万，这个速度还不算顶级，不过对于江旭来说已经是到顶了，再多身体就吃不消了。这天晚上6点多，江旭刚刚吃完饭，安诺诺就过来了。他回去后洗澡了，换了一套蓝色的束腰长裙。这个暑假他高了不少，现在有1.68米了，到高3估计可以到1.7米。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简单的绑起来，3000发丝丝丝绕心间，脸上不施粉黛，却已经是迷倒万千少男了。此时此刻，江旭脑海中很是自然的就冒出一句话：3年血赚，10年不亏。摇摇头，把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驱逐出去。江旭，你得好做啊，再等到明年。走过去，有些好奇的说：“你怎么又过来了？”安诺诺有些害羞的拿出2张电影票，7点开场，去看吗？江旭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不就是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吗？坦白讲，他是不怎么想去的，主要是主演是周清月。本来江旭对他都没啥感觉了，但是上次他对安诺诺说的那番话，成功的让江旭再次对他产生了厌恶感。要是自己不知道那件事，安诺诺这傻丫头又听了周清月的话，跟自己保持距离，那不得哭死。安诺诺看出了江旭的抗拒，小声地说：“我挺喜欢这个故事的，演员是谁不重要的。”江旭笑了笑：“行，那咱们就去吧。毕竟是安诺诺第一次主动邀请自己去看电影，哪怕播放的是两只蛆的故事，江旭也得去。稍等一下，我去洗个澡。”趁着江旭去洗澡，安诺诺就顺手把碗筷还有锅炉这些给洗了，又顺便把客厅简单打扫一遍。看到江旭还没有出来，就去卧室也整理了一下。整理到一半，一样东西从书桌上掉落下来，安诺诺捡起来一看，顿时霞飞双颊。第94章，好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那是一本杂志，封面就很那个。翻开第1页，安诺诺就忍不住霞飞双颊。诺诺，你在哪？偏偏这个时候，江旭洗完澡走进卧室，然后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不由得眼皮一跳。好家伙，这玩意怎么还放在这里？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他跟傅炎杰路过一个卖碟跟杂志的摊位。傅炎杰就被摊位上的杂志给吸引了目光，买了2本，打算研究一下成年人的世界是怎么样的，送了江旭1本。江旭本来是不打算要的，但是奈何傅炎杰太热情，没办法就收下来了。杂志的内容也还好，反正江旭是体会到了里面女主的奉献精神，值得学习。安诺诺娇躯一颤，傻了，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放回去不是，收起来也不是。江旭走了进来，目光一瞥他手里的杂志，立马就恶人先告状，语气夸张地说：“好啊，安诺诺，没想到你居然看这种东西。”不是的，安诺诺语无伦次，这是从你书架上掉落下来的。江旭一脸正气，怎么可能，我这种好孩子可不会碰。接着他话音一转，不过也可以理解，到了这个年纪，总是会对一些东西感到好奇。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安诺诺急了，想说自己真不是那样的，但是看到江旭的表情，
他知道自己又被套路了，气呼呼的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给陈月，吓得江旭连忙求饶：“别，我错了，我承认，那是傅妍姐以前硬塞给我的，莫得办法。好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安诺诺哦了一声，然后说：“该出发了。”江旭这才看到自己房间被整理过了，心生感动，真是个好女孩啊！自己身上就一个长处，看来以后只能够那样报答她了。出发去电影院，江旭自然是让安诺诺戴着口罩的，不然就她这个颜值，很容易出现什么麻烦。来到电影院，江旭去买了爆米花，2杯冰可乐。少女目不暇接的四处观看，对什么都好奇。这还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来电影院。来到的时候，时间刚刚好开始，不过观众没几个，整个影厅包括他们2个才12个人。灯暗了下来，安诺诺把口罩摘了，拿起一个爆米花，先递给江旭。江旭一口咬住，安诺诺触电般的把手缩了回去，委屈又气愤的看着江旭。江旭装作啥事没发生，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电影开场。安诺诺拿他没办法，有些闷闷的看着电影，不过很快就被里面的情节给吸引住了。江旭吧唧下嘴，也认真的看了起来。开头还是挺不错的。周清月的装扮很符合原著，表演虽然没有说多么惊艳，但是也还能看。主要是她长相、身材这些方面，让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忽视掉演技上的不足。这部小说前半段还算是比较平的，到了后半段，剧情起伏很大，很能调动人的情绪。安诺诺已经在偷偷的抹眼泪了，甚至还偷偷的看了江旭一眼，眼中带着一些怜悯。江旭怒了，从安诺诺的眼神里，江旭读懂了，他认为故事里的那个小丑男主角是自己。可恶！不过转念一想，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白白错过呀。于是他直接就趴在了安诺诺香肩上，一脸的痛苦。安诺诺身子一紧，小声的说：“你怎么了？”“没什么，想到了一点伤心事，能不能把肩膀借我靠一靠？”安诺诺有点不自然的扭了扭身体，看向四周围，然后又马上就转了回来。他看到后面的几个观众根本没在看电影，而是旁若无人的在播，这对安诺诺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你要靠多久啊？”安诺诺声音有点委屈巴巴的。江旭用力吸了口气，鼻尖满是少女身上特有的体香，沁人心脾。面对安诺诺的问话，江旭回答：“作为同桌，你就不能体谅我下？没看到我都这么伤心了？”安诺诺愣了一下，然后就看到江旭表情的确很痛苦，而且眼眶里好像有泪水在打转，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觉得自己这么说的确是有些过分，却完全没有看到江旭另外一只手使劲地掐着自己的大腿，痛得不行，能不流泪吗？于是江旭就这样靠在安诺诺香肩上，以小鸟依人的姿势在看着电影。一部电影120分钟，看完了之后，安诺诺又哭了一次。小丫头还挺多愁善感的。不过江旭虽然对于周清月那个女人十分的不爽，十分的看不顺眼，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她演的确很好，把原著女主的所有特点都演出来了。估计是那女人觉得这部小说的女主就是写的她，所以带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共情。按照江旭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爆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有可能类似于多年后的那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换一个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爆了，江旭也能够赚到不少的钱，因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江旭没有要版权费，而是要了收益分成。假设这部电影的净利润是1000万，那么江旭就能拿到税前100万左右的分成。不过若是真的爆了，那么净利润肯定不止1000万，而且等影院热度下降后，电影的播放权还可以卖给电视平台。另外，对于他的名气也能带来增幅，不过增幅多大，就要看最后这部电影能够达到什么地步了。电影结束，安诺诺还坐在那里抹眼泪，江旭是没啥感觉的，不过也是陪着他一起 emo 了一下。影厅里面其他的观众已经走了，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场电影究竟看进去了多少。过了一会儿，江旭看到安诺诺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就笑着说：“怎么，你还不走？是打算要在这里跟波波吗？”本以为安诺诺肯定又会跟以往一样红着脸说讨厌，或者直接咬他一口的，没想到这次他却说出了一番让江旭感到无比意外的话来。第95章，你看这锅又黑又大，也不是不行，不过得等到高中毕业后。安诺诺低着头，小声地说出了一番让江旭瞳孔放大、震惊无比的话来。江旭用力地掏了掏耳朵，又问了一遍：“你刚才在说啥？”安诺诺不说话了，撇过头不去看江旭。江旭一阵狂喜，然后就感觉血气上涌，浑身的温度都高了几度。看来自己这段时间里的真心付出，再加上一点点的小套路，还是有用的。安诺诺生怕江旭会误会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我觉得你太苦了，我想给你一点甜的滋味。”声音越说越小，到后面要不是江旭仔细的倾听，根本就听不清他说什么。
江旭恍然，原来是这样，估计是这小丫头看了这电影，把里面悲惨的男主带入到她身上去了，所以产生了同情心。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江旭抹了抹眼泪，悲痛地说：“你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以后咱们结婚了，我会多带孩子，让你轻松一点的。”虽然江旭经常逗她，但是这种话语还是让安诺诺有点绷不住，立马就站起来往外面走去。走了几步又回来，把2个空可乐杯还有装爆米花的桶拿走，丢垃圾桶了。江旭也走了出去。今天这场电影看的还是挺值的，起码得到了一个2年之约的承诺。走到外边，江旭问他要不要吃东西，安诺诺摇摇头说不吃了，2人就回去了。回到家里，江旭打开高中群，不出意外，群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讨论关于周清月跟这部电影，不过大多数都是男生在讨论，而且都是去看过了的。这电影拍得真好，看得我一个大老爷们都哭得稀里哗啦。没想到周清月第一次演戏，演技就这么好，他肯定要火的，以后咱们就有吹牛的资本了。很期待，过几天他就要来学校宣传了呢。江旭，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话题讨论着就扯到了江旭身上，然后一些潜水的女生也跟着冒泡，纷纷询问江旭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更加好奇，现在江旭在听到周清月这么成功了，心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些问题，江旭根本就不想回答，直接就关灯睡觉。接下来几天里，江旭都是在家里闷头码字。在开学这一天，舞动这本小说已经积攒了68万字的存稿了，比他当初预估的要少一些，主要是去旅游，抵消了不少码字的时间。另外，其余稿子最低存稿50多万，最高已经有150多万了。书库初步有了，其余各方面的准备都已经弄妥当了，随时都可以让网站上线。不过江旭不急，再慢慢积攒一段时间。傅炎杰他爸爸第2期的资金已经打了过来，还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另外就是江旭在故事会那本小说后续还有分成，这个月应该也还有个30-40万，更往后的话，估计1个月可能就只剩下1-2万，几千了。按照江旭的估算，书库起码要有1000本100万字以上的书才能上线，要不然读者看不到几本书，根本留不住人。另外，前期的宣传费也是一个大头，常规的宣传就是打广告，1个亿下去都不一定能够起来。江旭现在还在想要用什么样便宜又实惠有用的方式来进行宣传，简单点来说，就是想要达到用10块钱却有1000万的效果，最好是不要钱。不过这好的点子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收拾一下，上学去了。一打开卧室的门，江旭双眼一眯，看着坐在沙发上穿着睡衣翘着2郎腿的妹子，你怎么在这里？除了江小妍还有谁？江小妍眨了眨眼睛，人家刚起来准备喝水呢。哦，刚起来什么？刚起来？江旭震惊了，不由得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看，床上的被套跟被子都一阵凌乱，边上还放着一套换下来的超短裙。不用说，江小妍昨天晚上肯定是在这边过夜了。江旭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无奈地说：“妹妹，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他准时睡觉，昨晚上也没有察觉到什么动静。往更深处去想，这妹子昨天晚上没有偷偷地潜入自己的房间，然后，哎呀，羞死人了。江小妍笑嘻嘻地说：“1点多过来的，你睡得跟猪一样。也就是我，换了别的女孩子，早就被吃干抹净了。”江旭没好气地说：“今天开学，你不去上学？”不去。江小妍撇撇嘴，跟老师请病假了，上学有什么好玩的？我都已经把大学3年的课都全部学完了，甚至于就算是要保送名额都轻而易举。这一点江旭相信，这妹子属于天才中的天才，一般的课程对她没有什么难度。不过江旭还是打算劝一劝，上学不只是学知识，还要学做人，学着跟其他人相处等等。况且你还这么小，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娱乐上面。江小妍，那我问你，上学的目的主要的是不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江旭点头。可是我有哥哥你了呀，你那么厉害，以后肯定会赚大钱，会养我的，对不对？撒娇加马屁，直接就让江旭无话可说。算了，他既然不想去就不管了。但是江旭还是告诫道，以后你不要再过夜，要是被人看到了对你影响不好。而且我这边又没有你家大别墅住得这么舒服。当然他害怕的是万一被安诺诺撞见了，那就解释不清楚了。明明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却要背上一口又黑又大的锅，那就太憋屈了。好，人家知道了。江小妍漫不经心地说，看他这态度就是根本没有把江旭的话听进去。看了看时间，快迟到了，等回来之后再跟他好好聊一聊。等到江旭走了之后，江小妍立马就跑到他的卧室里面，直接扑到床上去，抓着被子用力的一吸，在床上各种打滚，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到了最后面，他居然第96章安诺诺封印解除。高2跟高3唯一的区别就是班上少了2个人，周清月跟李红红这对祸害。
没有了他们两个，江旭来到班级里，感觉空气都更加的香甜。座位什么的还是跟高二的时候一样，没有变化。安诺诺比自己提前到，封印解除之后的安诺诺只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虽然他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书，但是班里没有谁能够忽视掉他。所有的男同学更是时不时的就偷偷看一眼，然后就红着脸移开目光，甚至于还有不少别班的男同学都跑到教室外面偷偷的打量着，一个个惊叹不已，并且纷纷的在打听安诺诺的具体信息。傅炎杰也到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黑了一圈，让他本来就不富裕的颜值雪上加霜。不过这小子一来到班上就各种吹嘘，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暑假我经历了什么，你们一个个忙着玩游戏，而我已经通过卖盒饭各种小吃赚了很多的钱。是的是的，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年轻人嘛，就是要多多的历练，以后才能够更好的进入社会。江旭听了一阵就无奈的摇头，这小子吹牛完全不打草稿的，在他的描述当中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江旭被当成了透明人，明明才赚了几千块钱，这小子硬是吹牛赚几万块钱。不明真相的同学一个个惊叹连连，无比崇拜地望着他，这让傅炎杰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直到看见江旭注意到这边才收敛，冲着他一阵眨眼，发送电报：好兄弟，别拆穿我，情场失意就让我商场得意行吗？江旭回复：接下来1个学期的饮料你包了。傅炎杰有些犹豫，这也太多了。不过在看到江旭眼中流露出一丝凶光之后，还是连忙同意。班主任来了，先是让人把高3的新课本发下来，然后就说周清月同学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现在已经到了学校，要为他第1部电影做宣传。今天的第1个早读课取消，现在由班长带队，大家一起到外面去。江旭兴致缺缺，但还是跟着一起出去了。其他班级也已经收到了通知，比任何一次的聚集都要来得积极。排好队以后，一个个翘首以盼。老班充当主持人，讲了一些没营养的话，然后他的上头简单说几句，上头的上头又简单的说几句，底下的学生们一个个听得眼皮子打架，很多人都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都过去半个小时了，在很多人忍耐快要到达极限的时候，才终于把周清月请了出来。今天的周清月无疑是极为漂亮的，穿着一身很昂贵很华丽的长裙，脸上也画着跟她年龄不符合的成熟妆容。不过化妆师的技巧还是很高的，一下子就把她的颜值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在大家都还穿着校服的年纪，她就穿上了这么时髦的衣服，自然是一下子就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巴，感受着一道道或羡慕或炽热或爱慕或嫉妒的目光，全部都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刻，周清月无疑是极为满足的。她拿着话筒，像是一只骄傲的天鹅，昂首挺胸地走到了台上，一双狭长的眸子快速地在下方扫描，寻找着那道让她又爱又恨的身影。很快，她就看到了江旭，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就拿起话筒跟大家打了声招呼。现场立马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唯独江旭没有鼓掌。谢谢大家的捧场。周清月声音甜美，耽误大家学习的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说话间，她的脸上也恰到好处地浮现出一丝歉意。别的不说，这场面话跟演技的功力的确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接着就是巴拉巴拉一大堆，说他跟团队如何如何的努力，这部电影如何如何的好看，希望大家多支持云云。说到最后，他话音一转，我能够参演这部电影，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江旭。江旭眼皮一跳，班级里其他的人这个时候也是将目光落在江旭身上。江旭感受到了周清月把目光投注到他这边，也冷冷地看了过去。周清月神色不变，我参演的这部电影就是江旭同学写的同名小说，我是他的忠实读者，说起来也是缘分。这部小说的版权还是我推荐给老板，然后他买了过去的。这一点江旭的确是不知道。其他人也都纷纷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江旭。台下的刘月皱着眉头，不断的给周清月使眼色。这些话先前可是从来没有交代过，让他说的。周清月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自顾自的说着，我跟他认识很久了，他一直对我很好，每天都会给我打饭，下雨了宁愿自己淋雨也要把伞给我，还经常给我买各种小礼物逗我开心。我跟他约定好了，以后要一起顶峰相见，大概这就是青春吧。话音落下，不少人看向江旭的目光就充满了不善。这么一个女神，居然就被你这小子捷足先登了，实在是太可恶了。其中君越最是愤怒，你小子居然脚踏2条船。不过在愤怒之余，又不由得产生了一阵狂喜，那就是安诺诺肯定是看清楚了江旭丑恶嘴脸，那么自己是不是就还有机会？江旭十分的不爽，周清月这他妈的纯粹是胡说八道，就是故意这么说挑拨离间的。此时安诺诺已经把头低下去了，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想来
绝对不会是开心。站在台上的周清月，完全的把江旭跟安诺诺两个人的表情尽收眼底，脸上没有太大的表情，心中却是充满了快意。这就是自己报复的第一步，先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缝隙，然后再一点点的将之摧毁。我说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周清月单手捂着领口，冲着大家深深一鞠躬，然后就打算下去。等等，就在这时，江旭发声了。第97章，小妮子嘴还挺硬。众人愕然，一个个不明所以。江旭跃众而出，直接就走到台上，从周清月手里把话筒夺了过来。大家好，我是江旭，那些年的作者。简单说两句。第一，我跟他的关系一般。第二，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顶峰相见这种话，毕竟他学习成绩不好，而我作为年级第一，双方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关于刚才这位周女士所说的话，我保留起诉的权利。就这样，不耽误同学老师们的时间了，再见。说完就昂首挺胸的走下台，完全不去看周清月那铁青的脸色。他两只拳头死死的握着，上面青筋毕现，只感觉到一股无尽的屈辱。自己这是被江旭当众狠狠的毫不留情面的打脸了。也幸好现在的手机还不先进，网络还不发达，不然所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在很短时间内就传遍网络，让他颜面尽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打了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刘烨见状，连忙上去说了几句场面话，然后就拉着周清月离开了。回到班级里，傅炎杰冲着江旭竖起大拇指：“你真牛，打脸女明星。”江旭耸耸肩：“狗屁的女明星，不过是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而已。他关心的是安诺诺。”捏了捏他的脸蛋：“开心不？关我什么事？嘿嘿，小妮子还嘴硬。”江旭一阵嘲笑，他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少女刚才跟现在的情绪一个天一个地。安诺诺不由得又把头低了下去。江旭不满的在他后背按了一下，喝道：“别老是弯腰驼背的，挺胸抬头。”少女嘴巴一瘪：“干嘛凶我吗？”而另一边，周清月一行人坐着商务车离开了。他坐在后排，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刘烨在一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小年轻的情情爱爱，在他看来很可笑。谈恋爱干嘛呢？赚钱不香吗？过了一会儿，周清月开口了：“小姨，我要成为国内最红的女明星，我一定要把她给踩在脚下，否则这口气我出不去。”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怨恨。刘烨有点担忧她的精神状态，不过这种意志如果能够保持下去的话，她肯定会成功的。于是便安慰了几句，最后说道：“咱们去下一座城市宣传。以你的才能，要不了多久就会让他仰望，甚至是跪倒在你的石榴裙之下。”周清月默默地攥紧了拳头。中午放学后，君越跑来了。班级里除了江旭跟安诺诺之外，其余人都走了。今天江旭是故意晚一点走的，就是猜到这小子会过来。诺诺，君越一脸沉重地说：“没关系的，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我来了，以后绝对不会让你被欺负。跟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家伙保持距离吧。”安诺诺小声地说：“多谢君越哥哥的关心，可是我不介意的。”啥？君越懵了。安诺诺又说：“我不介意的，君越哥，你快点去吃饭吧，别管我了。”君越如遭重击，失魂落魄的离开了。这个展开完全跟自己预料中的不一样啊。等到君越走了之后，安诺诺就气鼓鼓的瞪着江旭。这话是刚才江旭用一个自己的小秘密胁迫他这么说的，为的自然是满足某人的恶趣味，打击竞争对手什么的，最有趣了。面对少女的瞪眼，江旭装作凶狠的样子：“看什么看？再看打你！”安诺诺就要去拿手机，江旭眼疾手快的把他书包给抢了过来，往外面跑去。手机在书包里，想要找靠山，没门！安诺诺连忙追了出去。2天很快过去，江旭听到了一个很意外的消息：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在江城火了。火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2天前他上台驳斥周清月的那番话。他不知道的是，那番话让很多同学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变成了仇人？在八卦之心的作用下，还真的让他们查到了很多东西，什么爱而不得、因爱生恨、三角恋、四角恋之类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然后这些同学回去后又告诉了家里人或者别的朋友，加上有周清月现在拥有了一个明星演员的头衔，话题的讨论度就很高了。热度一高，自然就会对那部电影产生好奇心。这一看，发现剧情、演技各方面都还很不错，然后口碑开始发酵，购买电影票的人就越来越多。这部电影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于高中时期的记忆，现在已经有要往周边城市扩散的趋势了。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江旭也有些哭笑不得，这火的有点猝不及防。看了一下微博，那些年已经在热搜榜末端了。趁着这个热度，江旭抓紧时间注册了一个账号，通过了实名认证之后，就提交相关的材料。很快，他的微博账号后面就多了一个官方认证的金标。
作者岁岁安平，著有《那些年惨淡的青春》《青春与哀伤》《纯白色恋人》。微博也是会利用热度的，见到江旭跟那些年电影有关，就第一时间给了流量。江旭也发布了一条微博：青春会散场，友谊与爱情不会。在微博官方的推动之下，在注册1个多小时就已经有2000多粉丝了。如果持续给量的话，涨粉应该是挺可观的。下午放学，江旭跟安诺诺在教室里，没有马上回去，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码字。偶尔安诺诺有不懂的会问一下江旭。江小妍在办公室里，江旭不敢带过去，天知道那个问题少女在见到安诺诺之后会不会欺负她，或者是刺激到她某个点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在公司发展壮大，搬到别的地方去之前，都要尽量的避免让2个人见面，所以还是在教室里相处比较好。一直学习到了5点40分，2人才背着书包离开。叮咚，刚刚走出教室，江旭的手机短信响了，拿起来一看，他乐了。第98章，江旭，一母何出此言？江旭一看信息就乐了，居然是故事会的稿费到了，并且数额还超出了自己的预料，48万，这是税后的，税前也即是有50多万。有了这笔钱，前期的书库更新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回到家，林楠他们已经下班了，不过江小妍还在。这小妞戴着黑边框眼镜，坐在那里多出了几分成熟，手里捧着一本高级编程的书籍，认真的看着。这个状态下的江小妍看上去跟正常的漂亮书呆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当她察觉到江旭回来之后，啪嗒一声把书合上了，眼神冷冽，回来了不知道向我请安，该当何罪？江旭对着他额头就是一下，不想减震器被我打成4片，就给我闭嘴。江小妍疑惑，什么减震器？江旭嘿嘿一笑，跟你没什么关系，这是男生才会在意的。奇奇怪怪的。江小妍嘟囔了一句，然后笑嘻嘻地说，我那边停电了，今晚上住这里呗。江旭，我不信，赶紧滚蛋。他手里多出了一张银行卡，哎，刚从我爸那里要了200万，本来想给公司买一辆商务车的。既然这样，那么我就回去了。说完就打算起身离开。江旭挡在了他的面前，肃然道，一母何出此言？江小妍18岁了，应该是已经拿到驾照了，要是公司有一辆车的话，以后去办公啥的都会方便许多。江小妍昂着头，伸出右手，小旭子还不搀扶着本妃？这晚上自然又是在码字当中度过的。江小妍在这边也没有搞事情，自己在隔壁的房间。只是江旭晚上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但是没有发现源头是哪里，也懒得去深究，开始工作。到了10点钟，关灯睡觉。不过为了防止江小妍搞什么幺蛾子出来，江旭把门给反锁了。哎，男孩子在外头也得注意保护自己，特别是像江旭这样的靓仔，有时候还挺羡慕傅炎杰的，长得那么安全。第二天早上，江旭6点钟起来，洗漱完毕之后就去学校操场跑步了。一个暑假基本上都没怎么运动，身体都有点生锈了，偶尔要运动一下才行。跑着跑着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江小妍居然也在跑步，追了上去。她穿着一套修身的运动服，身材曲线优雅且匀称，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眼前一亮，腰肢纤细，与上半身的肌肉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示出健康的美。运动裤紧实而不紧绷，完美的勾勒出她修长的腿部线条，浑身上下都在散发出青春的气息。此时操场上只有几个高3的同学在跑步，在看到江小妍之后都有点移不开目光，心想学校什么时候又来了这么一位各方面都那么出色的妹子。不过高中的大多数都还比较害羞，也只是敢远远的看着，不敢上前搭讪。江旭跑了过去跟他并肩，你每天都会跑步？江小妍扭头一看，板着的脸立即就笑盈盈起来，好巧啊哥哥，你住这附近吗？江旭神经病，一下子就没有要跟他说话的兴致了，闷头跑路了。跑了5圈之后，江旭停了下来，平复气息。没过多久，江小妍也停止了。他看着江旭说，原本我跑步一直都是第1名的，现在只能跑第2名，因为被哥哥超过了。江旭乍一听没毛病，仔细一想好像有点不对劲。江旭摆摆手，去吃早餐吧。江小妍蹦蹦跳跳的，活力四射，任谁都想不到这妞会是个神经病。等等我妈，别太快啊，慢点。江旭这小妞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自己这么正直的一个青年可不能被带坏了。于是就说，你要是闲得无聊的话，就帮我做一个程序，一个可以一键全平台发帖的程序。江小妍虽然神经病，但是脑子还是很好使的，立马就明白了过来。哦，你是想要为网站将来的宣传做准备吧？聪明，打广告宣传太浪费钱了，目前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方法，将来等到真正要上线的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有别的新招数。行吧，我会搞定的。对了，江小妍话音一转，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你要是拒绝的话，就把你房子烧了。江旭突然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你想看哪部电影？江小妍，那些年惨淡的青春，听人说很好看呢。江旭666，这他妈的，不是只有渣男才会一个电影看好多次吗？江小妍根本不给自己拒绝的机会，看来这个电影是必须要看的。问了下时间，晚上8点钟。吃完早餐后，江旭来到教室里，安诺诺到了。在看到江旭之后，四下看了看，见到没人注意到这边后，就从书包里抽出一个红色袋子递给江旭，这个是给叔叔阿姨的。什么东西？江旭打开一看，愣了一下，是一双黑色手套跟一条红色的围巾，都是用毛衣织的。从做工上看，是要花费不小功夫才能做出来的。再仔细一看，安诺诺的眼睛有点红，黑眼圈也有点重，不用说，肯定是熬夜弄的，而且应该还不止熬了一个夜晚。心中一股暖流流过，要是娶了这样贤惠的女孩，就是让自己开豪车住豪宅也是愿意的。江旭忍不住在她光滑洁白的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笨蛋，干嘛打我吗？少女双手捂着额头，撅着小嘴巴，有点委屈。现在又不是冬天，你慢慢织就可以了，干什么熬夜？安诺诺别过头去，不让江旭看到他眼中的心虚。江旭笑呵呵的把东西收起来，放自己书包里，心想爸妈见到了，估计会乐得牙齿都掉几颗。这么贤惠的妹子，可真的不多见了。谁娶了，那都是祖坟冒青烟啊。对了，过了一会儿，安诺诺又说道，听说今天晚上公园里有放花灯的活动，你要跟我一起去看吗？江旭，第99章急需时间管理技能。江旭悄无声息地吞了吞口水，试探性地问道，那么几点钟呢？8点半开始，咱们8点钟就过去吧。安诺诺一双迷人的桃花眼中带着期待。江旭，老天爷不是这么玩我吧？不方便吗？安诺诺看到江旭面有难色，小声地说，没事的，以后去看也行。当然不是。江旭笑了笑，那么晚上我过去找你。哦，那好。少女心情一下子就明媚了起来。下课，江旭偷偷跑到外面，给江小妍发了一条信息，把看电影的时间改到晚上12点。他很快就发来了一个问号。江旭，这电影深夜看才有意思，而且很多年轻男女都是深夜看完电影，然后嘿嘿嘿，你懂得。发过去没多久，江小妍就回复了，说那就12点去，还配上了一个害羞的表情。江旭松了口气，看来自己得抽空去学习一下时间管理了，只可惜没门路。如果可以见到罗大师的话就好了，他老人家在这方面那是妥妥的大师级别，这种小场面轻而易举就可以应对。晚上回到家，江小妍还在，这小妞现在是赖在这边不走了。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晚上不用自己做饭了，小富婆天天买各种好吃的，一顿饭300-500很正常，看在吃的份上，暂时忍忍。洗完澡之后，江旭就打算悄摸摸的出发，不过还是被江小妍发现了。他倚靠在门上，冷声道，你这是打算去见哪个狐狸精？江旭神色如常，去老师家里做客，很快就回来。不对，你又不是我女朋友，管那么多做什么？江旭觉得必须要拿出气势来，可不能让这个女人把自己给拿捏住了。哦，那你去吧。江小妍笑盈盈的，但是下一秒就瞬间变脸，宛若一个冷面修罗一样，手里也多出了一把水果刀，在眼前一阵比划。你要是敢去外面鬼混，我就把你咔嚓了。江旭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这女人真是狠啊，不过这种行为太危险了，必须要纠正才是。看了下时间，还来得及，他便朝着江小妍走过去，一把将她手中的水果刀夺了过来，丢到地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准在我面前动刀，听见没有？语气很严厉。下一刻，江小妍的神经质就发作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管我？啪！江旭出手了，一巴掌打了过去，声音很响亮，当然不是打脸。江小妍怒了，你敢打我？有何不敢？说话间又是连续几巴掌下去。3天不打上房揭瓦，必须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否则以后自己可就管不了这个女人了。他力气不小，不过跟江旭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一开始还使劲的挣扎反抗，但是被江旭打了20-30巴掌之后，就毫无反抗之力了。江旭抬起手，我刚才说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啦，人家以后不会再犯了。态度变了。果然没有什么是打一顿没办法解决的，如果有，那就2顿。这是江旭从自己爸妈身上领悟到的超强奥义。江旭满意的点头，孺子可教。好，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我很快就回来。等等，江小妍叫住了江旭，在他疑惑的目光之下，有些娇羞地说，多打我几下。神经病！骂了一句后，江旭转身离开，身后传来江小妍痴痴的笑声。到达安诺诺家门口，就看到有一辆货车停在这边，有工人进进出出，不断的搬东西。
安诺诺跟李媛娟都在门口。阿姨，诺诺，这是做什么？是小旭来了呀。李媛娟见到江旭就眉开眼笑，我们要搬家了，搬到翠苑居去。你安叔叔在那边买了一套带地下室的3层别墅。江旭立马就恭喜，那个地方房子不便宜，1平方要1万多呢。3层别墅就算只有100平方占地面积，加上前后院的话，起码也要500万。安峰赚钱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这么短就赚到500万，100%是那位给的钱。能搬新家，李媛娟自然是很开心的。她笑呵呵地说，等过几天搬家宴，你可一定要来。我一定到。江旭点头，而后话音一转，那这里的房子，叔叔阿姨打算怎么办？你安叔叔的意思是卖掉。江旭说，阿姨，我提个小小的建议，这里可能卖也卖不了几个钱，还是诺诺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不如就留着，以后也能多个回忆的去处。按照时间线来看，这边距离拆迁不远了，现在卖掉那就是血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那就不卖了。聊了几句，李媛娟就让安诺诺跟江旭出去了，这里不需要他帮忙。路上，江旭故意发出深深叹息。你怎么了？安诺诺问道。你现在家里有钱了，以后会不会嫌弃我这个穷同桌啊？不会的。安诺诺声音不大，语气却充满了坚定。这样，江旭就放心了。穷人乍富，心态上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瞧不起原先的朋友，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眼高手低之类的。不过现在看安诺诺，倒是一如既往，明明已经成为了江城高中有史以来最强的校花了，依旧很低调，很怂。只有跟江旭在一起的时候，胆子才会变大一些。甚至有时候还敢动嘴咬他。来到公园，有点晚了，不过还是看到了放花灯。现在是8点45分，来得及。公园人很多，老人、情侣跟小孩居多，十分的热闹。安诺诺戴着口罩，宛若一只白色精灵，在江旭面前飞呀飞的，时不时发出一声声清脆悦耳的笑声。放花灯在10点钟就结束了，不过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小丫头显得颇为兴奋，没有马上要回家，而是拉着江旭去买小吃、喝奶茶。逛吃的就到了11点，江旭已经有点着急了，正打算提醒可以回去了，谁能够想到突然就下大雨了。江旭抬头看了一眼，故意针对我的。第100章，江旭，我真不是渣男。好端端的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似乎老天爷都看不惯江旭的渣男行为。这送安诺诺回去，加上折返再去电影院的时间勉强够了，但如果再继续耽搁下去的话就不行了。于是江旭就对安诺诺说，青春必须要淋一场雨，咱们现在回去吧。啊！江旭直接拉着她冲到大雨底下，瞬间她衣服就湿透了。不过少女并不知道江旭的真实目的，觉得这样好像也挺刺激的。摩托车顶着大雨而行，身后甚至是传来了安诺诺银铃般的笑声。江旭默默地给自己点了个赞，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闲都得在安全范围内用最快速度将安诺诺送到家。江旭嘱咐道，回去换衣服，喝点红糖水或者姜汤去寒气，我先走了。你快点回去吧。少女挥挥手。江旭留恋了看了一眼被雨淋湿的安诺诺，忍痛离开，不能再看了。而察觉到江旭的目光，安诺诺脸色一红，连忙转身回屋去了。回到家就看到江小妍坐在台阶上，面色很阴沉。不过在看到江旭淋雨回来，又马上心疼了。你怎么这样就回来啊？江旭很是认真地说，因为家里有人在等着我呀。别说是下点雨了，就是下刀子我也会奋不顾身回来的。江小妍心中很是感动。恰在这时，天空咔嚓一声，一道雷鸣响起。江旭缩了缩脖子，江小妍没有在意这些，而是让江旭快点去换衣服。换好衣服，喝了杯热水之后，江旭发现雨停了，一滴都没下了，这就很溜，专门针对我的是吧？江小妍已经把摩托车座擦干净了，手里还拿着一把伞。走吧，去看电影，看完了。他低着头，一脸的娇羞。江旭不动声色的上车，来到电影院，没多少人看夜场了。当然，主要原因是今天并不是周6日，不然夜场反而是人最多的时候，特别是会有一些人专门选择那种很冷门的电影，进去后就没有别的观众的那种。至于原因吗？嘿嘿，懂的都懂。江小妍这会儿又恢复成了乖乖女的样子，穿着白色小裙子，梳着马尾，走路左右摆动，低眉顺耳的。跟在江旭身后，活脱脱一个社恐妹子，依旧是买了爆米花，还有2杯可乐。走进影厅里面，只有一对情侣在最后排。至于为什么知道是情侣，自然是因为一进来就看到2人在作了。江小妍娇滴滴地说，待会你可不能那样对人家哦，不然人家会害羞的。江旭，那你坐最里面，我坐最外边。江小妍，你真讨厌，不过如果非要坚持，人家也拿你没办法了。江旭，没啥人，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江小妍就问，
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江旭摇头，没有。临危不惧，从容不迫，方显男儿本色。电影开始了，江旭开始飙演技了。没办法，前面已经说了自己没看过这部电影了，所以就必须要表现出该有的样子。比如到了该笑的时候就笑，哭戏的时候就得表情沉重。难以想象那些一场电影要看3、4次，甚至8、9次、10几次的人是如何管理自己面部表情的。前半段江小妍还老老实实的看，而等到了后半段的时候，他居然……不过等看完之后，他睡着了，一脸的恬静。江旭摇了摇他，没反应，再摇还是没醒，然后他就自己起身走了。没过多久，江小妍就追了出来，十分的生气：“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跑出来？”江旭一拍脑袋：“哦，不好意思，忘记你了。”嘴上这么说着，但是脸上没有半点的歉意。江小妍下一秒又笑盈盈的：“没事，咱们去下一站吧。”“什么下一站？该回家了。不是说好了吗？你反悔，还是会故意骗我的？”江小妍的不爽写在脸上。江旭故意装傻：“你在说什么呢？我都不懂。”江小妍拿出手机，看看你先前发的短信。江旭，这电影深夜看才有意思，而且很多年轻男女都是深夜看完电影，然后嘿嘿嘿，你懂得。对啊，这有什么问题？江旭继续装傻，看完电影不就回家吗？你难道不懂？唉，还真的不是江旭要当什么正人君子，而是现在实际情况不允许啊，起码得等到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之后才能解除某些限制。行，我记住了，你给我等着。哼！江小妍气呼呼的走了。早上江旭睡过头了，昨晚回来之后都2点半了，关灯刚刚睡着，江小妍就在外面敲门，故意报复自己。等自己跑出去之后，他又一溜烟跑回卧室去了。来了2、3次，自然是没睡多少觉。一看时间，8点多了，起来刷牙洗脸，看手机，有几条未读短信，一条是安诺诺的，询问他怎么没来上学，还有一条是刘烨发的，是关于那些年电影的。上映1个礼拜多了，成绩开始大幅度增长，全国总票房已经达到了628万。如果刨除各种投入，这部电影的成本已经收回来了，后面的都是赚的，这倒是让江旭有点意外。像这种成绩还可以的电影，一般上映周期都在1个月到2个月之间，要是按照2个月算，票房不增不减的话，那就有5、6千万，净利润肯定有1000万的。很好，这部电影看来可以给自己带来一笔很可观的收益。既然都迟到了，江旭也就不着急了，又看了看微博，粉丝数居然有3万多了。要知道现在微博的粉丝还是实打实的，不像10多年后随便就有几百、几千万。按照这个趋势，等那些年的电影上映完之后，应该可以涨粉到10几万，将来宣传又多了一个免费渠道。江旭穿好鞋子后，就看到江小妍房门打开，他打着哈欠走了出来，瞬间江旭杀意沸腾。而江小妍看到江旭之后，也没有躲回房间里去，而是走了出来，并且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提前预告江小妍不久之后就会离开。第101章，如果是江旭哥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看到了江小妍之后，江旭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太过分了，昨天搞得自己1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正打算狠狠地收拾他一顿。而江小妍在看到江旭之后，直接就朝着他冲了过来，然后在江旭惊讶的目光之下，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的就跪了下来。大人饶命，小女子知错了。6啊，这就是所谓的能屈能伸吗？这么一跪，江旭顿时气就消得差不多了，但面上还是对他发出了一声警告，要是再有下一次的话，我就把你一头长发全部剪光。江小妍眼眸如水，如果是江旭哥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可以你妹啊！江旭一整个大无语住了。江旭发现自己能够对付江小妍的手段真的是少之又少，除了以德、利、服人之外，别的都不怎么好使。懒得再跟他废话，江旭拿着书包就出门了，走之前也把他从2楼给拉下来。只不过江旭不知道的是，他刚刚离开没多久，江小妍就又跑回2楼，来到他房间里，把自己关在里面，并且整个身体都用被子给蒙住，并且还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江旭来到学校的时候，第1节课已经上完了。安诺诺担忧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唉，江旭叹息一声，也没什么，就是昨天晚上回去之后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海里老是浮现出某个人的影子，时间一长就失眠，起晚了。在想谁啊？安诺诺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地问。江旭耸耸肩，不知道啊，不过那个妹子很喜欢咬人，是个小坏蛋。安诺诺不说话了，连忙拿起一本书，低着头，假装在认真地看着。江旭忍不住敲了他一下。安诺诺气鼓鼓地说：“你干嘛打我？傻了吧唧的，书拿反了。”安诺诺一看，还真的是，直接把脑袋趴桌子上，感觉有点没脸见人了。
江旭哈哈大笑了起来。中午的时候，江旭收到了刘月打来的电话，想要购买《纯白色恋人》的影视剧版权。看来是那些年的初步成功已经让他尝到了甜头，所以想要继续双方之间的合作。约定好下午6点钟，大家见个面详谈。下午放学之后，江旭就跟安诺诺分开了。他现在跟张圆圆一起回家。暑假那会儿，两个人也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江旭观察过这妹子，人还是挺不错的，可以当朋友。见面地点在一家酒楼里。江旭到了以后，等了10多分钟，刘月才到。他穿着打扮大方得体，坐下来之后就说道：“不好意思，上午的时候还在隔壁城市做宣传，路上耽误了一会。”江旭摇头说：“没事。”问了一下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忌口的，点了8道菜，没有立马就开始谈生意，而是聊起了家常。说实话，先前在学校，江旭当众羞辱周清月的时候，刘月对于这个男生是很不喜欢、很讨厌的，都有点后悔买他的小说版权了。但是后面刘月托人去打探到了一些消息之后，才完全改观，认识到原来以前是周清月辜负了江旭，都是自己做的，才把这么好、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给弄没了。菜很快就上来，江旭笑呵呵的，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跟他瞎接耳聊。反正不主动提正事，要是自己主动提的话，就会落入下乘。刘月不得不感慨，周清月真的是太任性了，才推走了一头雄鹰啊。安诺诺才高3，但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成熟稳重，就是很多25、6岁的人都没有。刘月主动说道：“关于《纯白色恋人》这部小说的版权，我的意思还是按照上一部的小说的版权合同。相信你也已经见识到了我们清河公司的实力。”不，江旭摇头，可不是这么算的。首先，《纯白色恋人》销量比那些年高了20倍以上，这代表着更高知名度，那么在版权的价格上自然也就更高。刘月，可是你这部小说是因为有我公司第2大股东帮忙宣传才能这么火。江旭双手一摊，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个人自愿行为。刘月一阵气结，小年纪已经有了成为滚刀肉的趋势。没办法，刘月只能问江旭想要个怎么样的价格。江旭说，合作模式还是按照上一本小说的，但是加一点进去，分成得增加6%，另外再多付我10万。上一本小说约定的分成是净利润的10%，再加6%的话，那就太重了。刘月无法接受，摇摇头说太多了，不能答应。江旭报出这么个数字，也是为了方便讲价。随后两个人展开了一阵唇枪舌战，最后把第3本书的分成定在13%跟12%。这次刘月是把电视剧跟电影的版权都买了，电视剧分成13%，电影则是12%。而后刘月打算顺便把那些年的电视剧版权也给签了，上次只要了电影的，只不过江旭却一下子要了15%的分成，并且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步一点。那些年这部电影已经有了爆火的趋势，那么就等于是将来的电视剧有了一批观众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旭自然是不会让步，就吃定你了。刘月把嘴巴都说干了，江旭就是丝毫不退让，最后没办法，只能够答应下来，苦笑一声：“你实在是太会谈生意了。”江旭笑笑不说话。一顿饭吃完之后，两人就一同来到了上次那家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见证之下，完成了2份合同的签订，各自分开。实际上，江旭本来是打算再多提一个要求的，就是禁止周清月来参演《纯白色恋人》。不过想想还是算了，虽然自己现在小有名气，但还没有达到可以影响人家挑选演员的程度。回家，今天再多写一些小说大纲出来，资金目前比较充裕，那就可以加大力度。10点钟准时停下来，把弄好的16本小说大纲发给林楠。江旭正准备睡觉，安诺诺发来了信息。第102章，有点心虚，但是不多。安诺诺发来信息，说明天晚上去他家参加乔迁晚宴。江旭就问他到时候有多少重要的亲戚参加，比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安诺诺就回答没几个人，他家亲戚实际上并不少，只不过以往穷，那些亲戚见面都躲着走，生怕会被借钱，所以现在家里有钱了，安诺诺一家人也没有太过于宣扬出去。江旭表示自己知道了。最后江旭说，你不给我发晚安。过了一会儿，安诺诺发来了晚安，江旭却又回复，你知道晚安2个字的含义吗？那边发来一个问号。江旭说，晚安拼音是 wang， 取第一个字第一个拼音跟后面2个拼音组成的是我爱你的意思。原来你。短信发过去后，安诺诺那边一直没有回复，江旭都能够想象，他肯定是满脸通红，甚至是把脑袋用被子盖住。放下手机，江旭就打算睡觉，不过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轻手轻脚的起来，打开抽屉，拿出回来路上买的一根长长的铁链，外加一把锁头，走到隔壁房间，侧耳倾听了一下。
里面有动静，于是就把门从外面给锁了，这下子就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房子用料很扎实，隔音效果嘎嘎好，就算江小妍在隔壁房间大喊大叫，那也是听不见的。手机也关机了，这个晚上江旭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起来之后，江旭才去把锁头给打开，房间的门并没有反锁，一扭就打开了。随后江旭就被吓了一跳，就看到江小妍蜷缩在地上，一脸的痛苦。江旭连忙过去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脸，喂，你这是干什么？你混蛋，我憋了一晚上要死了。江旭愕然，不是，你难道就没有那啥吗？再不行也可以用水杯啊。水杯你妹的！江小妍都快要哭出来了，扶我起来，我动不了了。江旭有点心虚，但是不多，这个就是报应。小心的把她扶起来。小丫头在那里大喊大叫，动作慢一点，温柔一点行不行啊？知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啊？别动别动。江旭这跟扶老奶奶一样，龟速前进，好不容易把她给扶到卫生间。江旭顺带着帮她把门给关上。本来江小妍就已经到达了极限，受不得半点刺激，偏偏江旭关门的声音不算小，被这么一刺激，顿时就一阵机灵。然后江小妍就发出一声划破苍穹的尖叫，哎呀呀，江旭，我要杀了你，混蛋！在18岁的年纪，他居然还……这简直就是一生之耻。等他把什么都弄好，洗了个澡，换了衣服之后，江旭早就不见踪影了。江小妍正打算打开江旭卧室的门，对他实施一点报复的，就看到江旭在门口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最好就不要去我房间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不然今天的事情我保证让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江小妍动作一顿，一阵咬牙切齿，最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嫣然一笑。今天是周五，来到教室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都在商量着周6日去哪里玩。安诺诺看到江旭之后有些慌张，江旭本以为是昨晚上的话，让他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很快就发现并不是那样，他在遮掩着什么东西。江旭趁他不注意，一把从他抽屉里拿出一叠的信封，一看乐了，这很明显就是情书啊，不是你想的那样。安诺诺连忙解释，我一来到就发现桌子底下一大堆这个了，你要是不高兴，我马上就扔了。江旭突然凑到他面前，近距离之下可以闻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笑呵呵地说，怎么，你害怕我不高兴，是在乎我？我才没有，你别瞎说。被说中心事的安诺诺一阵心慌，江旭心中有数了，便说，不用扔了，毕竟是人家的心意，全部还回去吧，就说你有喜欢的人了。我没有喜欢的人。安诺诺小声地说，但怎么都觉得有点底气不足。下午放学之后，江旭独自去买礼物了，晚上总不能空手过去吧。正好中午的时候，那10万块钱就打过来了。江旭来到金店，选中了一尊30厘米高的福禄寿像，500多克，里面有不少地方是镂空的，目前金价1克180左右，买下来9万多。然后又买了一点水果，回家骑上摩托车就过去了。到门口的时候，安诺诺在那里等着了，看他的样子应该等了不少时间了。江旭一下子就想明白过来，这小丫头肯定是害怕门口的保安看到江旭一个学生可能会刁难之类的，于是就在这里等着，懂事的让人心疼。见到江旭，安诺诺脸色一喜，就要跑过来，不过一想到先前江旭曾经说过让他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跑，说什么谎言之类的，他不懂，但是记住了，迈着一双大长腿走了过来。人都到齐了吗？江旭问。其实就请了你，还有我爸爸的几个朋友，正好凑一桌，只不过什么？江旭看到安诺诺柳眉皱了一下，没什么。安诺诺摇头，应该是我想多了。两人并肩行。江旭推着摩托车，这里的环境很好，周边的配套设施也是顶级的。江旭也打算在这边买一套。这边是富人区，住这边说不定以后还能够结识一些有用的人脉之类的。就算不住在这边，现在一套房子500万左右，等到10年之后，估计没有10个亿都拿不下来。到了家门口，安诺诺亲自弯腰给江旭拿了拖鞋，声音脆脆的，你看看合不合脚，我专门给你买的。江旭一穿，很舒服，很合适，不由得调笑道，真贤惠，等咱们大学毕业就结婚，怎么样？安诺诺红着脸不说话，每天逗一下安诺诺，江旭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干劲，提着东西走向客厅。下一秒，江旭差点没有脱口出一句窝操。第103章，好家伙，当面牛头人是吧？客厅里面坐着安峰、李媛娟，还有几个江旭不认识的中年男子，应该就是安峰的朋友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还有一位穿着一身红、气场强大的女人，不是张小慧又是谁？江旭差点没有把窝操给脱口而出，这啥情况？顿时脑海中就脑补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家庭大戏。江旭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打了招呼，
安峰跟李媛娟看到江旭过来了，都很开心，并且把江旭介绍给几个朋友。张小慧也把目光投了过来，那双桃花眼里面蕴含着审视的意味。江旭把水果跟礼物放桌子上，笑道：“恭喜叔叔阿姨，还有诺诺乔迁之喜。”李媛娟笑得合不拢嘴：“哎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礼物啊？这是纯金的吗？”在看到桌子上的福禄寿像之后，很是惊讶。江旭点点头，说是的，这么大的一个纯金像，哪怕不是实体的，价格也不会便宜。安峰几个朋友以为江旭是富二代，倒是张小慧饶有兴致地望着江旭。送什么东西，李媛娟并不介意，但能送这么贵重的，就证明江旭是用心了的。安诺诺则是有点替江旭感到心疼，他是知道江旭在创业的，还不知道要多少钱才够。灵动的眼珠子在转动，不知道在想什么。随后，李媛娟跟安诺诺两母女就去厨房里忙活了。江旭忍不住给安峰投了一个询问的眼神，安峰用力的眨眼睛。不过两个人之间的默契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江旭并没有看懂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直到张小慧起身去厕所了，江旭才跑过去问道：“叔，你这是什么操作？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啊！”安峰苦笑，他非要来，说是以老班投资人的身份，况且这套房他出了很多钱，要来不好阻止。江旭心想，他出钱，你出力是吧？算了，这个是人家的家事，江旭也没资格管，还是不要掺和进去，以免的改变了原来的发展线。张小慧从卫生间里出来之后，就跑到厨房里帮忙了。她也是个百变女人，气场该强大的时候很强大，该柔和的时候也很柔和，跟李媛娟相处的还挺好。李媛娟不知道是心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一丁点的端倪。但是安诺诺就不一样了，以往的自卑让她养成了很敏感的特性。张小慧在出现家里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同寻常，但具体是什么又说不上来，这也是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欲言又止的原因。没有证据的事情她也不好乱说，低着头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张小慧突然把话题转移到了她身上：“诺诺高3了吧？”安诺诺愣了一下，点点头。张小慧说道：“诺诺国色天香，成绩也不差，有没有考虑过去国外留学？”安诺诺摇头：“没有。”张小慧又说：“国外的教学质量比国内还是要好得多的，而且如果能够拿到国外的毕业证，再回国就业也会有很大的优势。恰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手头上有一个前往全球排名第2高中入学资格，那所高中的入学率很高，只要正常发挥，进入加、哈、麻这些顶级大学的概率不小。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弄来。”李媛娟听了都有点心动，这个年头留学生还是个香饽饽，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更别提是从名牌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也不会去强迫安诺诺，一切都看他自己的想法。安诺诺听了之后还是摇摇头，只是说了一声谢谢，就低着头继续干活了。张小慧笑了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做了一桌子的菜。吃饭之前还是要先拜灶神，几个大人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江旭跟安诺诺就在一旁吃饭，不过江旭敏锐地发现了安诺诺情绪有点不对。吃的差不多之后，江旭就提出想要参观一下新家。李媛娟笑着说：“好，那就让诺诺陪你去吧。”来到2楼，江旭问道：“怎么了？今天应该是高兴的日子，我看你情绪有点不对。”安诺诺摸了摸自己的脸：“很明显吗？”江旭点头：“是我爸爸，昨天晚上问我要不要去国外留学，然后今天张阿姨也说了类似的话。”江旭心中一动：“那你是怎么想的？”他倒是不担心，毕竟前世安诺诺就没有出国。我不想出去，国内挺好的，只是……安诺诺略微犹豫，还是把自己怀疑安峰跟张小慧有点不对劲的感觉说了出来。他对于江旭现在是很信任了。江旭也没有太过惊讶，这小妮子的神经很敏感，会发现什么端倪也是正常的。想了想，江旭说道：“万一，我是说万一，他们真的，你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江旭揉了揉他的秀发：“大人的事情咱们就不掺和了，好好学习，考个好的大学，然后咱们就……嘿嘿嘿。”安诺诺轻轻地捶了他一下：“讨厌。”参观了一下2楼，最后来到了安诺诺的闺房里面。跟原来的老房子比起来，新的过房很大很整洁，有一个大的衣柜，独立卫生间，还有大阳台、书桌、书架等等。江旭坐在床上拍了拍：“很不错，这么大的床，你一个人。”话还没有说完，安诺诺就默默地拿出手机，看他这个架势，又是准备给陈月打电话了。江旭乖乖闭嘴。安诺诺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在这边又待了一会儿，江旭就离开了。恰好张小慧也走了，在外头叫住了江旭，然后递给了江旭一张名片，笑着说：“以后有搞不定的事情可以联系他。”江旭摸不准他的想法，但面上还是笑着收下了。从这边离开之后，江旭回家拿着一个袋子，然后来到了自家饭店，把手里的袋子递给陈月：“诺诺给你们织的礼物，手套爸的，围巾您的。”
陈月跟江山看了安诺诺做的东西，两夫妻对视一眼，很有默契的，一个去关门，另外一个则是去拿扫把。第104章，这女人是有点大病在身上的。江旭感受到了杀气，又看到江山拿了扫把过来，立马后退几步，大声喊道：“不是，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呀？我好像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陈月表情不善：“你这臭小子一点都不孝顺，看看人家诺诺才认识多长时间，就给我们支东西了，你呢，长这么大啥东西都没送过。江旭，我天天给你们送饭这件事你们不说？哦，忘了，也是哈。”陈月一拍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已经举起扫把的江山挠了挠头：“那我打还是不打？”陈月：“打吧，反正自家儿子打一顿怎么了？不打的话，岂不是有损你作为父亲的威严？”老婆说的有道理。江山点点头，扫把直接落下。江旭真溜，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心情有点郁闷。回到家，看到江小妍在2楼客厅里嗑瓜子，江旭直接过去把她给揍了一顿。舒服多了。果然笑容没有消失，而是从江小妍脸上转移到自己脸上。江小妍泪眼汪汪的看着江旭：“干嘛打我呀？”江旭：“给你提个醒，免得今天晚上又打扰我。”江小妍低眉顺耳的：“不会啦，我保证。”江旭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这女人越是表现的温顺，十有八九就是在憋着坏招，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是。江小妍又说：“明天跟我一起去买车呗。”江旭点头：“行，公司要是有辆车的话，也可以撑撑门面。员工不多，以后去聚餐什么的，一辆车就够了。”回自己卧室，他查看了一下门把手的位置。早上出去的时候，他在门把手的位置上放了一根头发，如果太大力开门的话，头发肯定会掉。现在还在那，江小妍应该就没有跑进来捣乱什么的。快要到10点钟的时候，江旭拿起笔记本，偏偏打开门。江小妍在自己房间里面。江旭轻手轻脚的关门，然后去1楼自己办公室里。还是防着他点好，这里也可以休息。差不多到了12点钟，江小妍房间的门打开了，就看到他鬼鬼祟祟的走了出来，背着双手走到江旭卧室门口，侧耳倾听了一下，便蹲了下来。他双手拿着鞭炮跟打火机，贼兮兮的笑了笑，而后就点了一根鞭炮，从门底下的缝隙丢进去。砰的一声巨响，江小妍嘿嘿一笑，他还特意买了比较贵的，随后就立马跑回自己卧室里，把门反锁。躺在床上，他心里想的是江旭肯定很生气，明天一定会又揍自己一顿，好喜欢被他揍呢。第二天江旭准时醒过来，打开笔记本码了2张，才回到2楼，就看到江小妍在客厅里一直盯着江旭的卧室。看到江旭从1楼上来，他当场就跳了起来：“你什么时候下去的？”江旭说：“昨天10点钟就下去了，一直在办公室睡觉呢。”江小妍2个粉拳紧紧握着：“失算了。”江旭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肯定搞什么东西了。推门一看，差点没有被气炸，房间里居然多出了一个鞭炮，这狗女人太不当人了。他昨天要是在房间里面，大晚上的一个鞭炮响了，绝对是魂都要被吓丢了。满脸杀气的走了出来。江旭阴沉着脸：“有些东西是不能乱搞的，你这样很容易出事，万一着火了怎么办？就算没着火，大晚上熟睡中一个鞭炮响了，很可能心脏病都被你吓出来。我希望不要再有下次，如果再有，那么你以后就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了。”江小妍年纪虽然比自己大，但是心智上面并不是特别成熟。江旭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他一些不好的地方给调整过来。江小妍眼睛红了，江旭没在开玩笑，他算是被半抛弃的，好不容易遇到了江旭，自然不愿意再经历过那样的事情。“对不起，我错了。”他站了起来，侧着身子，双手扶着沙发：“你打我一顿吧。”江旭看到他认错态度挺不错的，气也就消了一半，摆摆手说：“这次就原谅你了，下次再犯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江小妍还是坚持的说：“没关系，你打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江旭摇头：“真不用，你只要知错能改就行了。走吧，去刷牙洗脸，然后咱们去买车。”江小妍顿时就急了，跺跺脚：“不行，你一定要打我一顿，不然我看不起你。”江旭惊奇地看着她，这小丫头不会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仔细一想，好像还真的是这样。江小妍故意惹自己生气，不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江旭一阵无语，他这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给你5分钟，弄不完我就不去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江旭就自己去洗漱了。江小妍一脸的遗憾，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滴溜溜的转着，在认真的思索着要用别的什么方法让江旭生气。5分钟之后，江小妍到楼下。周六日是不上班的。江小妍坐在车后面，戴上头盔，就想要搂着江旭的腰，被江旭一巴掌给拍掉了。严肃一点，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江小妍嘟着嘴：“江旭，我发现你有很多缺点，
长得老气，身高不够高，也不够帅，做事情婆婆妈妈的，发型不够帅，穿衣打扮也很老土，身上味道很浓，还有口臭。你这样的男孩子肯定没人喜欢，呵呵。江旭扭头看着他，你有病啊？江小妍不甘示弱，你有药吗？不爽就来打我呀！略。江旭看出来了，他是被打瘾发作了，不打他一顿，浑身不舒服，这也是种病，要治。于是一拧油门，发动机发出一声轰鸣。江小妍一阵咬牙切齿，怎么自己都说的这么难听了，江旭还是无动于衷啊，感觉身体像是有几百只蚂蚁爬来爬去的，十分的不舒服。直到到了早餐店，江旭看到江小妍还是气鼓鼓的，不肯下车。江旭没忍住，照着他脑袋给了一巴掌。江小妍才突然笑了起来。没错，就是这种感觉。第105章修罗场名场面。跟江小妍这个问题少女吃完了早餐后，江旭正打算要去最近的奔驰 4S 店看一看，但是下一秒钟就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安诺诺。安诺诺也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笑容，正要过来，但紧跟着就看到了江旭身边的江小妍，两人紧挨着，一看就关系不浅。安诺诺的笑容一下子就凝固住了，而江小妍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女孩。凭借着女人的直觉，她猜到了安诺诺跟江旭有很大的关联。安诺诺跟江小妍都很漂亮，不管是身材、颜值、长相，都是安诺诺更胜一筹。江小妍能够超过安诺诺的地方，好像只有变态。眼前的场景也是让江旭有点猝不及防，修罗场来的也太快了点。不过他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硬的，笑着冲安诺诺招了招手。安诺诺脚步僵硬的走过来，江旭笑呵呵的对安诺诺说：“你怎么在这里？”少女此刻脸色有点苍白，说话声音也很小，出来买点东西。江旭点点头，指着江小妍说：“这位是先前跟你说过的二股东江小妍，我们待会要一起去给公司买车。”安诺诺眼眸中多出了点生机，又对江小妍说：“安诺诺跟你说过的公司第4股东，以后可能会变成18.180股东，因为他的股份实在是太少了。”哈哈哈！噗嗤，两个女孩都笑了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安诺诺心中好受了很多，她还以为两人之间是那种关系。在外人面前，江小妍还是用了那副乖乖女，人畜无害，好像谁都可以上来欺负她的模样，有点害羞地说：“姐姐你好。”安诺诺：“你好，妹妹你好漂亮，好可爱。吃了没？”江旭问道。吃了。安诺诺又恢复了青春活力，冲着江旭嫣然一笑。江小妍整个身子都靠在安诺诺身上：“姐姐你真好看，好高，身材也好，还香香的。”安诺诺被他这么一夸，就很不好意思，连连说没有，自己很普通而已。江旭生怕江小妍这女人搞出什么幺蛾子，还是得赶紧让他们两个分开。毕竟安诺诺那么单纯，根本玩不过江小妍这个腹黑女，明明比人家大，还要装年轻，装弱小，叫人家姐姐。那我们去买车了，你赶紧回去，外面坏人多，知道吗？好，你们注意安全。安诺诺朝着两人挥挥手，姐姐再见。而后江小妍坐上了江旭的车，目送着两人离去。安诺诺脸上的笑容在一点点的消失，她想到了自己的爸爸，今天这一幕让她不由得把两者联想起来。但转念一想，自己跟江旭又不是情侣，人家想跟谁在一起那是人家的自由，自己有什么资格做评价或者不高兴之类的。唉，少女发出一声悠悠叹息。另外一边，江小妍看着江旭的背影，刚才你虽然强壮镇定，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很紧张。怎么的？他应该对你很重要吧？要是我对他做些什么？江旭淡淡的说：“你会死。”安诺诺是江旭两世为人所见过的最好的女孩，谁敢伤害她，江旭都不会有半点留手。江小妍瞳孔放大，江旭语气虽然轻飘飘的，但是话语中所蕴含的那种狠辣让人害怕。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会那么做。江小妍语气酸溜溜的，看来你很在意他。江旭嗯了一声，专心开车。江小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多做停留，明智的转移话题，不过却在心里面想着，要是哪一天碰巧又见到了安诺诺，然后很碰巧的让安诺诺知道自己住江旭家里面，不知道他是什么反应。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又憋着坏。半个小时的路程后，来到了奔驰 4S 店，说明了自己的需求之后，就有一位导购员领着两人来到停放展车的地方。奔驰雷霆，一台 MPV 车型。导购员看着两人虽然年纪很小，但是气度非同一般，所以也不敢有什么瞧不起的，很是认真的介绍。这车长5米多，车宽接近2米，高度1.8米，外形、内饰什么的江旭都很满意，空间也足够大，估计高跟鞋跟是不会划伤车顶的。价格选定高配，优惠完了之后落地价52万，刷卡拿合同走人。
销售说2个礼拜内就可以提车了。回到家，江旭就继续码字了。等把手头上这本《五破苍穹》写完了，再写一本《校花的贴身高手》。这一次江旭会让广大网友看到大结局的。而另一边，江小妍则是打开电脑，输入了一个不知名网址，一番操作之后，就成功的入侵了江旭学校的网站，很轻易的就获得了安诺诺的信息、生日、家庭住址这些。他看了一遍，就全部记住，而后独自外出，来到了安诺诺原来住的地方。移搬家了吗？江小妍有些意外，然后就去左右邻居询问，随便找个借口。以江小妍这副乖巧可人的外表，没有人会怀疑，很轻松的就要到了安诺诺新家的地址。啊，原来跟我一样，也是个富家女啊。然后就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江小妍语气冰冷：“我记得你在翠苑居有别墅吧？转到我名下，我要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乖女儿想要，我自然是给的。一套够不够？不够，爸爸再多买几套。够了够了，赶紧的，给你2个小时搞定。就这样，挂了。”一直码字到晚上5点多，江旭肚子饿得咕咕叫，给安诺诺发消息，想让他一起出来吃个饭。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要么是在忙，要么就是生气了。江旭更倾向于后者，低端手段，道歉。不过这只会降低你在女孩子心中的重量，高端手段，逗她开心。不过还不等江旭想到用什么办法逗安诺诺开心，林楠就打来了电话：“老板，跟你说个事。”第106章，徐坤先生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在一家咖啡店，江旭见到了林楠。半个小时前，林楠打电话来说给公司找了个很厉害的编辑。虽然现在公司并不是特别缺少人手，但是既然林楠推荐了，过来看看也好。于是江旭就亲自过来了。一个看上去24、25岁，戴着眼镜，长相颇为帅气的男人。男人朝着江旭伸出手：“您好，我叫徐坤。”江旭也伸出手：“蔡先生，你好，你好。”啊！徐坤愕然：“您搞错了，我姓徐。”哈，不好意思。江旭拍了拍脑袋：“蔡徐先生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林楠、徐坤。双方坐下之后，江旭简单的面试了一下，发现这位坤坤对这行还是很了解、很热爱的，同时也有不少属于自己独到的见解。的确是像林楠说的那样没错。招了，工资是3200，已经是很高的了，也没有实习期。徐坤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周一就过来签合同，正式上班，面个试，顺便也吃饱了。分别之后，江旭看了下手机，好家伙，安诺诺还不回。在路上买了一串糖葫芦，来到翠苑居，再次给安诺诺发了一条信息：“我捡到了一串星星，下来送给你，3分钟时间，不来的话送给别人。”发送不到3分钟，2分半钟，安诺诺就出来了。然后江旭差点没有笑出来，他居然骑着自行车，还一直遵守着江旭让他尽量别跑的话呢。什么东西啊？安诺诺开口，语气有点沉闷，显示着他心情并不好。诺，江旭把手里的糖葫芦递了出去，安诺诺眼眸微微一亮，伸手接过。他最喜欢吃糖葫芦了，而且还是江旭送的。看到他把糖葫芦接过去，江旭就知道并没有太过于生气，然后就主动的告知了江小妍现在住在自己那边。本来安诺诺脸上还带着点点笑容的，听到这话，笑容又收敛了。江旭接着说道：“他是个可怜人，老爸出轨，妈妈不管，性格有点小问题，但是不碍事。”江旭选择直接明牌。以江旭对江小妍的了解，这个腹黑的女人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她住在自己那边的事情告诉安诺诺，自己说出来跟被他爆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波就叫做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果不其然，安诺诺这个性格善良的女孩在听到了江小妍悲惨的遭遇之后，就变得有些同情她起来。那你要对她好一点啊，她喜欢吃什么，我明天给她做。江旭摇头：“不用了，你周6日也得多学习，在这学期结束之前把高3全部课程学会。”江旭虽然说忙这忙那的，但是他在功课上面也没有落下，高3全部课程已经融会贯通了，接下来就要对大学课程下手了。哦，那好吧。安诺诺点头，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江旭，卡密码6个8，里面有15万。为什么给我钱？江旭感觉奇怪。你那天不是买了一个纯金的福禄寿像吗？太贵重了，你现在正在创业，到处都需要钱，我就跟爸爸要了一点钱，说要买包包之类的。说到后面，他声音小了下去，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江旭心中一阵感动，多好的女孩啊，处处为自己考虑。江旭知道安诺诺的性格，不收的话反而是会想7想8的。拿着银行卡，江旭说：“那这些钱我就当作是你对公司的投资，把你的股份提高一点。”安诺诺微微颔首，怎么样都行，只要江旭肯把钱收下去。把安诺诺哄好之后，
江旭就回去了。不知道是不是碰巧的，还是江小妍有意为之。安诺诺刚进入到小区里面，就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江小妍。她穿着小白裙，脚下是一双凉鞋，露出晶莹剔透的小指头。呀，安姐姐，好巧啊，你也在这里。江小妍眼睛一亮，又蹦又跳的跑过来，亲昵的拉着安诺诺的手，左一口姐姐，右一口姐姐的叫着。顿时安诺诺觉得不好意思，先前他还有点吃这个女孩的醋，没想到江小妍这么的热情，觉得自己有点小心眼。小妍妹妹，你也住这里吗？是呀。江小妍一脸的天真无邪，不过我并不常住，偶尔才过来，大部分时候都是跟江旭哥哥住一起的。我觉得跟他住一起好，有安全感的呢。说完就仔细的看着安诺诺，想要看看他是什么反应。本以为安诺诺肯定会脸色大变，最不济那也是会生气、愤怒，但是没想到安诺诺却很平静的说：那就好，他的确是挺会照顾人的。妹妹，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有空给你做呀。这下子轮到江小妍震惊了，她并没有从安诺诺脸上看到半点的不开心或者别的什么负面情绪，反而是眼中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怜惜。这什么操作？她有点看不懂，于是就试探的问道：姐姐，你不生气？我看得出来你喜欢他。才没有呢。安诺诺心中一慌，脸上也不免有点发烫。她强忍着羞涩说：不生气啊，他对谁好是他的自由，而且妹妹你比我更需要关爱。江小妍满脑子都是问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早上看到安诺诺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的。虽然江小妍很腹黑，但是在见识阅历上面自然是没有办法跟江旭相提并论的，根本就想不到他还没有发出来的招式就已经被江旭破解掉了。最后江小妍只能够闷闷不乐的回江旭家，上楼之后就脱掉了鞋子，光着脚丫子来到江旭卧室前，敲了敲门。门打开，江旭没好气的说：干嘛？江小妍盯着他：你是不是跟安诺诺说什么了？为什么晚上我说自己在你哪里，他一点都不生气？江旭，你想知道？江小妍：当然。江旭，我跟他说你实际上是男的。江小妍很不爽：既然你说我是男的，那你就星号。第107章，等我解除封印，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挑衅，这是一种对江旭深深的挑衅。这么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够忍受得住这种挑衅？他恶狠狠地盯着江小妍说：好，你记住现在说的话跟现在的日期，等我高中毕业之后解除封印，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江小妍撇撇嘴：我才不怕呢，坏蛋一个，不理你了。十分不爽的甩手回到自己房间里面去了。离间计，铺盖。江旭回屋又码了一会儿字，然后就上网看了一下那些年的票房，有点意外，居然已经有2200万了。各大平台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都是挺不错的，票房也在持续的走高，有几个专业的机构更是给出了票房可能达到6到7千万的一个预测。这对于一个小成本而且还没有任何大牌明星加盟的作品来说，已经是十分牛的了。不过这部电影只红了女主角，也就是周清月，男主角长得还是挺帅的，但也是新人，演技完全被周清月按在地上摩擦，比不了那些老牌演员，但对于这个新人男演员还是可以做到秒杀的，这也是周清月努力的结果。江旭又查了一下他的微博粉丝，好家伙，已经有50万了，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算是很炸裂的成绩了。不过估计也有背后娱乐公司在推波助澜的功劳。周清月能不能火，江旭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这部电影最终可以为自己带来多少的收益。如果按照机构预测的最终票房可以达到7千万，那么扣除各种渠道分成，净利润有2500万左右，那自己可以获得税前250药。江旭默默地思索了一下，差不多等到这部电影下线，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收益发到他卡上，那个时候糯米小说网可以正式上线了。到那个时候书库也至少有1000本100万字以上的了，可以支撑起运营，把读者给留下来。关灯睡觉。经过警告，江小妍今天晚上就没有搞什么幺蛾子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又到了周一中午下课，跟安诺诺吃完饭之后，江旭就单独出去了一趟。先前买的李红红的那套房子已经建造好了，本来开学之前就应该弄好了，但是不巧有一个师傅家里出了点事情，提前走了，所以导致工期延后了不少。过去的时候，江旭顺带买了一些饮料，几包烟，随便检查了一下，跟几个师傅聊了会天，就把他们给送走了，又多了一份资产。从外观上看很丑，不过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块块金子了。欣赏了一会儿，江旭就回学校了。下午放学，江旭跟安诺诺两人推着自行车有说有笑的出来了。江旭说道：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有人弄了个花容月貌榜，你是榜首，校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
不过江旭也是下午才知道，一般女生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很激动，不过安诺诺却没什么太大的表情变化，甚至还感觉有点不自在。她本身就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女孩。安诺诺捋了捋鬓间的几缕秀发，时间还早，咱们去买烤肠吃吧，我请。江旭，行啊。两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学校对面的马路上停着一辆不起眼的轿车，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是张小慧，男的则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少年。张小慧指着不远处的安诺诺说，就是他。少年眼睛一亮，好漂亮的女孩，生平仅见。张小慧说道，他叫安诺诺，你如果可以将之追求到手，并且蛊惑他跟你一起去国外留学，给你50万报酬，这个是给你的定金。说着，张小慧就拿出一个黑色袋子给少年。少年打开袋子，仔细地数了一下，而后咧嘴一笑，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可是号称情场圣手，从来没有失手过。张小慧点点头，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了，入学手续什么的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上学，记住你的身份，贵公子，富二代，纯情男生。 OK， 交给我了，那么再见。说完就从他车上下来。张小慧看着安诺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可不要怪阿姨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你要是不离开，你爸爸又怎么会愿意让我怀孕？说着，他就摸了摸自己平坦的肚子。安峰跟张小慧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得很快，于是张小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想要跟他拥有一个后代的想法。只是安峰不肯，每次那啥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的冲到厕所里面去，完全不给张小慧机会，理由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所以张小慧思来想去，也就想到了要让安诺诺去国外留学的法子。这样的话，时间一长，安峰见不到自己女儿，产生思念之情，到时候自己再吹吹耳边风，安峰自然也就有很大的概率会答应，并且将来安诺诺若是从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回来，到时候再安排联姻，也可以嫁个更好的人家，为他跟安峰的事业增加筹码。安诺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此刻他正跟江旭在街边吃着东西，左手拿着奶茶，右手拿着串烤肠，两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花坛上，自行车则是放在旁边。江旭偶尔从嘴里蹦出一个笑话，往往就能够逗得家人嫣然一笑。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一对。安诺诺很喜欢，也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天气正好，微风拂面，有吃的，有你。某一个时刻，安诺诺突然产生了一种，如果时间可以永远停顿在这一刻，该多好。吃完了东西，两个人就慢悠悠地骑着车回去。安诺诺新家距离学校更加的近了，所以反而在路上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会比较短。不多时就把安诺诺送到小区门口。等一下，临别的时候，突江旭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把安诺诺给叫住了。第108章，江旭总有刁民想搞事情啊！安诺诺不解地望着江旭。江旭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原来你那套老房子，我建议你让你爸爸将房产转移给你。伴随着张小慧出现在他跟安诺诺视线的概率逐渐增多，江旭总感觉有点不妙。前世江旭没有参与到安诺诺的生活中，并不知道他在那个时间段有没有经历什么不好的，而这一世有了他的干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偏差。万一这一世安峰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而是选择跟李媛娟离婚之类的，那么安诺诺名下有一套房子的话，最起码基本保障有。虽然江旭也可以给他提供住的地方，但是他知道这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少女自尊心是很强的，而且将来房价上涨了，等于手握几千万现金，进退有据。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少女不是特别理解。嗨嗨，江旭咳嗽一声，而后说道：我自己名下都有2套房了，作为我的同桌，你也得有才是啊，否则岂不是就不对等了？用别的借口可能瞒不过这个女孩，不过用这种看上去有点幼稚的，反而会让她相信。果不其然，安诺诺很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就点点头，我回去就跟爸爸说。江旭笑道：好，那你回去吧，再见。回到家，问题少女居然不在。江旭乐得清静，自己弄了些吃的，吃完后就接着码字。舞动苍穹已经120万字了，按照这个速度也得2个多月后才能够完结。晚上10点钟关上电脑，出去看了一下，江小妍还没回来。算了，不管他，睡觉。爸爸，我想跟你说件事。晚饭过后，安诺诺看着难得在家的安峰，主动开口。安峰现在服装厂的生意越来越火，已经扩张了1倍多，另外好像还搞了别的生意，只是没有告诉安诺诺跟李媛娟。现在娘俩见到他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安峰放下筷子，笑道：什么事情，乖女儿？安诺诺抿着嘴，我想让爸爸把老家的房产给我，可以吗？安峰很奇怪，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安诺诺说：那里有我小时候的回忆，我想拥有它。哦，
原来是这样，没问题，我明天就让人替你去办。安诺诺露出笑容，谢谢爸爸。啊，那个诺诺啊，既然开了口，安峰就老话重提，上次跟你说去国外留学的事情，要不然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这是难得的机会，能够改变你一辈子的命运，错过了，以后就很难再有了。是啊，女儿。一旁的李媛娟也说道，昨天晚上我跟你爸爸仔细的商量过了，到时候妈妈也会陪着你一起过去的，不用担心。我不去。安诺诺轻轻摇头，声音很轻，但是语气却很坚定。安峰说，是不是因为江旭？现在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考虑太多这些东西。若是真的有缘分，等你们大学毕业也会在一起的。爸妈，我要回去做作业了。说完，安诺诺就起身回屋了。安峰跟李媛娟都愣了，以往作为乖乖女的安诺诺，可从来不会出现这种在他们看来过激的行为啊。哎，算了。安峰叹息一声，暂时先这样吧，以后有机会再劝劝。也只能这样了。李媛娟突然抓着安峰的手，我买了一套新睡衣。这安峰迟疑，我最近有点累。李媛娟冷哼，我不管，咱们已经有2个多月了，你今天晚上就算是给我吃100斤的生蚝也得。安峰不由得一阵苦笑，感觉腰子隐隐作痛，看来以后保温杯里光是枸杞还不够，得再加点别的东西了。陈董、张董，再见。申城某个酒店门口，刘月、陈雪怡还有周清月等人在向2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挥手。2个中年男子色眯眯地看着几个妹子，聊了几句就上车离开了。等到他们走了之后，所有人的脸色都垮了下来。周清月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肚子，这就是娱乐圈的真实模样吗？先前陪着2个投资商吃饭，他被逼着喝了不少的酒。不过刘月很聪明的把白酒换成了白开水，不然他可别想站着。当然，为了不露馅，周清月还用了一点小手段，让自己脸红红的。但至于是什么样的手段，就不能说了。陈雪怡搂着他的肩膀说，没错，要想在这个圈子混下去，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刘烨笑着说，这2个投资商算是很不错的了。吃饭的时候也只是说一些混话，并没有动手动脚，就把这个项目给签了下来。周清月有些期待，第2部电影的总投资达到了2000万，拍出来之后一定会更加火爆的。刘烨在看到第1部电影的成功之后，立马打算抓住热度，第2部电影就已经准备拉来了赞助商，接下来就是前期的各种筹备工作了。没错，这第2部电影就是刚刚从江旭那边买来的版权《纯白色恋人》。周清月看着霓虹灯，眼中闪烁着谁也看不懂的光芒，默默地握紧了拳头。江旭，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不可能的。你写的小说我第2次主演了，这个烙印是没有办法清除掉的。哎呀，拍电影这么麻烦的吗？另外一边，王小源也在拍摄现场，亲自参与进来后才知道有多么的累人。以往这个点，他不是去吃宵夜，就是在看泡沫剧了，哪里会像现在这么的苦比？不过抱怨归抱怨，活还是要干的。这部电影进度也已经过一半了，再有1个多月也可以上映了。最近那些年的爆火也是刺激到了王小源，同样都是由江旭小说改编的电影，他总不能够比别人的差吧？叮铃铃，半夜江旭的手机响了，把他给吵醒。江旭大怒，是哪个神经病？一看是江小妍的，强忍着怒火接听，你最好有事，不然我就让你有事。第109章，我现在只有你跟银行卡里那一串长长的冷冰冰的数字了。在距离江旭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刚开没多久的麦当劳，现在凌晨2点多钟，还有不少人。江旭走了进去，就看到在角落里趴在桌子上的江小妍，轻轻地推了推他。江小妍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整张脸都是通红的，一摸额头，滚烫。江旭皱着眉头，怎么回事你？睡着正香呢。江小妍一个电话打过来，声音很微弱，报了个地址就挂了。好难受，哥哥。江小妍眼中有泪水在打转，声音跟小猫咪一样，让人听了就忍不住生出要呵护的冲动。江旭说自己能走吗？江小妍眼皮子打架，得了，看他这个样子是别指望了，把他背了起来，朝着外面走去。江小妍比看上去的要轻，就好像是背着一团注了水的棉花一样。他身体发烫的厉害，温度估计39，接近40度了。江旭也不敢耽误，加快速度的把他带回家。家里常用的药还是有备用的，先帮他把鞋子、袜子脱了，放床上，隔好被子，再拿来退烧药。还有点意识的，并不需要像影视剧里的那样需要嘴对嘴喂。别走，哥哥我怕。江小妍抓着江旭的手腕，声音微弱，看上去无比的可怜。行了，别装了。江旭轻轻挣脱开，赶紧睡吧，一天到晚戏这么多。江小妍撅着嘴，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我见犹怜。江旭抬起手，再装老子扇你哦。嘻嘻，好吧，那你在这里守着人家，我睡了。小妞瞬间变脸，而后缓缓地把眼睛闭上。江旭嘴上骂骂咧咧的，
但还是去自己房间拿来被子铺在地上守着他。江小妍嘴角微微上扬，没敢熟睡。1个小时后，江旭爬起来，摸了摸额头，又掀开被子看了下，出了很多汗，衣服都湿透了，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把他叫醒，去换衣服，然后再量一下体温。我没力气，你帮我拿，要穿那套半透明的睡裙。我穿你妹的半透明！江旭冲着他竖起中指，这狗女人都这个时候了，还在那里发烧，实在是有病。打开他的衣柜，顿时一股奇特的香味就扑面而来，里面的衣服琳琅满目，不过意外的都挂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这倒是出乎江旭意料，毕竟在他印象中，江小妍是那种可以1个月不洗衣服的。随便挑了一套短袖短裤丢给江小妍，然后警告道：“自己换，别比比。”走出房间，江旭换上了一副惆怅的表情。哎，他也想帮着换啊，毕竟这种助人为乐的事情，他最喜欢做了。可是那无处不在的404大天尊实在是太过于可怕，不敢动，真的不敢动。几分钟后，江旭重新进入房间里，江小妍躺在那里，无比的虚弱，脸色苍白。江旭把探热针给他家胳肢窝里，就去弄了一包感冒冲剂。刚才摸他额头还是有点烫，烧还没有完全退下去。江小妍嘟着嘴，借个冲剂烫烫，你喂人家喝吗？江旭弯腰，默默地把拖鞋拿在手里，我自己喝，不劳您费心。江小妍乖乖认怂。看他把冲剂喝完，江旭拿了一包纸巾放床头柜，自己擦，我睡了。这么一耽误，都凌晨4点多了，这已经严重的违背了自己的养生策略。没过一会儿，从床上耷拉下一条玉臂，江小妍那明显中气不足的声音响起：“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高烧吗？”江旭，江小妍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有人告诉我他来了。虽然我一直嘴上说恨他，但还是希望他可以多看我一眼。于是啊，就站在空调底下吹了1个多小时的冷风，跑去见他。呵呵，你猜怎么着？她怀孕了，看我生病也无动于衷。那个时候，我真的产生了一种要立马死在她面前的冲动。你知道吗？如果先前你不来店里找我，我就吞安眠药了呢。”语气中带着一股抹不去的哀伤。只不过这个气氛瞬间就被江旭给破了。你吹个屁的牛！没有医生的证明，谁敢卖安眠药给你？沙比！江小妍，他似乎是被江旭这话给噎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语气悠悠地说：“江旭，真的，但凡我现在有点力气，都一定弄死你。某人已经生了杀心。”江旭一把将在自己面前晃悠的白嫩小手给拍开：“赶紧睡觉吧，见人就是矫情，屁事多。”7点钟，江旭醒了，起身看了一下江小妍，烧已经退了，就是面色苍白了点，轻手轻脚的出去洗漱，然后买了瘦肉粥、4个鸡蛋，还有油条豆浆。回到江小妍屋子里，把2个鸡蛋弄碎，放粥里面，拍了拍她的脸。江小妍悠悠醒转，眼中浮现出一丝迷茫，随后记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她立即坐了起来，双手抓着被子，一脸害怕：“你昨晚对我做什么了？我不干净了。”江旭面无表情，把粥喝了，然后该干嘛干嘛去。说完，他自己也吃起了早餐。昨晚上基本没怎么睡觉，上午他也不打算去上课了，跟班主任请个假，反正高3的课程都学完了，说不定班主任都有哪些地方不明白，需要来问江旭的。江小妍的情绪忽然又低落了下去，默默的在喝着粥，突然从嘴里蹦出来一句话：“谢谢你，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就只有你是真的关心我了。我现在只有你，跟银行卡里那一串长长的、冷冰冰的数字了。”江旭是真的饿了，折腾了一个晚上，很快就把东西吃完。胡乱用手擦了擦嘴，没好气的说：“行了行了，别在这里装了，好好休息吧，老子要回去睡觉了。”看着江旭的背影，江小妍笑颜如花，一直睡到12点多，江旭才醒过来。吃了点东西后，去隔壁房间看了一下江小妍，没什么问题了，再休息1-2天就又能作妖了。背起书包，江旭就准备去学校。刚走出去就一拍脑袋，差点忘了一件重要事情。第110章，你是有优点的，别急，我肯定能够想得出来的。麻蛋，昨天晚上带江小妍房间里，身上肯定是沾染了一些她的香水味，这要是去学校里，保证会被安诺诺给闻到。又返回去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才出发去学校。来到教室里，安诺诺不在座位上，刚刚坐下，安诺诺就回来了。少女眼眸亮晶晶的，伸出右手给，手上拿着一个削了皮的苹果。江旭接过来，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过来？”他是跟安诺诺说下午过来，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时间。这个时候，张圆圆凑了过来：“你还不知道吧？他一直在外面看着学校大门的位置呢，看到你进来，然后就马上去给你削苹果了。没有的事情。”安诺诺有点不好意思：“你别听他瞎说。”江旭心里暖暖的，这个傻丫头居然傻傻的在外面等着自己。不过他也是一阵庆幸，幸好去洗澡换衣服了，要不然那肯定又是一场严重事故。咔嚓，江旭一口咬下去，
笑呵呵地说：“真甜。”安诺诺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坐下，然后说道：“昨天跟我爸爸说了房子的事情，中午爸爸的一个秘书就把房产证拿给我了。”说着，他就从书包里拿出房本。江旭看了一下，就放心了。有这套房子在，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安诺诺都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下午第一节课，班主任过来了，还带着一个长得很帅、脸很干净、身高接近1.8米的男生。要知道，现在可不是10几年后，孩子从小到大都有充足营养，所以小学就很多1.7米、1.8米的。现在这年头，男生身高1.7米就算不错的了，一下子来了个1.8米的，还长得那么帅，自然是让班上大部分女孩子都双眼放光。班主任说道：“耽误大家片刻，今天来了一位转校生，让他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秦风，今年17岁，很荣幸可以跟大家成为同学。”说完，深深一鞠躬。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然，基本上都是女生在使劲的拍掌，男生则是不怎么感冒。毕竟谁会喜欢一个在外观各方面都远远超过自己的？班主任把秦风安排在傅炎杰后面，然后就走了。一个转校生而已，江旭没有放在心上，自顾自地看着借来的大学书籍。他看的是编程方面的书，这一试要改变一下专业了。编程在未来10年会很吃香，而且未来创业懂相关技术也会方便很多，也可以避免被属下忽悠之类的。下午第一节课下课，秦风就跑了出去，没过多久就抱着2个大箱子进来，对大家说道：“我请大家喝奶茶，不知道大家喜欢喝什么，所以买了很多口味的。”这个举措一下子就赢得了很多同学的好感。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你请我吃吃喝喝，那么咱们就是好朋友。特别是班上不少女孩子，本来就觉得秦风很帅气了，现在就更是多了几分好感。班上几个女同学还自告奋勇地帮忙派发奶茶。秦风拿着2杯奶茶走到江旭面前，脸上带着开朗大方的笑容：“2位同学，请喝奶茶。”先给江旭，再给安诺诺。目光并没有在安诺诺身上停留多久，就去别处了。不过江旭却是微微皱着眉头。虽然刚才秦风没有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是凭借着男人的直觉，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寻常。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啊！奶茶好好喝，安诺诺轻声说。江旭把自己那一杯给他，喜欢这个也给你。谢谢。不用谢，以后都是一家人的。少女脸又红了，给了江旭一个白眼，然后低着头，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看着书。他还是跟前世一样，打算报考教育专业。这个专业将来若是自己创业，也是大有可为的。傅炎杰跑了过来，冲着江旭一阵挤眉弄眼，有没有感受到危机？什么危机？那个叫秦风的啊，长得不比你差，还比你高，学习成绩据说也不错，小心校草被人家给抢了。江旭冷笑道：“你不应该关心自己吗？”傅炎杰：“啥？”江旭打击道：“你本来就长得一般，身高一般，成绩一般，皮肤又黑，综合实力在班级里不高，人家一来，你排名不是又下降一个名次？”你，傅炎杰捂着心脏：“过分，你就知道羞辱我，今日之辱，他日必100倍奉还。”傅炎杰伤心的跑掉了。张圆圆递给他一颗糖：“没事的，别伤心了。”傅炎杰说了声谢谢，然后问道：“圆圆，难道我没有优点吗？”“有呀。”傅炎杰精神一振：“快说。”张圆圆迟疑：“你的优点是你的优点是，别急，有的，肯定有的，我一定可以想到。”傅炎杰趴在桌子上：“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不知不觉就放学了，跟往常一样，2人一同回去。不过走到一半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道喊声：“2位同学，等等我！”江旭扭头一看，是秦风，踩着自行车过来，笑容满面：“好巧啊，你们的家也是这边吗？”江旭也笑着点头，安诺诺也礼貌的点头。“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秦风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我想尽快的融入这个大家庭里面。”说话的时候，他目光是一直看着江旭的，认真而真诚。秦风再竭力的不去看安诺诺，昨天在车上远远的看一眼，就已经让他一晚上寝食难安了。现如今近距离之下，更能够感受到那股强烈的冲击，心头一片火热，必须要拿下他才是。安诺诺不由得看向江旭，虽然他不怎么喜欢跟不熟的人走一起，但是刚喝了人家的奶茶，也不好直接拒绝。江旭目光一闪，没有拒绝，而是问了一句：“你刚才说想尽快的融入进来？”“是啊。”秦风点点头。江旭嘴角上扬：“那好，我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你快速融入咱们这个大家庭的方法。”第111章，才不是为了漂亮女业主呢。是什么？秦风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江旭，帮班级里所有的同学都值日一次，大家肯定会很感激你的。秦风嘴角微微抽动。江旭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不愿意？”秦风哈哈大笑：“那当然愿意了。”江旭点点头：“
那就从今天开始吧，赶紧回教室里去，帮今天值日的同学打扫。秦风心中有怒火在涌动。江旭故意挤兑他，怎么，你刚才难道是随便说说的？在安诺诺面前，秦风得保持人设，笑呵呵地说，那好，我现在就去。转身的一瞬间就一脸的 MMP 了。江旭收回目光，看着安诺诺，以后不准跟他单独在一起，也不准给扣扣号、电话号之类的，听到没？晓得啦。跟安诺诺分别，江旭收到了江小妍发来的信息，人家想吃砂锅粥，要放螃蟹加生蚝，你买回来做，给人家补补。江旭的回复很简单，没有，滚。话虽然这么说，但江旭还是掉头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去做砂锅粥。晚上6点半，一大锅香喷喷的砂锅粥就做好了。哇，好香呀，哥哥你真厉害。穿着薄薄睡衣的江小妍坐在饭桌上，看着满满一大锅的砂锅粥，口水直流。江旭一把拍掉他伸过来的爪子，别乱动。他先拿饭盒盛了一半装起来。江小妍很是不满，这是要给那个女人的。江旭点头，专门给她做的，你只是顺带。哎，看来我还得努力才是呢，不然这正宫娘娘的位置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坐上。江旭冷笑，你顶多就是个给皇帝洗龙沟的宫女。江小妍不解，啥是洗龙沟？自己百度呗。江小妍还真的去百度了一下，很快就双手叉腰瞪着江旭，你真过分。不过下一秒他就变脸了，一脸的娇羞，如果是哥哥的话也不是不行。江旭变态加神经病。吃完了之后，江旭就把剩余的砂锅粥给安诺诺送过去。听他说安峰接下来又要出差，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也不知道这出差正经不正经。来到翠苑居附近，江旭一眼就看到了鬼鬼祟祟的秦风，正盯着翠苑居的大门。不用说，肯定是冲着安诺诺来的。江旭眼睛眯了起来，散发出丝丝缕缕危险的光芒。这家伙对安诺诺不怀好意啊，估计是想要在这里制造偶遇。江旭趁着对方不注意，跑到了小区的保安亭。叔，晚上好啊。江旭笑着打招呼。上次来的时候也是这位保安，认得江旭是业主的身份，也和善的点点头。叔，你看到外面那家伙了吗？江旭指着远处的秦风，早就注意到了，不知道他鬼鬼祟祟的要做什么。江旭心说，既然注意到了就好办了，认真的说，叔，你看那家伙一直盯着这边，万一是有什么不轨企图，可就麻烦了。我建议您报警，把对方弄去问问。没事最好，万一对方真的有什么不轨企图，您那可就是救了整个小区，说不定还会受到嘉奖之类的。保安大叔一听，有道理啊，这份工作很舒服，钱也不少，还经常可以看到漂亮的女业主。嗨，这个不重要，可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从而导致丢失了这份工作。于是就立马拿出座机。没过多久，就有几个工作人员到来。这里是高档小区，出问题麻烦很大。保安大叔跟几个工作人员说了一下，然后又把小区前的监控调出来看了一下，的确是看到秦风在外头待了很久。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决定把他带回去盘问清楚再说。秦风当场就懵了，大喊大叫，不是，你们这是做什么？我是学生啊，我没犯事。不过不管他怎么叫喊，最后还是被带走了。江旭给江小妍打了个电话，你认不认识一下三教九流的人，帮我查个人。挂断电话后，江旭拎着饭盒走进小区，给安诺诺打了电话，他很快就下来开门。他刚刚洗完澡，头发还湿哒哒的，宛若出水芙蓉一样，美得不可方物。江旭突然想到了一首诗：28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江旭扬了扬手中的保温盒，特意给你做的砂锅粥，给你跟阿姨。少女眼眸中流露出欣喜，谢谢，不过我妈妈去外面做头发了。哦，江旭眼睛一亮，忍不住搓了搓双手，嘿嘿嘿，那这么说家里就你一个人喽？进来吧。安诺诺转身，他早已经对江旭完全放下戒心了，也不认为他会做什么。虽然他经常口花花的，但是行为上还是很规矩的。刚才在外面我看到秦风被带走了，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江旭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打击竞争对手的机会。给安诺诺给江旭也倒了一碗，对于什么秦风的一点都不关心。江旭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两只手枕着后脑勺，你为我走了一路，很累的。少女脸颊微微泛红，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汤匙舀了一口，轻轻吹了一下，再送到江旭嘴边。江旭张嘴吞下去，笑呵呵地说，未来女朋友喂的食物就是好吃。安诺诺不说话，就是一直喂江旭，每一汤匙都会吹一下，可以说十分的贴心了。等到喂江旭吃完了，少女才给自己盛了一碗，坐在边上小口小口很淑女的吃着。吃完之后又跑去把保温盒洗好，顺带削了个苹果，切成果盘放江旭面前。江旭得寸进尺，你拿给我吃。安诺诺没说什么，拿起一块递到江旭嘴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犹豫之色，想了想，
安诺诺问道：“你真的想要让我当你女朋友吗？”江旭立马就坐直了身体：“当然了。”安诺诺抿了抿嘴：“好，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那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第112章顶级时间管理大师。江旭拍着胸口说：“别说2个条件，10000个条件都答应。”心里那个激动啊！本来他设想中走到这一步还得很长时间呢，而且还得自己做足准备。没想到安诺诺居然主动的提起来。安诺诺看到江旭如此激动，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声音软软的：“第1个条件，你高考成绩要超过600分。”江旭点头：“没问题。”第2个条件，你不能跟别的女孩子有过于亲密的表现。那当然也是没问题的。江旭脸不红心不跳：“我向来洁身自好的，至于什么叫做关于亲密的表现，每个人对此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江旭来说，只要不是那啥，都不能叫做过于亲密。”真的？安诺诺心情变得极为愉悦。那咱们就说好了。江旭在上学期突然闯入他的生活，又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若是说没感觉，那自然不可能。不过现在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安诺诺又害怕让江旭等太久，万一他跑了怎么办？思考许久，便有了前面的对话，算是给江旭一个保证。江旭揉了揉他的秀发：“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可不准跑。”“我不会跑的。”那江旭眼珠子一转：“再怎么说，现在你也算是我的准女朋友了，是不是应该？”安诺诺立马就站起来，跑进房间里，露出一个小脑袋：“不行的，你快回去吧。小妮子还很传统。”江旭笑了笑：“不过今天过来的收获的确是很大的，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女朋友，但人家给了保证。设置600分的分数线，也只是为了鞭策江旭，让他不要太过于放松。这可比周清月那娘们好多了。当初高中追求她的时候，说不想谈，要好好读书，等上了大学肯定首选你。好了，上了大学你又说要创业，等毕业后肯定跟你谈。真是狗女人一个。还是我家诺诺人美心善，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也没有在这边多做停留。”出了小区，江旭去买了2包好烟，再次来到凉亭，把烟递上，找了个理由就把先前秦风被带走的那段视频给拷贝下来，带走了。路上找了家打印的小店，把视频打印成照片。回到家，穿着卡通拖鞋的江小妍把一份资料拿给江旭。江旭看了一眼，有些惊讶：“可以啊，江姐人脉挺广啊，才几个小时呢，就把秦风的底细都给查清楚了。这家伙10几岁就被父母抛弃，就混社会了。不过跟别的混混靠打架或者搞什么小偷小摸的不同，这家伙玩的就高端许多了。首先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的，然后去找一些一看就是家庭条件好的，把人家追到手，然后忽悠着要创业，让那些女孩给帮忙出钱。最多的一次一天约会8个妹子，堪称顶级时间管理大师。不过这小子很有分寸，每个女孩就骗1、2千块，而且不碰她们，过段时间就找借口分手。那些女孩也就伤心一阵，不会多想，更不会报警，他自己自然也就一点事都没有了。靠着这样的骚操作，这小子几年时间就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还开了一家桌球室。看完这份文件，江旭沉吟了起来，有不少疑点啊。第一，这小子以前只是求财，而安诺诺家有钱的事情，班级里也就江旭知道，秦风不太可能会查到他身上。第二，秦风突然被安排到了自己班上，没有成绩的话，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能塞进来的。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么多钱，就算有，这也很难回本。综上考虑，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有人去请秦风过来，就是冲着安诺诺来的。至于目的，江旭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张小慧。有动机、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也就他了。江旭心中有了计较，等明天再说吧。江小妍摇了摇他的手臂，人家帮你做事，是不是应该送点什么东西？江旭，我送你离开。江小妍，哼。第二天，江旭特意早起了一点，又去了一趟打印店，把江小妍让人搜集到的证据复印了几十份。来到教室，把昨天打印出来的那些照片跟证据放到一张张桌子上。小子，想要在搁这里撬墙角，玩不死你。东西弄好之后，江旭就去学校外边吃早餐了。几乎每天班长都是第一个到学校的，今天也是一样。只不过他进入学校之后，就看到自己桌子上放着照片跟复印件，好奇的拿起来一看，顿时就被震惊住了。这时其他同学也陆陆续续的来了，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心情都是差不多的。一些女同学更是气愤不已，没想到秦风看上去那么的阳光开朗，居然是个人渣。这些东西谁放这里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避免了我们被骗。而班上一些脾气比较暴躁的男同学则是说要去把秦风揍一顿。你们这是怎么了？江旭慢悠悠的进来，装作好奇的问道。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听完之后，江旭也是无比的愤怒，一拍桌子，这种人渣必须要让他滚才是，要不然咱们班或者其他班级的女同学都可能会被骗。我建议
大家把这些证据拿到别的班级里去，让全校师生都看清楚那家伙的丑陋嘴脸。江旭的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同学的认可，于是就纷纷行动了起来。这其中就属傅延杰最积极了。用他的话来说，把秦风那小子给挤走，他在班上的颜值排名还可以提升1名。江旭觉得没啥必要，从倒数第1变成倒数第2有什么意义呢？这话让傅延杰怒与江旭绝交10分钟，传播的速度很快，主要还是班上的男同学，基本上都看秦风那个骚包不顺眼。他在的话，女生注意力都在他那边了。安诺诺来到教室，一脸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江旭笑了笑，给他讲解了一遍。不过他不怎么喜欢八卦，哦了一声就自顾自看书了。不多时，秦风也来了。第113章，给你100万，离开他。秦风的心情颇为的郁闷，昨天晚上莫名其妙的就被抓走了。虽然经过审讯没什么问题被放出来了，但也错过了一个可能跟安诺诺偶遇的机会。奇怪了。秦风挠挠头，怎么感觉四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目光有点不对劲。走到教室门口，想要进去却被拦住了。秦风笑着说，同学，请让我进去。拦着他的2个男同学神色都很不好，其中一个更是毫不客气的对道，你也配进这个教室？滚吧，别脏了这个好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秦风满头问号。昨天大家不是都和和气气的吗？另外一个男同学直接将证据扔给他，没想到你是这种垃圾，老子真想揍你一顿。昨天晚上又被抓了吧？秦风拿过来一看，差点没有晕过去，自己的老底完全被人给掀开了，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仿若一头饿了好几天的野狼，看上去十分的可怕。10几岁就出来混的，身上自然是带着戾气，只不过平日里秦风都隐藏了起来，他这副模样还真的把2个挡在教室门口的男同学吓了一跳。这时江旭走了出来，让2个男同学回去，淡淡的对秦风说，你是要自己体面呢，还是让我帮你体面？秦风不傻，瞬间就明白了过来，语气森冷，这是你做的？我可没有，一大早来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江旭耸耸肩，可能是你太高调了，有人看你不爽吧。总之你现在自己走，还能留一点体面，若是惊动了学校老师、教导主任之类的，你也得走。走进学校的时候，你应该就已经察觉到大家看你的目光不对了吧？秦风此刻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虽然江旭不承认，但是秦风100%确定这件事情就是他搞的鬼。江旭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现在已经是犯了众怒了，就算学校不开除你，也混不下去的。说不定今天走在路上被人敲闷棍，明天去饭堂的时候就有人把开水往你身上泼。秦风脸色阴晴不定，不由得看向教室里正在静静看书，仿佛跟这个世界隔绝开来的安诺诺。本来这一次他是打算全心全意的将安诺诺追到手，以后等他有出息了养自己就行了，谁知道才来到这个学校第2天就要被退学了。江旭是吧？我记住你了，以后在路上小心一些。秦风发狠，他现在是恨极了江旭，认为是江旭断了自己的未来以及一个角色女朋友。江旭哈哈大笑，你来嘛，多叫点人，你要是不叫人打我，我都看不起你。这反而是让秦风有点惊疑不定了，这小子好像底气十足的样子。最后他灰溜溜的走了，因为江旭说的对，学校不会让他继续留下来的，不然底下的学生们，特别是女同学，回去告诉爸妈，家长来学校一闹，校长的位置估计都会产生震荡。走到学校外面，秦风给张小慧打了电话，一脸晦气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那边也都沉默了下去。估计没有想到秦风这么水，这他妈才把他弄进去，第2天就身败名裂了。深吸口气，张小慧说，我给你5万块，离开江城，短时间内别回来了。不行，我在江城可是有底子的。秦风下意识的就反对，报师街头跟去别的城市，你自己选一个。说完，张小慧那边就挂断了电话。秦风瞬间手脚冰凉。中午从饭堂回教室的路上，江旭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目光一闪，他对安诺诺说，你先回去，我接个电话。哦，吃苹果吗？他现在每天都会带2个苹果。江旭点头，吃，不过我要你用牙齿把皮啃掉。安诺诺不理他了，加快脚步离开。自从有了这个高中毕业之约后，江旭越发喜欢逗自己了。江旭哈哈大笑，等到安诺诺走远了之后才接听，果不其然是张小慧打过来的。是小旭吗？江旭淡淡的说，我是江旭，你哪位？我是你小慧阿姨，上次在安丰新家咱们见过面的。哦，原来是您啊。江旭恍然大悟，一下子就变得热情了起来。当时我就觉得您气质出众，谈吐不凡，一看就不是那种会破坏别人家庭的人。前面张小慧听得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后面的话却一下子让她心情变得不美丽了。她早就知道江旭知道自己跟安丰的事情，
既然他这么说了，也就不装了，直截了当的说：“阿姨就一句话，离开安诺诺，我给你100万，成交。什么时候给钱？”张小慧啊！江旭如此的果断，反而是把他给整不会了，有片刻的出神。江旭催促道：“说话呀，要怎么样你才能把钱给我？”不是。张小慧一阵愕然：“你跟他感情不是很好吗？100万就让你出卖自己的感情？这情况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江旭无所谓的说：“感情又不能当饭吃，你就直说吧，要怎么做我才能拿到这100万？”张小慧终于确定江旭不是在开玩笑了，然后就感觉很是郁闷了。早知道你小子这么上道，我何必花费那么多的功夫？又是找人去追求安诺诺，又是托关系把秦风送进学校。张小慧沉声道：“很简单，你这个周六把安诺诺给约出来，然后当面跟他说，你们以后别再有什么瓜葛，我会在一旁看着，只要说了，钱就是你的了。”江旭：“可以，但万一我这么说了，安诺诺还是不肯离开呢？”张小慧很有信心：“不会的，你只管去做就可以。到时候他会把江旭是因为钱的原因放弃安诺诺这件事情，一不小心的让安诺诺知道，到时候肯定就会对江旭死心。”江旭：“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准备好支票吧。”挂断电话之后，江旭哼着小曲回到教室里，一只手搭在安诺诺的香肩上：“妹妹，现在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好机会，你愿不愿配合？第114章，我一个弱小可怜的纯情小男生，又能拿你怎么样呢？”安诺诺把削了皮的苹果递给他，眨了眨眼睛，好奇地问：“什么赚钱的方法？”